米国某州一处车祸现场，苏璇旅游路过，突然想起网上一个流行的梗，当即朝现场打电话的黑人小哥喊道 ：“Hi, you cannot park here。”本来只是想幽默一下，告诉小哥这里不能停车，哪料小哥直接利索的从裤兜里掏出手枪，骂道 ：“Fuck off！” 然后砰砰就是2枪。苏璇始料未及，这民风如此彪悍的吗？摸手枪比摸手机都快，而且枪还是上膛的。离比谱好像幽默过头了，这奴隶多少零食？囚笼前，一位丰腴绝美的女子开口问道，她身材高挑，绰约多姿，尤其是胸前发育的甚至变态。奴隶主看得入神，一时间竟呆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咽了咽口水，这才想起上前介绍：“顾客您真是好眼光，这奴隶资质一般，但样貌绝对是本店有史以来最帅最俊秀的一个，售价100万零食，买回去当炉鼎玩物，绝对是上上之选。”囚笼里，苏璇缓缓睁眼，一股陌生记忆顿时涌入脑海。怎么回事？我不是被小哥枪杀了吗？竟然没死，穿越了！震惊之余，苏璇瞟向外面，当时整个人就亢奋精神了起来。Oh my god！ 穆清瑶见苏璇如此目光，当下便觉得来对地方了，不仅没生气，反而将衣领撅了一下。什么意思啊？苏璇懵逼不已，这女人怎么感觉有点正纳闷之时？苏璇注意到自己处在一个囚笼之中，双手双脚被锁链锁住，这是穿越成了奴隶。我尼玛！苏璇悲愤欲绝，这开局还不如被一枪爆头来得痛快。原来这副身体的主人本是修仙界一个勤勤恳恳的散修，资质平平，却生有一副好皮囊，身边女人无数，日子逍遥似神仙。如果是这样还能接受，可偏偏好巧不巧，原主意外被一伙奴隶贩子抓住，而且才关了不到2天，就熬不住赶了过去。越想越生气，服侍一点没想上，遭罪的时候换他来了。奶奶的，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买了。突然大雷美女的声音传来，苏璇一怔，顾不得伤感，看了过去。此时穆清瑶走到奴隶主身旁，取出一个百宝袋，里面是清点过的100万零食。奴隶主笑逐颜开，顾客马上为您准备奴印。穆清瑶摇头，拿出一枚亮银手镯，不用了，把这个给他戴上就行。这是拥有契约效应的奴役手镯。奴隶主惊讶不已，双手将手镯接过。寻常奴印打入体内，虽然会让奴隶忠心无比，可同时奴印的存在会让奴隶丧失本心，失去思维，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而奴役手镯却不会，佩戴者只要有任何不听话的举动，主人都能及时控制手镯，达到制服的效果。小子，出去以后好好侍奉主子，不听话小心你的脑袋。奴隶主来到囚笼前，狠狠嘱咐着。他将囚笼打开，解开手铐脚镣的同时，将奴役手镯给苏璇戴上。霎时间，苏璇感觉手镯生出一股诡异力量，游走全身。完了，一切都完了。难道以后就要任人摆布了吗？虽然这看似很美好，对方是一位长相身材都十分完美的角色，可奴隶就是奴隶，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一旦没了自由，这个人的生命就没了价值，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说不定前一秒还给你搔首弄姿，下一秒就会让你死无全尸。叮，检测到宿主存在，天命回收系统绑定中。突然冰冷的机械声在苏璇脑海中响起，绑定成功。本系统可回收蕴含灵气的一切物品，最终反馈给宿主修为。当前回收光幕的直径最大仅有半米，随着宿主修为提升，光幕将成长变大。宿主当前修为先天境5重，晋级所需灵智100点。童子，你可算来了。苏璇喜极而泣，同时感应到脑海中多了一个直径半米的漆黑光幕，好像可以将它随意取出来，也可以就这样放在脑海之中。眼下并不是试验光幕的时候，因为穆清瑶已经来到了身前。你叫什么名字？穆清瑶上下打量着苏璇，越发觉得满意。苏璇正想将名字脱口而出，注意到一旁奴隶主凶狠的目光，当即欠身跪拜。尊敬的主人，我叫苏璇，以后就是您忠心的奴仆。简直无语了。原主之所以会嘎，就是因为奴隶主惨无人道的折磨，不听话，分分钟要挨打，遭受酷刑，这才被抓来不到2天，一些基本的规矩已经刻在骨子里了。幸好反应够快，不然那畜生多半要拳脚相加了。教得不错。穆清瑶朝奴隶主点头，随后看向苏璇，跟我走吧。客官说笑了，这些都是应该教的，以后常来哈，我这儿的奴隶都是上品。奴隶主一副职场假笑，目视2人离开。苏璇跟在穆清瑶身后，想上前搭讪，但又有点不敢，毕竟不知道对方什么脾气。
别说现在带着奴役手镯，即便没有，以他的实力，只怕还没靠近对方就已经倒下。原主这身修为，当真是弱不禁风。好看吗？穆青瑶突然停下脚步，苏璇惶恐，赶紧跪了下去。主人是最好看的，天下第一的好看。穆青瑶转身，起来吧，以后在我面前不必执行你们的那一套规矩。苏璇起来，惊了一身冷汗。不料穆青瑶竟上前用手勾着他的下巴，同时另一只手搂住他的腰，他们几乎要凑在一块儿。以后你就是我的人，除此之外，我不会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你，可以接受吗？啥？还有这等好事？难道真是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苏璇咽了咽口水，连连点头。本以为是地狱开局，没想到遇到了这等明事理的主，这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甚至有点窃喜。自己修为那么弱，所以对方明显不是奔着炉鼎来的。那么看来，只能是这副帅气的样貌了。嘿嘿嘿，似是闻到苏璇身上的汗臭味，穆青瑶将手松开。以后你别叫我主人了，回到门派，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要叫我夫人，绝对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哦天哪，我这是听到了什么？门派夫人，这番话直接给苏璇 CPU 干烧了。这女人有家室啊！奶奶的，有家室还这样，这剧情真是太棒了。随后，穆青瑶带着苏璇来到一处原始森林，走了很久，一直到晚上，苏璇才看见一座隐蔽在大山深处的宗门，不禁疑惑，到底是什么宗门，要藏得如此隐蔽？不过穆青瑶没说，他也没有理由问，毕竟眼下的身份是个奴隶，还是要规矩一些。万一惹这女人不生气，分分钟小命不保。我先进去，你等半个小时再进来，到时候你直接跟看门的说是五显护法让你来的，他们自然会放你进去，然后到最里面的寝殿找我。说完，穆青瑶便进入宗门。寝殿？难道说……苏璇兴奋的手舞足蹈，按耐住内心的激动，四下看了一眼，确定没人，这才小心翼翼地取出光幕。光幕漆黑深邃，是一个一维的平面。苏璇将光幕放到地上，随后伸出右手，尝试将奴役手镯回收，不料一不小心，整个人翻了进去。里面非常黑，看不到一丁点光亮，就仿佛眼睛被摘掉了一样。苏璇漂浮着，能够清楚感应到光幕在吸收奴役手镯，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他当下一喜，旋即爬出光幕。眼下还不是回收奴役手镯的时候，还没。伺候夫人呢，静静等待着。半个小时以后，苏璇来到宗门口，两名守卫将他拦下。你是何人？是五显护法让我来的，没跟你们说过吗？苏璇按照穆青瑶交代的，老老实实说着。听到这话，两护卫相视一眼，朝苏璇一礼，随后欠开身，请进。苏璇点头，大摇大摆走了进去，一路小跑来到了最深处的一座寝殿外，里面亮着灯。他搓了搓手，进入其中。寝殿依山而建，内部也基本是岩壁风格。穿过客厅，一间门虚掩着，苏璇缓缓推开，只见房间床榻上，穆青瑶侧躺着，美地不可方物，一铺青丝披在肩上。苏璇咽着口水，穆青瑶朝他勾了勾手。苏璇快步上前，不料却被穆青瑶抬起可爱粉嫩的小脚丫挡住。他指了指外面另一间房，先去洗个澡，你身上臭烘烘的，柜子里面有衣服，随便找一件换上。房间是方正的，在床榻对面有一个梳妆台，旁边有一个大衣柜。苏璇过来打开，发现里面的衣服有男装也有女装，但是女装偏多。很显然，这是穆青瑶和她男人的卧室，玩得简直太花了，好刺激。苏璇迫不及待拿上一件衣服，出门右转进入一间房，里面摆着一个大澡盆，盛满温水，准备的还挺周到的。苏璇飞快洗澡，洗得干干净净，没一会儿就洗好了。她拿上脏衣服返回卧室，把门关上。苏璇把门带上，眼神火热，夫人，我们这样真的可以吗？老家伙他闭关了，你怕什么？我都不怕。记住，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忤逆我。穆青瑶吐气如兰，咬着樱唇，目光游走在苏璇身上，伸手示意苏璇上来。老家伙。苏璇疑惑，不明白穆青瑶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对方。他不仅是个老家伙，而且还是个太监。什么？苏璇大吃一惊，难怪穆青瑶要去买奴隶，不是没有道理的。苏璇温柔的上床，准备给穆青瑶留个好印象。话说的再好听，那也只是嘴上说说，人都是善变的，他不能一点防备都没有，直接把最本质的暴露出来。2个小时后，穆青瑶睡眼朦胧，温顺的躺在床上。真没想到，夫人你没让人碰过吗？苏璇十分诧异。穆青瑶嗔了他一眼，你还能不知道吗？那老家伙一个阉人，我从小就被他掳来，便宜你了。苏璇激动不已，继续问，他难道是天阉不成？不，他是自己阉的，
为了修炼。牛逼！苏璇忍不住点赞，太狠了，是个狼人。不过他现在修为有成，准备恢复男儿身。穆青瑶说道。苏璇一惊，正想追问细节，突然穆青瑶一个机灵，脸色巨变。怎么了？苏璇被吓了一跳，老家伙出关了，快躲起来！什么？要不要这么离谱？苏璇无语，当即四下看去，锁定了前方衣柜，顺便把自己的脏衣服和鞋子一并带上。这尼玛难道是要被发现的节奏？柜门刚关上，一道阴柔声音自外面响起：突破了青瑶，老夫突破了。很快房门被推开，青瑶，老夫终于灵君境3重了。你今晚好漂亮啊，青瑶，香香的，是洗澡了吗？怎么了夫人，累了吗？说话之人非常兴奋，但声音阴柔，令苏璇紧张到了极点。尤其是对方刚刚说灵君境3重的时候，苏璇的心仿佛骤停了片刻，之后剧烈跳动。他妈的，没想到老阉人居然强得如此离谱。修仙界修为，先天境15重，破体境15重，灵君境10重，玄离境10重，大关境10重，天流境10重。苏璇现在才先天境5重，与外面这个老阉人足足差了28重境界。这是什么概念？对方碾死他简直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穆青瑶的声音有些许害怕，颤巍巍的。夫君，我确实有些困了，能让小哈出去吗？很晚了，他会打扰到我们休息的。小哈是谁？难不成老阉人还带了别人进来？苏璇疑惑，然后开始听到奇怪的动静在柜子周围。是什么东西？难道是宠物？没事的夫人，小哈不准吵，我们要休息了。老阉人再度说话，声音阴柔，让人直起鸡皮疙瘩。突然苏璇发现柜门微微开了一点，他呼吸急促，心扑通扑通跳得更加厉害。紧接着有影子在外面晃动，柜子里面黑漆漆的，看得非常明显。是要被发现了吗？一抹白毛从柜缝闪过，然后还有黄毛。苏璇又看见狗爪子，最后一个狗鼻子凑在柜缝那儿嗅着。鼻子的主人眼神睿智，两只眼睛轮换着往柜缝里面看。最后他与苏璇对视，这时也终于看清楚了，外面是一只纯血哈士奇小狗。哥，拜托了，你千万不要叫啊！你这一叫就全完了。苏璇惊恐不已，恨不得喊这只哈士奇爹。此情此景，有种被捉奸的既视感，这简直太戏谑了。被狗发现算怎么回事？外面小哈急冲冲来到冷少坤脚下。冷少坤是一名老者，蓄着及肩的长发，面色苍白如死人，没有眉毛，目光却透露着阴狠。怎么了小哈？冷少坤看向脚下的小狗。穆青瑶和苏璇的心此刻提到了嗓子眼。只见小哈看向衣柜，又看向冷少坤，那眼神仿佛在说：哦天哪，欧斗桑，你猜哇，达西发现了什么？穆青瑶身体一颤，自然是看出了小哈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一直疼爱小哈的冷少坤显然也看出来了。柜子里面有什么？冷少坤声音变得严肃冰冷，但依旧无法掩盖那股子阴柔。没什么夫君，里面都是我们的衣服啊。穆青瑶惊出一身冷，赶紧解释。然而冷少坤根本不听，来到衣柜旁，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而是看向穆青瑶。夫人，给你一次机会，跟我说实话，如果里面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你应该清楚下场。夫君，真的没有。穆青瑶语气变得害怕起来。哼！冷少坤冷哼一声，一把将柜子打开。然而出乎两人意料，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小哈从冷少坤脚下钻过，进入衣柜，最后目瞪口呆。除了衣服，里面没有任何一样衣物。夫人，看来是我错怪你了。小哈，出去殿外看门，我们要休息了。冷少坤言语中表现出对小哈的不满。小哈害怕极了，一溜烟跑了出去。柜门被冷少坤狠狠关上，紧接着是房门。夫人，让夫君好好疼你吧。此刻光幕内太尼玛惊险了，苏璇肾上腺素飙升，差点以为要嘎了，幸好想到光幕，及时藏了进来，然后把入口缩的只有拇指大小，放在了某件衣服后面。苏璇赶紧将手伸出光幕空间，避免奴役手镯被吸收掉，一旦这样，穆青瑶将会立刻发觉，到时候同样玩完。苏璇倒想看看这个老阉人是如何疼穆青瑶的。好吧，吓人一跳，原来只是被揍了一顿。冷少坤离开，去了另一间房休息。等他走后，穆青瑶加了一件衣裳，打开了柜门。苏璇此刻正坐在里面，低着头。你刚刚去哪儿了？穆青瑶疑惑不已，轻声问道。我刚刚就在柜子里，只不过用秘法躲起来了。他晚上不跟你一起睡吗？苏璇也将声音放小了些，草草敷衍了一句，便赶紧转移话题。秘法？穆青瑶显然不信这套说辞。
什么秘法可以让一个先天境在林君静面前躲得无影无踪？很显然，苏璇有问题。穆青心中猜想着，不着痕迹的摇摇头，旋即说道：“明天我让吴显给你安排个住处。现在冷少坤出关了，我们要少见面，免得被发现。需要你的时候，我自会找你。”切！苏璇没在意，实在是老阉人的压迫感太强了，那可是足足28重境界的差距，以后还是少和穆青瑶接触的好。等等，冷少坤这个名字怎么感觉从哪儿听过？苏璇一时间想不起来了，原主的记忆里有这个模糊的印象。不管了，想不起来就算了，当即问道：“既然你这么害怕他，为什么不逃跑呢？”逃？穆青瑶连连摇头。他给我吃了毒药，一定时间内若是没有解药，会死人的。靠！太残暴了。苏璇倒吸一口凉气，想着还是赶紧破除奴役手镯，离开为妙。美色固然诱人，但如果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穆青瑶思索了片刻，目光重新落到苏璇身上。眼下冷少坤势必会加紧人手找寻地图，若是让他恢复男儿身，我们之间的事情败露，他不会放过我，更不会放过你的。关我什么事？苏璇一阵无语。他可是奴隶，穆青瑶花100万灵石买来的，有选择的权利，能反抗吗？所以夫人打算怎么办？苏璇问。你先去跟着吴显，见机行事。穆青瑶盯着苏璇，目光落到奴役手镯上。原本想逼迫苏璇说出那所谓的秘法是什么，说不定能有助他逃脱冷少坤的魔爪，但仔细一想，现在还不是时候，留着苏璇还有用。好。随后两人各自休息，不敢弄出太大动静。冷少坤就在隔壁，他们都害怕。第二天，苏璇趁着冷少坤不在的间隙，偷偷溜出寝殿。一出来，他就如释重负，撒腿就跑。妈的，这里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黄泉门！不行，得赶紧离开，再待下去要出人命。苏璇赶忙循着昨晚来时的路，准备逃走。今早才听穆青瑶说起这件事，当知道这里是黄泉门的时候，他双腿直打颤，差点没吓尿了。黄泉门可是有名的魔门，里面全是修仙界穷凶极恶之徒，怪不得昨晚会觉得冷少坤这个名字耳熟。黄泉门门主，这尼玛能不耳熟吗？苏璇的记忆还是好的，很快就来到了黄泉门山门。正准备出去之时，一道声音从后面叫住了他：“苏璇，你这是要去哪儿呀？”苏璇汗毛倒竖，紧接着看见周围的守卫纷纷跪了下去，齐齐喊道：“无护法！”苏璇回头，只见一个黑袍男人缓步走来，留着长长的胡须，眉目有神，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有男子气概。无护法！苏璇学着周围护卫的模样，朝男人做了个礼。吴显上前捏住苏璇肩膀，力气非常大。苏璇疼得嗷嗷直叫：“夫人让我盯着你，没曾想你这家伙居然真的想逃跑。”“没有，我没有想逃跑，我只是迷路了队。夫人让我来找你，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所以想找个人问问。”苏璇赶紧解释，胳膊快被按折了。哼！吴显冷哼一声，将苏璇松开。苏璇一踉跄，摔到地上。没你们的事，都忙自己的去吧。吴显挥手示意守卫们起身，随后看向苏璇：“跟我来。”苏璇龇牙咧嘴，心中已然问候了吴显祖宗18代，一路跟着吴显来到一座院子。这院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吴显推开院门，走进去的同时问道：“小子，你跟夫人是什么关系？”苏璇下意识摸了摸右手衣服下的奴役手镯。穆青瑶交代过，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手环，不然只有死路一条。没什么关系，夫人让我以后跟着护法做事。没什么关系。吴显挑眉，回头看着苏璇俊秀的脸庞，明显不信这番说辞，心中已然猜到了什么，冷声说道：“以后你最好别再提起夫人。在黄泉门，夫人和门主是至高的存在，不可有任何亵渎的举动。如果被心之人利用，捅到门主那儿去，没人保得住你。日后若是有人问起，你就是说是本护法座下的下属，明白了吗？”“明白了。”苏璇连连点头。看来这吴显是猜到我和夫人的关系了，不过他既然这样说，多半也是夫人那边的人。苏璇心中分析着，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住处了，没事不要乱跑。就你这点修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明白，都听护法的。苏璇脸上挤出笑容。待吴显走后，他长长叹了口气，看来逃跑的事得从长计议了。苏璇来到房间，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确定没问题之后，将回收光幕召唤出来。这玩意是最大的底牌，必须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被发现。现在身上唯一拥有灵气的东西，就是手上这枚奴役手镯，但眼下不是回收它的时候。在没有离开黄泉门之前，苏璇不打算回收，因为一旦回收，就意味着会被穆青瑶觉察，到时候怎么逃？先天境还是太弱小了。所以当务之急
是想想该如何提升修为。苏璇在房间四下打量起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回收的东西，可结果让人失望，房间里只有一些家具、床以及被子。想了一下，苏璇拿起一把凳子丢入回收光幕，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凳子消失不见，身体却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回收了这把凳子跟没回收的一样，看来回收垃圾是没用的，必须是灵材、法宝之类的东西才行。再去找点别的东西试试。苏璇开始找东西试验，一直折腾到晚上，什么有灵智的东西都没回收到。晋升所需的灵智还是100点，反倒是屋子里的家具少了许多。不过召唤光幕却是越发得心应手，不仅能随意召唤出来，还能及时改变大小。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3天，在这3天里，苏璇对黄泉门有了一定的了解。在门主冷少坤手下，一共有4位护法，吴显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发展之外，几乎整个黄泉门都在找寻一些东西，似乎这就是黄泉门存在的意义。而这些东西，穆清瑶曾说过是一份地图的残片，集齐之后就能找到一处遗迹，里面有冷少坤恢复男儿身的办法。苏璇大受震撼，要不说这冷少坤是个狠人，不过他可不希望冷少坤恢复，穆清瑶现在怎么说也是他的女人。晚上，苏璇已经躺下，谁知院子里竟然响起了动静，他当即一凛，迅速起身，不料推门进来的居然是穆清瑶。漆黑的房间中，二人对视一眼，苏璇疑惑不已，赶紧把灯点亮。穆清瑶穿着一袭纱衣，未施粉黛，却妖艳美丽。纱衣下身类似旗袍，两边开叉，一眼就看到穆清瑶白皙纤长的大腿，以及一双粉嫩可爱的小脚丫等等。为什么没穿鞋就过来了？看向门外，一双鞋子随意踢倒在地上。夫人，你怎么来了？苏璇害怕不已，赶紧轻轻将门关好。想你了呗。穆清瑶扑到苏璇怀里。那老家伙刚刚得到一条地图残片的消息，急匆匆就出去了。苏璇也是无语，看来真是难为穆清瑶了。老家伙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来了，但透过纱衣隐约看到他身上鲜红的伤势，又不免一阵心酸。这说起来也是个苦命的女人。现在已经找到多少地图残片了？苏璇问道。已经找到10枚了。提到这个，穆清瑶的语气一下子伤感起来。如果确认信息真实，老家伙明天应该会回来，然后派人去拿。到时候会去2名护法，我让吴显带着你去，明白我的意思吗？靠！苏璇就知道穆清瑶大晚上过来不是单纯白给这么简单，但还是不着痕迹地说道：夫人是想让我配合吴护法从中作梗吗？穆清瑶点头。你不是有那什么秘法吗？我现在是你的人了，如果顺利让老家伙凑齐地图，一旦他恢复了，必然会发现端倪，到时候会是什么后果，希望你明白。原本我买下你，只是想感受一下当女人的快乐，而不是整晚被打，你明白吗？我都没有给你施加奴印，选择用奴役手镯这种温和的手段，希望你也能为我考虑，一旦事情办成，我可以帮你解开奴役手镯，给你自由，我全听你的，夫人放心好了。苏璇心里清楚，穆清瑶与他确实有恩，即便穆清瑶不说，他也不会让冷少坤得逞的。那好，休息吧。清晨，穆清瑶早早离去，苏璇睡到日升3竿，直到吴显来将他叫醒。他妈的这么能睡，昨晚上你偷人去了。苏璇揉了揉眼睛，心想你怎么知道？吴护法，这是有事情吗？苏璇装作不知道。快点洗把脸，跟我出去一趟。吴显不耐烦地催促道。不明白夫人是怎么想的，为何执意要他带上苏璇？一个先天境5重的废柴，去了只会拖后腿。苏璇很快擦了把脸，随后跟着吴显出了黄泉门。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护法，以及20-30名弟子。让苏璇没想到的是，这位护法居然是女子，而且美艳动人。不过胸前要比穆清瑶逊色一些，一头银发，整个人看起来冷冰冰的，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个子呢，比穆清瑶高上一些，绝对算得上是位冰山美人。一路上，苏璇激动不已，只是有些许遗憾，这样的美人怎么就加入魔门了呢？而且还是黄泉门。若是等冷少坤那老阉人恢复男儿身，只怕要被祸害掉。小子，你的眼睛最好别乱瞟，他可是赵子金，一个连自己人都乱杀的疯批，要是让他看见你这不纯的目光，只怕要当场把你眼珠子挑了。瞧见苏璇那心怀不轨的目光，吴显吓了一跳，赶紧将他拉到身边。这要是让赵子金发现，只怕苏璇要当场嗝屁，他可不希望因为这点破事受到夫人的责骂。疯批！苏璇微微一惊，不敢再偷看这位护法。晚上，众人来到一处荒原，在黑暗中默默等待着。很快，一支车队缓缓驶来。吴护法，我们要做什么？我是说，我们真正的目的。
苏璇一直跟在吴显身旁，可是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此行真正的任务。突然，一枚暗器朝他急射而来，好在被吴显及时接住，不然身上非得被射出一个窟窿不可。我日！苏璇吓了一跳，和吴显同时扭头看去，只见不远处赵子京冷冰冰看着这边，嘴里清冷地吐出2个字：闭嘴。刚刚的暗器正是他所发射。苏璇咕龙吞了口水，额头上冷汗直冒。疯批，不愧是疯批。随着车队近在咫尺，众人终于在赵子京的带领下杀了出去，双方很快拼杀在一块儿。你好好待在这里，别出来。吴显嘱咐苏璇一声，随即掠出，直奔车架而去。我尼玛！苏璇气恼不已，叫他跟着来，却什么也不说。完了吧？不管了，不说就不管呗，到时候大不了算了。苏璇想了想，还是不能这样随意，他可是答应过穆清瑶，不会让他失望的。苏璇从暗处走出，来到荒漠上，目光一正，只见一个黄泉门弟子手执长剑，直接将对方开膛破肚，内脏流淌。卧槽！苏璇趴下身子，忍不住干呕起来。魔门不愧是魔门，当真是变态狠辣。突然，一柄飞剑破空，夹着剑锋呼啸，朝这边射来。苏璇连连躲避，奈何那飞剑跟锁头了似的，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千钧一发之际，苏璇照出光幕，飞剑射入其中，而后光幕闭合，消失不见。追啊，你妈的在追电！苏璇擦了擦额头汗水，脸上逐渐露出笑容。飞剑此刻躺在光幕中一动不动，正在被慢慢分解回收。他看出来了，这是一柄中品宝器。在修仙界，武器法宝的等级分为宝器、法器、灵器、道器、圣器、仙器，依次又有下品、中品、上品、绝品之分。我的飞剑呢？你把它怎么了？一名男子跳到苏璇面前，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然而还没等男子进行下一步动作，一柄长剑便从他肚子里呲了出来，鲜血直流。男子重重倒了下去，背后一名黄泉门弟子将剑拔出，无护法让你退远一点，不要靠近战场。弟子甩下这句话，转头重新奔赴战斗。苏璇微微一怔，小心翼翼地来到男子面前，四下看了一眼，当即照出光幕，想要将男子回收，没曾想却遭到光幕的排斥。为什么回收不了？苏璇疑惑不已。蓦地，他注意到男子还微微颤动着，显然是没死透。怪不得我了。苏璇将光幕中的飞剑取出，狠狠刺了男子几下，确认彻底死透，这才再次用光幕回收。嗖的一声，男子被光幕吸了进去。原来不能吸收活人，苏璇明白了，看向战场，此刻打得不可开交。但很明显，杀伐果决的黄泉门弟子拥有绝对优势。地上逐渐增多的尸体让苏璇非常异动，旋即便挺着胆子摸过去捡尸。他不敢太明目张胆，小心翼翼地在战局的外围，趁人不注意就用光幕回收一具死尸，随后迅速隐蔽。各位，修仙界就是这样，反正也没人会安葬你们，倒不如温暖我，让我用这个浪漫的仪式送你们光速投胎吧。苏璇自言自语着。回收尸体时，他体面地将对方死不瞑目的眼睛合上，最后一句阿门，尸体收入光幕，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看着英姿飒爽的赵子京，不由得入了神。此刻吴显与赵子京配合着，他们的对手是一名短发中年，破体境13重修为，而吴显和赵子京都是破体境12重。隐隐占据上风。陈和，把昨晚拍卖会上拍到的东西交出来，我们放你离去，不然等你陈家弟子死光了，你再也没有与我们谈判的筹码。吴显朝中年厉声喊道。陈和一声不吭，随后被赵子京一剑脸飞出去，砸在地上，吐出一口鲜血。这就是破体境强者的战斗吗？还真是拳拳到肉。苏璇暗自感慨，觉得自己跟这些人相比，简直像个小孩子，毫无战斗力可言。看来地图残片就这个陈和身上，该怎么拿到呢？苏璇陷入思索。有赵子京在，吴显很难做什么手脚，这枚地图残片恐怕是没什么希望拿到了。随着战斗的继续进行，陈家子弟全部被黄泉门弟子斩杀，而陈和也陷入了绝境，但他却非常顽强，紧紧将百宝袋护在手中。突然，苏璇目光一凛，只听见赵子京大喝一声，一剑将陈和拿着百宝袋的那只手斩断，断手紧握百宝袋，然后落到了苏璇前方不远。他此刻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一具尸体。好机会！苏璇惊喜不已，迅速召唤光幕，将百宝袋收走，毒瘤断闭在原地，眼睁睁看着百宝袋消失不见。吴显和赵子京二人惊愕不已，欲要上前查看。就在这时，一道极强的气势从天而降，威压席卷。
苏璇以及周围许多尸体都被震飞，好在及时躲进光幕之中，这才没受多大的伤。而一众黄泉门弟子就不好受了，统统被掀翻在地。大胆魔门，胆敢在此屠杀无辜！一名男子从天而降，单脚点地。灵君境强者，吴显与赵子京大惊失色。眼下他们已然力竭，遇上灵君境，必死无疑。吴显审时度势之后，似是做了某种决定。他后退2步，来到赵子京身后。对不起了，赵护法。在赵子京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吴显将他朝着男子所在方向狠狠轰出，随后借着惯性迅速逃离。靠！这一幕被苏璇亲眼目睹，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反观赵子京，心寒的同时已然来到了男子面前，束手就擒显然不可能。他提剑顺势刺出，男子也不怜香惜玉，甩出一记火球术，将赵子京炸飞出去，烟尘四起。紧接着又连发了几道落雷术，确定赵子京不可能生还，这才将黄泉门余孽统统斩杀，而后朝吴显追出。战场逐渐归于平静。陈和捡起自己的断手，巡视一圈，然后一瘸一拐地离开。不知道过了多久，赵子京身旁一个细小的光幕放大，苏璇跳了出来。刚刚在那灵君境强者施展落雷术的关键时刻，苏璇及时用光幕吸收了几道落雷，这才替赵子京挡下了致命伤害，眼下只是昏死了而已。吴护法啊，吴护法，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苏璇暗自感叹，随后目光落到赵子京身上。臭女人，本来不想救你的，谁他喵让你扔暗器偷袭，老子不过，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苏璇吞了吞口水，这么漂亮的护法就这样死了，怪可惜的。随后苏璇看向战场，死了这么多人，心里还是有些发怵。他用光幕将这些人的百宝袋、武器以及尸体统统收走，这才扛着赵子京离开。没有这女人带路，只怕连黄泉门在哪儿都找不到。夜里，荒漠某处，苏璇好像迷路了。赵子京由于伤势太重，目前还处于昏迷状态，加上夜间荒漠温度极低，再这样下去，这女人恐怕坚持不了多久。苏璇只好先找个地方休息。赵子京的小腹处、左右肩胛、大腿上皆有不同程度的雷电灼伤，如果不及时治疗包扎，恐有性命之忧。苏璇是个好人，既然人都已经救了，自然不会再放任死去。但是眼下没有药物处理伤口，怎么办？很快，苏璇将目光投向赵子京的百宝袋，不仅从里面找到丹药，还有一些干净衣服。大海丹，听名字应该是疗伤药，吃几颗呢？不管了，多多益善。苏璇一股脑给赵子京吃了好几颗大还丹，随后又找到2瓶药粉，想用来外敷包扎伤口，但是上面没有名字，又害怕是毒药，只得抓了2只蜥蜴，把药分别给他们服下。很快，一只蜥蜴死了，一只蜥蜴变得龙精虎猛，这一定是疗伤药无疑了。蜥蜴吃了都精神许多。苏璇欣喜不已，浅尝了一小口令蜥蜴龙精虎猛的药粉，还别说，不怎么苦。接着给赵子京也灌了一口，希望这女人能快点好转，跟那蜥蜴一样龙精虎猛起来。然后他将药粉给赵子京敷上，并撕碎一件干净衣服当做绷带包扎，顺带还给赵子京上上下下换了身体面衣服。臭女人，你要感激我，是我大人有大量，才没有跟你斤斤计较。苏璇得意不已，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这样一定能感动赵子京那颗冰冷的心吧。对的，一定可以。赵子京闭着眼睛，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一股御姐气质。很快，他身体有了知觉，柳眉抽搐一下，旋即舒展开来，想来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苏璇困得不行，打了个哈欠，准备睡觉。谁知赵子京降唇微起，浑身打着冷战。冷。苏璇起身看了一眼，当真觉得麻烦，索性将百宝袋里的衣服全部拿出，一件件盖在赵子京身上。但这女人还是哼了，我真是服了，让不让人睡觉的？这下总不冷了吧？苏璇直接抱着赵子京，这下终于没有哼哼声了。很快，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不远处，那只龙精虎猛的蜥蜴正对着那只死去蜥蜴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苏璇好像做了个梦，迷迷糊糊间看见了赵子京清晨。苏璇缓缓醒来，新鲜的冷风吹在脸上，让人神清气爽。第一感觉就是突破了，先天境6重，晋升所需灵智50300。不仅是这样，光幕空间内还有许多东西正在回收中。苏璇洋溢着喜悦，然而下一刻脸上的笑容消散，低头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搂着赵子京。苏璇微微一颤，抽动身子想要爬起来。别动！一道酣甜的声音响起。苏璇吓了一跳，赶紧解释，生怕慢一点就要嘎。是我救了你，你可不能恩将仇报。我从死人堆里把你扒出来的，我不容易，我还好心帮你上药，帮你包扎，还给你温暖。
苏璇太害怕赵子金的脾气了，疯批可不是说着玩的，要是让他知道已经被看光了身子，还抱着睡了一晚，指定要谢剑当场。久久没有回复，现场安静的可怕。苏璇额头沁出汗水，突然感觉右手上戴着的奴役手镯被抓住。你是谁的奴隶？赵子金这次睁开了眼睛，吐气如兰。苏璇骇然失色，同时感觉到一股股暖气在胸口游走。他不能说，不然穆青瑶和他都要玩完。是吴显吗？赵护法，我有苦衷，您千万别为难我。你的苦衷是这个吗？赵子金拿出一截羊皮残卷。苏璇浑身机灵，糟糕了，昨晚特意将陈河百宝袋中的地图残片取出来放在身上，就是害怕被光幕吞噬掉，怎么就到赵子金手里去了？苏璇伸手想要拿回，却被赵子金迅速收了回去。他缓缓起身，苏璇看见那脏脏的衣摆，昨晚不是给他换了身干净衣服吗？正疑惑之际，赵子金指着摆在一旁的药瓶：你个混蛋，居然拿那种药给我敷伤口！那种药？苏璇疑惑，那种药是什么药？突然他想到了昨晚的蜥蜴，顿时如遭雷击，当时还浅尝了一口。难道说那不是梦？我日！苏璇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这些我都既往不咎。赵子金一把揪住苏璇衣领，但是告诉我，这残片你哪儿来的？昨晚我捡的。赵子金蹙眉，那眼神仿佛要杀人。我昨晚就躺在荒漠上装死，没曾想一条断臂就飞了过来，我就捡到了。苏璇一脸正经地说着，本来就是捡的没错，只不过速度有点快而已。赵子金松开手，旋即粉嫩的脚丫子踩在苏璇身上，低声威胁道：昨晚后半夜发生的事，你若敢说出去一个字，我保证让你死得很惨。苏璇连连点头，姑奶奶哪儿的啊？赵子金抬起脚，随后拿出一壶水递给苏璇。干什么？苏璇一脸懵。给我重新包扎伤口。苏璇老老实实给赵子金包扎了伤口，全程眼睛都不敢乱瞟，生怕赵子金给他戳了。这女人凶起来当真是恐怖。不过回想起昨晚返程途中，赵子金虽然拖着伤，步伐却依旧轻盈，一直走在苏璇前面。那个赵护法，你为何如此替冷少坤卖命？他若是恢复男儿身，不会放过你的。苏璇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鼓起胆子说出这番话。羊皮残卷现在被赵子金得到，势必要交给冷少坤。一旦这样，不仅是他，就连穆青瑶，甚至赵子金自己都难以逃脱冷少坤的毒手。那老阉人年轻的时候为了修为不惜挥刀自宫，现在修为有成，又拼死拼活要恢复男儿身，那么如此着急事为了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听到这话，赵子金停下脚步，顿了片刻，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往前走。难道是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不成？苏璇不理解。一天后，他们回到黄泉门，原本赵护法以及一众弟子殉职的消息已经传开，黄泉门上上下下沉闷不已。可赵子金今天却突然归来，所有人都震惊了。议事厅，吴显面露苦涩，身侧是赵子金以及苏璇，而最前方的主位上，冷少坤端坐着，旁边是愁眉不展的穆青瑶。苏璇是第一次见到冷少坤真容，说实话，真的没法形容。想想穆青瑶每晚被这又老又丑的家伙用皮鞭抽打，心底不由泛寒。跟穆青瑶的美貌相比，这老家伙简直连狗屎都不如。他已然做了决定，一定要将穆青瑶从这水深火热的处境中拯救出来。说说吧，吴护法，不是说赵护法已经殉职了吗？冷少坤阴柔地发起质问，声音仿佛具有某种魔力，让人听了冷汗直冒。吴显朝冷少坤躬身，声音颤抖：门主当时身处绝境，一位破体境强者，我慌了神，第一反应就是拼命逃跑。对方没来追我，显然是去追赵护法了，所以我就主观臆断，觉得赵护法已经英勇殉职。没想到赵护法吉人自有天相。解释完，吴显又乞求地看向赵子金，希望赵子金别把真相说出来，不然一切就都完了，门主必然会杀了他的。这一番说辞简直堪称完美。苏璇若不是亲眼目睹，说不定还真信了。冷少坤目光游走在赵子金曼妙的身姿上，开口问道：赵护法可是如吴护法所言这般？为什么你们今天才回来？吴护法可是当晚就回来了。刚刚吴显那乞求的眼神被冷少坤尽收眼底，明白这件事必然有他所不知道隐情。门主，吴护法当时被刺我，将我轰向敌人，然后自己逃命了。赵子金根本没理会吴显，语气冰冷，直接将事情说了出来。什么？当下冷少坤勃然大怒：吴显，你居然做出此等背刺同伴之事，该当何罪？扑通一声，
吴显重重跪了下去。门主饶命啊！林军境强者，我若是不这样做，死战的话，我们谁都活不了。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我们若是死了，以后谁给您找寻残片？况且赵护法不是平安无事吗？冷少坤又看向赵子金，赵护法，你来说说，你当时是如何脱困的？禀告门主，我当时被对方打至濒死，幸得苏玄将我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还有，我们幸不辱命，将残片带回来了。赵子金说着，将地图残片拿了出来。当即，冷少坤就将残片摄入手中，眼神狂喜。看到残片，穆青瑶明显一震，吴显更是心如死灰，朝穆青瑶投去求助的目光。门主，苏玄不仅救了我，残片也是他找到的，我觉得您当好好嘉奖他，严惩背刺之人。赵子金继续说着。苏玄，冷少坤打量起赵子金身旁的帅小伙，点了点头，确实应当好生嘉奖。糟了，赵子金这蠢女人把我推出来干嘛？这下夫人还不生吞了我？察觉到穆青瑶冷若寒霜的眼神，苏玄颤微微抱拳，禀告门主，这些都是我应当做的。我是吴显护法的下属，望您看在我们拿回残卷的份上，不要处罚他。不管吴显为人如何，苏玄都得站对立场。若是没有吴显，他当晚估计已经挨赵子金一暗器了。况且吴显跟穆青瑶多半是一伙的，若是被拔除，只怕穆青瑶以后在黄泉门将寸步难行。保下吴显，也算是在穆青瑶那儿将功赎罪了。你，赵子金面色一寒，没想到苏玄居然如此耿直，但是一想到苏玄手上的奴役手镯，顿时明白了，知道苏玄这也是身不由己，此时若是不帮吴显说话，等此件事了，怕是要被奴役手镯折磨死。好，冷少坤大手一拍，站起身来。既然你是吴护法的下属，为他说话了，本门主也不好再处罚他，算是功过相抵。另外，你救了赵护法，此事本门主要嘉奖你。听到嘉奖，苏玄微微一怔，看不出来老家伙还挺明辨是非的。只见冷少坤取出一枚闪烁着幽光的丹药，亲自来到苏玄面前。这枚丹药是给你的奖励，吃了它对你大有裨益。苏玄一喜，就要接过，然而他却是注意到了穆青瑶以及赵子金害怕的目光。穆青瑶甚至悄悄朝他摇了摇头，这枚丹药有问题。苏玄骇然失色，愣着干嘛？接过呀！冷少坤盯着苏玄，苏玄颤巍巍接过丹药，多谢门主赏赐，以后我一定为您、为夫人、为整个黄泉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很好，你是一个好苗子，吃吧。我想留着以后吃。不行，现在就吃，本门主看着你吃。如此直白，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猜到这枚丹药有问题。怎么办？吃还是不吃？这老家伙亲自盯着，如果不吃，只怕这件事无法善了。妈的狗东西，亏老子还觉得你明辨是非，合着给老子吃毒药是吧？苏玄这下明白了，穆青瑶曾说过，老家伙给他吃了一种毒药，一定时间内没有解药就会死。显然，眼下这枚就是那种毒药。感受到冷少坤不善的目光，苏玄心中已然有了打算，一把将丹药塞进嘴里，同时召唤出光幕，随着丹药一起吞了下去。张嘴我看看。似是担心苏玄没吞下去，冷少坤捏开苏玄的嘴，当下探查起来。苏玄将嘴张大，舌头左右翻转，让冷少坤看个仔细。很好，本门主是担心你现在不吃，留着遭人惦记。冷少坤露出笑容，随后回到主座上。担心你家的妈惦记，狗东西！苏玄心中咒骂着。此刻，那枚丹药已经出现在了光幕之中。很好，散了吧，夫人，我们走。穆青瑶看了苏玄一眼，眼中满是担忧，但还是跟着冷少坤离去。这是怪我也没想到门主居然会给你一个先天境吃9窍一金丸。赵子金看着苏玄，脸上写满了自责。原本只是想给苏玄谋点实惠，让他得到自由，或者以后在黄泉门好过些，没曾想弄巧成拙了。赵护法，昨晚之事是我不对，还望你不要记在心上。吴显过来朝赵子金抱拳道歉，然而赵子金根本不予理会，眸子中闪烁冷傲。吴显吃瘪，随后看向苏玄，小子，以后好好效忠门主和夫人吧，没有解药，你会死得很难看的。说完，吴显拂袖离去。狗屁门主，我心里只有夫人好吧？苏玄根本没将吴显的话放在心上，他看向赵子金，9窍一金丸，这就是那枚丹药的名字吗？赵子金点头，意思你们很多人都吃了这枚丹药，包括你。整个黄泉门除了先天境弟子，其余人全部都吃了9窍一金丸，包括夫人。赵子金愧疚不已，眼神躲闪，没有直视苏玄。再怎么说，苏玄也是他的救命恩人。赵护法，道歉和愧疚是没用的，我这个人很现实，你得好好补偿我。苏玄看出赵子金愧疚，决定好好利用一下，有便宜不占，那才是彻头彻尾的蠢蛋。
你想要什么补偿？赵子金说着，便从百宝袋中取出一系列法宝灵材，让苏璇挑选。然而苏璇却连连摇头：赵护法，我修为太低了，拿这些宝物和灵材都没什么用，我要你助我修炼。听到苏璇这话，聪明的赵子金明白，冷酷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润，犹豫片刻，点了点头。好。苏璇的样貌还是出众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修为低，但是赵子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被九窍翼金丸控制，只能一直替冷少坤卖命直到死。与其这样，不如好好过好当下，也算是无愧苏璇的救命之情了。其实他哪怕表面冷酷，总是一副生人勿近样子，可何尝不想尝尝感情的滋味，况且已经和苏璇有了难以启齿的纠葛，答应下来说到底还是占了便宜。开玩笑的赵护法，你看你还当真了？瞧见赵子金这表情，苏璇当即露出笑容。你……赵子金眸中闪过一抹怒火，这是被戏弄了，被一个大男生戏弄，还真是生平第一次。好吧，既然这样，今晚我来找你。苏璇嘿嘿一笑，旋即离开了议事厅。你个混蛋！赵子金咬牙切齿。苏璇这渐渐的作风让人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小院房间，苏璇将那枚九窍翼金丸拿了出来，放在手中打量着。光木回收物品需要一定时间，那天晚上收进去的尸体还没有回收完，后面放进去的物品的排队，除非苏璇特意控制，不然就是先来后到的顺序。看来必须想办法弄到九窍翼金丸的解药，不然即便阻止老阉人恢复男儿身，穆青瑶他们还是无法摆脱控制。苏璇找了个地方将九窍翼金丸藏好，这玩意带在身上风险太大了。随后他进入光幕之中，晋升先天境6重之后，光幕直径大了一圈，但不是特别明显。数了数剩余的尸体，大概还有7、8具的样子，武器和法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晋升所需的灵智点数为230300，看来剩下的尸体足以突破先天境7重。回收系统的效率给了苏璇足够的底气，简直不要太爽。以后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把妹这件事上，根本不用自己修炼。晚上，赵子金寝殿，苏璇如约来了。在黄泉门，护法住的已经不是苏璇那种小院子，而是专门修筑的寝殿。他蹑手蹑脚，但仔细一想，没必要这样心虚，又不是过来偷人，他是名正言顺的好吧。想到这儿，苏璇纠正步伐，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寝殿外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正在酣睡的小哈鼻子嗅了嗅，随即猛然睁眼起身。这股熟悉的味道是当晚衣柜里面的男人。此刻赵子金正在洗澡，殊不知苏璇已经在寝殿里面找了起来。不是说好晚上过来的吗？人呢？主卧里面没有，偏房也没有。直到推开浴室的门，二人四目相对。赵护法，我……苏璇看到了不该看的，刚想解释，赵子金已经随手抓起一样东西甩出。苏璇后退躲闪，却踉跄摔在地上。这是胖次。苏璇将头顶的贴身之物取下，脸上不由浮现笑意。这是化身动感超人了吗？不过赵子金这女人也真够狠的，随便抓起东西就砸过来。幸好是这个，如果是什么钝器之类的，脑袋怕是要开瓢。而且不是说好了晚上来的吗？这么紧张干什么？又不是没看过混蛋。赵子金也发现自己慌乱中丢错东西了，顿时羞耻不已，赶紧穿衣就要出来。嗷呜！突然一道狗叫声响起，二人皆是一愣。苏璇扭头看去，只见一只哈士奇出现在寝殿内，他那睿智的眼神让苏璇立即想起了被穆青瑶买回来的当晚。不好，他认出我来了，心中一震。当晚被这傻狗看见，如果不是及时躲进光幕，恐怕已经被冷少坤碎尸万段了。这傻狗后来被冷少坤赶了出去，显然因此怀恨在心。现在被再次看见，如果闹到冷少坤那儿去，一切就都完了。苏璇生出杀心，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只狗活着离开。此时小哈也正疑惑，苏璇身上的气息先天境6重，就这实力，当晚是怎么消失的？小哈信心倍增，决定拿下苏璇邀功。当晚衣柜里面的男人，抓到他一定会让欧斗桑另眼相看的。哦！小哈嗷叫一声，朝苏璇冲了过来。靠！竟然是一头2阶妖兽！苏璇也是懵逼了，这只哈士奇竟然这么厉害。在修仙界，妖兽灵材的等级由1阶到9阶，2阶妖兽至少拥有先天境10重以上的实力。苏璇自知不敌，迅速避让。小哈，你干什么呢？赵子金从浴室出来，正巧看见小哈扑向苏璇，他轻轻伸手，小哈便动弹不得，停在原地。你招惹他了？为什么会对你表现出这么强烈的杀气？没，我怎么可能会招惹他呢？苏璇连连摇头，松了口气的同时想着可以让赵子金出手把这哈士奇除掉。反正今晚
绝对不能让这傻狗活着离开。他快步来到赵子金身旁，低声道：“赵护法，能不能帮我把这狗除掉？”听到这话，赵子金脸色一凛。很明显，苏璇没说实话。为什么？你不是说没招惹他吗？苏璇不想解释，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帮我杀了他，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苏璇知道赵子金难办，毕竟这狗是冷少坤身边的，如果突然死了，追查起来弄不好要出事。人情也好，算是弥补九窍一金丸的事了。这样一来，以后你不能再对我有非分之想。赵青怡说着，一把将苏璇手上那羞耻之物拿了回来。白天的事他本就愧疚，回来想了一下，觉得有点操之过急了。即便感激苏璇，也不该以这样的方式。一听这话，苏璇急了，都已经是到嘴的肥肉了，不吃多可惜。他还有更好的交换条件。那可不行，不如这样，你替我杀了他，我给你九窍一金丸的解药。苏璇已经了解过了，九窍一金丸1年给一次解药，但同时老阉人会拿出一枚新的九窍一金丸毒药，想要不毒发，就必须按照老阉人的要求同时服用。如此一来就是死循环，一辈子都无法摆脱毒手。但是如果在服了解药之后用光幕将毒药收走，这个死循环就破除了。这也是苏璇想出来的最好最便捷的解毒办法。听到这话，赵子金一颤，仿佛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拥有九窍一金丸的解药，开什么玩笑？赵子金显然是不信的，不过还是决定答应苏璇。当下手上力量暴增，小哈痛苦挣扎着，很快没了动静，他死了。尸体交给你了，我不信你有什么解药。今天之事一笔勾销，我没愧疚感了。赵子金将小哈尸体丢给苏璇，便回了寝室。谢了哈。苏璇道了声谢。别说这些没用的，你最好把尸体妥善处理掉。如果露出马脚，我可不会承认是我杀的。苏璇噙着笑，当下便用光幕将小哈回收了。露出马脚，根本不可能的好吧，连根毛都找不到。处理完尸体，苏璇来到寝室门口，敲了敲门，然而久久没有得到回应。别不信啊，我是真的可以帮你解毒，让我进去呗。你想进哪儿去？赵子金带有玩味的声音传了出来。白天他被苏璇戏弄，当下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姐姐，你的身体，你给我滚！赵子金本想开2句玩笑的，没曾想苏璇竟然如此直白，当下直接恼怒不已，一股气势从门内散出，将苏璇逼退几步。看来今晚是无法得吃了。赵护法，我会让你扫他相迎的。苏璇悻悻离去。既然不信，也没有办法，总不能直接上去暴露光幕的存在，这是蠢货行为。即便好色，那也得有个度，不能让欲望战胜理智。2日后，苏璇晋升先天境7重，光幕空间中的尸体以及法宝全部被回收一空，晋升所需灵智65500。苏璇，来活了，快出来！院子里吴显的声音响起。这家伙一来准没好事，不会是最后一枚地图残片有消息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失手了。除了修为的事情，眼下地图残片的事情同样重要。当初得到的那枚残片是第11枚，也就是说老阉人距离恢复男儿身只差最后一枚残片了。苏璇收拾一下来到院子里，此刻吴显身旁站着2名黄泉门弟子。吴护法，是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你不是刚加入宗门得到门主赏识吗？现在有个任务正好适合先天境，门主希望你带队前去完成。什么任务？吴显轻轻咳嗽一声，来到苏璇跟前。昨天得到的消息，大黎皇朝的小公主会途经邺城，你去把她掳来。什么？苏璇直呼好家伙，追问道。这是门主的意思。吴显点头。邺城离黄泉门太近了，我们活动频繁，尽数在通缉之列，此事交给你去办是最为稳妥的。我问的是，为什么要抓人家公主？真的离谱，这难道就是魔门的作风吗？卢小公主亏她喵想得出来，不怕人家大黎皇朝率重军直接荡平黄泉门啊？门主让抓的，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别问这么多，不是你应该过问的。我要见夫人。苏璇声音再度放低。见夫人做什么？夫人不方便。不见夫人我就不去。苏璇端起架子，必须找穆青瑶好好问一问，冷少坤抓大黎小公主到底所谓何事？他可不是真的意义上的黄泉门弟子，不想被当枪使。得罪别人也就算了，让他去得罪一个皇朝，简直想屁吃。你，吴显拿苏璇没有办法，拂袖道：你等着吧，我去给你问问。说完，吴显来到2名弟子身旁，你们先回等消息。3人离开了小院。晚上，正准备休息的苏璇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当即过去打开，只见一道熟悉的倩影站在门口。夫人，我可想死你了。
说着，苏璇就扑向穆青瑶，然而却被穆青瑶拦下。找我干什么？你不是跟赵护法走得很近吗？穆青瑶进入房间，双手环抱胸前，一副冰冷傲娇的脸色。夫人这是吃醋了。苏璇敏锐地捕捉到穆青瑶不对劲，以前一见面就动手动脚的，这一下子老实起来，反倒让人不适应。不过仔细一想，也无可厚非。在穆青瑶眼里，他可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奴隶，跟赵子京走得近了些，有一点情绪也正常。苏璇将门关上，然后抱住穆青瑶，放开。穆青瑶冷哼一声，故意怔了怔，让你去是配合吴贤搞破坏的。你倒好，救了赵子京我就不说了，你既然找到了地图残卷，为何还要交给他带回来？一听这话，苏璇顿觉头皮发麻，差点把这茬忘了，当即解释道：夫人，一开始这残片真是我用秘法偷偷搞到的，不信你可以去问吴护法。当时我搞到残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只不过我将残片藏在身上，不小心被赵护法发现了。我保证。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别生气嘛，夫人，我跟你说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想到办法给你解九窍益精丸的毒了。什么？穆青瑶浑身一颤，但很快反应过来，苏璇是在哄他高兴。破除九窍益精丸，这怎么可能做到？这种毒药是冷少坤特地研发出来的，解药也只有他一个人会炼制，外人连毒药的影子都看不到，更别提解毒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你找我来想干什么？我跟你说不可以哈，会被冷少坤觉察到的。夫人，我是真的有办法给你解毒。苏璇将藏在房间中的九窍益精丸取了出来。夫人你看，这是当初老阉人给我吃的毒药，好端端在这里。苏璇将九窍益精丸呈给穆青瑶看，当下绝美夫人脸色巨变，吃了这么多九窍益精丸，她如何认不出来这就是那毒药没错？真的是当初那颗？你怎么做到的？这是我的秘密，你就相信我好了。这不是还有奴役手镯吗？我永远都是夫人的人。苏璇凑在穆青瑶身旁，越来越近，她抬起右手，露出亮银色的手镯，表明忠心。穆青瑶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安全感，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可以说，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穆青瑶点点头，抱住苏璇。夫人，等老阉人给你解药的时候，你提前与我说，到时候只管服下解药，毒药我有办法取出来。到时候苏璇只需要提前将光木藏在穆青瑶嘴里，悄然回收就行。苏璇，我真的没看错你。穆青瑶想着这些年所受的罪，生出一股说不上来的委屈，趴在苏璇怀里，眼眶慢慢红润。咦？穆青瑶惊疑一声，她发现苏璇的修为居然晋升到了先天境7重。当初将他从奴隶贩子手里买来的时候，明明只有先天境5重，这才过去多久，连升2重修为？你的修为怎么回事？苏璇一怔，提到这个，正想跟穆青瑶说来着。眼下资源急缺，必须得想办法弄点东西回收。夫人，我是修炼天才，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能迅速突破。所以，夫人能给我一些法宝或者灵材吗？等我以后有实力了，一定帮你对付那老阉人。穆青瑶一愣，眼下能够依靠的似乎也只有苏璇了。只要苏璇能够迅速成长起来，说不定真能摆脱冷少坤的魔爪，届时就不用再遭受毒打，而是比翼双飞。穆青瑶拿出一个百宝袋，这里面是我毕生的积蓄，有灵石、法宝、灵材、魔核等等，你最好别骗我，不然我要用奴役手镯让你生不如死。穆青瑶用温柔的语气霸气说道。苏璇现在还带着奴役手镯，他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而且他看得出来苏璇不是什么薄情寡义之人。夫人你放心好了，以后我这条命都是你的。苏璇收下百宝袋，惊喜不已，旋即良久。穆青瑶脸颊绯红，依依不舍地将苏璇推开。不可以太鲁莽，冷少坤是灵君境，他会看出我不对劲的。苏璇明白，点了点头，随即想到了正事。夫人，老阉人为什么要掳大理小公主啊？难道不怕皇朝的怒火吗？穆青瑶理了理衣衫和裙摆，正色道：你别看冷少坤无法行男女之事，但他好色得很，丝毫不比我，不比你差，只不过因为身体的原因，他进不得女色而已。鲁大理小公主，他跟我说的是寝宫缺个打杂的丫鬟，可实际上他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一旦等他恢复男儿身，我们全部都要遭他毒手。妈了个巴子，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为了这点破事居然不惜得罪皇朝，他真是疯了。苏璇哪怕再好色，也不会无度到这种程度。黄泉门怪不得是人人喊打的魔门，有老阉人这畜生在，太正常不过。小哈这2天失踪了，冷少坤着急的紧，我得回去了，不然他怕是要找过来。穆青瑶说着就要离开，这会儿估计已经投胎了。苏璇暗自笑了笑，
目送穆清瑶离去，夫人怎么说也是破体境大成强者，他的毕生积蓄自然不用多说。苏璇将穆清瑶百宝袋里面的法宝、灵材、魔盒、灵石等等全部丢进光幕空间吸收。至于鲁大离皇朝小公主一事，也不是不行，眼下还不能让冷少坤起疑心。反正事情是黄泉门干的，跟他可没多大关系。第二天，吴显早早就来了，一起的还有昨天那2名弟子。吴显已经得到消息，苏璇同意带队完成任务。苏璇，他们跟你一起去，这是小公主兰洛西的路线图，就2个人，无护法墨，不是跟我开玩笑。苏璇一脸无语的接过路线图，看了一旁的2名弟子一眼。虽然答应去做这件事，但这未免也太寒碜了。只给2名弟子是什么意思？去送死吗？没办法，上次在陈家手里损失惨重，死了20-30个弟子，眼下能派出手的就他们2人。但是你放心好了，他们都是先天境10重，那小公主身旁就一个老奴才跟着，而且她本身修为也非常弱，仅仅先天境8重，你们3人拿下她是非常轻松的，只要不惊动叶城城主府，你们当接榜人都没问题。吴显拍着胸脯郑重说道。那好，我就勉为其难接下了，走吧。苏璇看了眼地图上标注的情报，确定没有问题，便带着2名弟子离开了黄泉门。途中，苏璇甚是无聊，就主动开口跟这2名弟子交流。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太无趣了，虽然彼此认识，却一句话也没说过，严肃拘谨。回师兄的话，我叫叶虎。瘦高的短发男子抱拳开口，他微微躬身，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苏璇点点头，看不出来黄泉门弟子竟然如此懂规矩。我叫王成。另一名男子也说出自己的名字。你们加入黄泉门多久了？2年半，那算得上老弟子了，凑过来一点。过来嘛，不要这么拘谨。2人凑了过来，挨在苏璇身边。我问你们，叶城有没有那种消遣的地方？消遣的地方？不知师兄指的是什么？叶虎问道。都是男人，别装啊。苏璇给了他们一个略有深意的表情。师兄，你不会是想去逛窑？低情商的王成差点说出来。苏璇拍了拍他的肩膀，多难听，那叫勾栏听曲。2人笑了笑，没有说话。怎么，你们都不想去吗？师兄，你应该知道，那地方有点费钱。叶虎尴尬道。瞧你这话说的，要得了几个钱，又不是镶金边了，偶尔去玩一次还是可以的。这次就当师兄请你们了，公费嫖。听去。师兄，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可来兴趣了。叶虎笑道。听说这名仙楼里有一个招牌花魁，还是清官人，貌若天仙，身材婀娜，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贼漂亮，身材倍棒。他们说那腿啊，又长又白又嫩的，要是能摸上一把，死了都值。叶虎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喋喋说个不停。是不是想？苏璇一语道破，整得叶虎羞愧不已。王成摇了摇头，接上话茬。师兄你说笑了，这可是花魁，而且人家是清官人，有再多钱都不可能的。清官人个屁，像这种就是最欠日的，在那种地方还装清纯，卫生经变的是吧？师兄说的极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俺也一样。3人一路有说有笑来到邺城。叶虎与王成2人不知不觉间和苏璇的关系也亲密了起来。明仙楼外，2人傻傻站在门口不知所措。他们是真的没想到苏璇没开玩笑，真要带他们去插花弄玉。师兄，要不我们先去完成任务，到时候再来好好舒服一番怎么样？叶虎拉住苏璇，说出自己想法。他确实想进去好好快活，但眼下任务是最重要的。对啊，师兄，先完成任务要紧，一旦失手，我们小命可就没了。王成也附和着说道。说什么胡话呢？我是队长，听我的，走。苏璇端出队长的架子，2人只得听从命令，随即跟着进入明仙楼。一进来，一股弥漫的烟酒味道扑鼻。1楼有客人吃饭听曲，多数怀里还搂着搔首弄姿的女人。最中央有一个大舞台，穿着暴露的歌姬在上面翩翩起舞。他们披着单薄的纱衣，丰满的臀儿肆意扭动。一位老嫂子见苏璇3人漫无目的，猜测多半是第一次来明仙楼，当下便迎上来说道：“3位客官，请问可有心仪的姑娘？没有的话，嫂嫂给你们介绍，我们明仙楼的姑娘分为花容、月貌、国色、天香4等，怎么样？你们要哪等啊？”苏璇打量老嫂子一眼，知道她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不过对于她提出的这4个等级不敢苟同，最低的都称上花容了。那周围这些搔首弄姿的歪瓜裂枣是怎么回事？这些女子样貌只能说一般般，关上灯都一样的那种，所以这4个等级水分很大啊。就给我们来2个花容级别的姑娘就行，给我们师兄来个月貌级别的。叶虎朝老嫂子说道。苏璇一听这话，当即打住，
都是自家兄弟，见外什么？师兄有所不知，这儿的姑娘是根据受欢迎程度来分级的，不单单靠姿色，便宜的几百上千灵石，贵的要上万甚至几十万。像国色、天香这种，要么是花魁，要么经验丰富，技术一流。我们哥俩随便就行，可不敢让师兄破费。叶虎拉着苏璇说道。如此经验老道，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但叶虎说的是实话，虽然苏璇执意要请他们玩一次，但他们可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大家都是黄泉门弟子，几斤几两心里还是清楚的。一来是贵的根本消费不起，二来是他们可不敢让苏璇太过破费，随便意思一下就行了。那好，既然这样，就依你们。苏璇点了点头，明白哥俩是懂事的人，也不自作多情了。身上的灵石可都是穆青瑶给的，如果让穆青瑶知道他拿着灵石来这种地方，而且自己玩也就算了，还请别人玩，指定要狠狠跟他闹。苏璇看向老嫂子，先带我这两个兄弟去吧，我逛逛先。那师兄玩好，有事及时跟我们说啊。叶虎和王成二人很快跟着老嫂子上了楼。苏璇在一楼转悠起来，说实话，他单纯只是想来见见世面，真没想嫖。毕竟这么多人玩来玩去的，心里膈应，又不是没女人了。夫人，赵子金那不还是前几天的事？当然，如果是花魁的话，嘿嘿，我倒要看看这花魁清官人装的有多清纯。逛着逛着，苏璇来到后面的别院之中，在这里有人举杯邀月，有人谈笑风生，在一阵婉转动听的曲调下，大家陶醉其中。别院中有一座荷花池，在中心的小亭里，一女子正缓缓抚琴，隔得太远看不清样貌，对方又低着头，但通过隐约的侧目、蹙眉，不难看出这是一位美女。听着周围人口中的赞叹，苏璇得知这女子正是明仙楼花魁宫心慈，有名的清官人。还别说，真有几分清纯，看起来病殃殃的，身材还挺完美。苏璇心赏着，慢慢靠近。突然，一个人从背后挽上他的肩膀。苏璇还以为是叶虎或者王成，但一看并不是。对方脸色惨白，是一个长相俊秀的帅哥，但跟自己相比还是差上不少。哥，你这是喝醉了，别来这一套，我不搞基。说着，苏璇就要将对方推开。别动！男子刚开口吐出两个字，嘴角便溢出鲜血，被他迅速拭去。紧接着，一柄匕首顶在苏璇的腹部。操！苏璇脸色巨变，这是被挟持了。对方什么目的？哥，咱有话好好说，别动刀子，我害怕。苏璇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召唤出光幕将匕首回收掉。我不会伤害你，我受伤了，麻烦掩护我去前方的别院一下。男子声音低如蚊呐，身体根本站不稳，如果不是依靠在苏璇身上，说不定已经倒下去了。可是那个别院好像是花魁的住处，我们这样过去真的可以吗？没问题的，我认识。苏璇点头，搀扶着男子往别院走去。等等，他身上为何会有一股这么浓烈的香味？不是从衣服上传出来的，倒像是身体上。苏璇作为芳心纵火犯，阅女无数，这种味道只一闻就辨别出来。一个大男人身体断然不会这么香。他开始打量男子的身材，别的地方看不出什么，但胸前好像确实有一点点鼓。妈的，跟我玩女扮男装这一套是吧？哟！苏璇的目光突然被荷花池中心的亮影所吸引。此刻这个位置离中心的亭子近了些，而且正好可以看到宫心慈的正脸，这样貌当真绝了。还有这腿，我抄！好细，好长，好白啊！苏璇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怪不得叶虎一提到这清官人，骚话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换谁能把握得住？宫心慈的颜值跟穆青瑶相比不遑多让，甚至有几分娇弱的感觉，但是他这腿绝对是苏璇所见过最完美的。快点走！哦，好。苏璇赶紧带着男人进入别院，随后按照他的指引进到一间厢房之中。看厢房的制式，很明显这是某个花魁的住所。在明仙楼，花魁不住在楼里，一来是那里太混乱，什么人都可以去；二来就是夜里太销魂了，会让人睡不着觉的。苏璇将男子扶到床边，没曾想他直接瘫倒了下去。小兄弟，麻烦你了，这珠二阶灵材算是报酬。男子伸出纤长白皙的嫩手，递来一株灵材。苏璇赶忙接过，笑得合不拢嘴。这出手也太尼玛大方了吧！二阶灵材，这怎么着也得20来万灵石吧？再麻烦你帮我准备热水，然后把这些灵材全部放进去，我要泡药浴恢复。男子抓住苏璇的手，颤巍巍交代道，同时从百宝袋中取出一连串的灵材摆在床上。这手感错不了。苏璇已经确定男子绝对是女扮男装的。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按照男人的吩咐，苏璇很快就弄来了热水。
灌了满满一桶，放在泡澡的隔间内。房间霎时热气腾腾。他将那些灵材一株株放了进去，然后来到男子身旁。都弄好了，接下来需不需要我帮你脱衣服？喂，是睡着了吗？苏璇拍了拍男子的脸，将他弄醒。男子明显的抗拒，睁开眼睛狠狠瞪着苏璇。你干什么？药浴已经准备好了，我帮你脱衣服，抱你进去泡吧，不是要抓紧恢复吗？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你扶我过去。这有什么的，我又不搞基，都是男人。苏璇正说着，不料男子一个白眼瞪来，他只好规规矩矩将男子扶到隔间。此刻药香弥漫，水汽升腾。在男子的注视下，苏璇默默退了出去，将隔间的门关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门关上的刹那，他进入光幕之中，将入口缩小到一只眼睛的大小，然后贴在门上。苏璇倒要看看这家伙为什么女扮男装。只见对方麻利的褪去外衣，单手解开发箍，青丝披散。在扭身放衣服之际，苏璇清楚地看见胸前没了束缚的钟雷，以及那绝美的盛世容颜。然后他迅速踢掉鞋子，迈入澡盆中。臭！穿着衣服泡，怎么想的？苏璇又气又恼，啥也没看见，索性离开了隔间。水气闷的他很难受出手这么大方，而且长得还漂亮，一定要找个理由跟他搭上关系。苏璇暗戳戳想着，再怎么说自己也算是帮了大忙，认个徒弟应该没问题吧。就在这时，包厢门被缓缓推开，苏璇猛地起身，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二人四目相对，苏璇的目光很快落到那极具特色的腿上，竟然是龚星慈。他怎么来了？这儿是他的房间不成？你是何人？难道不知道明仙楼的规矩吗？没有得到允许，是不能擅自进入清心院的。龚星慈冷冽地瞪着苏璇，声音娇软。他见过太多套路了，那些臭男人为了讨好他，各种各样的把戏层出不穷，不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但万万没想到，居然有人直接擅闯他的房间。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居然使用这种下三滥的套路，这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什么？苏璇无语了，连连摆手。误会，这是个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你这个色胚，谁给你的胆子？说完这番话，龚星慈连忙捂着嘴，轻轻咳嗽了2声，身体也一下子软了下去，扶着门重重喘息。他实在是太气愤了。星慈，是我让他来的。突然，隔间传出一道男子的声音。龚星慈一怔，连忙看向隔间，竟然还有别人。刚想走过去，旋即想到了什么，怯声开口：“师尊，是你吗？”“是我星慈，我被方世杰打伤了。”“啊，师尊你没事吧？”龚星慈满脸担忧，走向隔间，正在泡药浴恢复，已经好多了。星慈，方世杰很有可能联动叶城城主府，随时有可能查到这儿来。师尊你放心好了，尽管在我这儿恢复，他们多半不会查到明仙楼来的。龚星慈透着门缝看了一眼，确定师尊没事，这才放心不少。他缓缓来到苏璇面前，做了一礼：“刚刚真是不好意思啊，公子救了我师尊，我居然那样误会你，星慈给你道歉了，实在对不起。”说着，龚星慈又给苏璇来了一礼，还挺有礼貌的，人美心善，当真是个极品。苏璇打量着龚星慈，随即道：“这是哪儿的话？看来星慈姑娘平日里没少受到骚扰。”“可不是嘛，那些好色之徒只想着花花肠子，没人真正懂我。懂你？能来这种地方的，你还指望人家怎么懂你？”苏璇顿觉无语，但没有表现出来，得迎合人家，不能失了好印象。既然龚星慈是那美人的徒儿，要是认了这个师傅，以后的日子只怕要爽到飞起。我懂你的星慈姑娘，前面在荷花池小亭中，你轻弹得非常好。真的吗？公子没有故意奉承我吧？当然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那公子既然懂我，可知我前面弹奏的是什么曲子？苏璇一愣，看来这龚星慈并不是表面娇滴滴的这么简单，人还是蛮聪明的。正当他难堪之际，别院外传来了杂乱的声响。龚星慈当即一惊，赶忙出门查看。不多时，他便火急火燎地回来：“师尊不好了，城主府的人当真查来了。星慈，绝对不能让他们发现为师，不然我们谁都无法幸免。”隔间声音明显的焦急，看来事情确实很严重。苏璇倒是可以躲进光幕空间，可无法带人躲进去。师尊，要不我们重新换个地方躲一下吧？龚星慈说道。不行，以为师现在的状态，外面全是城主府的人，出去就是死路一条。这可怎么办？龚星慈眼眶红润，仿佛下一刻泪水就要挤出来似的。看着他这副样子，苏璇别提有多难受了。可没有办法，爱莫能助，到时候他也只能自保了。突然，龚星慈似是想到了什么，来到苏璇面前：“公子，不知你愿不愿意帮我？只要救下师尊，我可以。”
龚新慈后面的话没接着说，但想要表达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苏璇这个老色胚狂喜，但是没有办法，他帮不上忙。新慈姑娘，我也想帮你们，但我就这点实力，先天境7重，就算让我出去送死，给你们拖延时间，那也没多大用，不是？不是的，还有别的办法。什么办法？就是我们那样，等他们搜来的时候，公子霸气一点，他们不会乱来的。明仙楼算是城主府的产业。哪样？我不明白啊。就是那样。龚新慈羞耻地凑在苏璇耳边呢喃了一句。苏璇一震，这做梦都不敢这样想，内心疯狂躁动，但还是极力克制。新慈姑娘，这样怕不好吧？你可是清官人。公子，拜托你了，一定要帮帮我，师尊绝对不能出事。新慈自愿的，公子难道看不上新慈吗？这说的是哪儿的话？我这人最讲义气了，这个忙我肯定要帮的。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想要你师尊答应我一件事。嘿嘿，美哉，一举多得。苏璇心里美得害怕，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这不知公子有什么要求？龚新慈也是没想到，她这样的美女都倒贴给苏璇占便宜了，苏璇居然还敢得寸进尺。但眼下毕竟是有求于人家，只能选择妥协。就一件小事，绝对不会没有礼貌的。这时隔间传出声音，只要别太过分，我可以答应你。好的，那我们快开始吧。苏璇转过头，放肆笑了笑，随即回过头来，装得十分正经。先把师尊藏床上，让他们搜查。龚新慈道：好，我去抱他出来。不用了，我来吧。龚新慈岂能让苏璇再占师尊的便宜？当下便进入隔间，把师尊抱到床上，顺带收了澡盆，还遮着样貌不让苏璇看。苏璇自然知道他们的小动作，没有去拆穿。很快，师尊被龚新慈盖在被子下，然后两人开始演戏，上了床。由于太过狭窄，苏璇只能紧挨着龚新慈。你靠着点我吧，千万别碰到师尊。好的，要不我们做点什么，不然被他们看出端倪就不好了。苏璇开始了自己的小心机。不用这样了吧，等他们查过来的时候，你把衣服脱了，我到时候躲被子里就行。我是龚新慈，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的。那好歹要露一点啊，穿着衣服人家肯定要怀疑的。等一下再说了。龚新慈脸蛋红彤彤的，将头别到一边去。要不现在就。苏璇不愿意放弃，才不想只是占便宜就完了。小子，你别得寸进尺。被子下师尊的声音传了出来，苏璇只好作罢。很快门外传来声音，开门，城主府例行检查。听到这话，龚新慈神经紧绷起来，赶紧催促苏璇，快脱衣服，快。苏璇不紧不慢地拖着，跟个没事人一样。龚新慈急了，帮苏璇迅速脱掉上身，露出结实的臂膀以及腹肌。这下他脸红得更加厉害了。你叫2声啊，快叫啊，不会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吧？苏璇笑着道。龚新慈只得听话地哼了2声。门外的城主府兵士听到这声音，更加用力拍门了。里面在干什么？赶紧开门让我们看看。这群畜生想的倒是美。苏璇迅速脱掉裤子，只留一件裤衩，光着脚过去将门打开，同时不着痕迹地挡着右手上的奴役手镯。我操你妈的，大晚上的打搅老子美事。苏璇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咒骂道。几个兵士愣了愣，显然没反应过来。很快他们身后走来一名黑衣男子。息怒，息怒。城主府逃了一个要犯，例行搜查，还请配合一下。快一点，春宵一刻值千金，老子花了大价钱的。苏璇放他们进来。明白明白，迅速给我搜。男子一声令下，兵士们在房间搜查起来。床上这位不知是哪个花魁啊？男子看着帘子紧闭的床，没敢靠近，只是看向苏璇问道。明仙楼有城主府参与经营，他自然是知道这清心院里面住的全是花魁，所以不能太鲁莽，毕竟是自家招牌。但是搜查要犯又刻不容缓，只能有所包容。怎么，你们还想搜老子床是不是？你们城主府就是这样做生意的，自己家都要查这么严格，老子以后不来了。一听这话，男子当即拉住苏璇，客人你说笑了，只是这个要犯太重要了，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只看一眼，看个脸就行。苏璇知道面前这个家伙很难缠，如果不让他放心，只怕事情会变得复杂。苏璇当即来到床边，一头钻进帘子里，将龚新慈拽了出来。龚新慈觉美的脸蛋露在外边，以及一点点血肩膀，这些家伙太没有规矩了，打扰我们雅致。苏璇搂着龚新慈，在他脸蛋上亲了一口，随即将他推进帘子。龚新慈脸蛋绯红，故意下拉衣服露出的一点点血尖也自然的收了回去。他心脏扑通扑通的跳，没想到苏璇竟然亲了他一口，还叫他宝儿，竟然是龚新慈。男子脸色难看至极，他万万没想到床上的女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清官人龚新慈。
这件事绝对不能走漏消息，不然他们苦心经营的宫心慈形象就要全面崩塌。只是让他奇怪的是，面前这小子到底有什么魅力，竟然连宫心慈都拿下了？难道就因为长得帅？男子摇了摇头，苏璇绝对有什么惊人的身份，这件事不是他可以随便猜测的。很快，兵士们搜查完毕，什么也没有发现。男子带着兵士们朝苏璇深深鞠了一躬，此番真是打搅了，祝您愉快。随后迅速带着兵士离开了房间。头，里面的花魁是谁啊？有兵士开口朝男子问道，然而回答他的却是男子狠狠的一巴掌。别瞎鸡巴乱问。苏璇欣然一笑，见这帮家伙去别的房间搜查后，这才放心的将门关好。此刻，宫心慈已经将师尊抱到隔间，继续要语。他来到已经穿好裤子正在穿衣服的苏璇面前，指着苏璇右手，你手上戴的是奴役手镯，你难道是想让师尊帮你解除它？苏璇一怔，想来是之前在床上脱衣服的时候被宫心慈看见了。那么既然如此，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他大方地将手镯露了出来，摇摇头，不是这个，我另有要求。竟然不是？那你还有什么比解决这个更重要的？宫心慈不理解。苏璇今晚接连出手相助，如果要求是让师尊解除奴役手镯的控制，那么这一切是非常合理的，他们也完全能够答应，毕竟这事关自身安危与自由。还是等你师尊恢复了再说这件事吧。困了，我要睡觉。穿好衣服，苏璇来到椅子上躺下。原本来明仙楼是消遣的，现在搞得一点心情也没有了。看了宫心慈师徒的颜，哪儿还看得下去别的女人？而且他还要等宫心慈师傅恢复，到时候好趁机提出拜师。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是谁给你施加的奴役手镯？宫心慈好奇的不行，凑到苏璇身旁追问。我叫苏璇，目前单身哦。谁管你单不单身，问你手镯的事情。宫心慈无语，觉得苏璇好油嘴滑舌，之前还说懂他来着，看来多半是吹牛的。手上戴个奴役手镯，只怕是别人的颅顶。这件事真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解决。对了，你师尊是什么身份？问这个干什么？真是的，你觉得这能告诉你吗？不说算了。苏璇别过头去，闭眼睡觉。宫心慈趴在桌上守着师尊恢复，没一会儿也睡着了一日。一声鸡叫，苏璇醒过来，他打了个哈欠，看到正趴在桌上熟睡的宫心慈，不由心猿意马起来。那脸蛋白嫩白嫩，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那双长腿，简直了，好想上去摸一摸。昨晚在床上的时候好像摸到2次，不过当时太紧张，没来得及品味。这时隔间里面响起出浴的声音，竟然泡了一整晚。苏璇来到隔间，正要凑上去看，一个俊朗男子直接推门出来。他好好打量苏璇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师尊，你恢复了。宫心慈听到动静醒了过来，满脸笑容的来到男子身边，并没有完全恢复，需要回去静养一段时间。林婉摸了摸宫心慈脑袋，那手甚至比宫心慈的都白嫩。这师徒还真是戏精，以为能瞒天过海呢，我的眼睛就是尺。区区小雷，若是能加以锤炼，定能成为夫人那种大雷。苏璇不怀好意的目光游走在林婉身上，被他敏锐地捕捉到。说说吧，你的要求是什么？法宝、灵材、法术，亦或是神通，我都能给你。师尊，他是个奴隶，手上戴着奴役手镯。宫心慈凑在林婉耳边低声说道。虽然苏璇对奴役手镯不以为然，可能是修为低意识不到这玩意的恐怖，但宫心慈却是觉得如果能够解除奴役，是对苏璇最好的回报。哦，林婉蹙眉看向苏璇。苏璇赶紧上前躬身抱拳，我的要求是您能收我为徒。此话一出，宫心慈师徒脸色巨变，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苏璇居然会提这个要求，这多少有点过分了。原本宫心慈以为苏璇多半是个物质的人，想来会要一些灵材法宝之类的，没想到胃口这么大。成了师尊的徒弟，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得到资源，解除奴役手镯更是不在话下。小子，你当真要提这个要求吗？林婉正声问道。对的，还希望师尊成全我。可恶，居然直接喊上师尊了，当真是不要脸。宫心慈气的直跺脚，既然这样也不是不可以。师尊，宫心慈赶紧拉住林婉的手，低声道，不能如此草率的答应，这才一晚上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苏璇的底细，万一他是魔门怎么办？苏璇瞧见这一幕，当即腹诽起来。好啊，宫心慈，你等着，这事要是成了，第一个拿你开涮。不说点好话也就算了，居然还落井下石，昨晚真该假戏真做，把你废了。苏璇赶紧先发制人，多谢师尊成全。林婉拍拍宫心慈，示意他稍安勿躁，随后看向苏璇，你可想清楚了，做我徒儿，我目前可不会给予你任何资源，甚至不会帮你解除奴役手镯，
毕竟太仓促了，我得好好考验你。但是如果换一个要求，我可以竭力帮你达成。苏璇想都没想，直接跪了下去，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苏璇虔诚地磕了一个，随后起身给林婉倒了杯茶，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根本不给他们反悔的余地。林婉觉得有趣，当即接过茶，好好喝了一口，然后将茶杯递还给苏璇，说道：等你什么时候解除了奴役手镯，达到破体境，可以来玄道宗找我。师尊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苏璇心里乐开了花，就这条件，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办到。好了，你走吧，我和新慈有话要说。好的，师尊。苏璇将杯子放好，来到龚新慈身旁，师姐，以后常来找你玩哈。切，就算师尊认你，我也不会认你的。离开了清心院，苏璇神清气爽，过来支付叶虎和王成消费的15000灵石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走出明仙楼的门，叶虎和王成二人正喜笑颜开，从他们脸上，苏璇看得出来，这两个家伙今早起来肯定顺带吃了早餐。奶奶的，他昨晚连夜宵都没得吃。师兄，舒服了没？看到苏璇，叶虎笑着扑了过来。舒服你个头，15000灵石，你们是草金子了吗？咋了？那姑娘活不行吗？叶虎听苏璇这语气，很显然是没得到满足。行你个大头鬼，吃早餐完成任务去。三人简单吃了顿早饭，随即来到邺城成华街。按照地图上标注的信息，小公主兰洛西就住在巨鼎客栈，几天内不会离开，只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出手，保准万无一失。不过就算在成华街失手了也没关系，地图上还标注了兰洛西后续的路线。街上熙来攘往，人影穿梭不绝。苏璇坐在路边小吃摊旁打着瞌睡，叶虎和王成二人则死死盯着巨鼎客栈。就这警觉程度，哪怕飞进去一只苍蝇，他们也能立即发现。不一会儿，一袭白衣亮影自客栈蹦跳着出来，除了头发，他全身穿着都是白的，鞋子也是，给人一种非常清秀甜美的感觉。他身后一灰衫素衣老人缓步走出，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师兄，快醒醒，目标出现了。苏璇被叶虎叫醒，看向那白衣少女，喃喃道：动手吧，速战速决。听到命令，叶虎王成二人迅速起身，他们朝兰洛西缓缓靠去。苏璇默默跟在后面，这丫头修为确实不高，后面那老头看起来也一般。任务居然真的这么简单，大黎皇朝也太粗心了，这妮子落老阉人手里，要遭老罪喽。苏璇叹了口气，绑票大黎皇朝小公主实乃身不由己。没一会儿，三人拦在兰洛西面前，面露凶光。你们想干什么？兰洛西蹙眉，对不起了妹子。苏璇下达动手的指令，王成与叶虎齐动，先天境十重气息迸发，没有丝毫保留，他们朝兰洛西抓去。然而兰洛西却是愣在原地，这是吓傻了吗？下一刻，兰洛西嘴角闪过一抹笑意，只听见棒的一声巨响，王成倒飞出去，生死不明。叶虎傻傻愣在原地，仿佛痴呆了一样。在他面前，那名素衣老者稳稳站立着，这气势是林君静。苏璇暗道不妙，在抢地图残片的当晚，那名突然搅局的林君静男子就是这种气势，在他们面前呼吸都感到困难。叶虎快跑，对方是林君静。苏璇连忙朝叶虎大喊，随后带上不知死活的王成迅速奔逃。要活口。兰洛西轻描淡写地吐出几个字，随后面前的老者鬼魅般动身，叶虎没跑出去多远就被一掌拍晕。妈了个巴子，谁他喵搜集的情报？一个林君静的老奴为何如此轻描淡写？苏璇真想破口大骂。地图标注的信息里对这个老奴没有提及，只言片语。片刻间，老人已经来到苏璇前方，这个速度简直可怕。他缓缓抬起手，轻飘飘挥出一掌，一道无形的罡风袭到苏璇面前。苏璇面色一凛，迅速照出光幕挡在身前，罡风被回收了进去。老人诧异，闪身过来，一拳轰在光幕之上。这一拳哪怕是法器也得当场破碎，可他仿佛打在铁板上，无法寸进分毫。反倒是苏璇被这股巨力震飞出去。老夫不信了，这是什么品阶的法宝？难不成是灵气？老人疑惑不已，身形掠出，来到苏璇面前。他运转全身力量朝光幕轰出。苏璇只感觉胸闷气短，浑身难受。突然他听见一道破碎声，紧接着光幕裂开，轰然消散。这一刻苏璇如遭雷击，光幕破碎，恢复时长24小时。直到系统这话响起，他才稍稍松了口气。脑海中光幕正在缓缓凝聚，不过眼下这局面生死难料了。苏璇昏了过去，还以为是灵气，看来不是。贵伯轻一点嘛，
把人都打死了怎么办？昏暗的房间中，苏璇缓缓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被绑在铁架上，无法动弹分毫。右手上奴役手镯明晃晃暴露着，看了一眼光幕恢复所需时间还有20个小时，说明已经昏迷了近4个小时。没想到那老奴强到这种程度，居然硬生生把光幕干碎。看来以后使用光幕还是悠着点，虽然可以吸收攻击，但如果对方太强的话，会导致光幕破碎。好在恢复的时间短，不然苏璇真得哭死。半个小时后，房间外传来脚步声，同时还能听到鞭子响动。苏璇聚精会神，很快一个白色丽影走了进来，正是兰洛西。她身着一袭白衣，娇媚可爱，把玩着手中东西，朝苏璇缓步走来。你想干什么？一种不好的预感生出，苏璇连连挣扎，看到刑具上染着鲜血，拖在地上拖出一条血痕。多好一个帅哥，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兰洛西俏皮一笑，威胁道：你说这要是打在身上该有多疼？苏璇额头沁出汗水，连连摇头。公主别这样，我是被逼的，我是个苦命人，看到我手上的奴役手镯了吗？我要是不乖乖听话，会死很惨很惨的。那你们把我抓走，我就不惨了吗？黄泉门还真是丧心病狂，想要摩罗遗体想疯了是吧？摩罗遗体难道不是地图残片吗？公主殿下，要不你把我放了吧，我只是一个小角色，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放了你？做梦！兰洛西狠狠一抽，苏璇疼得龇牙咧嘴，身上被抽出一条鲜红的印子。这个臭女人，如果你肯带路让我们找到黄泉门的话，放了你也不是不可以。细皮嫩肉的，只要说出来就能免受皮肉之苦。你们要去黄泉门干什么？苏璇重重喘着粗气，胸口的伤让他疼痛不已。当然是去剿灭魔门喽，不然你以为送你回家？兰洛西嘟囔着小嘴，俏皮得很。他微微一笑。苏璇没有说话。剿灭？开什么玩笑？黄泉门错综复杂，藏在原始深山之中，只怕还没抵达山门，就早早被哨兵发现了。一旦叛变的消息传回去，以后再想救夫人，只怕是难上加难。而且就算成功剿灭，夫人9窍易筋丸的毒没有解，老阉人势必要拉着所有人陪葬，所以绝对不能鲁莽。况且现在也不是绝境，只要等光幕恢复，他就能悄无声息地脱困。好好考虑一下。兰洛西将鞭子随意丢在一旁，然后就离开了。2个小时后，兰洛西又重新回来，提出可以帮苏璇解除奴役手镯。苏璇依旧没有答应，然后结结实实挨了一下。又过了3个小时，苏璇再挨一下，如此来来回回，苏璇足足挨了7下。痛，实在是太痛了。翌日清晨，系统的机械声在脑海中响起，光幕恢复成功。苏璇猛然睁眼，嘴角闪过笑意。昨晚他已经成功晋升破体境8重，在境界上算是和兰洛西持平。现在光幕也恢复了，苏璇可不单单只想脱困。兰洛西这个臭女人，她所带来的屈辱必须一并洗刷回来。不多时，房间外响起脚步声。今天准备挨几下呀？兰洛西今天换了身衣服，但依旧是通体白色，非常飒爽帅气。然而当他进入房间，看到空荡荡的铁架时，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正当兰洛西四处巡视时，一道声音自背后传来：臭女人，你完蛋了！苏璇从高处跳下，对准兰洛西的后脑勺全力来了那么一下，棒！兰洛西应声倒地，没了知觉。当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反过来绑在铁架上，角色互换了。嘿嘿，公主，昨天的仇我可清楚记着呢。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报仇雪恨了。兰洛西凄厉的惨叫声在房间响起。苏璇毫不客气，怜香惜玉那是不可能的，必须把昨天的仇全给报了。叶虎和王成他们在哪儿？说不说？苏璇威胁道。眼下还是先办正事要紧。兰洛西倒是好对付，可怕的是那个老奴在城主府。城主府地牢。臭！邺城外的荒漠上，苏璇扛着兰洛西不断往前走。叶虎和王成被关在城主府，仅凭他一人之力，想要营救显然不可能。当下还是先回黄泉门要紧。你要带我去哪儿？求求你了，千万不要带我去黄泉门。兰洛西醒过来，开始奋力挣扎。公主昨天不是还想让我带你去的吗？怎么今天就害怕了？问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摩罗遗体的残图，亦或是法宝资源，我还可以让贵叔帮你解除奴役手镯，只求你别带我去黄泉门。摩罗遗体的残图，难道这摩罗遗体是能让老阉人恢复男儿身的东西？残图呢？你放我离开，我就给你。说什么屁话！你既然这么说，肯定在百宝袋里，要么在身上。苏璇将兰洛西放下，当即翻找起来。
差点忘了搜刮兰洛西的百宝袋。果不其然，他在百宝袋里面找到了熟悉的羊皮残卷，另外还有一些资源，其次就是兰洛西的衣服和杂物。资源肯定是笑纳了，至于其他东西，苏璇原模原样装回百宝袋，挂在身上。见苏璇彻底吃干抹净，兰洛西无比绝望，看了眼手上戴着的戒指，悲愤欲绝起来。眼下师尊还在沉睡，唯一的谈判筹码也被搜走。她堂堂大黎公主，一旦落入魔门手中，后果可想而知。别哭哭啼啼的，我这不是还没带你回去吗？苏璇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当即训斥兰洛西一声，坐在旁边思索起来。原本就不想接着违心的任务，只是迫于老阉人的压力，没有办法。现在不仅成功绑到兰洛西，还拿到了最后一张残图，事情已经脱离了预想。这个任务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老阉人想要的只怕不是兰洛西，而是他手里的残图。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绝技是不能回去了。兰洛西，你看这样可以不？我不带你回黄泉门，也不放你离开，但我不伤害你，就让你暂时跟在我身边，等确保安全之后，你去留随意，怎么样？苏璇其实现在就可以把兰洛西放了，但他害怕那个林君静老奴，自己可是狠狠抽了兰洛西这么多鞭子，现在放回去让其知道，指不定要追过来把他千刀万剐。兰洛听到这话，不再呜咽，看向苏璇。他不明白苏璇到底想干什么，不放他离开，也不带他回黄泉门，而是将他留在身边。难不成是想对他做什么不成？见色起意，如果你看上我了，也不是不可以，只求你别再打我。乱几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多想啊。苏璇无语，随即带着兰洛西继续赶路。两人来到一座山谷，天色已暗，苏璇决定休息一晚。他是这样想的，眼下可以先带着残卷躲藏一段时间，等修为再提升一点，或者有更好的办法了，再回黄泉门。到时候随便编个理由蒙混过关，总比现在回去束手就擒要好。苏璇，你当时是怎么逃脱的？可以跟我说说吗？反正我现在都落你手里了，任你摆布，就告诉我呗。兰洛西撅着屁股靠在一块石头上，他现在做什么都得小心翼翼，一旦碰到屁股，非得疼得哇哇大叫不可。其实我有第三只手，我当时就控制它变长，然后就把束缚解开了。苏璇一脸正经地说着，此刻正在火堆旁翻烤着打来的兔子。第三只手变长，兰洛西仿佛想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脸色一冷，骂道：苏璇，你个混蛋，我怎么了我？莫名其妙。苏璇觉得无语，怎么可能随意就把光木的秘密说出来？这可是安身立命之本。没一会儿，兔子烤好了，苏璇撕了一块品尝，那味道简直爆赞。兰洛西撅了撅嘴，肚子也饿了。苏璇看出他拧巴，所以拿着烤兔过去，吃吧，我们一人一半。怎么说你也是公主，我可不敢亏待你。苏璇将烤兔一分为二，分了一半递给兰洛西。那本公主就勉为其难尝尝你的手艺吧。兰洛西嘻嘻一笑，接过兔子吃了起来。诺，这个还给你，夜里冷，你多穿点衣服。苏璇顺带把兰洛西的百宝袋还了回去。现在已经不怕这女人逃跑，毕竟都离开了邺城范围。况且就算真的逃了也没关系，省得以后麻烦。你准备带我去哪儿？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啥特殊要求？兰洛西不理解。苏璇一路上都客客气气的，好像真就跟他说的一样，只是要将他带在身边一段时间。我弟公主爱，别多想了好不好？你是公主，我怎么敢对你有非分之想？去哪儿你就别管了，白天打你屁股是我不对，这不是特意弄了只兔子补偿你吗？再说了，你昨天还不是将我打得半死不活，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你以后可不准再记恨这个，尤其不能乱说。苏璇怕兰洛西记仇，这事若是让大黎朝皇帝知道了，别想有好果子吃。趁现在兰洛西还在身边，好好哄着，最好把绑票的事一并接过。看你表现吧。兰洛西听出了苏璇的言外之意，不由撅起嘴，得意一笑。原来苏璇还是忌惮她公主身份的。对了，我那两个同伴，你是不是也打他们了？咋了？本公主不能打了。你们可是想当街对我图谋不轨，这是要掉脑袋的。当时冲在前面那个，他结实挨了贵伯一掌，当场就没气了。至于另外一个，被关进城主府地牢，虽然没死，但也别想好过。啥？苏璇微微一惊。这么说来，王成已经死了。确实，那老奴可是林君静，硬接他一掌，要是能活下来，那才真是怪了。哎，还好带这两个家伙最后风光了一晚，不然还当真是死得憋屈。苏璇没多少愧疚，是情报有问题。这是哪怕来一个护法，结局都一个样。那你为啥不把我也送成主府地牢啊？难道是被哥的颜值折服了？别自作多情好吧。如果不是看到你手上的奴役手镯，我早就把你打得遍体鳞伤了。
兰洛西给了苏璇一个白眼。好了，快吃吧，待会儿凉了。你屁股好点了没？晚上就这样撅着睡啊？苏璇伸手捏了捏兰洛西撅起的屁股，当时就把这位公主疼得炸毛，龇牙咧嘴的大骂：狗东西，你给我滚啊！两人在山谷待了足足3天，直到兰洛西的屁股不疼了，苏璇才继续赶路。这天傍晚，他们来到九翼山，原本打算找个地方休息一晚，没曾想远远就看见4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围在一块儿，不知道在挖什么。苏璇赶紧带着兰洛西葬进灌木中，盯着观察了一会儿。只见这4人在林中小坡上斜着挖出一个洞来，泥土被随意堆在两边。看他们挖洞的工具，苏璇生出一个猜测，这是在挖盗洞，4个家伙都是盗墓贼。兰洛西这时盯着手上戒指，眼露一彩，看什么呢？走吧，我们绕开他们。苏璇无意瞥了一眼兰洛西手上的戒指，还别说，蛮好看的。他牵起这嫩滑的小手，准备换个方向，不想惹是生非。干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这是在盗墓。兰洛西固执地将手抽开，知道又能怎么样？对方可是有4个人，难道你还想路见不平是不是？况且人家盗墓咋了？又不是盗你家的墓。苏璇这几天已经不是第一次无语了，兰洛西的公主架子当真没话说。她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真的像个奴隶，被这丫头使唤来使唤去。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她惹上这么一个主呢？我又没让你上去把他们都杀了。见者有份，你去勒索他们说，如果不给点好处，就把他们盗墓的事情说出去。你猜他们会怎么选择？猜你个大头鬼，他们指定一刀捅死你。苏璇这句话刚说完，一声巨响传来，声音是从几人挖的盗洞中发出，紧接着冒起阵阵白烟。这群家伙看来是找到墓室了。苏璇拉着兰洛西后退，没曾想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你们是什么人？苏璇被吓了一跳，只见身后一名男子倚着树正看着他们，就是碰巧路过而已。哈哈，前面好像是发现什么机缘了啊。苏璇打个哈哈，看男子的穿着，明显就是和小山坡上挖盗洞的4人是一伙的。没曾想还留了一个人放哨，这伙盗墓贼挺专业。机缘？男子挑眉，知道苏璇这是在暗示。对，见者有份，带上我们2个。兰洛西性情高涨，这几天可把他无聊死了，今天指定的来点不一样的。苏璇赶紧拉住他，这姑奶奶当真是不怕死啊。看着2人怪异的举动，男子问道：你们就2个人？兰洛西摇头，还有10好几个兄弟在山下，我们就是上来探路的。对对对，我们是探路的。苏璇连连附和，看不出来兰洛西还蛮机灵的。听到这话，男子脸色凝重，当即说道：你们不是感兴趣吗？过来看看呗。好啊好啊。兰洛西点头。靠，机灵个头，这个胸大无脑的臭女人。见兰洛西答应得如此爽快，苏璇就差把恼火写在脸上，但既然已经这样，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对方多半是忌惮他们还有别的同伴，所以不敢贸然出手。此时若是露怯，指定要被5人围杀。男子带着他们往小山坡走去。你疯了，他们这是要找机会除掉我们。苏璇凑在兰洛西耳边，以只有他们能听见的声音说道：已经被这个放哨的发现了，你觉得还有退缩的可能吗？他的境界比我们都要高，他是破体境。兰洛西如何不明白，刚刚只是装样子而已。再说了，破体境又如何？苏璇很是无奈。很快他们来到小山坡盗洞外，那4人看见他们，神情皆是一颤。但很快有2人目光火热起来，游走在兰洛西曼妙的身姿上。老三，这2位是？老大严彬看向男子，他们说是路过的，想跟我们进去看看。男子说着，同时眼神飞快，和几个弟兄交流。5人相视一眼，随后男子朝苏璇2人道：两位，我们需要商讨一下，还请你们等待。随后5人进入盗洞，趁着这个间隙，苏璇赶紧拉住兰洛西，低语道：这是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快走。你是不是傻？我们一走指定露馅。他们有3个灵君境，谁知道你是真的想走还是去叫人啊？兰洛西白了苏璇一眼。管你的，反正到时候我自保没有问题。苏璇不想多说什么，他发现兰洛西今晚有点反常，老是跟他唱反调。盗洞内，老大严彬看向老三严良，怎么回事？老三，这2个都是先天境，为何不除掉？带过来干什么？刚刚我发现九翼山脚下有一大伙人聚集着，没留神才让这2人溜了上来。我从他们口中也印证了，说山脚下还有好多同伴，想着贸然出手有风险，倒不如把他们带进墓里，趁机除掉。山脚下那伙人什么来路？我不知道。我同意把他们带进墓里，2个先天境而已，翻不起什么大浪。老5严宽说道。我也是。老4严便附和。一直没说话的老2严则摇摇头，
看向严辩和严宽，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想对那女孩图谋不轨。二哥，反正都要杀了他们，倒不如便宜我。老五严宽道。这话引起了老四严辩的不满，凭什么便宜你？我修为最低，便宜我才对。我最小，你要让着我。严宽道。眼见两人因为这点破事竟然争执起来，老大严兵器不打一处来，你们两个给我规矩点，这次的墓碑比寻常。盗洞外，窸窸窣窣的声响自山下传来，紧接着树林中人影攒动。原来山脚下有人，怪不得这几个家伙没着急对我们出手。这些人难道也是为了这个墓而来？苏璇靠在一棵树后观察林中动静，这时兰洛西拉了他一把。很快颜良自洞中出来，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林子里的动静，赶紧朝苏璇二人道：两位遇上了便是缘分，就随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苏璇看向颜良，是这样的，我们刚刚也想了一下，要不还是不打扰你们了。既然确定林子里有人，苏璇断定这5个家伙不敢贸然出手攻击他们，那么眼下正是脱身的好机会。兰洛西也明白这一点，识趣的没有插嘴。想到密室吧，给我进去。颜良见情况危急，索性也不装了，调动法力一阵，直接将苏璇二人逼进洞里。紧接着他快速跟上，同时将盗洞破坏。疯了，疯了！苏璇拉着兰洛西迅速往盗洞里面钻，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狠，把盗洞破坏掉，这是不打算留任何活路。盗洞倾斜向下，尽头是一个石壁甬道。苏璇二人落到甬道内，刚起身，颜良就跟了上来。盗洞被颜良全部破坏，最后泥土还将这个凿开的甬壁堵上。没必要这样吧？其实放我们离开，我们也什么都不会说的。苏璇简直无语了，有必要搞得如此麻烦吗？他们不想掺和这件事，对方也不想惹麻烦，何不各退一步呢？为什么非得把他们带进来？还在这儿装蒜？山下这么多人，不都是你们同伴吗？颜良冷笑一声，推搡着二人往甬道内走去。你们最好老实一点，乖乖听话，说不定能留你们一命。苏璇咧嘴，这话要是能信才怪了。甬道内有股说不上来的难闻味道，空气也异常稀薄，隐约能听到前方传来的细微声响。很快颜良带着他们与另外4人会合，大家穿过狭窄的甬道，来到一个稍微宽一点的墓室之中。这时老五颜宽色眯眯盯着兰洛西，目光毫不掩饰地游走在兰洛西前凸后翘的身材上。不知这位姑娘怎么称呼？兰洛西刚想说出自己名字，却被苏璇打断。她叫小兰，我道吕，不知各位兄弟怎么称呼啊？苏璇恨不得给兰洛西来上2拳，这也太没脑子了，直接说出真名，纯就是找不痛快。在这大黎皇朝，谁不知道小公主兰洛西？道吕。颜宽皱了皱眉，目光冰冷地扫了苏璇一眼，这才看向兰洛西。我叫颜宽，严肃的严，长宽的宽。哦。兰洛西冷冷哦了一声，根本没给颜宽好脸色，这把颜宽尴尬的不行。就在这时，颜便给颜宽投来意味深长的表情，仿佛在说：你就给哥瞧好吧，小老弟，泡妞不是这样泡的，看哥表演。随后颜便笑着来到兰洛西身后。你好小兰，我敢赌100-10，如果你回头，我一定会惊艳的叫出声来。神经病！兰洛西觉得无语，气恼的往前走去。颜宽捧腹大笑，看向颜便，我的4哥，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小丑。苏璇也很难绷，笑着想要跟上兰洛西，没曾想被颜便拦下。你笑什么？跟你说小白脸，你这个道侣哥们要了，识相的就主动把他给歌送来，不然的话你别想活过今天。苏璇还没说话，颜宽就挤上前插话道：小子，是送给我，不然你一样完蛋。我看要不这样，你俩打一架，谁厉害就听谁的。甩下这句话，苏璇迅速跟上兰洛西。颜便颜宽二人一听，火药味顿时就上来了。四哥，这个女孩我是真的喜欢，就让给我吧。老弟啊，不是哥不给你，这里面水深，你把握不住的，还是让哥来吧。你放屁，叫你一声哥，你真以为自己不得了了是吧？颜宽大吼一声，就要对颜便出手。这时颜良一脸无奈的上前将两人推开。要我说点你们什么好？把那小子宰了，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不就归你们了吗？因为这点破事打起来，若是被大哥看到，非揍死你们不可。也对，谁先杀了那小子，小兰就归谁。颜宽冷笑一声，追了上去。颜便不甘落后，紧紧跟在后面。最前方，颜彬和颜泽正在蹲在地上分析着墓室结构，想要快点找到主墓室位置。突然苏璇拉着兰洛西一头冲进前方石室之中，与此同时他们仿佛踩到了什么东西，一道机关声响起，石室门微微震动，眼看就要落下，为什么还不杀了这两人？颜彬怒不可遏，放下手上罗盘，让我上去捏死这两个家伙。
严泽起身就要朝石室走去，严彬一把拉住他，不要鲁莽，石门要关了。就在这时，严宽一头冲进石室，两人措手不及，随后石门重重落下。小宽！严彬心急如焚，大吼一声，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严便姗姗来迟，见石门紧闭，只得捶胸顿足。你们到底在闹什么？为什么不将那2个渣子杀死？穆氏机关众多，稍有差池，要害死我们所有人。严彬狠狠抡了严便2巴掌，随后看向严泽与严良，愣着干什么？想办法把石门打开啊！石室内，苏璇喜上眉梢，终于是找到机会了。如果这5个家伙一起对他们动手的话，今天只怕要交代在这里。不过幸好出了2个吊儿郎当的破绽，还想争夺兰洛西，开什么玩笑？别高兴太早，有一个家伙跟进来了。兰洛西幽怨道。苏璇怔了怔，回头一看，见来人是严宽，当即停下不跑了。这5人里面，修为最弱的就是严宽和严辩，一个先天境11重，一个先天境10重。苏璇和兰洛西虽说都是先天境8重，却是2打1，胜算可以说非常大。诺，这是你的2件法宝，公主，我们联手杀了他。苏璇取出一柄赤红飞剑以及一张符箓，交到兰洛西手里，还有一块盾牌呢，我找找哈。苏璇神识进入光幕空间，翻找了一下，有个屁的盾牌，指定已经被回收掉了。当下便对兰洛西道：“先将就着用吧。”为什么？兰洛西不乐意了，他不理解苏璇为什么不将法宝一块还回来。眼下这局面，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吗？对方可是先天境11重，他们2个先天境8重，怎么可能是对手？因为对付他足够了。苏璇自信无比，朝严宽冲出：“小子，杀了你，小兰就归我了！”严宽祭出飞剑，兴奋至极，准备一剑刺死苏璇。尽管刺好了，躲一下算老子输。苏璇就在原地站着，面对严宽刺来的这一剑，不躲也不防。绝望了是吧？严宽狰狞大笑，一剑刺向苏璇，剑身直接穿了进去。苏璇！兰洛西急得大喊一声，没看明白苏璇这是什么操作。原本2打1，修为差距是大了点，可胜算还是有的。但这直接冲上去站着送是怎么回事？突然，苏璇一巴掌扇在严宽脸上，清脆的巴掌声让人错愕。笑你马呢？还不松手！苏璇挣开严宽紧握着剑柄的手，随后将飞剑彻底回收。严宽整个人都傻了，苏璇被他一剑刺穿，不仅人没事，反倒还有余力还手。更诡异的是，飞剑消失了，与他切断了联系，无影无踪。别傻愣着啊，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啊，你不是要杀我吗？畜生！苏璇一记飞踢，肆无忌惮地踹在严宽身上。有光幕在，怕个毛？灵君境的攻击都能防御1-2手，更别说先天境了。兰洛西这时掠了上来，痴痴地看着苏璇，不知所措。刚刚他在后面明明看着那一剑刺向了苏璇的胸口，而且深深刺进去了，为什么没有刺穿？还有那柄飞剑哪去了？我要杀了你！严宽歇斯底里的大吼，眼里布满血丝。耻辱，这绝对是严宽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耻辱。当即又是一柄飞剑出现在他手中，严宽奋力挥舞，同时左手巨力准备释放法术。愣着干什么？揍他啊！苏璇朝傻愣着的兰洛西大喊一声，然后迎了上去。严宽一剑挥来，同时法术流转，空气剧烈震荡，一道锋刃射出。苏璇二话没说，照出光幕挡在面前，那柄飞剑砍在上面，直接消失不见。紧随而来的锋刃也是一样，碰到光幕甚至没有产生半点波澜，同样回收不见。这不可能，这是什么法宝？严宽这次终于看清楚了，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兰洛西这时攻击已至，一剑刺了上去。严宽腹部顿时飙血，他反应很快，奋力挣脱，与2人拉开距离。兰洛西紧追不放，一枚符箓飞出，重重拍了上去。严宽就如断线风筝，倒飞而出，砸在地上。绝品宝器，这不可能！符箓的攻击远远超出严宽想象，他骇然失色，眼下只有逃跑这一个念头。然而兰洛西哪肯就此放过，手中赤红飞剑甩出，一抹红芒在空中划过，最后插在严宽背上。严宽再也没了力气，重重摔倒下去。苏璇大步流星追上来，一脚踏在严宽背上，双手按住赤红飞剑，将其刺得更深一些，鲜血直接飙溅出来，染了苏璇一身。饶了我，我知道错了。严宽气息微弱，连连求饶。你想杀我的时候呢？就你这样的人，我见太多了。你什么心理我能不知道？杀了我，我哥哥们不会放过你的。去你妈死吧，还敢威胁老子！苏璇拔出飞剑，接连捅了好几下，确定严宽断气，这才罢休。看不出来，你下手还挺狠的。兰洛西怔了怔，缓步上前接过飞剑。没办法，被逼的。
苏璇将尸体收入光幕，也不避着兰洛西。眼下他们是共同抗敌的伙伴，再遮遮掩掩只会适得其反。这是什么法宝？我记得当初不是被贵博轰碎了吗？刚刚你收了严宽的飞剑，还有攻击，靠的也是这东西吧？哦，我明白了，怪不得你能逃脱束缚，原来是这样。兰洛西看着光幕一脸疑惑，随即恍然大悟，这件法宝未免有些变态了。先天境八重竟然使得如此得心应手，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离开。苏璇换了身干净衣裳，随后两人继续深入，走了没一会儿，发现竟然到头了。石室连接着3间配室，里面摆放着陶陶罐罐以及一些陪葬物品。这种规格，墓室的主人只怕是身份显赫。兰洛西自幼在皇家长大，对于墓葬制式有一定了解。像这种规格，只有上了级别的勋贵才配修建。显赫的锤子全部都是一些没有灵气的垃圾。苏璇将3间配室里面的东西统统回收了一遍，无一例外全是没有灵气的凡物，气得他捶胸顿足。晋升所需灵智430900，眼下想要晋升先天境9重，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虽然灵财充裕，但他们却是被困在这石室里面出不去了。怎么可以这么物质呢？我的资源不是都在你那儿吗？还不够你霍霍啊？兰洛西白了苏璇一眼，然后开始好好打量石室。据他了解，这种配饰是有机关的，不可能进来了就出不去。他一通摸索，最后在中间配饰的石壁上找到一个凸起，重重按了下去。只听见咔嚓一声，中间配饰左右两边的石墙缓缓升起。可以啊，公主，看不出来你还有盗墓的天赋。苏璇小跑过来，意外不已。那当然，本公主见多识广，岂是你这种凡夫俗子可以比拟的？兰洛西得意一笑。可是接下来我们该走哪边？看着2扇开启的石门，苏璇犯起了难。他将门外的青铜灯点亮，借着光亮看去，发现两边好像都走得通。兰洛西自己也不知道，但刚刚立起来的人设可不能崩塌了。这时兰洛西手上戒指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他便指向进门时的右边。本公主确定了，这边应该是出口。苏璇将信将疑，鉴于兰洛西能打开石门，他选择相信。很快两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一间墓室之中，里面摆着一座须弥制青铜棺，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墙壁上有晦涩难懂的壁画。将门口的青铜灯点亮之后，苏璇直奔棺材而去，兰洛西则观察起墙壁上的壁画。没一会儿，正看入神的兰洛西被一声巨响惊了一跳，他赶紧扭头看去，只见青铜棺的棺盖已经被苏璇推翻。嗨嗨！苏璇被里面难闻的气味熏着了，连连后退。突然2抹金光自棺材中飞出，悬浮在棺材上空。这是什么玩意？光团散发出恐怖威势，苏璇没敢伸手去摸，他默默后退，等兰洛西靠过来。看到光团，兰洛西又惊又喜，竟然是神通种子！你说这是灵君境才能凝练的神通种子？苏璇没见过这玩意，却是没少听说。在修仙界，先天境与破体境修士只能修习法术，法术种类繁杂，只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就像原主一点实战的法术都没学，偏偏学了一门打扑克的烂法术，叫什么房中术来着。苏璇用过一次，不好评价，但是穆青瑶却非常满意，让他以后勤加苦练。而到了灵君境，就不修习法术了，而是修炼神通。神通有大威能、大造化，远非法术可以比拟，分为黄阶、玄阶、地阶、天阶以及仙术几种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低级和高级。只要修习了神通，体内就能凝练出神通种子。在原主记忆中，好像只要炼化了别人的神通种子，就能立刻学会这门神通。苏璇，我们这是撞大运了。兰洛西搂着苏璇上蹿下跳，克制一点，你可是见过世面的公主。苏璇被兰洛西那2团肉一直撞击，着实有点受宠若惊。他指着2颗神通种子，既然这样，咱俩一人1颗，公主你先选，剩下的给我就行，我不挑。说完，苏璇来到棺材前，想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宝物。然而只有一具难闻的白骨，其余什么都没有。很快兰洛西选好了要哪颗神通种子，苏璇拿着剩下那颗，2人席地而坐，开始了炼化。与此同时，严彬等人尝试了诸多办法，都无法打开配饰石门，索性换了个通道，继续找寻主墓室。在他们看来，严宽是先天境11重，对付2个先天境8重绰绰有余。到时候办完事情，应该会自己从里面打开石门出来的。队伍里严便心不在焉，一想着小兰已经被老五霸占，心里就不是滋味。在经过一处长廊时，严便不小心触发机关，修为最低的他，即便有3位哥哥奋力搭救，依旧没能幸免，被机关毒箭射穿，直接身死。顾不得悲痛，3人继续摸索。严彬的盗墓本事还算高超，后续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很多致命机关。
但是很快，他们被困在一座毒室之中，绿雾缭绕，他们只得全力运转修为抵抗，同时抓紧寻找出口。经过一天的炼化，苏璇和兰洛西陆续醒来。神通种子不是想炼化就能炼化的，得花很长时间，毕竟是灵君境凝练出来的东西。不过他们已经能够初步使用各自的神通了，并且修为都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兰洛西从先天境8重晋升到了先天境10重，苏璇亦是如此。不过晋升下一次层次所需的灵智有了改变，现在晋升先天境11重，所需灵智为1050、3000。看来光幕回收灵智物品反馈的修为与自身修炼或者外力相助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就算没有灵智物品回收，如果自身再修炼的话，也能提供晋升所需的灵智。兰洛西不知何时又换了身衣裳，白底蓝边，很漂亮，也很有风度。他来到苏璇身旁，甜甜一笑：“你炼化的神通是什么啊？”一种破坏力惊人的指法，大崩灭指，不过只是黄阶高级神通。你呢？我也是黄阶高级，一种剑术，风极剑，蛮适合你的。走了，该出去了。苏璇摸了摸兰洛西脑袋，看得出来这妮子对这项神通很满意。两人将青铜棺盖了回去，这才往回走，穿过配饰去往另一边的通道。兰洛西之前信誓旦旦地说右边就是出口，现在看来这妮子怕是胡乱猜的。不过倒是因祸得福，一人炼化了一枚神通种子。对先天境而言，这份机缘大得难以想象。苏璇将沿途的青铜灯点亮，方便视物。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倾斜而下，最后他们从一间墓室顶部落下，砸在地上。苏璇倒是没什么大碍，兰洛西则因为屁股着地，旧伤崩裂，当即疼得嗷嗷叫唤。都怪你，疼死我了啊！兰洛西捂着屁股趴在地上，眼神怨恨地瞪着苏璇。公主还真是娇嫩呢，你还说啊？苏璇过去将兰洛西搀扶起来，看见她衣摆上微微沁出的鲜血，知道这妮子是真的疼，当下也没继续打趣。我背着你走吧，你这屁股看来得好好养上一段时间才能痊愈了。苏璇蹲下示意兰洛西上来，兰洛西犹豫一下，还是轻轻趴了上去。苏璇背着公主小心翼翼在墓室中穿梭，没一会儿，他们来到一堆整齐排列的机关人偶面前。在人偶的后方有一扇高耸的大门矗立着，难不成这里是主墓室？苏璇疑惑。突然侧边一扇矮小的石门打开，严冰三人相互搀扶着从里面走出，随后石门关上。颜良和颜泽脸色发黑，明显是中毒了。你们竟然没死！看到苏璇二人，严冰脸色一寒，既然苏璇他们还活着，不就意味着严宽失手了吗？严老哥说的哪里话，你们不都还活着，凭什么我们不行？苏璇回怼，眼下正是除掉三人的绝佳机会。颜泽和颜良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仅靠一个严冰，他和兰洛西联手，有神通相助，定能出奇制胜。小宽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严冰恶狠狠问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苏璇将兰洛西放下，做好随时应对的准备。大哥，杀了他们，给小宽报仇。颜良推了严冰一把，严冰趁势掠出，一拳朝苏璇轰来。不料这时机关人偶们动了，他们眼中闪烁红光，挥舞着刀剑，将高高掠起的严冰砍伤。苏璇骇然，赶紧带着兰洛西后退。这些机关人偶每一具都拥有破体境1重左右的实力，整个墓室内大概有20-30具机关人偶，这要是被围上，只怕要被剁成肉泥。机关人偶来到通道处就不追了，好像他们活动的范围只是前面这间墓室内。严冰护着颜泽和颜良，他们来时的石门已经关上，眼下只有躲进苏璇两人所在的通道才能存活。只见颜良踉跄一动，突然被一个人偶一剑贯穿身体，痛苦大叫一声：啊！老三！严冰悲愤欲绝，奋力将颜泽甩向通道，同时震飞身旁的人偶。大哥，我好痛！鲜血从颜良胸部以及口中流出，他紧紧抓着严冰的手，痛苦不已。老三，坚持住！严冰掠向通道，不料这时苏璇将颜泽一脚踹进人偶堆里，当下几柄刀剑疯狂砍去，颜泽坚持了片刻，然后被直接剁碎。老二！严冰目眦欲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做不了。周身威势像洪水般爆发，严冰放下颜良，祭出一柄9环大刀，朝苏璇飞砍而去。棒！大刀砍在苏璇头顶，被光幕生生挡下。苏璇退后2步，屁事没有。他剑指点出，一道极其强横的力量自指尖迸射，直接贯穿严冰的身体。9环大刀一半已经卡在了光幕内，严冰倒飞出去，大刀则被直接回收。神通？这不可能！严冰捂着鲜血直流的胸口，骇然摇头。苏璇刚刚的那一指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如果对准的是脑袋，只怕已经当场爆开。让本公主也来试试风极剑的威力。兰洛西祭出飞剑，一股强大的剑意凝聚，
剑身变大，苏璇只觉身体一凉，赤红飞剑已经从身旁射过，直朝严冰而去。唰！严冰踉跄翻身，祭出一件法宝，想要防御，不料赤红飞剑携着剑意，直接将法宝洞穿，连带着严冰的身体。赤红飞剑在兰洛西的控制下，来回贯穿了几下，严冰满是不甘与绝望，最后落到地上，没了生机。我去，为啥你这神通如此花哨？感觉比我这门厉害很多。苏璇惊叹不已。哪有，我这个需要凝聚剑意，你那一指几乎是瞬发，而且威力我比这强好吧，各有各的优点。兰洛西洋溢着笑容，看得比较通透。我只是单纯觉得花哨。苏璇过来将严冰的尸体收走，包括那柄被击碎的防御法宝，然后就是没有死透的颜良，好好给他个痛快。反正只要是有灵气的东西，苏璇都不会放过。要不你将这些机关人偶也收掉，我们去主墓室看看。兰洛西过来看着前方停止移动的人偶说道，正有此意好吧。苏璇欣然一笑，他将光幕扩大，直径足足2米，然后向前推进，一具一具将人偶回收掉。这些人偶既然拥有破体境1重左右的力量，材质定然不一般。很快，密集的墓室空荡起来，所有人偶包括严泽的尸体全部被回收一空。两人来到高耸的大门前，观察了一会儿，随后按动上面的机关，很快大门缓缓开启。苏璇用光幕挡在身前，确保有危险时能够及时抵挡。一股沧桑恢宏的气息从里面飘溢出来，两人小心翼翼进入其中。这是一个宽广的大殿，与发现2颗神通种子的墓室类似，里面同样放着一具青铜棺材。唯一的不同，这座大殿四周墙壁上没有壁画。难道说这里面还有神通种子？苏璇脸上露出兴奋之色，迫不及待就要上前开棺。不对，兰洛西拦住下苏璇，拉着他往后迅速倒退。这座棺材有古怪。古怪？苏璇什么都没看出去。就在他们要退出大殿之时，棺材动了。只见青铜棺盖猛然掀翻，一个轻飘飘的半透明男子从里面飘了出来。女娃娃，你是如何看出端倪的？男子身形一闪，直接来到殿门口，拦住两人。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嘛。好些年没近女色了，女娃娃长得还挺标致，让老夫我玩上一玩。轻浮的话语自男子口中发出，同时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苏璇和兰洛西脸色巨变。对方竟然拥有灵君境的实力。苏璇护着兰洛西后退，将光幕放到最大，挡在身前。小子，你找死不成？男子向前冲撞，以为能够轻而易举穿过光幕，没曾想被直接拦了下来。巨大的撞击力让苏璇倒退数十米，震得两人胸闷气短。你这是什么法宝？男子诧异不已，在空中绕飞，试图换个方向突破。你是摩罗？兰洛西突然开口说道。听到这话，男子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愣在空中，良久才冒出这么一句话：女娃娃，你不简单嘞。说罢就要再度袭来。兰洛西这时将苏璇推到身后，与此同时，他的气息猛然攀升，下一刻竟直接掠飞出去，同男子交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公主怎么也拥有灵君境的力量了？苏璇整个人都懵了。难道说兰洛西一直在隐藏修为？没道理啊！况且如果真是灵君境，未免太变态了些。如此年纪，简直比他这个开挂的都要猛。还有，为何要叫他摩罗？难道这人就是冷少坤辛辛苦苦找寻的恢复男儿身办法？苏璇有好多疑问。此刻他只得退到一旁，借助光幕抵挡战斗所带来的能量冲击。兰洛西手执赤红飞剑与男子交手几个回合，随后施展神通风极剑。赤红飞剑迅速凝聚剑意，剑身变大，朝男子猛然射出。能量冲击太过强大，苏璇压力山大，只得躲进光幕内观察。在风极剑的锁定下，男子被一剑贯穿，仿佛受伤不轻，逃进棺材内躲了起来。兰洛西则从空中落下，苏璇见状赶忙出来将他抱住，随后迅速退出大殿，按下按钮将殿门关上。怎么样了？苏璇迫切地问。兰洛西脸色惨白，虚弱无比，他紧紧搂着苏璇，先出去再说。夜晚，九一山半山坡盗洞处，利用光幕回收掉回填的泥土，苏璇带着兰洛西从狭窄的洞穴里钻了出来。一出来，他就趴在地上重重喘息，差点没憋死。兰洛西则躺在他怀里，一身白衣被泥土搞得脏兮兮。此刻，九一山顶上传来若有若无的打斗声，上面打起来了，是进墓前的那帮家伙吗？苏璇低着头听了一下，但听得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一动作压得兰洛西生疼，兰洛西双手无力地推了推。你想把我压死是不是？哦，不好意思，没注意。苏璇尴尬一笑，刻意蹭了蹭那2团弹弹的肉，这才抬起头，奶味十足，混杂着泥土的芳香。你就是故意的。声音从山顶传来，
为什么要使劲低着头去听？我这不是害怕被看见吗？苏璇狡辩道。好了，这下可以跟我说了吧？你为什么刚刚拥有林君静的战斗力？苏璇想到了正事，跟之前大殿内相比，此刻的兰洛西就仿佛泄了气的皮球，虚弱的他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兰洛西怔了怔，手上戒指微微颤动，这才缓缓说道：是我师尊的力量。你师尊哪儿呢？苏璇疑惑，这时兰洛西指了指手上的戒指，他才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前世苏璇没少看网络小说，对这种戒指葬师尊高人的剧情熟悉的不得了，一个灵魂附身，实力直接飙升几个阶段，越阶战斗根本不在话下。看不出来兰洛西也拥有主角的潜质，这要是再来个退婚的剧情，直接无敌了好吧。30年河西，30年河东，莫欺少女穷。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兰洛西这种美女，而且是公主，谁要是还退婚，只怕是个傻子。那当初我绑你的时候，你师尊为何不出手？难道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屁！当时师尊沉睡了，不然非得要你好看。苏璇舒了口气，看来自己运气真好，又是林君静老奴，又是戒指葬师尊的，这样都让他把兰洛西掳来了。幸好没做什么出格的事，不然非得小命不保。苏璇随即想到了大殿那具棺材，又继续问道：那男子什么来历？我看他好像要对你图谋不轨，为什么要叫他摩罗？是我认为的摩罗吗？兰洛西点了点头，确实离谱，我们竟然阴差阳错进了摩罗遗址，那棺材里躺着的多半就是摩罗遗体，当时若不是师尊及时提醒，咱俩只怕要被他狠狠阴了。臭！苏璇也是骇然，这简直离了个大谱。地图残片还没凑齐，遗址已经找到了，这还搞个鸡毛。不过幸好现在知道这事的只有他和兰洛西两人，若真是地图及其之后的位置，倒是可以好好利用，阴老阉人一把。跟我说说呗，这摩罗遗体是什么玩意？真能让人恢复男儿身？兰洛西白了苏璇一眼，你不是黄泉门弟子吗？咋连这个都不知道？我才加入黄泉门没多久，很多事还没来得及了解。兰洛西皱眉，看向苏璇右手上的奴役手镯，嫌弃道：咦，你不会是冷少坤买回来的那啥奴隶吧？这怎么可能？你说的我都恶心了。一想到老阉人的样子，苏璇就起鸡皮疙瘩。兰洛西继续说道：摩罗遗体因为摩罗修炼了摩罗神通的缘故，肉身不腐，且阳气极重。据传言，摩罗早年纵横的时候，凭借这项神通令整个修仙界闻风丧胆。一来是他特别喜欢与女子双修，而且热衷长相漂亮的，糟蹋了无数仙子；二来是他拥有断肢重生的能力，特别变态，后面成了彻头彻尾的大魔头。只要得到摩罗遗体，就能炼化摩罗神通，断肢重生，阳气值冲天灵盖，成为下一个摩罗。臭！阳气值冲天灵盖，这不一柱擎天，金枪不倒。苏璇咋舌，搞得他都有点羡慕了。这样的神通，谁人不爱？说什么呢？兰洛西嗔了苏璇一眼。也就是说，那个半透明的男子是摩罗，他咋还没死呢？苏璇正经起来，继续问道。准确来说，摩罗已经老死了，之所以还有一道灵魂残存，想来是因为神通种子的缘故。毕竟是摩罗神通，有这种效果也正常。那公主你准备怎么办？等本公主回去告诉父王，召集人手彻底剿灭这处遗迹，毁了摩罗种子。别呀，公主，毁了多可惜，请客炼化啊！想什么呢？摩罗种子只有男人才能炼化。那给我呗，我是男人。滚！你个臭男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心思。兰洛西狠狠给苏璇来了一拳。苏璇不痛不痒，反手握住兰洛西的手。公主你看这样如何？眼下加上你给我的这枚残片，黄泉门就凑齐了完整的地图。然后老阉人多半会来这里，到时候你秘密派人藏在墓中，直接给他来个瓮中捉鳖如何？听到这话，兰洛西笑了。你不是黄泉门弟子吗？咋的？这是想反骨？要不你以后跟着本公主混算了，总比待在黄泉门整日担惊受怕要好。而且本公主可以给你解除了奴役手镯。苏璇咧咧嘴，这是在说吗？主要老阉人给我们吃了毒药，在没有得到解药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兰洛西眸子一凝，你是说九窍易筋丸？苏璇点了点头。兰洛西正色道，这毒确实麻烦，那你准备怎么办？我自有办法，公主你不必担心。之所以跟兰洛西说这么多，苏璇主要是害怕这女人操之过急。她已经想好了，可以借此机会好好阴老阉人一把，这样一来直接省去很多麻烦，到时候夫人就自由了。兰洛西坐着调息片刻，稍微恢复了一点。原本苏璇打算就此下山离开，没曾想兰洛西却提议去山顶看看。不过想着这妮子戒指里有一位强大的师尊，便没什么好担心的。而且他有光幕护身，怕个鸡毛。两人很快来到山顶平原，趴在外围静静观察着。打斗的分别是两拨人，
看他们身上统一制式的衣服就知道。走了，没什么好看的。兰洛西突然说道，随后转身就走。苏璇整个人都懵了，刚热血沸腾，准备好好看场打戏，怎么了？这是不是你要上来看看的吗？咋回事？有仇家吗？兰洛西摇摇头，很不想解释，但苏璇就一直跟在身边问个不停，他只好松口。打斗的双方我都认识，2个家族弟子之间约架罢了。既然都认识，为什么不上去劝劝？苏璇能感受得出来，兰洛西明显对这2方人不怎么友好。没什么好劝的，一个是赵家赵齐，绝世大纨绔，一直疯狂追求我，拒绝了无数次，脸皮还是这么厚。我是怕一跟他见面，他马上就能搞出骚操作，说不定在这种场景下，他都要跟我表白，受不了。我去，看不出来啊，公主你还有这样的追求者？苏璇打趣的笑了笑，继续问道。那另一个呢？不想说。说说嘛，让我来给你分析分析，本人情感大师。或者我来猜猜，另外一个不会也是你的追求者吧？双方为了争夺你，所以约了一架，输的一方退出。你有毛病。兰洛西白了苏璇一眼，语气沉重起来。另外一个是大将军之子丰毅，与赵齐恰恰相反，他原本是我的未婚夫，只不过把我休了。兰洛西低着头，提到这个就莫名感到委屈，双拳紧攥。什么？苏璇震惊的同时感到无语，没想到兰洛西竟然真的有主角剧本，这尼玛还得了。不过说起来也确实够惨的，别的退婚流都是男方被退婚，没想到落到兰洛西身上居然反了过来。她可是大黎公主，外貌、背景、实力这些统统都有，当真想不明白了，为何会被退婚？难道这丰毅是个大傻子不成？算了，不提这件事。这家伙也是挺有种的，竟然连皇家的婚都敢退。既然他这样羞辱你，以后若是有机会，我替你好好整治他。妈的，这还得了，多好一个女孩，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公主你别多想了，是这家伙山猪吃不来细糠，是他配不上你。真的吗？听到这话，眼眶红润的兰洛西勉强挤出笑来，自嘲道：真的是他配不上我吗？当然是真的。苏璇眼见话风不对劲，赶紧转移话题。公主，来我背你下山吧。我身上脏？这有什么的，我身上也全是泥巴，快上来。苏璇趁势蹲下，兰洛西也不拧巴，当即就趴了上去。抓紧了，走了。哈哈哈，你个蠢蛋。两人一边嬉闹一边下山。公主，我要回黄泉门了，去解决九窍易筋丸的事情。你被我掳出来这么久，家里人肯定很担心，我送你回去吧。路上，苏璇找了个合适的时机说道。眼下既然有了罗摩遗体的准确位置，只需要把心思放在九窍易筋丸上，到时候就能帮助夫人彻底摆脱老阉人这个变态。当然，顺手还能把赵子金给救了。兰洛西有点担心，但想着苏璇拥有那诡异光幕，当下也就没说什么，点了点头。送我回邺城吧，贵叔应该还在那儿。好嘞，公主，回到邺城之后把叶虎放了呗，反正也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还有，千万记得我们的计划，到时候我提前派人跟你联系，可千万不能鲁莽。放心好了，本公主心里有数。那遗址是我们一块儿发现的，我自然要照顾到你，除掉冷少坤也算是替修仙界除害了。至于你那同伴，还是不要放的好，不然你解释不清楚，容易引起怀疑。苏璇略作思索，好像确实如兰洛西所言的这样，叶虎被抓了这么多天，如果突然被放，老阉人势必会怀疑，只能等以后找机会再说了。那就如公主所言。两人之后在九弋山附近休息了一晚，然后赶了一整天路，终于在第3天晚上回到邺城。回来之后，兰洛西就自行离去了。苏璇原本准备去客栈休息一晚，但途经明仙楼，当即放弃了这个想法。正好可以去找龚新慈，再怎么说他们现在也是师姐弟了，总不至于连个面都见不着。一路来到明仙楼别院，荷花池中心的小亭里有人抚琴吹箫，但是很可惜并不是龚新慈。他径直走向清心院，发现门口居然有2个小厮站岗，奇怪了，上次来的时候并没有花魁领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清心院。果不其然，苏璇直接被小厮拦下。不好意思，走错路了。苏璇尴尬一笑，转身离去。随后他藏进光幕之中，守了一会儿，躲在一位花魁身上，顺利跟着进入清心院。让小厮通传什么的都多余了，还是直接用光幕实在。轻车熟路来到龚新慈房间，他礼貌地敲了敲门。谁？龚新慈慵懒的声音从房间中传出。师姐，是我呀。不一会儿，门打开了。龚新慈穿着单薄的纱衣，超短的小寝裤下是那双标致的大长腿，看一眼就能让人流连忘返。快点进来。龚新慈低声催促道。苏璇这样子站在门口，不进来也不出去的，很容易被别的花魁姐妹看见，到时候又成了饭后咸鱼的谈资。作为清官人，在明仙楼这种地方，他很累的。师姐，你什么修为啊？怎么感觉病殃殃的，有点弱不禁风呢？苏璇不禁问道。
按理说师尊是玄道宗人，龚心慈作为徒儿，不至于是个凡人吧？龚心慈从来没有显露过修为，所以苏璇并不知道这位师姐的具体实力。问这个干嘛？你这家伙没事不要往我这里瞎跑，人多眼杂的，被看见就解释不清楚了。龚心慈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看着苏璇。都躺一张床上过了，还在意这个干什么？不要乱说，当晚是迫不得已的。那我帮师姐你救下师尊，现在咱们又是师姐弟，你说过可以给我的。给你什么？好啊师姐，这才几天你就忘了是吧？当时城主府的人来搜查，情况紧急，你说你可以？对啊，不是给你占便宜了吗？还想怎么样？当真是可恶！当初求我办事的时候，公子公子的喊，现在事情办好了，就专门给我甩脸色是吧？我哪有？龚心慈一时语塞，苏璇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但这主要是因为苏璇莫名其妙就成了他师弟，所以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而已。而且他也没甩脸色啊，好了乖师弟，你来找我到底有啥事？龚心慈纠正一下自己的态度，声音更加温柔软糯起来，这下子听得苏璇心里酥酥的。其实也没啥事，就是途经邺城，顺便看看你，然后休息一晚。原来是这样，算你有良心。龚心慈心里顿时感到温暖。那师姐快告诉我，你到底啥修为呗？总不可能是个凡人吧？就先天境。石仲，怎么了吗？龚心慈知道自己没有修炼天赋，所以很多时候羞于面对这个问题。石仲啊，跟我一样吗？苏璇说着，从光幕中取出2具人偶，这是摩罗大殿外的人偶，足足有37具，每一具都拥有破体境1重左右的实力。苏璇觉得就这样回收太可惜了，准备留着。虽然他们没有意识，无法分辨敌我，但关键的时候将人偶丢出去，怎么说也是破体境战力。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偶可以放在百宝袋里，只要不接触灵气，就不会发动攻击。这是什么？龚心慈上前想要伸手去摸，苏璇赶紧制止，顺便将人偶的使用方法大致说了一遍。龚心慈待在明仙楼这种地方，保不准就会遇到那种喝酒闹事的公子哥，有2具人偶护着，好歹也有点自保能力。这太贵重了吧，我不能要。龚心慈摇头拒绝。2具拥有破体境战力的人偶，这是何种手笔？太贵重了。他和苏璇才认识多久？虽说是师姐弟，可这只是明面上的。况且哪有一拜师就接受师弟馈赠的道理？他这个做师姐的顿时感到羞愧难当。你就收下吧师姐，这么扭捏干啥呢？咱们可是师姐弟。苏璇趁机抓住龚心慈小手，看似是拍了拍示意龚心慈收下，实则已经开到油了。那就多谢师弟了，只要你身份可靠，不是魔门，我以后多在师尊面前替你说好话。龚心慈甜甜一笑，将2具人偶收入百宝袋。苏璇打了个哈欠，那么师姐，我们睡觉吧。哦，好的，我给你铺个地铺，椅子上睡着不舒服。这么麻烦干什么？我们一起睡不就行了？这床挺大的。一起睡。龚心慈觉得苏璇是在开玩笑，但看到苏璇一脸正经的样子，心底又有些动摇。刚刚才接受了师弟的馈赠，此刻若是薄了师弟的意，会不会让师弟感到心寒？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师姐该有的吗？龚心慈在心底发问，良久后说道：要不这样，你睡床，我打地铺。这怎么能行？师姐你身子弱，还是我们一起睡床吧。翌日，苏璇从地铺上醒来，感觉腰酸背痛。昨晚只是和龚心慈开了个玩笑，首先龚心慈不会答应一起睡，其次苏璇真管不住自己，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和这样的美女同睡一张床，要是没点反应，那就真不是男人了。师弟你醒了，我给你煨了汤，快趁热喝了。好嘞，师姐你真好。喝了汤，苏璇告别龚心慈，在原始森林绕了半天，终于在傍晚左右回到了黄泉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黄泉门冷清了许多，找了几个弟子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老阉人带着几大护法出去寻他了。如此大动干戈，看来老阉人确实知道最后一份残图在兰洛熙身上。苏璇明白这件事必须得想个好点的说辞才行。既然老阉人不在，岂不是可以去找夫人？苏璇马不停蹄赶到穆青瑶寝殿，一见面2人就紧紧相拥在一起。你这家伙真是吓死了我，幸好奴役手镯感应还在，不然真要把我担心死。穆青瑶穿着一袭素白连衣长裙，裙摆开叉，露出白皙纤长的玉腿，她依偎在苏璇怀疑，像只乖巧的小猫。夫人，我掳走公主的事是不是已经传开了？苏璇在邺城的时候已经听闻小公主兰洛熙被黄泉门掳走的消息，闹得那是满城风雨。皇室的人第一时间赶到邺城，得知你并没有将人带回来，所以散出人手，全力去搜捕了。冷少坤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迅速集结了4位护法出去寻你。他也知道害怕，早的时候为什么要我们去动人家公主？他不是害怕，他是担心公主被皇室救回去，所以两边人都在找你。对了，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回来？
公主呢？公主跑了，不过我得到了这个。苏璇将最后一张残片拿了出来，穆清瑶神色一震，伸手接过，确认是地图残片后惊喜不已。你从哪儿得到的？小公主身上。夫人，你将这枚残片保管好，等机会合适的时候再拿出来。还拿出来干嘛？我现在就直接毁了，这样冷少坤就永远凑不齐地图，永远也恢复不了。苏璇看得出来穆清瑶非常激动，连忙安抚道：夫人，你听我说，老阉人实力很强，即便不让他恢复男儿身，我们短时间内也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我已经想到办法对付他了，夫人你相信我，眼下要先把九窍易筋丸的毒给解了。什么办法？穆清瑶将信将疑。突然他觉察到苏璇的修为当即一震，先天境10重，这才过去几天，苏璇的修为竟然又提升了3重，简直匪夷所思。好了，不说这些，夫人我饿了，那我吩咐下人给你做饭。苏璇直接亲了上去，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呜，你个坏蛋！其实不止苏璇饿，穆清瑶也饿，在这方面苏璇根本比不上他。第二天中午，冷少坤和几大护法陆续赶回黄泉门，因为公主回到邺城的消息已经传开，并且正在大肆屠杀黄泉门弟子，似乎这次的绑架让他非常生气。其实这些都是苏璇要求兰洛西这么做的，兰洛西越是震怒，苏璇在黄泉门就越安全。晚上，议事厅内，冷少坤紧急叫来苏璇，询问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3位护法。赵子金似乎是受伤了，此刻正在寝殿调息，所以没有参加。苏璇打算问话结束后去看看，关心一下。在场的3位护法中，除了吴显之外，另外2位男护法苏璇都没有见过，他们一个瘦高，一个矮胖，想来是之前有事，所以没来得及见上面。门主，情报有误啊，差点害死我们。苏璇先发制人，朝冷少坤行礼的同时抱怨道。冷少坤点头，看向矮胖护法、黄石护法，情报是你搜集的，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该当何罪？黄石赶紧躬身禀门主，那老奴此前一直待在皇宫，籍籍无名，我也没想到竟然是一位灵君境强者。冷少坤叹了口气说道，既然是你的纰漏，罚你半年资源，可有异议？没有。黄石摇头。随后冷少坤又看向苏璇，那你又是如何从他们手中脱身的？还掳走了兰洛西，为何不第一时间回黄泉门？苏璇早就整理好了措辞，他要开始说谎了。当时那臭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她将我单独关押，脱光我的衣服，对我施以酷刑，想要逼问咱们山门所在。我自是咬牙坚持，硬是一个字也没说。你看，这就是那臭女人给我打的，简直不是人。苏璇说着掀开衣服，露出腹部那结痂的鞭痕，一脸委屈地看向冷少坤，甚至他还诋毁门主，我当时那叫一个气啊！伤害我可以，怎么能侮辱咱们至高的门主呢？所以我留了个心眼，趁那臭女人继续用鞭子抽打的间隙，狠狠用头将她撞晕了过去，然后就从她身上得到钥匙，解开束缚，当时就拿起鞭子将她狠狠抽了一顿，算是他对门主您大不敬的惩罚。听到这话，一旁的吴显说道，怪不得兰洛西回来后大发雷霆，疯狂屠杀我们弟子，原来是你这家伙收拾他导致的。你不会是对他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了吧？我哪儿敢，当时只想着把他带回来，没曾想城主府搜捕的太紧了，根本找不到机会，然后我就带着公主一路逃到一座山谷躲了起来。然后呢？冷少坤眼神滋溜打转，听着好像很像那么一回事。原本我打算等风头过去就带着公主回来的，没曾想她戴着的戒指中居然有一个强者的灵魂，附体后修为直接超过了我，幸好此前我将她重伤，不然可能就回不来了。苏璇没有太过胡编乱造，真中掺假，假中掺真，这样比较有说服力，而且如果老阉人去查也能得到查证。强者的灵魂，冷少坤微微挑眉。苏璇转念说道，不过门主，此行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从公主口中逼问到了一个天大的消息。什么消息？公主说了什么摩罗遗体残图，好像被他放在客栈了。听到这话，冷少坤表情一怔，3位护法也是同样的表情。很显然，这摩罗遗体就是冷少坤苦苦找寻的东西。惊讶过后，冷少坤挥挥手，苏璇所说的这些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真的。苏璇，这次因为情报有误导致任务失败，我并不怪你，相反因为你优秀的表现，为门派打探到了重要消息，本门主要嘉奖你。冷少坤说着看向吴显、吴护法，等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带苏璇去宝库陵2株2阶灵材。遵命。吴显点头。冷少坤又看向苏璇，苏璇，我知道你心系宗门，有抱负，只要好好努力，本门主不会亏待你的。好了，今晚就这样，你回去休息吧。好的门主，我一定努力。说完，苏璇转身离开，说这么多违心的话，差点没把他恶心吐了，但是没办法，眼下必须顺着老阉人来。
出了议事厅，苏璇直奔赵子金寝殿而去。现在老阉人回来，想再跟穆青瑶私会，显然是不可能了。但见赵护法还是可以的。想到这里，不免有些遗憾。当晚要是那头傻狗没有出来搅局，只怕这赵大美人已经被他彻底拿下。熟悉的寝殿内，赵子金正盘坐在床上闭目调息，察觉到房间外传来动静，他睁眼听了一会儿，这才出声：“谁在外面？”“赵护法，是我呀。”苏璇笑意盈盈地站在房间外。赵子金穿好衣服过来开门，看到苏璇，没好气道：“我还以为你活不成了呢，这咋咒我呢？赵护法，我听说你受伤了，所以过来看看你，关心一下。”苏璇进屋，顺便把门带上。赵子金来到床边坐下，双手环抱胸前，他穿着一袭单薄的寝衣，头发湿漉漉的，显然才洗过澡没多久。那还真是谢谢你了。不过说实在的，你这家伙身上秘密挺多啊，竟然能从一位灵君境强者眼皮子底下掳走兰洛溪，事后竟然全身而退。赵子金还记得上次苏璇请他杀死小哈的事，要知道苏璇那时候才来黄泉门没几天，怎么就招惹上小哈了？其中明显有猫腻，只是他不想去深究而已，全凭运气罢了。苏璇叹了口气，将经过简要讲述了一遍。赵子金听后露出惊讶的表情：“你运气当真有这么好？上次执行任务，对方同样是一位灵君境，打扫战场却偏偏漏了你，一次两次是运气，难道次次都是吗？天命之人，运气就是这么好。”苏璇自信一笑，随即打量着赵子金的身材，火辣完美，一头银发加之高冷的气质，真是让人欲罢不能。你再这样看，小心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切！苏璇小声嘀咕，随即声音放大：“赵护法，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事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赵子金不明白苏璇在说什么，就算真有什么事，他也记不清楚了。“就是咱俩不是那啥了吗？要不再考虑考虑，我真有办法帮你解决九窍易经丸。你这好色之徒，想得到美，仅凭几句空话就想白吃白喝是吧？”赵子金算是看出来了，苏璇这家伙不是一般的好色。如果不是上次阴差阳错让他们有了关系，不然敢当面说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忍不住杀人。真不是空话，我是认真的，我还救了你不是吗？赵子金冷哼一声：“上次在小哈手下，我也救了你，咱们谁也不欠谁。”苏璇眼见赵子金软硬不吃，眸子一转，当即笑道：“赵护法，你也不想小哈死的事被门主知道吧？”听到这么猥琐的话，赵子金当即抬起脚，粉嫩可爱的脚丫子踹在苏璇胸口：“滚过去，威胁对我没用。”力气并不是特别大，苏璇一步都没退。他其实清楚赵子金抗拒的意愿不大，只是有点拧巴。从这点上，赵子金就比不过兰洛溪。兰洛溪是那种豪爽的性格，做事随心所欲，拧巴什么的根本不存在。想到这儿，苏璇觉得赵子金应该是差一个能够说服自己内心的理由。他将那枚九窍易经丸拿了出来，呈在赵子金面前：“赵护法，看看这是啥？”看到九窍易经丸，赵子金眸子一睁，满脸不可思议，伸手就要去拿，不过被苏璇攥住。“你哪儿来的？”苏璇没有解释，而是当着赵子金的面将九窍易经丸吞了进去。“你疯了，快吐出来！”虽然不知道苏璇是从哪儿弄来的九窍易经丸，但已经吃了一颗的情况下再吃一颗，他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算自己拒绝了那种要求，也没必要吃毒药来治气吧。没了，已经吞进去了。苏璇将手摊开，然后张着嘴，舌头搅动，让赵子金看个仔细。你真是疯了，只怕九窍易经丸要提前发作了，到时候你绝对死得惨不忍睹。见苏璇真的吞了，赵子金长长叹了口气。苏璇嘿嘿一笑，悄悄从手心照出光幕，然后手一摊，那枚九窍易经丸就好端端出现在那儿。赵子金看得瞠目结舌，这是在变戏法呢。刚刚明明已经吞下去了，难道苏璇还有九窍易经丸？快点跟我说实话，你哪来的这么多九窍易经丸？赵子金拽住苏璇紧握的手，强行掰开，拿到了那枚九窍易经丸。苏璇懒得解释，他在房间扫视一眼，随即停留在桌上的果盘中。他摘下一颗葡萄，来到赵子金面前：“你吃了这颗葡萄，我就告诉你真相怎么样？”赵子金连连点头，兴致勃勃，没了半点高冷。“啊，嘴张大一点。”苏璇将葡萄放在赵子金粉嫩的小舌上，然后示意他合上嘴。赵子金可以明显感觉到葡萄在口腔里，正当他想要咀嚼之时，葡萄消失不见。发生了什么？赵子金一脸惊愕。当，葡萄在这儿呢。苏璇再度将手摊开，那颗葡萄就好端端摆在手心上。赵子金整个人懵了，旋即反应过来，这是戏法。刚刚你把葡萄从我嘴里变走了是不是？没有任何灵气波动，你是如何做到的？赵子金此刻好奇不已，不弄不明白，心里就十分难受。苏璇笑道：“甭管我是怎么办到的，赵护法你想想看，如果在你服用毒药的时候，我将毒药也这样变走，到时候
你只服下解药，而未沾染毒药，这样是否能够解毒？苏璇这番话直接让赵子金醍醐灌顶，白嫩的脸蛋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意。他看向苏璇，跟看宝贝似的。这么说来，这枚九窍易筋丸是门主当初给你的那枚，你从始至终就没服下过，是不是？算赵护法，你聪明。怎么样，这个办法可以解毒的是吧？那咱们……苏璇话还未说完，赵子金就兴奋地往他额头上亲了一口，然后纵身躺在床上，伸手将肩膀上的衣服往下轻轻一拉，露出洁白无瑕的香肩。来吧。苏璇始料不及，赵子金这反差未免有点大了，怪让人激动，血脉喷张的。他先将那枚九窍易筋丸收入百宝袋，然后把葡萄丢进嘴里吃掉，一脸正经地跟赵子金说道：子金，这么叫你可以的吧？这不是一场交易，我救你并不单纯是贪图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心，你这个人，所以你想清楚了吗？赵子金脸上露出一丝羞红，他盯着苏璇的眼睛，点了点头，妩媚动人。嘻嘻。苏璇压上床，凑在赵子金脸上狠狠亲了一口。正欲进行下一步动作之时，外面响起了声音：赵护法在吗？谁啊？苏璇微微张嘴，声音低如蚊呐，却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咋尽挑关键时候来打搅好事啊？赵子金赶忙坐起身来，玉指竖贴在苏璇嘴上，示意不要说话。然而苏璇却是不管，轻轻咬了手指一口。赵子金迅速收回，声音恢复以往的冷冽，朝外面说道：邱护法，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邱护法。苏璇回想着，这位应该是白天议事厅中一直没有说话的高寿护法，原来姓邱。深夜打搅，真是冒昧了。赵护法在此次寻人过程中受了伤，不知伤势如何。有劳邱护法担心了，我没什么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那就好。不知赵护法是否方便，可以进来说几句话吗？听到这话，赵子金与苏璇神情一震。赵子金连忙道：邱护法，我刚刚洗浴出来，恐有不便，若有急事直说就行。是这样的，我恰有一株三阶灵材，有养疗之奇效，留着无用，不如就赠给赵护法炼化恢复身体。三阶灵材，这邱护法当真大方，他这是对子金有意思啊。三阶灵材怎么说也得200万灵石，哪有随便就赠予的道理？苏璇很清楚，这位邱护法就是对他家子金有想法。赵子金略微沉吟，说道：太贵重了，邱护法，我这点伤势真没什么大碍，恕我不能接受。听到这话，苏璇赶紧给赵子金使脸色，这怎么能直接拒绝呢？不要白不要啊！赵护法，我们都是同门，相处多年，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受伤而坐视不管？邱护法，还请收回，三阶灵材真的贵重了。无需多言，赵护法，我将灵材放桌上了，早点休息。邱山言罢便离开了寝殿。好一会儿没有动静，苏璇开门出来，果然看见桌上放着一株三阶灵材，药香浓郁。他拿着灵材进屋，一脸打趣道：看不出来赵护法魅力不小啊，当真有男人愿意为你无私奉献。你不会看不出来这邱护法对你有意思吧？说什么呢？赵子金声音恢复之前的温柔，我和秋山认识多年，他向来如此，对我特别照顾，但一些贵重的东西我都没有接受，你拿进来做什么？放好，等有时间我拿去还给他。苏璇踢掉鞋子上床，这可是三阶灵材，炼化之后不仅可以恢复伤势，还能增进修为，管这么多干什么？这群家伙都是魔门，难不成你想与他们交好？不必有太多顾虑，这种人情收着便是。苏璇想法非常简单，如果是正常关系，他绝对不会让赵子金收下秋山这株灵材，毕竟这家伙对赵子金有意思。可这里是黄泉门，资源什么的都是掠夺来的，况且以后他肯定要带赵子金脱离黄泉门，到时候直接就跟秋山站到了对立面，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赵子金摇摇头，秋山为人低调内敛，修为是几位护法中最强的，我是怕以后纠缠不清。怕什么？以后有我护着你。苏璇将灵材递给赵子金，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赵子金最终收下灵材。而后两人紧紧相拥，赵子金性格确实冰冷，但拗不过苏璇的花言巧语，而且解毒恢复自由是赵子金目前最大的心愿。正当两人快乐打闹之时，房间外再度响起声音：子金，睡了没？是老阉人。苏璇和赵子金骇然失色，没等赵子金开口，冷少坤已然来到门口：子金，我进来了。房门直接被推开，冷少坤缓缓走了进来。床上，赵子金见苏璇及时消失，心里可算是松了口气。他迅速起身下床，朝冷少坤行礼：门主，您怎么来了？我已经睡下。赵子金实在没有想到冷少坤居然如此无礼，他还没答应就直接闯了进来。子金，你脸咋这么红？伤势很严重吗？冷少坤上前，下意识伸手想要去触碰赵子金，可刚到一半就收了回来。这个老烟狗！孩子金子金的喊，
恶不恶心？尼玛死了！苏璇此刻躲在光幕内，贴在被子下，听到冷少坤这话，直犯恶心。门主，没什么大碍，好好调养几天就好。不知门主急匆匆赶来，是有什么急事吗？赵子金赶紧将衣服遮得严严实实，语气恢复往常那般的冷冽。冷少坤摇摇头，来到床边坐下，没什么急事，这不是你受伤了吗？我过来看望看望你。说着，冷少坤拿出一株灵材，这里有一株3阶灵药，有利于你恢复身体。太贵重了，属下不能要，还请门主收回。赵子金赶紧抱拳，他也没想到冷少坤居然也是来送灵材的。拿着，跟我还客气什么？子金你是知道的，老夫对你可不像其他护法那样，你应该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赵子金惶恐，子金不明白，还望门主收回诚意。东西贵重，我这点伤势真没什么大碍。拿着，这是命令。冷少坤直接将灵材递给赵子金。赵子金愣了愣，不敢违抗命令，只得将其接下。子金啊，老夫有意让你做2夫人，不知你意下如何？见赵子金接下灵材，冷少坤直接甩出重磅炸弹，在苏璇和赵子金耳中炸开。赵子金吓得手中灵材掉落，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老阉人，我草你祖宗！你个畜生，你是怎么敢说出口的？苏璇在光幕中上蹿下跳，亲切问候着冷少坤。怎么也没想到，老阉人直接装都不装了，还2夫人，离了逼谱。赵子金表情僵硬，神色漠然。这话要是换做别人说，他此刻已经动刀子了。门主，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赵子金语气冰冷到了极点，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冷少坤并没有因为赵子金语气的变化而生气，脸上带着笑容，伸手捡起落到地上的灵材。子金，只要你好好配合我，等拿到摩罗遗体，我就娶你做2夫人，届时黄泉门的资源你可以随意使用，而且到时候我可以为你彻底解了9窍异经丸的毒。赵子金不为所动，以前的时候冷少坤就经常暗示敲打，所以当初在拿到第11枚残片时，其实不用苏璇提醒，他心里也犹豫过。一旦让老阉人得到摩罗神通，恢复男儿身，绝对会成为下一个摩罗。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以及一众黄泉门女弟子，但是没有办法，被9窍异经丸控制，如果不服从，只有死路一条。可现在不一样了，有苏璇相助，他看到了希望。门主，这事还是等您拿到9窍异经丸，恢复男儿身再说吧。况且夫人那边不好交代。赵子金知道现在不能和冷少坤彻底翻脸，只能先顺着冷少坤的意思来。这么说来，子金你是同意了？夫人那边你不用担心，只要等我恢复男儿身，一切都好说。男子汉大丈夫，有个3妻4妾再正常不过了。赵子金赶紧躬身抱拳，门主，还望您先替我解一次毒，马上就要1年了。冷少坤得意一笑，点头道：这是自然，3天后老夫给你解一次毒，届时希望子金你能拿点诚意出来。赵子金没有说话，只是愣在原地。诚意？他还能不清楚冷少坤所指的诚意是什么吗？光是想想就让人脊背发寒。好好把这枚灵材炼化了，养好身体，只要跟了我，在这黄泉门，你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资源任你使用，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而且只要炼化了摩罗神通，我就能重回颜值巅峰，到时候咱们就是神仙眷侣，保准你以后逍遥快活。冷少坤继续说着，听得苏璇恶心的同时又觉得好笑。还重回颜值巅峰，开什么玩笑？你个老烟狗也不撒泡狗尿照照，就这富贵样子还有颜值？好了，子金，早点休息吧。冷少坤笑容满面，离开了寝殿。赵子金瘫坐在床上，失魂落魄。苏璇从光幕中跳了出来，先去将门关好，而后抱住赵子金，没事的，3天以后我就给你解毒。就他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当真是想得美。赵子金重重点头，眼下他能依靠的只有苏璇。老爷人不知道在修炼什么鬼，没有恢复之前不能接触女色，所以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我知道，不过就是挨一顿打罢了，我能忍受。挨打？苏璇攥紧拳头，知道老阉人所说的诚意是什么了，不由将赵子金抱紧了些。想来老阉人以前给赵子金解毒的时候，也是像鞭打夫人那样鞭打赵子金，当真是越想越气。赵子金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把抓住苏璇右手，露出那枚奴役手镯。这手镯应该是一枚上品法器，我想想看有没有办法给你破除了，不然你永远也无法摆脱无险控制。无险？苏璇一怔，旋即笑了笑，手镯不关他的事，而且子金你不用担心，我既然能将毒药变走这玩意还不是简简单单。不是无险，那是谁？赵子金疑惑不已。这个以后再说，反正手镯对我没有威胁就是了。呜，你干嘛？一日一早，苏璇积极向上，找睡眼朦胧的赵子金吃了个早餐，而后赶回小院。今天吴显要带他去黄泉门宝库领2株2阶灵材。这种级别的灵宝，说实话，苏璇不是特别看重，
当初穆青瑶给的资源，光是2阶灵材就有20-30株，直到现在都还没回收完。由此可以看出，穆青瑶当真是个富婆，这种被富婆包养的感觉确实爽。当然，白给的2阶灵材再多也不嫌弃，主要苏璇是想去黄泉门宝库看看。要知道，作为魔门，黄泉门经常干一些打家劫舍的事，抢来的很多东西都存放在宝库之中，用于门派发展。此刻，小院里，吴显坐在一条凳子上啃着西瓜，看到苏璇回来，眉头一皱：“你去哪儿了？昨晚没睡院里吗？吴护法来这么早的吗？”苏璇尴尬不已，今早起的已经够早了，没想到还是被吴显发现昨晚没在院里睡。回答我的问题，在黄泉门除了这座小院，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苏璇觉得不能让吴显看出什么，免得日后在夫人面前嚼舌根，当即敷衍道：“我昨晚在屋里睡的呀，怎么了？只不过今早起来去找夫人了，有什么问题吗？”吴显将西瓜皮狠狠丢在院里：“你放屁！今天我早早就去找门主拿手令，夫人一直和门主待在一块儿，你哪来的机会和夫人见面？”“对啊，就是因为没见到，所以回来了呗。”苏璇摆摆手，不想再多说什么，不然真解释不清楚了。你小子最好别阳奉阴违的，好好为夫人做事，要是让我发现你有异心，别怪我不讲情面。”吴显冷声说道。苏璇嗤之以鼻，这家伙有什么资格教训他？当初背刺赵子金的事还没找机会清算呢。而且以他和夫人的关系，吴显永远也不会明白，夫人是站在他这边的，到时候出了事只会帮他，不会帮吴显。眼见苏璇不说话，吴显以为威慑达到了效果，当即摆手：“走吧，去宝库领取灵材。”两人一路来到黄泉门宝库，宝库建在一个洞窟之中，外面有3人把守。看着3人木讷死板的表情，苏璇觉得有些不简单。奉门主令，带苏璇过来领取2株2阶灵材，这是手令。吴显将一块金色令牌拿了出来，交给3人过目。3人拿着令牌相互看着，随后点头，各自取出一枚玉佩。他们将玉佩合在一起，组成了开启洞窟的钥匙。别看了，他们是门主高价买来的傀儡，只听从门主命令。以他们破体境大成的实力，要是分开保管，是没有任何漏洞可以钻的。吴显见苏璇一直盯着3人，当即出声说道，丝毫不避讳他们。傀儡？苏璇诧异，这不是跟人偶差不多，只不过那些人偶没有任何灵智，只能野蛮地进行攻击。不知道这些拥有灵智的傀儡能不能直接被光幕回收？去吧，进去之后不要随意乱摸，挑好自己满意的灵材就快点出来，别手脚不干净，里面的东西都是有数目的，随便少了点什么，他们都能立刻发现。吴显示意苏璇跟着其中1人进去，把必要的规矩都交代了一遍，免得苏璇犯错连累到他。苏璇点头，跟着其中1名傀儡进入宝库。原本确实有偷东西的想法，但了解了安保级别后，这个想法行不通了。老颜狗当真谨慎的离谱，不仅有3把钥匙，进来的时候还有人跟着，最主要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有数目，一旦丢失，很快就会被发现。宝库建在洞窟深处，里面摆着一排排架子，灵材、法宝、魔盒全部盛放在架子上。至于灵石，则堆在宝库深处的箱子里，足足几10口箱子。这些资源琳琅满目，苏璇眼花缭乱的同时直流口水。这要是全部收进光幕内，以后的修为就稳了呀。苏璇发现，随着修为的提高，光幕回收的速度在增快，而且后续晋升所需的资源也越多。只有搜集足够多的资源，才能确保能够源源不断的升级。很快，他随便挑了2株2阶灵材，然后离开宝库。苏璇已经想好了，进来的办法是有，这一点对光幕来说不成问题。唯一担心的就是将宝库搬空之后该如何善了。很快他就想到了对策，可以在老阉人率众前往摩罗遗址的时候下手。到时候老阉人得不到消息，就算得到了也分身乏术，老阉人肯定会先招手摩罗遗址。届时摩罗遗址内就是老阉人的最终归宿，宝库的事情自然迎刃而解。出来后，吴显没管苏璇领取了什么灵材，自顾离去。苏璇没回小院，而是径直来了赵子金这里。眼下冷少坤正在着手抢夺最后1枚残片的计划，只怕等赵子金伤势一恢复，就要紧锣密鼓的施展。苏璇反正没什么事，也不用自己修炼，还不如来陪着赵子金，正好3天后帮他解毒。2人就像小两口似的，一起吃饭，一起玩耍，可以说这3天是赵子金过得最开心的日子。第3天的晚上，老阉人如约来给赵子金解毒。他特地换了身干净衣服，梳了个发型，但看一眼依旧让人忍不住作呕，这就是老阉人独特的魅力。苏璇提前藏在了赵子金嘴里，可别多想，这么做只是为了方便收取毒药，如果是有什么邪恶想法的话，肯定不会选择藏在嘴里。如此想着，不禁让苏璇回忆起以前看过的一部动漫《进击的巨人》。苏璇连连摇头，暗示自己绝对不能再这样想了，简直就是变态。房间里，赵子金给冷少坤沏茶。
冷少坤上下打量着赵子金，心中不由疑惑，怎么几天不见，身材更加丰满了？一颦一笑间，更像一位年轻少妇，韵味十足。到底发生了什么？门主，请喝茶。冷少坤痴痴地入了神，直到赵子金将茶端到面前，这才回过神来。紫金调养的这几天更加诱人了呢。冷少坤老毛病犯了，伸手想去摸那圆润的翘臀，可手刚伸出去就触电般缩了回来。他尴尬地将茶一饮而尽，也不顾烫不烫嘴。门主说笑了，紫金一直都是这样的。赵子金似乎是被苏璇感染了，听到冷少坤这话不禁犯恶心，但还是装得镇定自若。要是换以前，冷少坤若是跟说这样轻浮的话，他只会过滤掉，当作什么也没听到。那么开始吧。冷少坤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拿出一条鞭子放到桌上。看到这东西，赵子金身体微微一颤，眼中闪过惧意。反正今晚无论如何，这顿打也是挨定了。赵子金无所谓，只要过了今晚，就再也不用被九窍一金丸控制，彻底恢复自由了。如此想着，心情反倒有些高兴。哈哈哈！老阉人刺耳阴柔的声音在房间中响起，紧接着是鞭子的抽打声。赵子金紧咬牙关，一声不吭。苏璇听得那是悲痛不已，恨不得此刻冲出来将老阉人凌迟，剁成肉泥。打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冷少坤满意一笑，将鞭子收走。赵子金浑身被鲜血浸染，冷汗直冒，扶着桌子微微给冷少坤躬身，请门主赐药。嘴张开，赵子金微微张嘴，冷少坤取出一粒丹药，运转灵力送了进去。这正是九窍一金丸的解药。为什么只有一粒？苏璇疑惑，但还是在喉咙处将这枚丹药截了下来。子金，先调息把解药消化了吧。冷少坤说道。赵子金点头，知道苏璇已经出手了，丹药没入腹，但还是装模作样的调息起来。一炷香之后，冷少坤又拿出一粒丹药，如法炮制让赵子金服下。如此还不算，还仔细检查，确保赵子金已经服下，然后又倒了一杯茶让赵子金喝下，这才心满意足。子金，早点歇息吧，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哈哈哈哈！冷少坤大笑一声，拂袖离去。良久，房间内都没有别的动静，只有赵子金逐渐平稳的喘息声。他走了，出来吧。赵子金说完，张着嘴，光幕从里面射出，随后苏璇跳了出来。子金，辛苦你了。看着赵子金鲜红的后背，苏璇双拳紧攥，赶紧上前搀扶赵子金来到床上，反过来躺下。幸好老阉人这畜生还有点人性，只打赵子金背面，不然非得把人打残不可。我没事。药呢？赵子金眼下最关心的就是解药，身上的伤根本不在乎。苏璇伸出手，将2粒丹药呈现掌中。赵子金欣喜不已，等这一天等的实在是太久了，颤颤巍巍伸手拿起解药，然后囫囵服下。子金，你放心，我以后会杀了这老阉人替你报仇的。来，你别动，我帮你清理伤口，再上点药。多谢了你，苏璇。啊！赵子金激动的翻身想要感谢苏璇，不料触碰到伤口，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在冷少坤面前，他一声没哼，但在苏璇面前，他表现出了自己该有的柔弱一面，没有丝毫掩饰。小心一点，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苏璇捏了捏赵子金可爱的脸蛋，眼下赵子金的毒终于解了，也算松了口气。随后苏璇赶紧打来清水，替赵子金擦拭血迹，然后又细心将每一处伤口都上了药，无微不至。翌日，苏璇早期给赵子金做了早饭，亲自喂赵子金吃下。原本赵子金有些拧巴，死活不愿意让苏璇喂，要自己吃，但躺着动也动不了，只能任由苏璇摆布。正当两人又打又闹，不亦乐乎之时，秋山突然来访。苏璇赶紧躲进光幕空间，光幕空间不能无限缩小，必须留出拇指大小的入口，不然苏璇有时候真觉得自己是无敌的。此刻，赵子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强装淡定的陪秋山在客厅闲聊。秋山此来主要就是看看赵子金恢复的怎么样了，那株3阶灵材应该发挥了作用。尽管赵子金一直说恢复的差不多，极力掩饰，但眼尖秋山还是很快发现了端倪。你后背上有伤吗？为什么我看你动作有些生硬？秋山连忙出言求证。哪有生硬，我恢复得很好，让邱护法担心了。赵子金说着，大动作挥动手臂，扭动腰肢，但是很快伤口崩裂，鲜血浸透衣衫，将他彻底出卖。怎么了这是？为什么会流血？秋山惊恐，连忙去扶赵子金。没什么大碍，邱护法不必担心了。赵子金连连摆手，后背的疼痛令他表情僵硬。又是门主打的，我找他去。秋山直接起身，大有一副冲去找老阉人拼杀的样子。赵子金连忙拦住，邱护法，我真没什么大碍，门主替我解了今年的毒，很快就会恢复的，你放心好了。赵子金以前挨冷少坤打，秋山多多少少都知道，每次都义愤填膺，赵子金已经习惯了。
所以在秋山来的时候，他才尽力隐瞒伤势，没想到还是被看出来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紫金，你就没想过摆脱黄泉门，摆脱冷少坤的魔爪吗？赵紫金愣了愣，实在没想到秋山居然会说这些，看来确实是极度信任他。这种话如果传出去，只有死路一条。秋护法，这种话以后还是少说。你跟我说说，倒没什么关系，万一传了出去，以门主的手段，你没有好果子吃。赵紫金现在已经解毒了，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一找到机会，他就会带苏璇离开黄泉门，所以没必要跟秋山过多议论这件事，大不了就跟他拼了。紫金，现在我也晋升灵君境，只要我们几个护法联手，一定能逼冷少坤妥协，大不了鱼死网破。灵君境，赵紫金有点意外。秋山一直是他们4人中实力最强的，天赋也好，也肯努力，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突破了。不过他已经不用掺和这件事了，如果是以前倒是会考虑，现在根本没这个必要。秋护法，这件事我是支持你的，但希望你不要鲁莽，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下，不要轻易暴露野心，联手的事等以后有机会再说。我知道，那紫金你好好养伤，过几天门主可能会带我们4个一起去抢夺最后一枚残片，做好心理准备。说完，秋山便离开了。赵紫金叹了口气，以前他们4个同病相怜，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今朝自由了，想到这事多少有点伤感。这秋山当真是个痴情种。苏璇从光幕空间出来，赵紫金看了他一眼，还以为是生气了，赶紧道：说什么呢？你这家伙，我现在心里只有你好吗？才没有和他纠缠不清。我不知这个意思，紫金，我是觉得可以和这秋山联手，到时候对付老阉人更多一分把握。毒都解了，为何还要对付他？直接离开不就行了？苏璇连连摇头，老阉人这家伙是个心理变态，必须斩草除根，不然让他得到罗魔神通，我们只会遭到无穷无尽的报复。苏璇也想过解了毒就逃之夭夭，但自从兰洛西说出罗魔遗体的作用之后，就已经明白，只有冷少坤死了，他们才能彻底自由。不然拐走夫人，又带走赵紫金，老阉人如果恢复男儿身，只怕找到天涯海角，把修仙界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毕竟这仇确实有点大了。那好，都听你的。紫金，好好在家休息，我出去一趟。苏璇偷偷摸摸来到穆青瑶寝殿，眼下赵紫金的毒已经解了，夫人这边也得抓紧才是。老阉人这2天正紧锣密鼓的准备抢夺最后一枚残片，所以基本上很少待在寝殿。苏璇趁着没人，悄悄潜了进去。穆青瑶此刻正在吃饭，细嚼慢咽，非常优雅。看到苏璇进来，立马放下碗筷，怔怔站起来。夫人，怎么了？这是？苏璇疑惑不已，自己这是吓到夫人了吗？只见穆青瑶缓步上前，眸子含情，牵着苏璇的手，转身就往房间走去。夫人，这是干什么？我来找你是有事情要说。冷静啊，夫人，大白天的不合适。砰的一声，房间门重重关上。夫人，你怎么了？别吓我啊！良久，穆青瑶缓过神来，长长叹了口气。今早刚换的床单啊，都怪你。穆青瑶实在气不过，抬起粉拳，无力地打在苏璇身上。怪我什么？还敢顶嘴？你这个臭奴隶，赶快服从主人的命令，去把床单被褥换了。谁是主人？分不清大小王了。苏璇嘴上犟着，身体却很诚实，下床拿了套干净床单被褥，自顾换上。穆青瑶侧躺着，妩媚动人，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无忧无虑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穆青瑶没什么大抱负，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好当下。放心好了，夫人，你的奴隶会照顾你一辈子的。苏璇很快换好床单被褥，随后说起正事。可以让老阉人给你解毒了，就算磨到时间，也让他提前一下。有把握吗？苏璇并没有在穆青瑶面前展示过光幕的威力，所以穆青瑶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解毒。放心好了，保证一次到位。那好，待会儿他回来我说一声。中午左右，冷少坤从议事厅回来，苏璇藏在光幕内，留在穆青瑶身上。自从召唤光幕越发娴熟之后，他的胆子也大了不少，甚至敢在老阉人眼皮子底下对穆青瑶做一些小动作。夫人，去给我沏壶茶。此刻冷少坤倚着玉脊，双脚交叠搭着，悠闲自得。听到声音，穆青瑶去厨房打了壶热水，熟练的沏好茶，递到冷少坤面前，同时说道：少坤，过2天你们不是要去抢夺最后一枚残片吗？我想着可以先给我解一次毒，等残片找到了，我跟你们一起去摩罗遗迹。夫人，摩罗遗迹很危险，要不你还是留在宗门，打打杀杀的事情交给男人就好。我毕竟拥有破体境大成的实力，跟着去能帮上忙。那好，但是解毒的事先不急，2天后我带他们去一趟邺城。刚得到消息，小公主竟然还没离开，这次是绝佳的机会，若是等她回去了，以后只怕不好下手。等抢到这最后一枚残片回来后我就你解毒。刚把解药给了赵护法，
我需要时间炼制新的。穆青瑶点头，随后回了房间。他坐到床上，低头轻声道：“最后一枚残片在我们手上，要不要直接给他？”苏璇的声音传出：“不用，这样反而引起怀疑。你把残片给我，到时候我有合理的办法让他得到。只是我有点担心，夫人，你觉得他的话可信吗？到时候拿到残片，他要是不给你解毒怎么办？”穆青瑶摇了摇头：“不会的，他虽然残暴狠辣，但从不骗我。再说对他没有好处，我跟着一块儿去，到时候你不是要对付他吗？我助你一臂之力。”夫人的贤惠让苏璇感到欣慰。2天时间转瞬即逝，苏璇先一步从穆青瑶手里拿到残片，赶往邺城。由于实力低微，此次的任务没有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和兰洛西碰头。明仙楼一间包厢内，兰洛西一脸无语，看着面前正大口吃菜的苏璇，有必要在这种地方见面吗？谨慎起见，还望公主担待。再说这也没什么。苏璇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夹了口菜放进嘴里。这时隔壁响起声音：“这叫没什么，我真是受不了了。”兰洛西拍桌起身，朝墙壁猛捶了2下，声音这才消停一点。在房间不远处，当初那名邻军敬老奴正坐着品茶，时不时抬眼看一下兰洛西和苏璇。“公主，残片你拿着，晚点他们对你出手的时候不必太较真，随便应付2下就可以将东西交出去，然后脱身就行。”苏璇将残片递给兰洛西：“搞这么麻烦干什么？没办法，必须走这么个过程。这件事成了，冷少坤很快就会找到罗摩遗迹，到时候还请公主多带点人，争取一次给他包圆了。黄泉门出了你这个反骨仔，当真是家门不幸。”苏璇嘿嘿一笑，又夹了2筷子菜放进嘴里，这才起身告别兰洛西。反正公主也受不了这地方的氛围，早点谈妥也好。下了楼，苏璇打算去看看宫心祠，这都到家门口了，不看一眼确实过分。可来到别院才看见宫心祠正在淡曲，一时半会儿可能没有时间。苏璇听了片刻，然后离开明仙楼赶回宗门。要不说这宫心祠也真是怪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待在明仙楼这种地方？苏璇不觉得是没钱或者被卖在这里的，再怎么说也有一位玄道宗师尊，不至于落魄至此。以后有时间得好好找这妮子问问。苏璇是今天一早从黄泉门出发的，和兰洛西碰面就1个小时左右，回到山门已经是傍晚，可以说这一天的时间基本都花在来回赶路上。回到小院，苏璇躺下休息一会儿，眼下只要等老阉人他们消息就行，只要顺利，别出什么大的差池，那最后一枚地图残片冷少坤都从兰洛西手中得到。终于在晚上，冷少坤回来的消息传出，这老家伙冲最前面，显然是急不可耐了。在冷少坤之后，4大护法这才带着弟子陆续归来。苏璇直接去找赵子金了解情况，他事先跟赵子金交代过了，这次的行动不必冒头，跟着划划水就行。赵子金听话的照做了。从赵子金口中，苏璇了解到了大致情况，和预想的差不多。2方打斗没一会儿，兰洛西就主动交出地图残片，有那名实力深不可测的老奴护着，己方虽然人多，却也知道纠缠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况且是在邺城内，拖久了对他们没有好处。而且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冷少坤直接收队走人。赵子金躺在床上，翻个身对苏璇道：“门主应该马上就能把地图拼好，缓和2天，说不定就要前往摩罗遗迹了。趁着这个间隙，我带你离开吧。忘记我怎么跟你说的了，逃是没有用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吧。”冷少坤拿到残片回来，第一时间就去闭关。苏璇虽然一直待在赵子金这儿，却也是听说了这件事。很明显，老阉人是要将残图拼凑完整，然后顺便给穆青瑶炼制解药。想想这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子金，好好在家养伤，我出去一趟。苏璇狠狠亲了赵子金一口，然后从床上跳下。那你要注意安全，我听你的话，你也要听我的。赵子金看得出来苏璇是有急事，即便非常不舍，还是目送苏璇离开。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相处下来好像越来越粘人了。要知道他以前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疯批，没曾想落到苏璇手里会变得如此温柔。难道他喜欢上苏璇了？赵子金想着想着，情不自禁露出笑容。回到小院，苏璇刚坐下没一会，就喝口水的功夫，穆青瑶出现在院子里。苏璇就知道夫人是绝对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比起赵子金，他要饥渴得多。冷少坤他闭关了，多半是在炼制解药。穆青瑶快步上前，一个熊抱将苏璇紧紧搂在怀里，同时双手不安分起来。苏璇在穆青瑶身上蹭了蹭，含糊道：“夫人，我们去寝殿，在这里要是被看见就不好了。”去穆青瑶寝殿，一来是方便，二来即便老阉人突然出关，也能很好的掩饰过去。眼下解毒是头等大事，只要把毒解了，以后有的是时间快乐。我就不。穆青瑶傲娇一声。苏璇暗自摇头，
真是拿夫人没办法，双手情不自禁抚上夫人的额头，撩动着3000青丝。随后两人来到寝殿，进入房间。1个时辰后，穆清瑶又惩罚苏璇去洗床单被褥。苏璇哪敢多说什么，谁让他是夫人奴隶呢？1天后，冷少坤出关，如约给了穆清瑶解药以及新的9窍1金丸毒药。穆清瑶在冷少坤的注视下依次吞服，然后顺其自然地被嘴里的苏璇悄悄收走。出关后，冷少坤似乎非常高兴，过程中并没有鞭打穆清瑶发泄，解完毒就马不停蹄找来4大护法议事厅开会。苏璇却保解药没有问题，这才交给穆清瑶服下。随后两人前往议事厅。会议主要内容跟预想的差不多，冷少坤同4位护法表明3天后前往罗摩遗迹，届时黄泉门精锐齐出。说完一些事项，会议便结束了。之后护法各自开始准备，交代手下弟子。谁也不知道摩罗遗迹会有什么危险，这毕竟是黄泉门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东西，如今终于要面对了，难免让人忐忑不安。苏璇提前给兰洛西送去消息，让对方做好准备。接下来的时间，苏璇没有浪费，潜心炼化神通，大崩灭指，同时准备盗取黄泉宝库。3天时间转瞬即逝，苏璇一举晋升到了先天境11重，神通也掌握了7788，晋升所需灵智201、5000。这种风雨欲来的感觉让黄泉门弟子莫名躁动紧张。出发前，苏璇葬在赵子京身上，让赵子京带他进入黄泉宝库。你不会想趁机偷点东西吧？聪明的赵子京显然猜到了苏璇的意图，但还是听话地带苏璇去了。想要进入宝库，除了门主手令，还需要护法带领。偷一点哪是我的作风，要偷就全部偷光。苏璇的声音自赵子京胸前传出，那小心一点。赵子京很快来到宝库外，出示门主手令后，守卫带他进去取了一株2阶灵材，然后他就出来了，但苏璇却是留在了里面。之后以冷少坤、穆清瑶为首，4大护法跟在后面，带着1众破体境弟子出发前往摩罗遗迹。这种级别的行动，先天境弟子没必要参与，全部留在宗门看家。黄泉宝库内，苏璇将资源回收个干干净净，一根毛都没剩下，这次当真赚大发了。以宝库的资源储量，只怕够升好几级的。一直等到晚上，趁着3名傀儡守卫开门清点之时，苏璇这才找到机会溜之大吉。看到空荡荡的宝库，3名傀儡傻眼了。苏璇按耐住欣喜，当务之急是赶紧追上夫人他们。虽然提前跟两女说过此次摩罗遗迹他有所准备，但具体细节他们并不清楚，万一到时候跟兰洛西奋力拼杀，带来误伤可就不好了。1天后，9翼山罗摩大殿外，冷少坤拿着地图放声大笑，看着面前那高耸的殿门，双手不禁颤抖。罗摩遗体，终于让老夫找到了。阴柔的声音刺耳发寒，身后是穆清瑶以及4位护法。黄泉门弟子由于人数众多，分别排列在通道两边，并没有进入他们所在的墓室。此刻穆清瑶焦急无比，都已经到罗摩大殿门口了，苏璇怎么还不出现？人去哪儿了？马上冷少坤就要得到罗摩遗体，一旦让他得手，事情将无可挽回。相比起穆清瑶，赵子京要冷静得多，他知道苏璇应该在宝库要耽搁了一点时间，只是他有点疑惑，苏璇的准备到底是什么？眼下这局面，黄泉门精锐全在，即便请来强有力的外援，恐怕也已经晚了。墓室侧边一道暗门内，这里是当初严冰等人进来的地方。兰洛西此刻正凑在门缝处，死死盯着外面的一举一动。在他身后，以贵叔为首站着许多人，这些人里面有皇室，也有叶城城主府。这个混蛋到底在磨蹭什么？兰洛西双拳紧攥，气得直跺脚。如果不是苏璇交代过，一定要等他赶来才可以动手，兰洛西早带人杀出去了。外面，冷少坤上前按下殿门上的机关，殿门缓缓开启。不管他了，动手！眼见如此，兰洛西知道不能再等了，当下便打开暗门通道。殿门缓缓打开，冷少坤还未进去，几道强横气息直接从后面掠来，将他拦下。只见兰洛西一袭白衣，极为显眼，在兰洛西身旁站着3人，竟全是灵军境，而暗门处还在不断涌出人来，很快占满墓室，将通道阻隔开。此番变故令黄泉门所有人惊愕不已，就连冷少坤脸上也流露出罕见的凝重。兰洛西到底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看人手布局的如此缜密，显然是一早就埋伏在暗门之中。为什么摩罗遗迹的所在他们会提前知晓？地图自打拼凑完成，冷少坤从未给别人看过，所以冷少坤断信消息不是从他这泄露的。那么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冷少坤想不明白，眼下也不想去想了，直接问道：小公主藏得挺深啊，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冷少坤，你这魔头，今日这罗摩大殿就是你的死期。兰洛西不想废话，给了身后贵叔一个眼神，
当下便退至身后，让贵叔他们动手。穆青瑶此刻犹豫不定，万万没想到苏璇所说的准备居然是这个。但此刻苏璇还未出现，穆青瑶不能提前暴露，只得同几位护法一起两联手对付林君静。双方弟子很快拼杀在一块儿，本就狭小的墓室直接乱成一锅粥。冷少坤此刻和贵叔交手，双方都是林君静四重，一时间打得难舍难分。但他们的战斗波动极大程度的影响到了整间墓室，一些靠得太近的破体境弟子稍不留神便被气境误伤，当场气绝身亡。穆青瑶和赵子金联手对付一名皇室强者，对方修为只有林君静一重，所以比较轻松。另一边，秋山、黄石、吴显三人则对上一名叶城强者林君静三重修为。由于秋山一直隐藏林君静实力，所以他们这边即便3打1也暂时落入下风。墓室角落处，兰洛西目光一直盯着冷少坤这边，苏璇迟迟未出现，兰洛西怀疑是出了什么变故，当下也不想等待了，抬起手掌对着戒指道：师尊，麻烦了。话音刚落，兰洛西的修为陡然攀升，下一刻掠向冷少坤，手执赤红长剑，攻势凌厉。可恶，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觉察到兰洛西的气势，冷少坤本就板着的脸上更添愤怒。看来以前苏璇所说的不错，兰洛西身上确实有一个强者灵魂，能够让兰洛西修为短时间内暴增。当下冷少坤也不想再有所隐藏了，一具林君静2重傀儡被他丢出，与迎面而来的兰洛西对上。棒棒，双方交手，战斗一触即发。就在局面焦灼不下之时，一个轻飘飘的半透明男子来到冷少坤身旁。老头儿，不如我们做笔交易如何？冷少坤吓了一跳，本能的出手还击，但看清男子容貌后立刻止手。你是魔罗？阴柔的声音传入男子耳中，男子点了点头。你我志同道合，我助你破局，事成后你把在场这3位美人给我享用，届时我传你魔罗神通，怎样？3位美人。冷少坤怔了怔，目光扫过穆青瑶、赵子金，最后停在兰洛西身上。他们之中有我的夫人，前辈未免有些狮子大开口了。夫人，跟我就不必说这些弯弯绕绕了吧？你残缺之身，不就是想借魔罗神通恢复吗？海夫人，眼下这局面，你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一回事。冷少坤一边听着男子这话，一边应付贵叔。少坤，千万不能答应他！穆青瑶急忙喊道。眼下局面正处于弱势，穆青瑶可不想冷少坤与罗魔达成合作。冷少坤看了穆青瑶一眼，随即眸中闪过一抹阴冷，转头朝男子道：我答应你。在冷少坤看来，魔罗只是一道残魂，事成后有的是办法对付。听到这话，穆青瑶双拳紧攥，神色冰冷。他现在已经不是冷少坤的人了，这老家伙有什么资格把他让来让去？很好。男子扫了穆青瑶一眼，舔舔嘴唇，笑着飘入冷少坤体内。瞬间，冷少坤实力飙升，直接达到林君静6重。贵叔顿时压力山大，但是没办法，全场只有他与冷少坤有一战之力，而且这场战斗绝对不能输，不然公主可就糟了。另一边，兰洛西吐出一口鲜血，他被傀儡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毕竟这不是他的力量。苏璇这个混蛋，兰洛西感觉被苏璇坑了，明明说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会儿人没了，全部让他一个人扛，当真可恶。与此同时，光幕内，阿嚏，苏璇打了个喷嚏，感觉好像有人在骂他。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此刻他已经悄悄来到了大殿内。前面战斗刚开始的时候，苏璇就已经到了，之所以没现身，就是在等魔罗灵魂。只要魔罗一离开，就可以收取魔罗的神通种子了，因为如果现在不动手偷的话，不管这一战的结果如何，苏璇都没办法得到这门神通。兰洛西代表皇室，此前早就说过，绝对不会让魔罗神通重新现世。兰洛西认为这门神通是邪恶的，一旦出世，定然又要在修仙界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但苏璇却不这么认为，一门神通哪有什么好坏之分？魔罗之所以臭名昭著，完全是仗着这门神通胡作非为，还糟蹋无数仙子，苏璇想都不敢想。至于落入老阉人手里，就更不用说了，别说兰洛西不肯，他第一个不同意。很快，苏璇来到青铜棺材前，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尸体。即便死了这么久，魔罗依旧青春常驻，肉身不腐。由此可见，这魔罗神通的厉害之处。嘿嘿，归我了。苏璇没犹豫，直接将尸体收入光幕。与此同时，大殿外，魔罗惊叫一声，迅速从冷少坤身体中脱离，朝殿内飞去。不好，我的尸体被人偷了！冷少坤一凛，原本可以趁势重伤贵叔的，但一听魔罗这话，冷少坤脸色巨变，罢手迅速奔向殿内。殊不知苏璇早已吃干抹净，来到殿外，附在穆青瑶身上。夫人，我来了。听到这话，穆青瑶一喜。很快，苏璇从光幕中跳出，原本一脸冷傲
正与那名皇室强者激烈战斗的赵子金察觉到苏璇气息，赶紧转头看来，见正是苏璇后，赵子金脸上露出惊喜之色，迫不及待就上前一把抱住苏璇。身后的穆清瑶见状脸色一沉，狠狠在苏璇腰上掐了一掌。什么时候和赵子金搞一块去了？看到夫人脸色，苏璇赶紧抽身，严肃道：眼下还是先办正事要紧，夫人有什么事回去再说。赵子金自然也瞧见夫人的眼神不对劲，当即就意识到了什么。难道给苏璇奴役手镯的是夫人？你个混蛋！兰洛西这时也看见苏璇了，拖着受伤的身体就来到苏璇身前，挥起粉拳就要捶下，却因为身子一虚，直接摔进苏璇怀里。苏璇汗颜，这下更加解释不清楚了，这简直比修罗场还恐怖。公主，眼见兰洛西落到黄泉门手中，那名皇室强者直接迸发修为，疯了似的拼杀过来。都是自己人，别误会。苏璇赶紧说道。兰洛西这时也抬起手，楚河，自己人。名唤楚河的强者听到这话，这才停手，冷静下来。通道以及墓室内黄泉门弟子见到这一幕，纷纷停手。夫人他们竟然和公主牵扯到一块儿了，看来事情有变。在黄泉门待久了，很多弟子已然学会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夫人都摆手了，他们还有什么可打的呢？另一边，吴显、秋山、黄石三人也看见了这边情况，吴显立即停手，朝穆清瑶掠来。夫人，这是什么情况？吴显迫不及待地问。看不出来是不是？穆清瑶此刻正在气头上，没给吴显好脸色。秋山也过来了，并没有说话，只是看了赵子金一眼。到底是谁？大殿内，冷少坤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响起，随后便见冷少坤癫狂似的冲飞出来，罗摩残魂紧紧跟在冷少坤身后，只不过相较之前，残魂暗淡了许多，变得更加透明。夫人，你们这是做什么？瞧见穆清瑶等人的站位，冷少坤表情阴沉。为什么不打了？还和兰洛西他们站在一起，到底想干什么？造反不成？冷少坤，别再这样叫我，以后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穆清瑶选择直接坦白，这是穆清瑶这些年最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这番话说出来后，穆清瑶只觉得无比畅快，神清气爽。什么？冷少坤双拳紧攥，面目狰狞，瞪着穆清瑶，一步步走来。黄泉门众人眼见情况不对劲，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以前一直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是，黄泉门内门主和夫人是至高的存在，可是现在夫人和门主反目，他们到底该站哪一边？这个想法只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众人很快有了答案。他们可都中了9窍1金丸的毒，当然是听从门主行事，不然只有毒发身亡一个下场。贵叔、楚河还有方统领，拦住他！兰洛西皓齿轻启，朝3位强者发号施令。霎时间，冷少坤被3人拦住，只有那具灵君境2重傀儡跟在冷少坤身边。当下，冷少坤阴沉的目光落到吴显几人身上，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这一番话让几人一激灵，犹豫不决。吴显看了穆清瑶一眼，没搞明白夫人到底想干什么。此刻和门主唱反调，无异于自取灭亡。吴显，想活命就乖乖站好，此刻若是站错队，别怪我不念旧情。穆清瑶冷冷说道。吴显，你们想毒发是不是？没有本门主，你们全部都得死！冷少坤咆哮道。吴显面露苦涩，但很快吴显做出了选择，掠至冷少坤面前，紧随其后的是黄石。冷少坤看向穆清瑶、赵子金，怎么，你们都不怕死是不是？夫人，你刚刚才服下的毒药，此刻为何犯糊涂？还有照护法，你可是答应本门主的。最后，冷少坤目光落到秋山身上，你也不想活了是不是？跟着夫人，他是没有解药的。秋山上前一步，抱拳道：门主，此刻您若是把解药给我和照护法，我们定然站在您这边。然而没等秋山说完，冷少坤喝道：那你们都去死吧！同时身形闪掠而出，一掌拍向秋山。秋山脸色巨变，被这一掌扇在墙上，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贵叔3人见状就要动手，苏璇这时看向冷少坤，老阉人，你怕是还没意识到眼下的处境吧？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有反抗的余力吗？苏璇只是想跟吴显和黄石2人提个醒，眼下局面几乎一边倒，只要杀了冷少坤，解药不是一样有你叫我什么？冷少坤面目扭曲，再度闪掠上前，不过这次却是被贵叔拦下。贵叔，你们直接动手，别让他废话了，听着难受。兰洛西厌恶道。当下战斗一触即发，冷少坤又取出一具灵君境2重傀儡，同时一把将罗摩残魂抓在手里。你想干什么？罗摩咆哮着，然而却被冷少坤直接塞进嘴里。当下冷少坤的修为层层攀升，停在灵君境5重巅峰。见状，穆清瑶、赵子金、秋山等人纷纷不再保留，
全力朝冷少坤杀去，形成了6打5的局面。如果兰洛西也加入，就是7打5，但此刻兰洛西受伤严重，显然不能再让师尊附身了。苏璇扶着兰洛西来到墓室角落坐下，避免被两方弟子误伤。罗摩遗体是不是被你偷了？兰洛西严肃地问道。苏璇一怔，旋即装了起来。什么？摩罗遗体不见了？不是你偷的？兰洛西盯着苏璇，目光怀疑。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罗摩残魂的面偷走遗体，简直匪夷所思。据兰洛西目前的认知，似乎苏璇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将东西悄无声息地收走。可苏璇是怎么接触到遗体的？当然不是了，公主你竟然怀疑我？苏璇一脸无辜。兰洛西摇摇头，主要这件事非常严重，若是让罗摩神通现世，只怕又是血腥不断。我不想让悲剧重演，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我知道，公主你放心好了，东西真不是我拿的。打了一会儿，冷少坤似乎癫狂了，不断朝穆青瑶喊道：夫人，为什么要这样？你一直很听我的话，为什么？我可以给你解药，真的只有解药，以后再也不打你了，可以回到我身边来吗？不可以。穆青瑶手执长剑，将冷少坤手臂割伤，旋即迅速退开。青瑶，是不是苏璇那个杂碎？你是不是为了他？当初我就不该手软，该直接杀了他的。冷少坤双目充血，浑身颤抖不止。穆青瑶的背叛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本罗摩遗体消失，冷少坤就接近暴走，现在彻底陷入癫狂。他同时被桂叔等3人围攻，哪怕修为高也招架不住。很快，冷少坤重伤，长发凌乱，又看向赵子金：子金，你回到我身边来吧，我让你当夫人，以后黄泉门的资源全归你调遣我给你解毒，助你修炼，回来好不好？冷少坤乞求地看向赵子金，然而赵子金却是面色冰冷，神色漠视，没有回答，又好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冷少坤瘫跪在地上，七窍流血，随后竟然仰天大笑起来。他的气息极度不稳，而且举止非常疯狂，此刻没人敢朝他发动攻击，生怕被垂死的恶狗狠狠咬上一口。突然，冷少坤如蛤蟆起跳，扑向赵子金，速度快到无法想象。苏璇一惊，连忙照出光幕挡在赵子金面前，没曾想被冷少坤双拳击碎。赵子金惊恐，连连后退。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秋山挡在赵子金面前，被冷少坤一拳贯穿胸膛。然而秋山却意志力惊人，回头看了赵子金一眼，幸福地笑了：子金，好好活着。随后秋山紧紧抱住冷少坤，这是要自爆。冷少坤自然看出来了，但他的一只手还卡在秋山胸膛中，根本抽不开，只得用另一只手奋力攻击。秋山被打得半死，眼看马上就要自爆，一时间没人敢靠近。冷少坤赶紧自断一臂，远离秋山。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能量震颤，血肉横飞。求护法！赵子金眼眶一红，万万没想到秋山居然为了救他，不惜自爆付出生命。他身子一软，愕然地向后倒退，眼看就要摔倒，好在苏璇及时赶来，将他接住。赵子金扑进苏璇怀里，紧紧抱着，哽咽起来：没事的，子金，没事。苏璇轻拍赵子金后背，安抚着。爆炸的威力非常恐怖，墓室本就摇摇欲坠，此刻俨然有了坍塌的趋势。冷少坤虽然没被炸死，却非常狼狈，已然成了强弩之末。黄石和吴显来到他身旁：门主，解药呢？你还没给我解药，你不能死，不能死啊！吴显在冷少坤身上翻找，却什么也没找到。没有解药，你们陪本门主一起去吧。失去理智的冷少坤一掌拍碎吴显的脑袋，随后揪住黄石，黄石奋力反抗，用刀疯狂捅进冷少坤腹部。可冷少坤依旧带着失魂落魄的傻笑，黄石只得用牙咬，用脚踹，最后被冷少坤穿透胸膛，捏碎了心脏。夫人，你们也要来陪我。冷少坤傻笑一声，瘫倒下去。妈的狗东西！苏璇松开赵子金，从地上随便捡了把剑，上前来到冷少坤面前，踩着冷少坤脑袋：老烟狗，还记得你是怎么鞭打夫人和紫金的吗？你这个畜生！你！冷少坤没了任何反抗的力气，回想起当初第一次见苏璇的时候，他就隐隐动了杀心。跟穆青瑶相处这么多年，冷少坤知道苏璇的样貌一定会把穆青瑶魂给勾走的，所以他才下令让苏璇带队去绑架兰洛西。实话告诉你吧，夫人和紫金都是我的人。当晚我就藏在衣柜里面，那傻狗确实发现我了。还有我告诉你，我们都没中9窍1金丸的毒，全部被我给收走了。小哈也是我杀的，那罗摩遗体也在我这里。苏璇低声说着，杀人诛心，他太恨老阉人了，将这些说出了，只觉得畅快解气。唯一遗憾的是，老阉人这个畜生临死前居然拉了这么多垫背的冷少坤听到这些剧烈颤抖起来。你！苏璇赶紧一刀下去，让老阉人彻底断气。随后苏璇将刀质插在老阉人身上，
缓缓起来，看向周围，只觉得悲壮。尤其是那些黄泉门弟子，他们全是精锐，服了9窍易筋丸，现在冷少坤死了，等待他们的也只有死亡。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穆青瑶灿烂笑着。角落里，兰洛西看着苏璇，欣然地闭上眼睛。苏璇将现场尸体全部收入百宝袋装走。至于黄泉门弟子，现在冷少坤没了，他们只得奉行穆青瑶的命令。然而穆青瑶根本不想管他们，让他们自行离去。至于冷少坤的那2具傀儡，自冷少坤身亡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了动静。苏璇同样将他们收走，准备好好研究研究。公主你怎么了？公主。兰洛西因为使用戒指中的力量，身体负荷严重，昏迷了过去。贵叔将其带回邺城调养。随后苏璇带着穆青瑶和赵子金回到黄泉门，一些弟子跟了回来，苏璇也没管他们。回来后，穆青瑶遣散了留守黄泉门的普通弟子，他们由于实力低微，冷少坤并没有给他们下毒。此刻穆青瑶请殿门口看守宝库的3名傀儡直挺挺躺在那里，没了动静。苏璇同样将他们收好，随后翻遍了冷少坤的房间、密室，尝试找出9窍易筋丸解药，但没有任何线索，包括冷少坤的百宝袋内也没有关于解药的任何信息。很显然，这个解药只有冷少坤一人知道如何炼制。既然如此，苏璇也不想管了，毕竟是魔门，就当他们应得的。晚上，寝殿内，穆青瑶坐在玉几上置气，看着苏璇走来走去，穆青瑶更加烦躁，取出一枚手镯戴上。当下，苏璇就动不了了，一股奇异能量自奴役手镯中发出，游走控制了全身。夫人，别搞我呀！你个混蛋，给我说清楚，什么时候和赵子金好上的？他也没有中毒，说吧，你们之间都干了什么？苏璇无奈，眼下最不想面对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说是吧？看我怎么折磨你！穆青瑶抬起手镯，控制苏璇过来跪下。今晚，你就是我一个人的奴隶，我要好好收拾你。在这之后，穆青瑶欣然接受了事实，决定接受赵子金和苏璇的关系。她就是这种嘴硬，身体却很诚实的女人。苏璇早就看明白了。夫人，以后打算怎么办的？还在这生活吗？听你的呗，我困了。穆青瑶摆摆手，她太累了，没一会儿就沉沉睡去。苏璇给穆青瑶盖好被子，关上房门，随后来到赵子金寝殿。房间门没有关，苏璇很轻松就溜了进来。只见赵子金侧躺在床上，呼吸平稳，显然是睡着了。苏璇来到床边，刚坐下，赵子金一个机灵醒来。苏璇笑着抚摸赵子金的额头，秀发夫人没把你怎么样吧？赵子金语气中带着些许酸味，说道：没有。子金你就一点也不生气？有什么可生气的？我也是你的人，其他护法的下场我又不是没看到，如果不跟了你，我只怕与他们一样。赵子金看得很开，既然苏璇手上的奴役手镯是夫人设下的，他能脱离苦海，多少也要感谢夫人，有什么资格生气呢？我确实是夫人买回来的奴隶，但是子金你放心，我以后对你会和对夫人一样好的。哎，要是当初买到你的事我就好了，那样我就能霸占你了。赵子金悠悠说着，抬头打量苏璇的下颚，脸上不禁露出笑容。黄泉门覆灭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修仙界，原本偌大的宗门逐渐变得冷清起来。弟子们陆续离开，他们想带走什么东西就带走什么，没人阻拦。苏璇抽时间去了一趟邺城，想看望兰洛西，没曾想对方已经回京了，这让他有些失望。这次能够诛杀冷少坤，兰洛西可谓功不可没。原本想好好款待一番的算了，回去就回去吧，这份恩情他记下了。回来后，苏璇开始炼化魔罗神通，并拿了足够的资源出来供两女使用。赵子金乐意如此，每天都会抽时间修炼。可穆青瑶就不一样了，对修炼没兴趣，那些资源到了他手上，只会让苏璇感到吃力。这种现象持续了没多久，直到开始练魔罗神通，苏璇肉眼可见的变强。相比之下，穆青瑶越来越弱。赵子金更不用说，对此苏璇乐了。魔罗神通真是好东西。另外，苏璇在老阉人的百宝袋里面找到了控制傀儡的方法，只不过想要彻底控制，要耗费一些时间。时间疏忽而逝，眨眼1年过去。在这1年里，有诸多资源使用，赵子金修为从破体境12重晋升到了灵君境1重，同时炼化了魔罗遗体中的2门神通。苏璇也晋升到了灵君境，可他这就有点夸张了，1年时间直接从先天境11重一举晋升到灵君境1重，中间跨越了破体境这个大境界。这种修炼速度把赵子金和穆青瑶都吓坏了，简直就是变态。先天境主要是引气入体，能够吸收天地灵气，破体境则是引气炼体，可以让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破体境下的苏璇，即便不依靠魔罗神通，依旧分分钟拿捏穆青瑶。不过这1年里，苏璇不仅彻底炼化了大崩灭指、魔罗神通，还将5具傀儡都给控制了，让他们成了平日里打杂的奴仆，专门负责给他们3人洗衣做饭。
至于穆青瑶，虽说也晋升到了灵君境，可提升不算太大，因为穆青瑶本来就是破体境14种，属于破体境巅峰。另外，穆青瑶也炼化了摩罗遗体中的2门神通，只不过是苏玄强逼着练的，不然穆青瑶一门都不想练。摩罗遗体中除了最强的摩罗神通外，还有4门黄阶神通，2门高级，2门低级。苏玄不是厚此薄彼的人，既然自己练了最强的，这4门索性就分给了穆青瑶和赵子京，一人2门，1门高级，1门低级。除此之外，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穆青瑶显怀了，为此苏玄可谓是操碎了心，要当父亲自然高兴，每天小心翼翼照顾着。可穆青瑶却是不肯，因为怀孕，苏玄都不肯碰她，她很不开心。赵子京也有点遗憾，为什么第一个怀孕的不是她？房间中，赵子京眼神幽怨，看着苏玄：“你这家伙当真可恶，谁让你炼化摩罗神通的？本来就厉害的不行，破体境更是不得了。现在你这么厉害，我们能怎么办？”赵子京也是回来1个月后才知道，摩罗遗体居然是苏玄偷的。原本他不以为然，可是现在他害怕了。子京，夫人我还不给机会呢，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苏玄打趣着，不想跟你说话。那就别说。翌日清晨，熟睡的苏玄一睁眼就看见了夫人，咋起这么早？子京还在睡觉，别吵到他了。穆青瑶一脸傲娇，放心，不会的。苏玄知道拗不过穆青瑶，更敢违背命令。赵子京被吵醒了，嗔怪地白了2人一眼，赶紧离开房间，生怕晚1秒就要殃及他这条池鱼。中午吃饭的时候，穆青瑶虽然身体有恙，但她却高兴得不得了，神采奕奕。赵子京掩嘴一笑，夫人的心态当真是没法比。魁梧做好饭菜，依次端了上来。这是苏玄给傀儡取的名字，一共有5个傀儡，就1、2、3、4、5随便叫了。菜上齐后，3人开始享用。可是没一会儿，看守山门的魁一跑来，朝苏玄3人抱拳：“皇室有人求见。”他自称贵三。自从黄泉门覆灭之后，山门的位置已然不是秘密，所以苏玄不得不派2位傀儡守着。他倒是不怕，主要是担心穆青瑶和赵子京的安危。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经是灵君境了，但防范高一点，总归没有错。贵三，苏玄不认识这个人，旋即反应了过来，对方应该是兰洛西身边那位老奴贵叔。快，请进来。魁一匆忙离去，没一会儿将贵三给领了进来。苏玄让魁梧夹了一副碗筷，招呼贵三坐下。贵三先是看了穆青瑶和赵子京2女一眼，然后才愤慨地说道：“看守山门的都是2位灵君境傀儡，更是有2位美人陪伴。苏玄公子这1年当真是逍遥快活啊！”听出贵三这话不对劲，苏玄赶紧道：“贵叔说笑了，哪有什么逍遥快活，就正常生活而已。贵叔吃饭，吃饭。”贵三不为所动，苏玄看出来贵三是没心情吃，就直接问道：“不知贵叔此来所为何事？”贵三冷哼一声：“自从上次我家公主助你剿灭黄泉门后，回去到现在一直没醒。你倒好，也不知道去看看，反而过得如此惬意。”什么？苏玄惊愕，站了起来。兰洛西竟然昏迷了1年，怪不得贵三一上来语气就不对劲，原来是因为这个。想想是多么的遗憾，当初苏玄也想去看兰洛西来着，可是因为兰洛西回京没能见着，他还以为兰洛西已经醒了。如果要是知道一直昏迷，苏玄早就马不停蹄去看望了，哪怕是在京都。贵叔，公主她到底怎么了？我是真不知道啊，当初我去邺城找你们，可是你们已经回京了。贵三听到这话，心里才好受些，神色肃穆，说道：“公主因为屡次附和使用戒指中的力量，身体不堪重负，一直没能醒来。这1年里，皇室请遍了名医，隐士都束手无措。直到近几天，公主戒指中的灵魂苏醒了，她自称是公主的师尊，有办法让公主醒来。什么办法？”苏玄赶紧追问。贵三顿了顿，这才继续说道：“具体办法他没有明说，只是让我来找你。”找我？苏玄疑惑了，找他干嘛？他也没有办法让兰洛西醒来啊。当初兰洛西是因为对付冷少坤的傀儡，才附和越阶战斗陷入昏迷。说起来，苏玄确实有责任。就算没有指明要他帮忙，现在知道消息了，他也是要第一时间赶去探望的。那我就随贵叔去看看，如果有用得上的地方，我一定竭尽全力。苏玄抱拳道。贵三听罢脸上一喜，朝苏玄点了点头。然而一旁的穆青瑶却不满意了，直接将碗筷置在桌上，不准去。夫人，小公主与我们有恩，理当去看看。苏玄赶紧解释，猜测穆青瑶是因为他和兰洛西走得有些近，所以不满。那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我是灵君境，有什么需要我也帮得上忙。穆青瑶是担心苏玄此去可能遭遇不测，要知道苏玄现在可是炼化了罗魔神通，虽说当初在罗魔大殿没人看见是苏玄偷的遗体，但保不准此刻已经怀疑上了。我也去。赵子京附和道。苏玄顿觉一个头2个大，这是去皇宫救人，以为度蜜月呢，想去就去。
拖家带口的，到时候定是麻烦事不少。况且穆青瑶已经怀孕了。你是林君静？桂三怔了怔，看向穆青瑶，这还能有假？穆青瑶当即释放气息，我也是。赵子京紧随其后，感受到两女竟都是林君静，桂三惊愕住了。加上外面2位看门的傀儡，苏璇身边一共4位林君静啊，这实力配备当真可怕。夫人，要我说你们还是别去了，好好在家休息不舒服吗？苏璇走到穆青瑶身旁，摸了摸穆青瑶的肚子，暗示的非常明显。此刻穆青瑶已经显怀，虽然还没挺着肚子，但已经是时间问题。万一带着穆青瑶出去遇到危险动了胎气，那才真是后悔莫及。就是不舒服。穆青瑶幽怨地看着苏璇，一副非去不可的样子。桂三这时说道：他们想去就去呗，2位林君静，万一需要，真能帮上不少忙。那好吧。苏璇叹了口气，他拗不过穆青瑶，况且现在光幕已经今非昔比，带着他们去真正遇到危险也能应对。值得一提的是，苏璇晋升林君静，光幕迎来了2次进化。第一次是晋升破体境的时候，光幕已经可以完全缩小，只要遇到危险直接葬进去，别人根本找不到。第2次是晋升林君静的时候，光幕迎来了质变，能够回收活物。也就是说，苏璇现在可以将别人带进光幕之中，通过控制光幕是否回收，不回收的话，进入之人就跟苏璇一样，可以在里面活动且不受到任何影响。若是选择回收，光幕就会根据顺序逐一蚕食回收者的能量，直至灰飞烟灭。当然，若是对方实力过强，不仅无法回收，甚至能够轻易击碎光幕。听到苏璇松口，穆青瑶和赵子京脸上露出笑容。随后吃了饭，几人稍作收拾，穆青瑶和赵子京各自带上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苏璇则将几具傀儡收进百宝袋，只留下魁三看家。随后他们便跟着桂三离开黄泉门，前往大黎皇朝京都。3日后，一路舟车劳顿，几人终于到了平安京，大黎皇朝京都。原本穆青瑶肚子饿了，要去客栈歇息吃饭，桂三却不想耽搁，赶紧吩咐御膳房做好膳宴，告诉大家赶到宫里就能吃上热乎的。穆青瑶确实想尝尝这御宴有多好吃，便忍着肚子一路进了皇宫。延禧宫内几十道菜品已经准备就绪，4人赶到食菜刚上完没一会儿，桂三招呼穆青瑶和赵子京落座吃饭，随后带着苏璇来到寝宫内。此刻兰洛西躺在床榻上，脸色煞白，2名奴婢正站在一旁照料伺候。苏璇看了一眼，心情沉重。先吃饭吧，待会儿我们再来和公主师尊聊，看看要如何救。桂三说着带苏璇往外走。他人在哪儿呢？苏璇问。说实话，一直知道兰洛西戒指里有一位女师尊，却没有见过面，当真有些好奇。对方可是能够让先天境的兰洛西修为瞬间攀升至灵君境，由此可见定然不是寻常之辈。就在公主手上，戒指里。此前贵叔你说他才苏醒不久，意思是那场大战之后他和公主一样沉睡了。对，那场大战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损伤，以前我绑架公主的时候他就沉睡过，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桂三一听这话，当即给了苏璇一个眼神。苏璇公子，在宫里还是不要提起你绑架过公主的事情，现在没人知道，小心祸从口出。哦，原来这件事公主保密了呀，不由得苏璇愧疚不已。与棱少坤那场大战，兰洛西这边什么好处也没捞着，基本上的好处都被他占了，没想到兰洛西反倒受伤昏迷。上次的话，桂三想了想说道，公主当初被退婚的时候气急攻心过一次，昏迷了2天，后来奇迹般的苏醒，想来他师尊多半是在这个时候出过手。2人聊着聊着，很快到了膳宴上。落座后，苏璇继续追问，贵叔，公主退婚的事可否详细说说，到底为何被退婚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就是不知道公主愿不愿意让你知道，这可是她的伤疤，我身为奴才不敢嚼舌根。对啊，公主的伤疤你都敢问，你是不是对人家有什么非分之想？穆青瑶板着脸白了苏璇一眼。桂三一听这话，当即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夫人还请慎言呐，在宫里这样说话很容易惹祸的。苏璇赶紧道，青瑶礼貌一点，我问这么多还不是想帮助公主快点好转，况且这种瓜你们不想知道。瓜。穆青瑶嘟囔一声，苏璇这么一说，他倒是来了兴趣。兰洛西要样貌有样貌，要身份有身份，居然会被退婚。苏璇继续道，贵叔你就跟我说说吧，公主以前跟我讲过，只是没讲这么深，当初她跟我说退她婚的人叫丰毅，还是大将军之子，而且她说的可不是退婚这么简单，都未婚夫了，她是被休的。此话一出，穆青瑶和赵子京顿觉炸裂，对方到底是什么人，连公主都敢休，简直闻所未闻。公主居然真的跟你提过，也罢，我就与你们说说。既然公主都向苏璇坦白过了，桂三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当即砍了起来。我家公主年少时乃是1等1的天才，7岁便入先天境，而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15岁入先天境圆满，成了平安京年轻一辈第1人。苏璇打断道：“搞错了吧？公主修为现在也才先天境啊！且听我把话说完。公主天赋异禀，只是天妒英才，不知是何缘故。16岁之后，修为开始倒退下跌，直至先天境3重。皇室聘请了无数能人异士查看，终究无果。渐渐的，公主天才的称号被人淡忘，碍于皇家颜面，此事没人敢议论什么。至于退婚，封家丰毅与公主是青梅竹马，陛下打小就给他们定了婚约。后来丰毅入玄道宗修炼，喜欢上了一位仙子，加上公主修为这件事，他才写下休书提出退婚。大将军在朝中势力雄厚，手上又握着兵权，付出一些悔婚代价，陛下也就没有多说什么。”说完，桂三叹了口气，满是伤感与愤慨，自顾吃饭。穆青瑶3人也是识趣，没有再多问些什么。兰洛西这件事说起来当真是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苏璇也是没想到，平日里看起来豪迈乐观的公主，居然有这样沉痛的往事。不过苏璇隐有一种猜测，兰洛西修为的倒跌会不会与戒指中的师尊有关？很快，膳宴结束，桂三带着苏璇他们来见兰洛西，并将2名奴婢叫了下去。随着桂三灌输一股力量进入兰洛西的戒指，一道虚幻身影飘了出来。对方身材婀娜，容貌美艳，虽是灵魂，却也风韵犹存。穆青瑶不着痕迹地瞥了苏璇一眼，提胸抬头，见对方没自己丰满，心中满是骄傲。赵子京全程不语，他才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前辈您好，敢问如何才能让公主醒来？苏璇不卑不亢，上前朝虚影抱拳。咦？虚影惊疑一声，飘近了些，绕着苏璇上下打量。灵君境，小子，1年时间从先天境进到灵君境，你怎么做到的？苏璇一愣，他可没散发修为，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灵君境，这不可能吧？1年时间？桂三错愕，觉得一定是对方搞错了。虽然苏璇没有展露修为，可苏璇1年前确实只有先天境，就算天赋再逆天，也不可能1年晋升这么重修为，中间还隔着一个大境界。灵君境可是修仙界一大分水岭，岂是这么容易就晋升的？本尊是不会看错的，玄离境以下，休想在本尊面前隐藏修为。虚影十分自信地说道，同时不断在苏璇周围绕飞打量。看来瞒不过前辈。眼见对方如此自信，苏璇也不多废话，修为释放而出，顿时吓了桂三一跳。果然是货真价实的灵君境，到底是如何办到的？桂三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如此离谱的事。1年前，苏璇可是任他拿捏的渣子，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成长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怪不得人家点名只有苏璇才能救公主，这并不是无的放矢啊。本尊猜测，你能提升的这么快，多半与那诡异光幕有关。虚影继续说道，当初他苏醒之后，在九嶷山古墓里就见识过光幕的诡异，只是当时苏璇修为太低，他并没有放在心上，现在看来是他低估苏璇了。前辈慧眼如炬，还是别聊这些了，快说说我们该怎样救公主。苏璇赶紧转移话题，再让虚影猜下去，只怕就要猜出是他偷了罗摩遗体。这件事一旦传开，绝对要引人眼红，因为罗摩神通是一门玄阶神通，这可是连玄离境都想抢夺的东西。虚影飘回床边，看了躺着的兰洛西一眼，叹了口气。洛西这孩子之所以昏迷，责任在我，因为多次让我附身，他体内留了很多灵魂残印，如若不将这些残印驱除，只怕难以醒来。想要驱除灵魂残印，需要几样3阶灵材。桂三赶忙说道，需要哪些3阶灵材，皇室都能提供。说完，桂三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只是3阶灵材的话，于皇室而言太过简单，那么为何还要费力找来苏璇呢？果不其然，虚影摇摇头，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寻常3阶灵材以洛西公主的背景不难凑齐，唯独主材生魂果太过罕见，据我所知，如今也只有魂幽山内可能长有。听到魂幽山3个字，桂三变了脸色，清楚其中厉害。苏璇眼见2人沉默，不以为然，当即道，我愿意去。一听这话，穆青瑶赶紧将苏璇拉住，就连一向稳重的赵子京也摇头示意。苏璇明白，以夫人和紫金的见识，断然不会坑害自己。可公主苏璇是无论如何也要救的，不管多艰难多危险。当即坦言问道，这魂幽山有何可怕之处？桂三叹了口气，解释道，魂幽山其实没什么禁忌，唯一恐怖的地方就是里面生活着空魂兽5阶妖兽。本身空魂兽就没有实体，是一种幽灵状的妖兽，极为难缠，加之可怕的实力，寻常灵君境根本不敢踏足幽魂山。5阶妖兽，苏璇终于有了概念，怪不得夫人和紫金如此郑重。在修仙界，妖兽等级同样分为1到9阶，能够成为5阶妖兽，实力至少是灵君境5重以上。而这空魂兽
只怕在临军境巅峰左右。正当苏璇沉默之时，一道声音传入脑海：“小子，本尊知道你那光目诡异，如今皇室这边无人可用，不然也不会找你。当初洛西帮了你这么大的忙，希望你别见死不救。还有罗摩遗体，本尊知道是你拿了，也不想跟你计较什么，那是属于你的机缘。”声音是虚影传来的，苏璇看了过去，对方多半以为他露怯了，心生犹豫，所以才传音相告。只是苏璇没想到，对方居然真的知道是他拿了罗摩遗体。不过既然都这样说了，对方估计不会说出来，这倒是让他放心不少。苏璇赶紧朝虚影抱拳：“前辈放心，公主与我有恩，我们是朋友，小子定然不会见死不救。希望你们真是朋友吧。”虚影话里有话的说道。苏璇尴尬一笑，知道虚影指的是什么。既然罗摩遗体在自己这里，1年时间显然是炼化罗摩神通。以世人对这门神通的尿性理解，虚影多半也是这么认为的。苏璇猜测对方以为自己可能会对兰洛西图谋不轨，不可否认，他确实有这种想法。毕竟兰洛西这么漂亮，罗摩神通进化过的身体也确实有这种需求。但是苏璇绝对不会和往届神通的主人那样十恶不赦，绝不用强势他的底线。穆清瑶见苏璇跟着了迷似的，没有一点理智，直接答应，以为是罗摩神通控制了这混蛋的脑子，对兰洛西这么好，指定就是想霍霍人家。当即就来到苏璇背后，狠狠掐了一招。他和赵子金2位角色，难道还满足不了你苏璇了？瞧见夫人这眼神，苏璇汗颜，当即拉着穆清瑶来到一边，低声道：“夫人，别误解我啊，真的只是为了救公主。”穆清瑶冷哼一声，嘴角噙着笑，打量苏璇，最后目光停在苏璇身体某处，确实难为你了。我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若是不找个人发现，紫金怕是要被你玩坏掉。只是我希望你理智一点，别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出来，得罪整个修仙界，跟历代魔罗一样，人人喊打，沦为魔道。穆清瑶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他一个人根本吃不下苏璇，哪怕再饥渴。苏璇现在的战斗力，随便来几下穆清瑶都只有求饶的份。穆清瑶理解，确实会憋坏的，只是他担心苏璇走上歧途。苏璇尴尬一笑，夫人还真直白，连连保证道：“夫人你放心好了，我可是好人，绝对不会干坏事的。”穆清瑶眼神幽怨，没再多说什么。回到床边，虚影继续说道：“皇室能够给予的力量有限，短时间内无法抽调强者过来，不过桂三却是可以跟随你们一块儿去。”桂三点头，不用对方说，此行他也非去不可。桂三躬身朝虚影抱拳，不知前辈名讳。虚影顿了顿，想起了过往，随后飘回戒指内。众人还以为虚影不方便回答，没曾想一道声音从戒指内传出：“我叫场 Chan 杰，不喜欢别人直呼我的名讳。”桂三思索着，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当即抱拳，知道了场前辈。走吧，前往幽魂山。桂三雷厉风行，领着几人往外走。穆清瑶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这就要去了，还以为可以休息一会儿。夫人，请见谅，此事宜早不宜迟。桂三知道穆清瑶曾经是黄泉门门主夫人，性子高贵，与公主有的一拼，所以一直都礼貌有加。苏璇一把挽着穆清瑶肩膀，往丰满的翘臀上挠了一把。都说了待在家里舒服，非要跟来受罪，怪得了谁？然而穆清瑶却凑向苏璇，两人耳鬓厮磨。穆清瑶吐气如兰道：“吃饱了就想要，快给我，我要舒服。”说什么虎狼之词？苏璇汗颜：“夫人这是一点都不知道羞耻是吧？现在还有外人在呢，别跟我装，你这个色胚。”穆清瑶阴唇轻轻啄了苏璇一口，苏璇摸了摸穆清瑶肚子：“夫人，咱还是顾及顾及孩子。”随后苏璇迅速脱身，凑来搂着赵子金，惹得赵子金脸颊一下子红了。嗨嗨，桂三实在看不下去，回头看了一眼三位，这儿毕竟是在宫里，还是注意点影响。一听这话，赵子金脸红得更加厉害，果断将苏璇推开。知道了贵叔。1天后，玄幽城，一辆马车缓缓驶入城内。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入幽魂山，要打起精神。桂三一边驾车，一边朝车内喊道：“知道了贵叔。”马车内，苏璇坐在中间，穆清瑶倚在他怀里，甜甜睡着。赵子金则坐在另一边，透过车窗观看外面的街景商铺，行人如走马灯般向后倒退，热闹的烟火气息深深吸引着赵子金。街上，一个吊儿郎当的富家公子无意间看见路过的马车，顿时就被车窗处那绝美的容颜所吸引。他当即追了上去，隔着车窗朝赵子金打招呼。赵子金先是一愣，但瞧见对方不怀好意的目光后，赵子金美好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表情变得漠然，缓缓将车窗关上。怎么了，子金？苏璇问道。好端端的，把窗户关上干什么？没什么，看见脏东西了。苏璇点头没多问，握住赵子金嫩滑的小手抚摸起来。没一会儿，马车抵达客栈，苏璇将夫人抱起，
三人下车准备住店。我把车架去后院停好，你们先开房。说着，桂三就驾车驶向后院。进入客栈，掌柜的问要开几间什么房，苏璇直接回要2间上等客房。掌柜的打量着，尤其是多看了苏璇怀中的穆青瑶一眼，没说什么，直接把房开好。很快，苏璇三人上了楼。啧啧，年轻就是好啊！掌柜的默默赞叹，心里可是羡慕的紧。一抬头，掌柜的就见一位富家公子站在柜台外，看清对方样貌后，掌柜的顿时一激灵，颤巍巍道：“严少爷，您要租房吗？”严征上前一步，给我开1间房，就在刚刚那3位旁边。掌柜的明白严征是要搞事情，却也不敢多说什么，赶紧把房给严征开好。房间内，苏璇将穆青瑶轻轻放到床上，拉过被子给穆青瑶盖好，然后又刮了刮穆青瑶的穷鼻，这才露出笑容。赵子金坐在桌前，目睹了这一幕，心中却波澜不惊，因为很快苏璇就过来开始欺负他。赵子金对此早就习惯了，苏璇对他和对夫人是一样的好。啊别，饿了，吩咐小儿上几份饭菜。赵子金眼神幽怨，轻轻拍开苏璇那不安分的手。等贵叔上来，我们一起吃。子金，明天进入幽魂山，凡事都小心一点，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受伤，哪怕一根汗毛都不行。你不是有数吗？不然你是不会来的。赵子金看得很透，知道苏璇不是莽撞的人，若是没有把握，绝对不会轻易涉险的，更何况还是带着他们。不由得，赵子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非常幸福。这种有人关心、有人照顾的生活，确实要比以前寡淡的日子快乐很多。他们3个仿佛成了亲密无间的亲人。还是我的子金聪明。苏璇捏了捏赵子金漂亮的脸蛋，郑重地道：“以后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们。”赵子金不由咧嘴微笑，亲了苏璇一口。很快，桂三敲门进来，坐到桌前倒了杯茶饮下。隔壁房间那家伙怎么鬼鬼祟祟的，都提防着点。隔壁不是我给你开的房间？苏璇不解：“不是，我是说另一边。”那就不知道了，管他呢，谁要是敢招惹我们，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随后，苏璇叫来店小二，点了好几道菜，准备好好吃一顿。明天进幽魂山，希望我们运气好一点，在外围就找到生魂果。桂三不放心的念叨着。苏璇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赶紧搂着赵子金腻歪，想什么呢？如果这么简单就能找到生魂果，那么场前辈何必忧心忡忡了？半个小时后，店小二敲门送来了饭菜，摆满整张桌子，然后就离开了。苏璇叫醒夫人，准备吃饭。穆青瑶睡眼惺忪，挂在苏璇身上，甜蜜的就像热恋情侣。苏璇来到饭桌，让穆青瑶下来，穆青瑶非是不肯。没办法，苏璇只能这样任穆青瑶挂着吃饭。赵子金挨到苏璇身边坐下，他没夫人这般胆大，却也不想离自己男人太远。桂三无奈，实在理解不了这种行为，感觉这次跟着出来简直就是个错误。哪有这样的，一点都不考虑老年人的感受。桂三无奈夹起菜送进嘴里，还没咀嚼就直接吐掉，神色凝重，这饭菜有问题。听到这话，苏璇3人赶紧也将吃进嘴里的菜吐掉。什么问题？苏璇疑惑，他并没有吃出来菜有什么异常。有人在里面下了迷药。桂三声音冰冷，我从小照料公主，每次吃饭都会先尝一口是毒，久而久之非常敏感。迷药？难不成是家黑店？客房外，严征靠在门上，侧耳听着。小二颤巍巍站在一旁，低着头，确定他们没有发现异常。店小二摇头，严少，我全是按您吩咐做的，没有露出马脚。你抖什么？本公子又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只是下了迷药而已，不会死人的。店小二惶恐，低头不语。这话要是能信就怪了。好一会儿后，房间里没了动静。严征推门而入，果不其然，看见4人趴在饭桌上。严征大笑着，苍蝇搓手，你下去吧，没事不要来打搅本少爷。店小二如释重负，赶紧带上门离去。啧啧，2位极品美人啊！严征咽了咽口水，朝赵子金和穆青瑶靠近。就在严征那双咸猪手要碰上赵子金的刹那，苏璇起身，抬起一脚将严征踹飞出去。紧接着，赵子金3人也不装了，缓缓起身。你们没中迷药？严征愕然，翻身就要开门逃走。苏璇闪身拦住去路，一脚将严征踹回房间。林君静！严征惊恐，连连磕头。只有破体境10重的他，绝不是林君静强者一招之敌。这次真的踢到铁板了，真是不好意思，无意打扰诸位，我是严家严征，还望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把我放了。严征爬到赵子金脚下，却被赵子金踹开。苏璇上前揪住严征头发，狠狠给他来了2大耳光，说：下药想干什么？药不是我下的事，是店小二，
不关我事啊！颜征冷汗直冒，瑟瑟发抖。不说是吧？苏璇将颜征双手掰断，疼得颜征满地打滚。说不说实话？我说。颜征赶紧把夏迷药想要对赵子京和穆青瑶图谋不轨的事说了出来。苏璇双拳紧攥，就在他准备一脚踩死颜征的时候，桂三劝阻道：“玄幽城是颜家地盘，这颜征是出了名的飞扬跋扈，屡屡玷污女子清白，是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既然提前防备了，就没必要和颜家结下死仇。为了这么个东西，不值得。”苏璇态度强硬，祭出一把大刀：“没有什么不值得的。”颜征见状，吓得屁滚尿流：“我爹可是灵君境大成强者，动了我，他不会放过你们的。让我来！”赵子京眸子冰冷，早就看不下去了，一把夺过苏璇手里的刀，快准狠，直接让颜征失手分离。这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赵子京。桂三叹了口气，人都已经死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淡淡对苏璇道：“以后带他们出门，还是别这么招摇了。你这两位夫人太过耀眼，容易遭人惦记啊。”好好的心情就这样被打搅。桂三拍拍苏璇肩膀，随后回了自己房间。苏璇耸耸肩，将尸体收入光幕，直接回收掉，随后露出笑容，看向赵子京和穆青瑶：“要不我们重新点一份菜？”三人相视一笑。晚上，颜家派人过来搜查客栈，桂三很无奈，只得掏出公主令牌，暂时将人吓退。苏璇站在房门口，看着桂三打趣道：“桂叔，有这好东西在身上，还怕那颜家作甚？你小子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早点休息吧。我只是一个奴才，哪敢借着公主身份狐假虎威？”说罢，桂三就要转身回房，苏璇赶紧叫住：“桂叔，你跟我说实话，公主在朝堂内是不是没什么权势？”“唉，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桂三回了房间，将门关上。苏璇思忖着，也回了房间。从白天桂三不敢对颜征出死手，他就看出来了。再怎么说也是公主随从，而且又是灵君境强者，没理由会对一个破体境渣子沾头顾尾。看来兰洛西因为修为倒退以及被休的事，在皇室不受待见。这么说来，场前辈所说的皇室人手不够，多半也是假的。能够派出桂三，只怕已经是皇室的极限。苏璇正思索着，不料穆青瑶直接从床上跳下，扑进苏璇怀里：“嘤，夫人小心一点，摔了怎么办？都多大人了，还这么顽皮？我就不。”赵子京原本在看书的，见此情形，赶紧将书合上，缩进被窝。赵子京已经预料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只求别牵连到自己，可终究还是防不胜防。翌日清晨，桂三驾来马车，见下楼来的只有苏璇和穆青瑶，不禁疑惑：“子京呢？怎么还没下来？”“子京还在休息呢，桂叔，不管他，我们先去幽魂山吧。”苏璇说着，带穆青瑶上了车。桂三根本不信这话，以他对苏璇的了解，绝不会将赵子京一人留在客栈，更何况是在得罪颜家的情况下。而且平日里赵子京虽然比较拘谨，不像穆青瑶那般大胆热烈，却也离不开苏璇，从一些细微的举动就能看出来。所以桂三赶紧上楼一看，房间里果然没人。桂三悻悻回来，驾起马车，看不出来啊，苏璇公子居然有一件空间灵器。灵器是灵君境修士才能祭炼的法宝，内蕴器灵属于是武器品级上的分水岭。而一些特殊的灵器，比如洞府类灵器，里面自成空间，生灵可以在其中生存，不像百宝袋那样只能存放死物。苏璇没有说话，他哪有什么灵气？赵子京此刻不过是在寝殿内躺着休息而已。昨晚他们通宵了，自从光幕空间进化能够放入活物之后，苏璇就将原本赵子京的寝殿给移了进去。这是穆青瑶和赵子京一早就知道，所以他们非常清楚，跟着苏璇不会有任何危险，只有快乐，当然下不来床是不算的。都怪你，就知道欺负子京。我这么大个美人躺旁边任你予取予夺，你碰都不碰一下是不是？穆青瑶幽怨地说道，对苏璇厚此薄彼的行为非常不满。夫人说的这是什么话？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就知道拿我肚子说事，生气了。穆青瑶撅着嘴，扭过头去，不想理会苏璇。苏璇没有办法，只得赶紧满足夫人，哄夫人开心。幽魂山在玄幽城外50里地的大山之中，由于凶名远播，鲜少有修士踏足这片区域。桂三将马车停在山路下，找了棵树将马系好。后面进山的路由于植被茂盛，车已经驾不进去，只能徒步进入。苏璇一个人从马车上下来，穆青瑶也去寝殿补觉去了。苏璇公子啊，我也是够佩服你的，当真放得开？难道老夫也是你们趣味的一环吗？明明可以去空间灵气内闹腾，非要折磨老夫是吧？桂三现在看到苏璇就来气，这2天他快受够了。桂叔，下次一定。苏璇不想跟桂叔纠结这个，说起来桂叔好像是太监，应该对这些事不感兴趣，但这样折磨一个太监确实有点过分了。苏璇想想都觉得缺德，以后指定要注意点。走吧，
争取快点找到生魂果。桂三带着苏璇登山，两人在茂密的丛林中穿行。没走一会儿，一道及时的呼啸声自他们身后传来。桂三神识敏锐，当即拉着苏璇闪避。棒的一声巨响，马车爆砸在地上，四分五裂。只见后方天际，三人抱手御剑，冷冷盯着这边。杀我严家子弟，你们当真该死！话音刚落，客栈的掌柜和店小二被他们丢下，好在都有修为傍身，不然两人非得活活摔死不可。是不是他们杀的严征？刚刚说话之人远远指着苏璇他们问道。对，就是他们，还望严长老饶了我等，不关我们的事啊。掌柜的确认之后，拉着店小二连招三人磕头求饶。昨日因今日果，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一道猛烈的剑势急势而下，掌柜的和店小二当场气绝身亡。眼睁睁看着我严家子弟被人杀死，你们有连坐之罪。灵君六众，桂三震愕，从刚刚的那道剑势中，他看出了对方修为，最担心的终归还是来了。苏璇神色漠然，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却也没有达到惊慌失措的地步。不是4个人吗？还有2个女人呢。严笑审视着苏璇二人，缓缓降下。严笑是严家二长老严征的叔叔。严家长老，我们是公主随从，此前多有得罪，还望见谅。桂三知道事情棘手，第一时间将公主令牌掏了出来，展示给三人看。严笑原本对皇室有所忌惮，但听到只是公主随从后，脸色拉了下来。公主随从就可以随意杀人了，还多有得罪？皇室就是这么教你们的。见严笑不掉令牌，桂三心急如焚，当下便将手伸进兜里，准备祭出杀招。然而苏璇却是横到桂三面前，桂三赶紧将手抽出。桂叔不必如此低三下气，既然他们不敬公主，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苏璇指向严笑，质问道：刚刚阁下说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可知那严征干了什么？还昨日因今日果，说得太好了，看来死得不冤。小子，这哪有你说话的份？严笑见苏璇居然如此嚣张，敢指着自己鼻子骂，当即震怒，周身气势如洪水猛兽卷击而去。桂三赶紧出手，若是让苏璇直面这道气势，只怕要受重伤。然而苏璇却是一动不动，拦住桂三。而后在桂三惊愕的目光中，这道气势挥手间烟消云散。桂叔，所有的攻击尽管让我来挡，杀了他们不就没事了？苏璇笑道，语气中带着些许狂傲。自从晋升灵君境之后，光幕直径已经达到惊人的50米，在这个范围内，他能快速召唤光幕，格挡或者回收物品，速度快到根本看不见。也就是说，以他所站的位置为圆心，直径100内的东西都能做到收放自如。光幕确实被召唤出来了，只不过太快，肉眼很难发觉，或者说一般灵君境很难发觉。狂悖！严笑招手，示意另外2位长老随他一起进攻，快速拿下面前2人。虽然不知道刚刚苏璇是怎么挡下那道气势的，但此时此刻，严笑已经感受到苏璇调用灵气时的修为了，只有可笑的灵君境一重。好嘞，老夫我且信你一回。桂三从苏璇的目光中看到了自信，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推动他相信苏璇一回1年时间就从先天境迈入灵君境的人物，会这般不知天高地厚，无的放矢吗？显然是不会的。很快，桂三就与3人交手，他们之中除了灵君境6重的严笑，另外2人都是灵君境4重，与桂三同阶。电光火石，桂三感觉如鱼得水，所有攻势都挥发了作用。对方的攻击祭出的法宝几乎是刹那间消失不见，他们完全凭借肉身在硬抗桂三的攻击。不仅是他们3人懵逼了，就连桂三自己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回头去看，只见苏璇从容地笑着，一脸人畜无害。老三，老四，那小子诡异，先弄他。严笑脸色阴沉，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2位长老相视一眼，朝苏璇掠去。然而苏璇只是轻轻一指，迎面而来的那位长老胸膛直接被洞穿，随后整个人消失不见。大崩灭指自从彻底炼化之后，威力强横无比，本身就是黄阶高级神通，若是修为再高一些，只怕灵君境大成强者也承受不住一指之威。光幕内，穆清瑶和赵子金得到消息，他们锁定黑暗中那奋力挣扎的灵君境4重长老，配合光幕将其击杀。光幕里面毫无光亮，若是没有苏璇的指引，没人能在里面找到方向。赵子金和穆清瑶待在寝殿里，倒是可以点灯驱除黑暗。这小子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这光幕，简直太过诡异。看来他当初就可以直接把奴役手镯回收了，却一直到现在还带着。穆清瑶坐在床上，突然想明白这一点，那不是证明他在乎夫人吗？况且都知根知底了，夫人还不了解他，没有把握的事，他很少会去做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赵子金思索片刻，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子金，你就别打趣我了，这家伙是君子吗？穆清瑶嘴上说着，
心里却洋溢着幸福。当初买到苏璇这个奴隶，当真是此生最幸运的事。光幕外，2对2，严笑两人颓势已然。严笑就想不明白了，一个灵军境一众，到底是怎么将他们的武器、攻势全给挡掉的？不能说是挡掉，完全就是变没，消失得无影无踪。今日之事，就依2位之前所言，就此结果怎么样？严笑知道再打下去必定被耗死，索性开口求和，等回到家族，请出族长和大长老，再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多说无益。苏璇借严笑的话狠狠还击，他怎么可能放虎归山？蓄力一指，再度洞穿另一位长老胸膛。下一刻，那人消失不见。一时间，山林中只剩下严笑了。当真要与严家不死不休？你严家算个屁！老子从来没放在眼里过，还敢威胁我？上一个这么吊的人，已经死1年了。再说，你敢不把公主放在眼里，活下去也索然无味不是？你这种就是乱臣贼子。苏璇咄咄逼人，严笑败招已露，在2人的合围之下，最后狠狠吃了桂三一掌，鲜血喷洒而出。下一刻，严笑目光决绝，怒发冲冠。不好，他这是要自爆！桂三大喊一声，掠至苏璇身旁，2人急速后退。来不及了！严笑面容狰狞可怖，这是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下一刻，砰的一声巨响，震彻整座山林。桂三只觉眼前漆黑无比，什么也看不见。他拽着苏璇，发现苏璇还在身边。难道是眼睛被震瞎了不成？正当桂三恍惚之际，光亮须臾出现，之前严笑所在的位置化作一个大坑，周围还残存着爆炸余威。可惜了。苏璇摇摇头，这么好的一具尸体就这么没了。这1年来，光幕中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苏璇必须尽快搜集灵源，以供光幕回收才行。值得一提的是，晋升灵军境之后，系统就不再以灵智标记修为增长，而是以灵源。可惜什么？桂三疑惑，看向苏璇。对了，刚刚你眼睛有没有恍惚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仿佛进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没有啊。桂叔，你是不是产生错觉了？错觉吗？桂三挠挠头，可能吧。幽魂山内植被更加茂盛，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来到这里之后，桂三神经紧绷起来，嘱咐苏璇道：苏璇公子，我知道你实力不俗，但在这里还是要小心谨慎。空魂兽没有实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明白，桂叔。你给我介绍一下这3阶灵材生魂果呗？为啥生长环境如此苛刻，居然在5阶妖兽领地？听到苏璇这么问，桂三一时语塞了，尴尬道：其实我也没听说过这生魂果。苏璇无语了，这生魂果当真怪异，居然连桂三都没听说过。要知道，桂三可是老前辈，境界都是实打实慢慢修炼上来的。按理说，如果只是3阶灵材，没道理会连听都没听说过。2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在幽魂山转悠起来，野果什么的倒是没少见，可就是没碰到3阶灵材。阴风嗖嗖的大山里，时刻透露着诡异，妖兽遍布，哪怕只是在外围，他们就遇到了好几头3阶妖兽，甚至4阶妖兽。如此大密度的妖兽驻居，即便真有3阶灵材，也早霍霍了。晚上，桂三准备找个地方歇息一晚，夜里难以视物，加上妖兽众多，容易出事。桂叔，要不跟我去灵气空间住一晚？苏璇提议道，反正都已经被桂三误解，索性就当自己身上真有这么一件灵气。还是算了吧，老夫我想睡个安稳觉。桂三连连摆手，去了灵气空间，还能睡着吗？那好吧，有事叫我。苏璇咧嘴一笑，身形消失不见。光幕空间，赵子京寝殿。外面漆黑一片，寝殿里却灯火通明，看着挺像一回事。如果有灵气流通，就完美了。在光幕空间内是没有灵气的。终于回来了。穆清瑶像个乖巧的小猫，光着粉嫩的脚丫子从玉脊上跳下，蹦进苏璇怀里。悠着点，我的夫人爱。苏璇任由穆清瑶挂着，走到玉脊旁缓缓坐下。赵子京一手拿着书，一手将茶几上的果盘推到苏璇面前，凑了过来，轻声细语道：肚子饿了没？我去给你做饭。苏璇抚摸着赵子京洁白柔嫩的脖颈，笑着点头。子京做饭勉强还凑合，如果是夫人的话，那就一言难尽了。赵子京将书放到茶几上，白皙纤细的长腿伸出被子，穿上拖鞋，跑进厨房。我也去做饭给你吃。穆清瑶嗔哼一声，就要挣开苏璇。别做了，有子京就行。这要是让夫人去做饭，今晚别想好过了，说不定还要拉肚子。那好呗，可是你不让我做的。穆清瑶凑在苏璇耳边，吐气如兰地说着。很快，赵子京做好饭端了出来，见2人正在玉脊上交流，直接当作没看见似的，乖乖将饭菜盛好。子京，这会儿没工夫，你先吃吧。苏璇分心看了眼饭菜，别说挺有食欲的。赵子京见他们这样不动声色，心中也不起波澜。要不我喂你吃吧。啊，
子姬你真好。苏璇欣然一笑，这也太贤惠了吧。赵子竟像个宠溺孩子的母亲，一口一口喂苏璇吃着饭，两人无比甜蜜，根本不管穆清瑶死活一日。桂三一早醒来，神清气爽，昨晚可算是睡了个好觉。没一会儿，苏璇闪身出现，手里端着一份饭菜。桂叔，来尝尝子衿的手艺。桂三激动不已，没想到刚睡醒就有饭吃。对了，你不吃吗？今早已经吃3顿了，桂叔你快吃吧。3顿，没良心的，怎么现在才想起我？等桂三吃完饭后，苏璇二人继续深入幽魂山。与外围相比，幽魂山深处显得有些诡异，因为越往里走，妖兽就越少，最后甚至一头都看不见。当真是奇了怪。桂三此刻站在一棵树顶，眺望远处，正呢喃之际，林子里有动静传了过来，噼里啪啦的打斗声以及树木断裂的倒地声。桂三掠到地面，向苏璇说明林子里的情况。看来多半是空魂兽无疑了，都到这儿了，还没有看见生魂果，得过去看看才行。有把握吗？那可是5阶妖兽，实力只怕在灵君境巅峰左右。桂三眼露担忧，拉了苏璇一把。放心吧，桂叔，我有灵气空间，若真的无法应对，我们可以躲进去。也对。桂三点头，随后两人来到打斗的中心。远远看着，只见一名男子正在与一头若隐若现的妖兽战斗。从打斗痕迹、能量冲击可以判断，双方应该都是灵君境巅峰。那幽灵状的妖兽就是空魂兽无疑了，只是这男子什么来历，为何要同空魂兽交手？苏璇想不明白，这一切都透露着怪异，却说不上来是哪出了问题。这时男子厉声开口，声音响彻整片山林：空魂兽，告诉我女帝下落，不然今日将是你的死期。回答男子的是一道沙哑空幽的声音：可恶的人类，都说我不知道。苏璇和桂三大感意外，这空魂兽居然会说话。还有，男子口中的女帝指的是谁？很快，空魂兽被男子打至半死。突然，桂三看向苏璇，喃喃道：这算不算是特殊情况？什么意思啊？临行前，场前辈传音跟我说过，若是在幽魂山内遭遇变故，可以使用锦囊。什么？桂叔别搞啊，有锦囊早怎么不拿出来？苏璇惊愕，没想到场杰居然留了后手，看来这3阶灵材生魂果确实有问题。不，应该是这件事有问题。场前辈说一定得到幽魂山，遭遇变故才能打开锦囊。我看现在这情况，好像没有打开锦囊的必要呀，里面多半是场前辈留的保命手段。前辈既然说了遭遇变故就可以打开，眼下这种情况就是，若是等那空魂兽被击杀，我们想要找到生魂果，只怕就困难了。苏璇才不管什么保命手段，他倒要看看场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桂三将信将疑，若真是保命手段，用了也就用了，反正眼下暂时都不会有危险，更何况苏璇还有灵气。其实昨天在遭遇严啸3人围杀的时候，桂三就有所犹豫，想使用锦囊，但终归是没用上。一来那地方并不是幽魂山范围，二来苏璇信誓旦旦，结果也确实没让桂三失望，苏璇是有实力的。桂三从兜里将锦囊拿出，随后打开，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场劫居然从里面飘了出来。前辈，你这就有点搞心态了，既然要跟我们一块儿来，何不明说？苏璇也是无语了。桂三附和道：老夫还以为前辈给的是什么保命手段，不要过多惊讶，这只是本尊的一道残魂。场劫说着看向远处战场，前辈，整座幽魂山我们都快翻遍了，根本没有那所谓的生魂果。苏璇直接问道：既然都猜到了，本尊也不跟你们弯弯绕绕，幽魂山根本没有生魂果，那可是5阶灵材。苏璇已经在心中问候了，他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不过场劫继续说道，这空魂兽的魔核具有同样的作用，所以前辈是担心直接说猎杀5阶妖兽，怕我们不敢来，所以用3阶灵材做幌子。小子，你很聪明，有这一部分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本尊不方便露面，否则本尊一个人来就足够了。这空魂兽是外来物种，不然也无法做到称霸幽魂山。当初本尊肉身还在的时候，曾为他吃过一颗生魂果，所以他的魔核具有同等功效，甚至对洛熙大有裨益。这么说来，这空魂兽跟前辈还有些渊源。那男子口中的女帝不会就是前辈您吧？苏璇这个问题场劫没有回答，而是焦急地看向远处空魂兽与男子打斗的战场。待会儿我用秘法把空魂兽引来，苏璇你趁机用那诡异光幕将他收走，不必和那男子过多纠缠。苏璇点头，疑惑道：前辈怎么知道我的光幕可以回收生命体？什么？难道不能回收活物？场劫震惊地转过身来看着苏璇。苏璇笑笑，那倒不是。你……场劫气恼，想骂苏璇2句，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看场劫这副样子，
苏璇心里大概有了猜测，场杰多半一开始就认为光幕可以回收生命体，所以才派桂三将他找来。也幸好光幕进化之后确实能回收，不然场杰这个计划怕是要落空了。不过苏璇倒是对场杰的身份有了大概判定，之前那男子从空魂兽口中逼问什么女帝下落，联系上场杰和空魂兽的关系，只怕场杰就是所谓的女帝。看来场杰不敢一人前来，就是怕那男子，或者说是怕男子背后的势力，要不然好好的女帝怎么成了一道灵魂？很快在场杰的召唤下，空魂兽朝这边逃来。这是一头通体幽灵状的妖兽，外形类似狮子，却比狮子更加威武霸气，尤其是周身那幽蓝色的能量气旋，仿佛来自地狱的幽灵，让人难以逼视。在达到光幕回收范围的瞬间，苏璇直接将空魂兽收走，看向追来的男子，朝场杰问道：前辈，此人可有把握对付？灵君境巅峰，本尊只是一道分身，没办法。苏璇大失所望，还以为能回收到一具灵君境巅峰强者尸体，看来是想多了。前辈，那空魂兽此刻正在攻击我的光幕，咱们还是先对付他吧。光幕若是被击碎，空魂兽虽无法出来，可那样苏璇也进不去，必须等一天。而且穆青瑶和赵子金还在里面，这断然是不行的。场杰点头，随后三人原地消失。远处的男子懵了片刻，空魂兽怎么突然消失了？男子在林中转悠半天，一点踪迹也没发现。愤怒的他释放修为，仰天长啸，疯狂发泄着。漆黑无比的光幕空间中，苏璇也顾不得隐瞒光幕秘密了，引导着场杰和桂三，让他们能够感知到空魂兽位置。你这光幕当真诡异，黑的一丁点亮都没有。待会儿本尊安抚空魂兽，他已然重伤，你们趁机出手，别留余地。空魂兽吃了生魂果，灵智不低，若是让他觉察到本尊要杀他，只怕会反抗。放心好了，前辈。苏璇点头，当即调用光幕优先回收空魂兽的力量。空魂兽感知到场劫，变得活跃起来，就像一个在主人面前撒泼的小狗，哪怕正在遭遇光幕侵蚀，空魂兽也高兴得不得了。主人，本尊不是你主人。空魂你做得很好，没想到当初一枚无心的生魂果，居然让你成长到这种程度。主人，您是要杀了空魂吗？听到空魂兽这话，苏璇二人当即动手，全力攻击。然而空魂兽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反抗。空魂的命是主人您救的，今天空魂愿意奉给主人，助主人重回巅峰。在苏璇和桂三的攻击下，空魂兽渐渐失去生机。他一直笑嘻嘻地看着场劫，最后闭上双眼。虽然苏璇不知道空魂兽和场劫之间有着何种故事，但空魂兽一定爱惨了这位主人。空魂，场劫眼眶流出2行热泪，心如刀绞。空魂兽由于没有实体，死后化作能量被光幕吸收，独留一枚闪烁着光泽的5阶魔核。苏璇过去将魔核收起，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兰洛西。相比起空魂兽，场前辈可能更爱这位徒儿。由于男子一直在幽魂山阴魂不散，苏璇只得安排桂三和场劫来到寝殿歇息。御己上，苏璇提出心中疑虑：场前辈，那男子是什么人？我看他猎杀空魂兽，好像是在找你。场劫白了苏璇一眼，切莫胡言乱语，小心惹来杀身之祸。苏璇自信一笑：我若是一直躲在光幕里面，谁拿我有办法？你这光幕确实神奇，可本尊却是知道它能被击碎的吧？苏璇脸上笑容戛然而止，决定还是少和场劫聊起光幕。这女人眼光太过毒辣，再聊下去只怕就要赤身面她，一点秘密都没了。你小子也真是，还糊弄老夫说什么灵气空间，原来是光幕的能力。场前辈说的没错，光幕老夫当初可是击碎过的。桂三一边吃着果盘一边补刀。苏璇尴尬不已：桂叔，当初也是身不由己嘛，不然谁愿意招惹您这样的强者？好了，本尊休息去了，记得如果再遇到那男子，千万不要暴露本尊的存在。说完，场劫飘回锦囊内。苏璇暗暗分析着，场劫如此害怕身份暴露，看来那男子当真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背后定然有势力。为了公主，这事一定要保密。桂三放下果盘，拍了拍苏璇肩膀，前往客房休息去了。穆青瑶终于逮到机会和苏璇说话，腻歪地凑了上来，眨巴着大眼睛：紫金都知道修炼，就夫人你成天划水。苏璇宠溺地捏了捏穆青瑶脸蛋，爱不释手：我只要快乐就是修炼呀，我的俊炉鼎。穆青瑶妩媚一笑，手指勾着苏璇下巴：夫人，场前辈在，我们节制一点，不然我又要说事了。苏璇指着穆青瑶的小肚子，穆青瑶就是小趴菜，又菜又爱玩，每次挑起火又承受不了，害得紫金无辜躺枪。切，修炼就修炼，夫人我天赋高招呢。穆青瑶嗔了苏璇一眼，穿着拖鞋回房间了。苏璇躺在御己上，现在已经晋升灵君境，也是时候去玄道宗找师尊了。差点忘了这茬，
不知道这1年里，宫心慈在明仙楼过得怎么样。苏璇决定，等解决了兰洛西的事情，就去一趟邺城。幽魂山内，男子发了2天疯，最后实在找不到空魂兽的半点线索，只得悻悻离去。在男子离开后没多久，苏璇和桂三便从光幕内出来，两人轻车熟路下了山。来到当初戏马匹的地方，马儿已经被一剑刺死，此刻尸体有些发臭。这严家当真不是东西。桂三咒骂着，苏璇一副不嫌事大的样子，贱兮兮道：桂叔，要不咱们大闹严家，让这帮家伙长长记性，也算是给公主立威了。没这个必要，眼下还是救公主要紧。走吧，全速赶回去。两人火急火燎，一路快马加鞭，御剑飞行，半日后终于抵达平安金皇宫。兰洛西寝宫内，场劫残魂与本体合一，手里拿着那枚空魂兽的5阶魔盒。这里是其余3阶辅材的清单，你着手去准备吧。场劫朝桂三甩出一张清单，桂三看了一眼，走出寝宫。原本场劫要飘回戒指内，见苏璇还在一旁站着，就说道：此次当真是多亏你了，一切都是为了洛西，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望见谅。苏璇大感意外，前辈说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知道公主还要多久能醒来。场劫算了算时间，怎么着也得半月吧，主要炼化这枚5阶魔盒费点时间。那好，我先回一趟邺城，等公主醒了再来看望，若是还有什么差遣，请前辈务必吩咐。场劫点点头，苏璇转身就要走，场劫又突然叫住，问道：你当真只是将洛西当作朋友？苏璇回头，不明白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洛西这孩子吧，其实挺可怜的，等他苏醒了，本尊让他多跟着你历练。苏璇惊诧，场劫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第一次见面时还旁敲侧击，让他别对兰洛西动歪心思，这怎么才过去几天，就上赶着把徒儿安排到自己身边，这不是纯纯羊入虎口。前辈若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便是，不必拐弯抹角。本尊只是觉得你那光幕厉害，洛西跟着你历练要安全不少，就只是历练。对，就只是历练。苏璇明显感觉到场劫话里有话，不过既然不点名，他也不好深究什么，一切等兰洛西醒了再说吧。那好，前辈我先到此了。离开皇宫，苏璇本想休息一晚，明天再回邺城，一看天色还早，索性先赶一段路，又不用担心住处问题，累了大不了直接回寝殿休息。翌日中午，苏璇终于回到邺城。明仙楼这个点客源寡淡，基本上都是往外出，很少有往里进的。别院荷花池小亭也没人抚琴奏歌，与晚上大相径庭。清心院门外依旧有小厮看守。苏璇这次没有附在别人身上进入，而是回到光幕内，利用光幕超长的直径，将出口直接开到宫心祠院子里。光幕的能力，苏璇赞不绝口，有此宝贝，什么地方拦得住他？这个点宫心祠无事，多半待在房间无聊。苏璇直接推门而入，1年没来拜见师姐，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师姐来个惊喜。此刻，一名女子正在床边整理衣摆，听到房门被推开，下意识走过来看看，仅是扫了一眼，女子尖叫一声，赶紧躲到屏风后。苏璇还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当即出门看看，发现确实是宫心祠房间没错，又折返回来。你谁啊？快点出去，不然我要叫人了。见苏璇去而复返，女子大喊起来：这位花魁娘子，这里不是清官人宫心祠的房间吗？不是，这里现在是本娘子的房间。女子赶紧穿好衣服，一边从屏风后走出，一边嚷嚷道：好啊，现在的流氓借口是越来越多。女子看见苏璇，怔了怔，话音戛然而止。好生俊朗的公子。女子打量着苏璇，神情妩媚，上前道：早说啊公子，以后来找奴家不必用这般低劣的借口，直接来就是。画风突然变化，让苏璇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赶紧将女子推开，保持距离。哟，公子怎么还害羞起来了？让奴家来伺候公子呗。女子朝苏璇勾了勾手指：这位花魁娘子，我真是来找人的。苏璇咽了咽口水，不愧是明仙楼的花魁，当真有些撩拨手段。他摇了摇头，不能让欲望冲昏头脑，若是让夫人知道，指定的玩别的女人都好说，可一旦染上明仙楼女子，夫人非得爆发不可。还有赵子金，他有严重的洁癖，若是知道，定然也不会给他好果子吃。公子客气什么，叫我青儿即可。自称青儿的女子凑到苏璇跟前，公子，你……青儿不敢置信，这要是能伺候苏璇，让他干什么都愿意。公子，青儿任你予取予夺，随便一点零食意思一下，青儿就是你的人。苏璇血脉喷张，赶紧拉开身位青儿姑娘，我……苏璇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当下指着青儿身后，姑娘你看那是什么？在青儿转身的瞬间，苏璇消失不见。青儿见床上什么也没有，赶紧回头，公子。青儿以为苏璇跑到了院子里，赶紧追出来，却一个人影都没看着。与此同时，寝殿内，
赵子金正坐在御几上看书，瞧见苏璇突然回来，而且还是那种眼神，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玉腿抽出被子，穿上拖鞋就跑进房间。正在熟睡的穆青瑶以为自己做梦了良久之后，穆青瑶悠悠地看着苏璇，我觉得吧，公主确实不错，以后可接到这里来住。夫人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苏璇笑着拍了拍一旁的赵子金，赵子金现在不想理苏璇。苏璇嘿嘿一笑，闪身消失，再度出现在房间内。青儿正无聊地趴在桌上把玩着手指，见他出现，顿时惊喜。公子，苏璇赶紧做了个止住的手势，可不想再被勾出火了。公子是不是没有零食？不打紧的，100零食怎么样？青儿还以为之前苏璇是因为没钱，所以落荒而逃，现在又回来，只怕是还惦记着，他当然欢喜。见苏璇还是这副表情，青儿赶紧摆手，免费怎么样？就让奴家伺候公子吗？青儿的声音仿佛蕴含某种魔力，容易让人犯错。赶紧打住！那青儿倒贴公子如何？听到这话，苏璇一整个无语，看来有时候长得帅确实有点用处。当初叶虎他们随便点了2个姿色一般的，都花了苏璇1万多零食，现在这位花魁级别的竟然张口要倒贴，当真是离了个大谱。青儿姑娘原本住这房间的花魁呢，就是那位龚新慈，清官人。听到苏璇这话，青儿有些失落，但还是说道：他已经被人赎身了。赎身？苏璇微微一怔，看来是师尊出手了。这样也好，反正也要去玄道宗找师尊。多谢青儿娘子了。苏璇礼貌的抱拳，转身离去。不是看不上青儿，也不是不愿意给，这是原则问题。苏璇不能因为这事让夫人和紫金心生芥蒂。想来新慈姐应该在这2天就要成婚了吧？青儿眼神向往，悠悠地说道。听到这话，苏璇迈出房间的脚顿时停住，猛然转身。成婚？这是什么意思？是谁赎走了龚新慈？苏璇紧紧按住青儿肩膀，眼神迫切。公子，疼。青儿挣开苏璇，捏了捏生疼的肩膀。是城主府方氏结方公子，他给新慈姐赎的身，娶回去当小妾。什么？小妾？苏璇怒火中烧，直接夺门而出。他倒要看看是个什么玩意，居然敢让师姐当小妾。而且明仙楼不是城主府产业吗？赎清官龚新慈当小妾，直接就是毁了明仙楼多年经营起来的名声和形象，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所以苏璇断定这其中必然有猫腻。邺城城主府外，一家零食铺上，苏璇随便点了2道零食坐下，默默观察着城主府动向。此刻府邸外有好几名下人正张灯结彩给牌匾、门楣、路边石狮张罗喜字，打扫门庭。客官，您的零食。店小二端来2碗热气腾腾的零食肉汤，盛于苏璇桌上。这城主府公子何时成婚？苏璇趁机询问店小二。后天，黄道吉日。公子是来图个喜庆的吧？这2天来这儿的人还挺多，据说女方曾是明仙楼清官人，长得甜美可人，宛若仙子。城主府小公子也是一表人才，还是玄道宗圣子，他们喜结连理，当真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店小二一通夸赞，苏璇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玄道宗圣子？狗屁的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小二你不懂别瞎说，别误导他人。隔壁桌的男子听到店小二，顿时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苏璇赶紧循声看去，对方继续说道：这方世杰分明就是畜生，龚新慈才不是他赎的，明仙楼本来就是城主府产业，哪儿用得着赎？直接抢不就完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以前我们好歹还能去明仙楼一睹清官风采，喝喝酒，听听曲，也不失为一种雅趣。现在被这畜生夺了，沦为人妇，以后怕是再也见不着了。男子言语中满是愤慨，看不出来他还是龚新慈铁粉。此番义愤填膺，完全发自肺腑。店小二这2天早就听惯了闲言碎语，当即不满地回怼男子：这位客官还请谨言慎行，你这分明就是仇视心理，见不得人家好。这话要是被城主府府兵听见，非得在你身上戳2个窟窿不可。人方公子好歹也是玄道宗圣子，就算纳龚新慈为妾，又有何不可？男子怒拍桌子，朝店小二吼道：放你妈的屁！你知道什么？这件事另有隐情，像你这种小人物只看得见表象。男子的吼声引起了零食铺老板注意，当即一个眼神瞪向店小二。顾客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与衣食父母起争执？店小二没再说话，低着头离开。苏璇看向男子，抱拳问道：这位兄台，不知你口中的隐情是什么？男子见苏璇兴致勃勃的样子，低声继续说道：这方世杰身为玄道宗圣子，一直以来对圣女林婉图谋不轨，此事玄道宗人尽皆知，奈何圣女无心于他，多次拒绝，这畜生便动了歪心思，决定从龚新慈身上下手。你不知道吧？龚新慈其实就是圣女林婉的徒弟，此事绝密，只是近来泄露了。这畜生方世杰得此消息，便对龚新慈动了歹意，
准备从圣女徒儿身上下手，到时候好来个师徒盖饭。苏璇点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其实桌下已然双拳紧握，好踏马一个师徒，这方世杰当真该死。不仅想强娶师姐，还对师尊图谋不轨，这些苏璇都还只是想想，没有付诸实践。没曾想有人竟然敢跟自己抢。随便吃了几口，苏璇将2碗零食收入寝殿，送到穆青瑶和赵子京面前。之所以点2碗，就是夫人嘴馋了，饭是不会做的，嘴却刁得很，什么都想吃。苏璇来到城主府外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下一刻身形消失不见，利用光幕传了进去，府邸内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布置的有几分样子。苏璇真想一把火全给烧了。找了半天，始终没找到龚新慈被关在哪儿，苏璇只得拉了个下人询问。毕竟这样光明正大出现在城主府里，一般没有下人会神经到纠结他的身份是否可疑，直接把龚新慈关押的房间说了出来。房间周围一共有5名破体境看守，可谓密不透风。苏璇直接无视，利用光幕进入房间。一进来，红烛摇曳，照亮了满堂喜色。房梁各处悬挂着红色绸缎，精致的红木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房间正中有一张雕花大床，红色纱帘垂落床边。此刻，一白衣女人跪趴在床上，抱着枕头掩面哭泣。白皙纤细的标致长腿带着些许粉嫩，脚丫子又小又软。师姐，听到声音，哭声戛然而止。龚新慈扭头看来，脸上满是泪痕，眼眶都哭红了，让本就绝美的容颜更添几分柔弱，让人顿生怜惜。师弟，龚新慈愕然，就要起身，却因双腿麻木，一下子摔了下去。苏璇眼疾手快，上前抱住，一股香风入鼻，紧接着是柔嫩的身体。师姐，我来晚了。苏璇满是愧疚，龚新慈这副样子让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错的，忍不住伸手替龚新慈拭去泪水，随后将他轻轻抱到床上。枕头湿透，看来龚新慈已经抱着哭了好长一段时间。师弟，你能来我很高兴，但是快走吧，不要管我了。你斗不过方世杰，更斗不过城主府。龚新慈轻轻推了苏璇一把，眼下这局面他不想再连累师弟了。苏璇握着龚新慈白嫩纤细的手腕，神色郑重。师姐，1年没见你了，怪想念的，让师弟抱抱你。龚新慈愣了愣，随后张开怀抱，抱完就快点离开吧。好师弟。苏璇毫不客气扑了上去，力气大的直接将龚新慈压倒。呀，疼我了。龚新慈身子非常柔软，仿佛吹弹可破。苏璇赶紧起来，不能对龚新慈太鲁莽，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有些许柔弱。师姐，师尊呢？为什么不管你？这是苏璇所疑惑的点。如果之前那男子说的没错，龚新慈遭此劫难跟师尊林婉有很大的关系，联系不上，要么闭关，要么出了什么意外。所以师尊是玄道宗圣女吗？师弟都已经知道了。龚新慈轻轻颔首，觉得有愧于苏璇。拜师都已经过去1年了，连师门都还未认真相告，而且当初师尊还是女扮男装收的苏璇，想想当真有些不称职。对不起啊师弟，没能及时告知你真相。没事师姐，我怎么会怪你和师尊呢？苏璇咧嘴笑笑，林婉女扮男装，她一开始就知道，而且还有幸窥见过那完美的身材。还有，是师姐不好，师弟你给我的人，我被方世杰击毁了。龚新慈声音糯糯的道歉，酥到苏璇心坎里。不，师姐，错的不是你，是整个世界。听到这话，龚新慈心里暖洋洋起来，抓起苏璇的手。所以师弟还是快些走吧，待会儿若是被他们发现，你就完了。外面有好几名破体境强者。破体境强者？苏璇心里暗笑，再度抱住可爱的师姐，想使个坏。师姐，你说你都要遭方世杰毒手了，不如现在把身子给了我，便宜外人不如便宜自家师弟。龚新慈俏脸一下子绯红，赶紧从苏璇怀里挣开，感受到苏璇身上强烈的男子气息，心扑通扑通跳得非常厉害。说什么呢师弟，你怎么可以对师姐有这种想法？那师姐你觉得我这话对不对？那方世杰就是一个畜生，他对咱们师尊也图谋不轨，你想让他得逞吗？苏璇继续哄骗，看能不能趁机俘获师姐。可是师弟，这太突然了。龚新慈耳垂都红透了，心里顿时将方世杰和苏璇对比起来。方世杰虽然天赋高，却人品卑劣，不仅想强迫他，还一直对师尊贼心不死。反观师弟虽然修为弱，长相却极为俊朗，为人也非常正直，胜过方世杰万倍。若是可以和师弟龚新慈一个机灵，赶紧恢复理智，怎么可以胡思乱想？一点都不突然。师姐你想想，后天你就和那方世杰成婚了，他和我比，谁比较好？你与其把身子给他，不如给我，到时候我就算拼死，也要将师姐你就出去。说什么死不死的傻师弟，你放心好了，那方世杰若是敢硬来，我就死给他看。这话说的，他
他不硬来，难道软来啊？龚心慈听懂了苏璇这话的意思，脸红得更加厉害。师姐，你这是宁死也不愿意便宜自家师弟是不是？苏璇置气似的说道。不是，我哪有？师弟快别说了，待会儿真要被别人发现了，那我就和师姐死在一块儿，我和方师姐拼了我！苏璇气冲冲就要往外走，龚心慈赶紧拽住，师弟别怄气，以后若是有机会，师姐愿意和你好好谈，就像道侣那样一步步来。若是一开始就这样，感情是不会长久的。我其实早就知道你对我有意思，你是不是为了接近我才特意当师尊徒的？苏璇一听有戏，脸上顿时来了笑容。他可不单单是为了接近龚心慈，师徒盖饭他其实也想吃。师姐真聪明，这都被你猜出来了。所以师姐，我们……苏璇说着再度将龚心慈压倒，两人几乎贴到一块儿，彼此的呼吸和心跳能听得一清二楚。师弟不可以。龚心慈摇了摇头，阻止苏璇下一步动作。他先发制人，一口亲了上去，阴唇软嫩丝滑，苏璇还未好好品尝，龚心慈便一把将他推开。师弟，这下可以了，快走吧，去玄道宗找师尊，让他来救我。对了，你刚刚是怎么进来的？龚心慈本想转移注意力，掩饰自己的害羞，没曾想真让他发现一个问题。整座房间被多名破体境强者包围，水泄不通，苏璇是如何进来的？之前他光顾着激动，忘记问了。苏璇捂着嘴偷笑，同时回味刚刚的软嫩，没想到真的骗到师姐了。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只差捅破那一层窗户纸了。就直接走进来的呀？师姐，你说的哦，以后要做我道侣。苏璇牵起龚心慈的手，龚心慈想挣开，却发现苏璇力气很大，他根本使不上劲。龚心慈娇嗔：师弟。苏璇笑笑，欺负师姐的感觉当真是爽，根本不用多用力就能让师姐动弹不得，任人摆布。那师姐你说是不是我道侣？不然我就不松手，一直陪在你身边，不准任何人欺负你。师弟，你力气好大。龚心慈一番折腾，额头沁出汗水，微微感到燥热。苏璇不予理会，另一只手搂上龚心慈纤细的腰肢，将龚心慈搂到怀里。师弟，好，我答应你。苏璇奸计得逞，嘿嘿一笑。这时龚心慈掀开苏璇右手，露出了那枚奴役手镯。为什么还没解除？师弟不是说有办法吗？龚心慈担忧道。苏璇抬起手，这镯子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师姐担心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苏璇微笑，松开龚心慈，随即手一招，魁一、魁二出现在房间里。主人。两具傀儡朝苏璇躬身欠礼，苏璇勾勾手让他们起身，随后看向龚心慈，师姐，既然那两具人偶被击毁了，师弟我这次送你两具傀儡，让他们跟在你身边，护你周全。原本苏璇打算直接带龚心慈离开的，但想着就这样走了，未免太便宜方世杰那个畜生，决定待在房间伺机出手。毕竟这里是城主府，不好把事情闹大，不然惹到强者是非常不明智的。苏璇也想过带龚心慈去寝殿休息，但仔细一考虑，还是算了。穆清瑶和赵子京倒是好说，他们早就巴不得有人分担压力。只是龚心慈这边有点难办，刚刚才俘获了方心，若是让他知道自己还有两位夫人，只怕会产生变故。苏璇决定先忍一忍，等这件事过去，再找机会探探龚心慈的想法。看见两具会说话的傀儡，龚心慈怔了怔，好奇地上前打量。可不管龚心慈怎么看，也无法看透这两具傀儡的修为。师弟，他们强吗？不强也没关系，只要是师弟送的，我都喜欢，以后可以让他们帮我做做家务什么的。苏璇摸了摸乖巧中带着些许傻气的师姐，想给谁做家务啊？当然是给我自己啊。师弟你别多想了，我誓死都不会屈服那方世杰的。苏璇勾着龚心慈下巴，拇指从那粉嫩 Q 弹的阴唇上擦过，随即一挥手，魁一、魁二当即显露修为，朝龚心慈躬身。我等愿凭女主人调遣。两个都是灵君境二重。苏璇欣然一笑，魁一、魁二挺有眼力见的，会说话。什么女主人？现在还不是呢。龚心慈羞涩的低下头，等等，这气息。龚心慈脸色巨变，他下意识向后倒退，撞到苏璇怀里。灵君境？这怎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师姐，师弟我都说了会护着你的。苏璇双手再次不安分起来，搂着龚心慈腰肢，将其勾到怀里。师姐，你身子好弱啊，我都有点害怕，力气大点，怕要弄疼你。师弟，这傀儡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你还是留着自己防身吧。不，我觉得师姐你值得，况且我不需要他们防身。苏璇非常霸道，凑在龚心慈耳鬓厮磨。自打他们关系微妙之后，苏璇就打算彻底放开手脚，不能吃，闻一闻，摸一摸，总可以把感受到苏璇强烈的男子气息。龚心慈再度脸红。好吧，我收下了。别这样师弟。
龚心慈想推开苏璇，却发现怎么也使不上劲，或者说这点力气对苏璇根本没用。苏璇微微一笑，轻咬龚心慈那红得发烫的耳垂。就在这时，房间外响起了开锁声，不好，是他们来送饭了，师弟快走。苏璇点头，对魁一、魁二说道：“好好保护你们女主人。”随后，苏璇看向龚心慈：“师姐，若是有什么危险，你直接叫我就行，我一直在。”说罢，苏璇消失不见。龚心慈愣了片刻，随即反应过来，迅速将2名傀儡收入百宝袋。房门打开，2位丫鬟提着饭篮进来，将饭菜一一端出，摆在桌上。龚心慈坐在床上，扶着饱满的胸口，松了口气。师弟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看来那奴役手镯针对师弟没作用，莫名地，龚心慈心情好了许多。以往丫鬟来送饭菜，龚心慈都要耍脾气，或是抱着枕头痛哭流涕。这次龚心慈一改常态，来到桌前美滋滋吃饭，胃口大好。请殿内。苏璇笑呵呵回来，2女正坐在御几上，一个看书，一个放下果盘，飞扑进苏璇怀里。说多少回了，下次再这样打屁股了。穆清瑶撅着嘴，吐吐小粉舌，她喜欢苏璇说这话，怎么这么高兴啊？等等。穆清瑶脸色一变，从苏璇身上下来，粉嫩的脚丫子踩在地上。紫荆，你过来。赵紫荆不明所以，但还是放下书，穿好拖鞋走了过来。怎么了，夫人？对啊，咋了？苏璇也是一脸疑惑。只见穆清瑶凑在苏璇身上嗅了嗅，随即看向赵紫荆：“紫荆，你闻闻。”糟糕了！苏璇顿感不妙，鼻子比穆清瑶还灵敏的赵紫荆只一下就闻出来了，苏璇身上有别的女人香味，这姑娘是谁？穆清瑶目光幽怨，左右盯着苏璇，仿佛要吃人。赵紫荆来到穆清瑶身旁，显然与夫人站在同一战线。苏璇顿觉难办了，坦然道：“我师姐。”你哪来的师姐？夫人，当然是拜师才有的师姐啊。你师尊男的女的？女的。很好。穆清瑶仿佛猜透了苏璇的小心思，莫名点了点头，这让苏璇更加惶恐。你师姐叫什么名字？穆清瑶问道。苏璇没有隐瞒：龚心慈。这时赵紫荆插话道：“这人我知道。夫人，龚心慈是明仙楼有名的花魁。”此言一出，苏璇骇然失色，紫荆怎么知道？好啊。穆清瑶一把揪住苏璇耳朵：“去嫖侍吧，以后别想上老娘床。”夫人，师姐是清官人。穆清瑶看了赵紫荆一眼，赵紫荆点头，穆清瑶这才将苏璇耳朵松开。为什么刚回皇宫就跑来找你师姐？是不是对人家有想法？夫人，这还用说吗？身上味道这么浓，定然是亲密接触才留下的。赵紫荆和穆清瑶一唱一和。我不信这个邪，先看看怎么回事哟呵。倒是忍住了。好了，都别演了。苏璇轻轻推开夫人，然后戳了戳赵紫荆额头，偷偷笑是吧？别以为我没发现。苏璇非常清楚，只要自己不嫖，穆清瑶和赵紫荆是非常乐意的，毕竟他们吃不下摩罗神通的苦。眼见被拆穿，穆清瑶直接扑进苏璇怀里，嘿嘿一笑。苏璇将赵紫荆也拉了过来，3人靠在一起，随后将龚心慈眼下的遭遇说了出来。了解事情原委之后，穆清瑶义愤填膺：这方世杰真不是东西，杀了他，把你师姐带来，我们见见。这怕是不好吧？赵紫荆道：你不杀，让我来杀。我不是这个意思。眼见不在一个频道，苏璇也懒得解释了，转移话题道：夫人，要不……一听这话，2女身子一颤。赵紫荆先行一步跑进房间，关上门，就连一向热衷此道的穆清瑶也连连摆手。苏璇叹了口气，没有办法，不能总是违背妇女意愿，只能憋一憋，让他们缓缓了。房间内一连2天都相安无事，除了正常丫鬟送饭，并没有什么异常。苏璇趁着这个间隙去了一趟城主府大牢，想看看叶虎还在不在。当初为了避免冷少坤怀疑，叶虎就一直关在大牢，没时间来救。现在正好有时间，可是苏璇找遍了整座大牢，都没见叶虎踪影。最后还是从一名牢役口中得知，所有被抓的黄泉门弟子都已经处死。苏璇悻悻而归，一脸失意，在龚心慈床上躺了一会儿，又翻身坐到桌前。奇了怪了，师姐，这方世杰为什么还不来见你？苏璇已经按耐不住了，师尊、师姐还有叶虎的仇，压得他有点难受。龚心慈见苏璇心情不好，就拿了个苹果一边削一边说道：按照规矩，他不能提前来见我，必须等到成婚当天。这畜生都已经这么不要脸了，居然还守这种规矩，当真可笑。好了，别管这些，来吃个苹果。龚心慈把削好的苹果递给苏璇，我要师姐喂我吃。好，那我给你切丁。师姐真好。对了，方世杰这个名字我以前好像在哪听说过。龚心慈去到一旁将苹果切成丁，这不是很正常？邺城谁人不知道方世杰，那可是玄道宗圣子。不是，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苏璇抓耳挠腮，方世杰这个名字在脑中一遍遍过着，以前就是从什么地方听过，感觉快要想起来了，却始终差一步，这种感觉非常难受。龚新慈将切成丁的苹果装进盘里，端来准备喂苏璇吃。哦，对了，1年前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是方世杰追杀的师尊。这句话直接让苏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舒服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苏璇觉得这龟孙名字耳熟，原来是出自这儿一般。苏璇不会去刻意记别人名字，但只要是与自己或者身边人相关，哪怕只是听过一遍，他都留有印象。好啊，1年前打伤师尊，如今又想对师尊师姐图谋不轨，既然如此，那就新仇旧恨一并了结吧。诺，吃吧。龚新慈夹起一块苹果，递到苏璇嘴边，师姐，我要吃你喂的。师弟。成婚当天，龚新慈早早就被丫鬟婆子叫醒，洗漱打扮，动作若是慢上一点，那礼仪婆子就开始絮叨，不断向龚新慈施压。师姐，不必理会他们，我去杀了方世杰，待会儿回来带你离开。苏璇给龚新慈传音后直接离开。龚新慈正欲开口，却见礼仪婆子不善的目光划到嘴边戛然而止。龚新慈忧心忡忡，担心苏璇此去遇到危险。府内，苏璇从下人口中打探到了方世杰房间。这狗东西这几天不知道在干什么，一直不在府上，今天成婚终于是回来了。苏璇迫不及待，连续使用光幕跳跃，没一会儿就来到了方世杰房间内，路上根本无人察觉。这间房布置的和龚新慈那边一样，喜庆无比。梳妆台前，一个其貌不扬的男子正被几个丫鬟围着，给他整理衣摆、领子。苏璇利用光幕悄无声息凑近了些，好好打量方世杰。此人除了个子高些，几乎看不到什么特别之处。就这样一个品行低劣之人，居然还想染指师姐和师尊，盖饭是吧？我他妈让你盖饭！一道能量猛地自光幕中射出，顿时方世杰男人的象征炸开，鲜血染了周围的丫鬟一身。方世杰嗷叫一声，半跪下去，目瞪前方，林君静巅峰威压覆盖出来。丫鬟们尖叫连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草，还挺强。苏璇怒喝，再度施展大崩灭指，对准方世杰头部。棒！一道金属声闷响，只见方世杰面前横出一柄大刀，将这道大崩灭指生生挡下。绝对是一件灵器，而且品级不低。苏璇意识到不妙，赶紧利用光幕遁走。林君静巅峰想要击杀，确实非常吃力了。苏璇现在才林君静一众，若不是凭借光幕，只怕连靠近方世杰的机会都没有。也幸好苏璇先偷袭的是方世杰全身相对薄弱之处，不然大崩灭指根本发挥不出威能。苏璇快速赶回龚新慈房间，一巴掌扇翻正在对龚新慈指指点点的礼仪婆子。老太婆，前面就想干你了，再他妈对我师姐不敬，弄死你！你家公子已经残了，替老子转告他，以后若是再对我家师姐师傅图谋不轨，绝对不是断子绝孙这么简单了。苏璇林君静一众的气势压得几个丫鬟以及礼仪婆子喘不过气来，他们跪在地上连连求饶。龚新慈只觉得苏璇现在帅呆了，脸上情不自禁浮出笑容。师姐，我们走。苏璇牵起龚新慈的手，随后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很快，方世杰遭遇刺杀以及龚新慈被人救走的消息在城主府传开，全城封锁，一定要将此人给我揪出来。城主方烈暴喝一声，周围茶杯包括桌椅尽皆碎裂。几名半跪在地的黑影闻听此话，身形闪烁消失。邺城城外的荒漠上，苏璇带着龚新慈御剑飞行。全城封锁有用吗？开什么玩笑，师姐，抱紧我哦。很少遇见，技术可能不怎么熟练，还望师姐见谅。飞剑左右摇晃，龚新慈抱着苏璇站立不稳。师弟，没想到你居然是林君静，以前是不是隐藏修为了？龚新慈根本没意识到此刻的动作有什么影响，只是觉得苏璇瞒得很深，当初连师傅都没看出来。不由得龚新慈又回想起2天前苏璇和自己说的话，脸一下子就红了。明明当时就有实力可以带他离开，还非要整个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故意哄骗他当道侣，当真是可恶。龚新慈没有对此感到多大不满，以前在明仙楼的时候跟太多男人打交道，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可是面对苏璇的撩拨，龚新慈反而觉得很开心。这是为什么？难道见惯了套路、欺骗，心怀不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深情腻歪，一时间觉得有些温馨甜蜜？哪有，我这修为都是这1年苦修来的，我才不会故意隐瞒师姐和师尊。别开玩笑，小师弟。龚新慈才不信这话，1年时间从先天境到林君静，什么时候修为这么容易提升了？天资一直是龚新慈迈不过去的坎，不然他也不会委身明仙楼当一个小小花魁了。若是有本事，谁不想纵横天下，肆意潇洒？可是这些对龚新慈来说都是奢望罢了。身为玄道宗圣女的徒弟，是没有资源和条件吗？
同龄人许多都已经迈入破体境大成，甚至巅峰，只有他一直在先天境死磕，是不够努力吗？宫心慈并不认为，平日除了正常的花魁应酬，他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修炼上。可是没有办法，天赋这东西有时候就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了，师弟，你把那方师姐怎么了？阉割了？谁让他敢对师姐和师尊有歪心思？啊！宫心慈娇躯一颤，咋了师姐？你还心疼上了是不是？苏璇打趣道：不是，主要那方世杰是玄道宗圣子，灵君境巅峰强者，其父叶城城主更是玄离境，此番怕是会带来不小的麻烦。放心好了师姐，你家师弟已经长大，可以保护你和师尊，以后谁敢动你们一根汗毛，师弟我定要他们付出代价。况且话说回来了，我们可是道侣，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道侣？宫心慈脸红刷的一下红了，报警！师姐，加速了！苏璇决定带宫心慈去一趟玄道宗，出了这档子事，师尊那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显然是不正常的。苏璇不知道玄道宗在哪儿，好在宫心慈是知道的，两人白天赶路，晚上休息，终于在2日后来到了浔阳城。玄道宗坐落在城市中央，与市井热闹的烟火气息接壤，是少数如此亲民的修仙宗门之一。来到玄道宗山脚，宫心慈赶紧提醒苏璇，语气有些许愧疚：师弟，要不你藏一下，入宗时需要核验身份，非玄道宗弟子是无法进入的。都是师尊徒儿，凭什么我不是玄道宗弟子？苏璇当真有些不满。好了师弟，等这次见了师尊，你就是正式弟子了，待遇保证跟师姐一样，我和师尊都会非常疼你的。那好吧，不过师姐，我藏你身上，你别介意啊。不介意，傻师弟。经过几天的相处，宫心慈对苏璇的手段有了些许了解，知道苏璇可以通过一个诡异光幕潜藏，甚至远距离位移。但是玄道宗山门是有护宗禁制的，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所以苏璇无法用光幕位移，只能附着在他身上带进去。我来了哈！苏璇消失不见。下一刻，宫心慈神色一怔，却无可奈何，只得迅速出示令牌登山。林婉作为玄道宗圣女，在宗门内拥有一座独立的山峰栖霞峰。宫心慈一路小跑来到山峰脚下，这才坐到石阶上，扶着路边的翠竹，气喘吁吁。好了师弟，别顽皮。宫心慈吐气如兰，一路上怕被人看见窘态，所以一路小跑，累得不行。嗖的一声，苏璇从光幕出来，坐到宫心慈身旁。师姐，你身子好烫啊，明知道我身子弱还欺负我。别以为我不知道刚刚你在干什么，不过你那光幕真的好神奇。苏璇挠挠头，转移注意力道：我才没有，师姐肯定产生错觉了。宫心慈眼神幽怨，才不信苏璇这话。竹林中清新的凉风吹来，令两人心旷神怡。休息了一会儿，宫心慈这才推了推苏璇：好了师弟，我们快上山吧，也不知道师尊在不在。提到师尊，苏璇不禁想起当初在明仙楼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师尊女扮男装，被人追杀，向他求救。说起来，师尊也是绝世大美人，只不过雷有点小，若是能加以锤炼，定然是个摄人心魄的超级尤物。宫心慈领着苏璇来到峰顶，找遍了灵婉洞府以及一众偏殿，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偌大一座山峰，连个人影都没有，这么看来，师尊是出事了。原本苏璇以为灵婉应该是在闭关，所以宫心慈出事才没有第一时间前来搭救，现在看来，只怕师尊也出意外了。宫心慈又带着苏璇来到一座竹林小院，里面依旧不见人影。不对劲，任贤去哪儿了？任贤是谁？也是师尊的徒弟，说起来，你应该叫他一声师兄。没开玩笑吧，师兄？苏璇无语了，不是不喜欢收徒吗？原以为师尊师姐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师兄，苏璇难以接受。宫心慈咧嘴一笑，安抚道：我就猜到你会是这副表情。放心好了，任贤虽然是你师兄，但他一样不受师尊待见，应该只能算是记名弟子。收他为徒并非师尊本意，而是门派的安排。早年任贤参加门派任务，立下汗马功劳，故而得到机会拜入师尊门下。原本师尊是不打算收徒的，奈何圣女身份，座下必须要有弟子，所以无奈收了他。这么说来，你还是大师姐了？那是自然。宫心慈得意的扭扭腰，既然是大师姐，那当时师尊门下已经有你了，符合圣女座下必须有徒儿的要求，为何又要收人贤呢？宫心慈顿了顿，声音一缓：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是师尊弟子的世玄道宗，没人知道。哦，苏璇顿时明了，联想到方世杰那边，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因为方世杰身为玄道宗圣子，此前也并不知道宫心慈的身份，也是近段时间才知道的。等等，那么是谁把宫心慈的身份泄露出去的？那任贤呢？他知不知道？知道，但是师尊警告过他，不准把我的身份说出去，不然就将他逐出师门。这样啊？苏璇点点头，心里已经开始怀疑这个任贤。宫心慈身份的事，
龚兴慈自己断然不可能说，师尊那边也没理由，所以任贤嫌疑是最大的。找不到师尊，两人没有一点头绪，再度回到山顶洞府，坐在门口长吁短叹。不多时，一个手里拎着扫帚，脸上洋溢笑容的男子登基而来，看到苏璇二人，男子戛然止笑，在原地呆愣了片刻，随后再度露出笑容，飞奔过来。大师姐，你怎么回来了？任贤激动得无以言表，扫帚随手一丢，上前就要靠近龚兴慈。苏璇赶忙横在身前，将任贤拦下。你谁啊？任贤眼睛滋溜转个不停，打量苏璇几眼，从未见过如此俊朗之人，而且从气势上看，似乎不是善茬。任贤当即后退一步，将目光投向龚兴慈。大师姐，这位朋友是谁啊？也不给介绍介绍。师尊可是交代过，不允许带任何人来栖霞峰。龚兴慈悠悠道。那只是对你而言。对了，师尊呢？没在玄道宗吗？任贤摊摊手，转身将扫帚捡起。这我哪知道？师尊行踪诡秘，又从来不肯告知我。上个月匆匆出去，就没回来过。连师姐你都不知道师尊下落，我怎么可能知晓？任贤回话的同时，用扫帚扫着地上落叶，言语中带着一丝明显的不满。那师尊能去哪儿呢？龚兴慈呢喃着，觉得任贤说的很对，自己都不知道，任贤怎么可能知道？对了，师姐，我如今已然破体境巅峰了，离灵君境只有一步之遥，不知师姐你如今是何境界啊？任贤突然问道。龚兴慈蹙了蹙眉，不喜不怒地道：上次见人师弟还只是破体境13重，这才多久没见就晋升了2重，继续加油，师姐看好你。所以师姐你到底什么境界？自然是比你高，问这么多做什么？任贤没再说话，扫了一会儿的，任贤又回头问道：师姐，你还没给我介绍这位朋友呢，他是师尊新收的徒儿，以后也是你师弟了。哎呀，别说这么多了，我们饿了，师弟快去做饭吧。新收的徒儿？任贤一惊，这是宗门知道吗？龚兴慈明显不想和任贤过多交涉，拉着苏璇便进了洞府。任师弟记得做饭哦。洞府内，苏璇来到御己坐下，倒了杯茶一饮而尽，问道：为什么要对这任贤如此冷漠？龚兴慈洗了2个苹果，递了一个给苏璇。师尊一直觉得他心术不正，多次劝他另投师门，他非是不肯，心甘情愿待在栖霞峰，哪怕只是干杂役。我和他交情不算深，还有我哪儿冷漠了？我人非常热情的好吧？是，我的师姐为人热情。苏璇咬着苹果说道。龚兴慈俏脸微红，我哪是你的了，可别乱说。师姐，咱们都已经是道侣了，还害羞什么？苏璇拿着苹果，虽然清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却总是忍不住要开油，欺负师姐。道侣又怎么样？你太坏了，不能这么快让你得逞。龚兴慈经常跟男人打交道，早就琢磨出一些安身立命的道理，他得慢慢了解苏璇才是，总共就没见过几次面，若是太早把自己交出去，万一苏璇变心了怎么办？好了，我去洗个澡然后修炼，师弟你好好休息着。说完，龚兴慈便跑去洗澡，苹果也不吃了。苏璇暗自摇头，几口将苹果啃完，查看起修为面板，晋升所需灵元50100。以前还是先天境的时候，光木回收以灵质为单位，刚开始一天可以回收个100多点，随着修为提升，回收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到灵君境之后，回收单位变成了灵元，一天只能回收个7、8点，但若是换算成灵质，一灵元只怕等于大几千灵质，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现在光木里面可以回收的资源越来越少，苏璇估计最多只能供他晋升到灵君境3重，这还不包括赵子金和穆青瑶的修炼使用。既然已经成了自己人，苏璇自然不会吝啬。遥想当初修为弱小时，夫人可是毫不犹豫把毕生积蓄都拿了出来，所以苏璇不会忘记他们的好。况且修为提升上去了，不仅身体强度会提高，寿命也能增长不少。寻常人不过100年光阴，这已经算得上长寿了。迈入先天境，寿元随便能突破100岁大关，而晋升破体境之后，寿元能直接增长100年，到了灵君境更不得了，基本上能活够500岁。但是对于修仙界而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光阴不过弹指一挥间，修仙不就是向往长生之道吗？所以啊，道阻且长，苏璇身上的担子重着呢。晚上，任贤果然做好饭来叫龚兴慈吃。其实晋升灵君境之后，很多修士已经慢慢可以辟谷，吃不吃都无所谓，反正不会饿。但是嘴馋了这么多年，突然就把饭给戒了，说实话有一点点难度，尤其是那种嘴馋的。更何况龚兴慈现在才先天境，不吃饭会饿死的。洞府外，一张方桌摆着，3人围坐，任贤将冒着热气的水煮鱼端了上来。师姐师弟，这可是云梦鱼，出了名的鲜美，我说你们算上赶上了，要是晚回来一天，估计要被我一人吃光。任贤盛出碗筷，分别递给2人。苏璇笑呵呵接过，没想到师兄居然还有这等手艺，可得好好尝尝才是。
师弟过誉，我这人什么本事没有，就是有些许厨艺。进玄道宗之前，我家是开餐馆的，多多少少学了一点，所以我要是也有点厨艺就好了，这样就能自己做饭吃，不至于吃别人下料的饭菜。苏璇试探着说道。听到这话，任贤愣了愣，师弟这话什么意思？随后任贤又看向龚星慈，却见龚星慈已经将碗筷放下。哦，我不是说师兄，别误会，就是几天前我在玄游城吃饭被人下了药，感慨一下而已。原来是这样啊，师弟你吓我一跳你。任贤打个哈哈，追问道那后来怎么样了？也没什么，我把那下药之人杀了，贼解气。苏璇云淡风轻地说着，随后夹了块鱼放进碗里。不知师弟修为如何，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一些，千万别吃来历不明的东西。不高，也就灵君境一重而已。啪嗒，任贤手中的筷子落到地上。师兄师姐吃啊，鱼真的很鲜美哎。苏璇吃了一口，看向任贤，任贤赶紧将筷子捡起来，随后乐呵呵开吃。龚星慈不明所以的瞪了苏璇一眼，这才尝了一口鱼肉，别说真的非常美味。师兄你做了这么大一锅，我们3人也吃不完，分出来一点留着明天吃，免得弄散了。师弟随意。苏璇将满满一锅鱼分去大半，直接用光幕送到寝殿内。有好东西自然得想着2位夫人。随后3人仿佛各自都有心事，沉默不语，一直到用餐结束。任贤离开之后，龚星慈赶紧追问苏璇这顿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鱼没有任何问题，我就试探他，这家伙只是对我的修为感到震惊，其余没有什么。你当时真的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真在里面加东西了。那你还吃？我看你不也吃了。放心好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才不会乱吃东西。鱼端上来的时候我就试过了，没问题。只是这家伙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的修为？他就是这德性，老是喜欢争强好胜。对了，你真被别人下过药？这还能有假？什么药啊？春药。龚星慈结结实实给了苏璇一拳，稚气的来到玉脊上坐下。这一拳不痛不痒，苏璇咧嘴一笑，挨着龚星慈坐下。师姐你说师尊会去哪儿呢？龚星慈白眼看着苏璇，脸蛋气鼓鼓的，煞是可爱。良久，龚星慈气消了，这才缓缓开口，许是在外遇到什么机缘了，明天我去宗门内打探打探。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师姐你一个人我有点不放心。不用，你身份有碍，被发现就不好了。以前在宗门的时候，师尊带我认识过几位长老，去见他们不会有危险的，况且不是还有师弟给我的2具灵君境傀儡。那好吧。苏璇点点头，龚星慈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那好，师弟早点睡觉吧，客房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说完，龚星慈回了房间，将房门关上。这座洞府是林婉的私人洞府，龚星慈在里面有自己的专属房间，苏璇只能睡客房，主事是林婉的，他们谁也不能动。不过即便如此，已经算是托了龚星慈的福。那任贤成为弟子这么多年，连进入洞府的机会都没有，之前吃饭也只敢摆桌子在外面吃。由此可见，林婉师徒是真的不待见这位弟子。可是苏璇就想不明白了，既然都这样直白了，为何这任贤还死皮赖脸要留在栖霞峰？难道是有什么企图夜里玄道宗某处山涧？楚师兄，此人只有灵君境一重修为，并非本门弟子，可随意打杀。不是给了你毒药吗？何不直接下毒杀了他，还白白吃了我一锅云梦鱼？没办法，这小子有点谨慎，原本我是想在中途下毒的，谁曾想他竟然是灵君境。也罢。翌日，龚星慈早早便出去打探师尊消息，饭也没顾得上吃。苏璇闲来无事，就盘坐在洞府外的空地上修炼。早晨空气非常清新，鸟语花香。自从穿越以来，除了炼化神通，苏璇还没好好修炼过几次。毕竟有光幕能够直接提供修为，寻常修炼意义不大，不过也并不是不可取。因为若是双管齐下，修为的晋升速度也会更快。早啊师弟，修炼呢？任贤的声音自路口传来。苏璇扭头看去，只见任贤拿着一把扫帚缓步走来。师兄也是勤勉，这么早就来给师尊打扫洞府啊？昨天不是刚扫过吗？哪儿用得着天天打扫？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情做做。对了，师姐呢？他去宗门找几位相熟的长老问问，看有没有师尊的去向。当然，师兄若是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猜测，也可以说一说，我们一起整合分析。任贤连连摆手，我哪有什么信息？对了，你们这么着急找师尊，是有什么事情吗？没什么大事，主要就是关心师尊安危。苏璇总觉得这个任贤好像知道什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与人设不符啊。不是死皮赖脸要缠着师尊师姐吗？这会儿人不见了，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有点不合情理。这样啊。任贤扫了会儿地，突然又开口问道：师弟，昨晚剩的云梦鱼呢？拿出来热热，我再加点配菜，
待会儿等师姐回来吃饭。已经被我们吃完了，昨晚玩的有点晚，当夜宵吃了。哪儿还有什么云梦鱼，早进了穆青瑶和赵子金肚子。对于这鱼，两位夫人也是赞不绝口。玩？师弟昨晚和师姐在洞府里面玩吗？任贤语气一冷，顿时想到了某种不堪的画面。苏璇赶紧解释，师兄别误会，是我一个人玩，昨晚师姐很早就休息了。任贤没再说话，继续扫地，苏璇也没理会，进入修炼状态。不知道过了多久，苏璇耳廓一动，当即睁眼，只见一名玄道宗弟子飞掠而来，剑气纵横。师弟小心！正坐在洞府石阶上休息的任贤跳了出来，挡在苏璇身前，被一剑刺中，紧接着掠来的男子将他踹飞出去，死活不知。灵君境3重，同为玄道宗弟子，何故伤人？苏璇冷冷问道，丝毫不惧。他看了倒在地上的任贤一眼，没有动静，应该是昏了过去。你可不是玄道宗弟子哦。楚伟冷笑一声，与飞剑同出，朝苏璇杀来。然而还未靠近苏璇，那柄飞剑直接消失不见。你做了什么？我的飞剑呢？楚伟惊愕，呆滞在半空中，一时不敢靠近苏璇。是谁派你来的？想干什么？苏璇毫不客气，说话的同时大崩灭指点出一道极其强横的力量，直接贯穿楚伟胸膛。黄阶高级神通。楚伟脸色巨变，嘴角溢出鲜血，当下掠进竹林，飞速逃窜。苏璇岂能让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身形消失，下一刻出现在50米开外。眼见苏璇速度如此之快，楚伟深知再这样下去危矣，当下一道绿色能量从身体中飘散出来，紧接着周围的草木竹子仿佛活了一般，纷纷朝苏璇发动攻击。黄阶低级神通吗？苏璇看出对方施展的是一门神通，身形再度消失，直接出现在楚伟头顶，狠狠一掌拍下。棒！楚伟哀嚎一声，倒飞落地。苏璇原以为这样就能将这人击溃，没曾想楚伟周身被那股绿色能量包裹，借助周围草木竹子掩护，迅速逃走。这门神通当真有点意思。苏璇追了上去，来到栖霞峰半山腰位置。苏璇不打算继续浪费时间了，直接用光幕将楚伟回收。这下楚伟彻底没了手段，只能任人宰割。苏璇从光幕中将楚伟拎了出来，踩在脚下，说：是谁派你来的？我是玄道宗弟子，这里是玄道宗，你不敢杀我。哈哈！楚伟嘴里全是血沫，神情极度嚣张，知道苏璇不敢杀他，所以没什么好害怕的。是吗？苏璇冷哼一声，掏出刀狠狠插在楚伟手上，疼得楚伟龇牙咧嘴，嗷嗷大叫。可不管苏璇如何折磨，楚伟就是不肯松口，死活不说是谁派来的，目的是什么？当真是一根筋？那你去死吧！苏璇受不了了，一刀将楚伟了结，尸体丢进光幕内回收。除了百宝袋的资源外，楚伟体内还有一颗闪烁着金光的神通种子，名为青木大法。苏璇对这门神通非常好奇，直接回收了怪可惜的，不如留着炼化。虽然没能从楚伟口中知道什么有用信息，但苏璇隐约猜测这件事多半和任贤脱不了干系。对方目的太明显了，这儿可是圣女峰，哪个玄道宗弟子会发疯似的冲上来？而且一上来就知道他不是玄道宗弟子。哪怕任贤刚刚挨了一刀，苏璇只觉得这小子戏演得不错，有点脑子。眼下没有证据，苏璇不好拿任贤怎么样，他倒要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回到峰顶洞府，任贤已然醒来，坐在空地上处理身上那一道剑伤。任师兄，苏璇声音传来，任贤吓了一跳，浑身一激灵，他看向路口，赶忙起身。师弟，你没事吧？没事，被那人逃了这圣女峰也不安全啊，怎么会有这种疯子？苏璇悠悠地道，没事就好，这件事我会向宗门禀报的。那师弟你继续修炼，我去做饭了。苏璇点点头，放任任贤离去。只不过在对方背影消失的刹那，苏璇身形同样消失，跟了上去。一路来到竹林小院，任贤身上的剑伤没有大碍，只刺进去了一点点。从这里就能看出，这任贤明显和楚伟是一伙的。灵君境3重一剑刺中破体境巅峰，居然只刺进去了一点点，着实有点可笑。苏璇藏在光幕内，默默观察任贤的一举一动。回来后，任贤并没有什么反常，不紧不慢地做好饭菜，随后端到峰顶。苏璇装作恰好从洞府内出来，两人相视一笑。师姐今天中午多半是不回来，师弟我们先吃吧，待会儿师姐回来了我再做。苏璇点头，龚星慈身上有魁一、魁二护着，他不担心会出什么问题。吃完饭后，任贤收拾餐具回到竹林小院，洗碗打扫卫生，一切看起来是这么的勤勉平常。苏璇原以为任贤会继续干家务，没曾想他却关好院门，进入房间，从百宝袋取出一尊浮屠小塔。只听见嗖的一声，任贤进入塔中。苏璇赶忙上前，却被一道禁制拦下，根本进不去。
竟然是一尊绝品空间灵器。苏璇真是后悔，若是附着在任贤身上，此刻已经被带进去了。浮屠小塔悬浮着，没有一丝灵气外显。苏璇叹了口气，看来只能等待下次机会了。这尊浮屠里面必然藏着秘密。与此同时，浮屠小塔内，世尊，你当真收了一位好徒儿？别抵抗了，乖乖从了我吧。晋升玄离境失败，你已经没了修为，眼下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美人。呸！逆徒，我就知道你心术不正。林婉此刻穿着一袭白色的寝衣，盘坐在牢笼内，白皙粉嫩的长腿缩着，寝衣因为攻击导致破烂不堪。倾国倾城的容颜，宛如仙女下凡，皮肤白皙剔透，眼波流转之下，让人如痴如醉。眉如翠羽，清扬入鬓。若是苏璇此刻在，定要再次被林婉的容颜所折服，越来越有韵味了，简直就是极品御姐。哈哈哈，师尊你就骂吧，你越骂徒儿越爽。任贤贱兮兮的笑道，不断打量着林婉曼妙的身躯，忍不住舔了舔嘴唇。逆徒，你想欺师灭祖吗？林婉紧紧遮挡胸前，生怕被逆徒看去一丝。哈哈，师尊，徒儿当然想啊。你，林婉紧咬后槽牙，想骂两句，又怕给这逆徒骂爽了。逆徒，等我修为恢复之日，定要你碎尸万段。师尊，只怕你永远也没有机会了。被困在玄沙浮屠中，你的修为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乖乖做徒儿的炉鼎，助徒儿修炼吧。你做梦！林婉绝美的面容抽搐，虽然任贤说的是实话，但林婉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想她堂堂玄道宗圣女，半步玄离境，竟然被一个破体境逆徒威胁，林婉不甘，更不想就此屈服。师尊，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想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可有指导过一次？可有把我当做徒儿？天天干一些杂役弟子都不干的活，我早就受够了。任贤，强扭的瓜不甜，我并没有逼迫你非要留在栖霞峰，这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罢了。林婉对此没什么愧疚的，她一早就看出任贤心术不正，所以没真正当徒儿对待。事实也告诉他这样做是对的，这个逆徒的本性终于还是暴露出来了。强扭的瓜是不甜，但是解渴啊师尊。谁让师尊这么漂亮诱人的，孤独了几十年，师尊难道就不想尝尝情欲的滋味？等得到了师尊你，还有宫心慈师姐，一样也是我的。想那愚蠢的方世杰，苦苦纠缠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不都是我的？当然也只能怪他太过愚蠢，我都把宫心慈是师尊徒儿的事悄悄传出去了，没想到他竟然还能失手，当真是个废物。提到宫心慈，林婉眼眶一下子红了，冷冷道：逆徒，你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哈哈哈哈！小院房间，苏璇等了足足半个小时，浮屠小塔终于有了动静，微微一颤，任贤从中出来。只见任贤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经历了什么无比高兴的事似的。看了必须得晋升灵君境才行，不然拿不下。任贤呢喃着，林婉实在太顽强了，他现在只能占一点口头上的便宜。任贤摇了摇头，让自己精神起来，收了小塔，走出房间，来到院子内，沐浴微风，盘坐修炼。苏璇就在一旁候着，想不明白任贤干了什么，为何会如此高兴。这一切只要跟着任贤进一次浮屠小塔就能明白了。差不多又过了半个小时，宫心慈突然出现在小院外。任贤师弟，请问你看见小师弟了吗？宫心慈神色焦急，苏璇赶紧位移过去。没看见啊，怎么了？任贤睁开眼，一脸疑惑地走出小院。苏璇此刻已然小声提醒宫心慈，自己就在身上。宫心慈心领神会，转身离去。你们是不是犯事了？为何执法殿柳如烟长老带人包围了栖霞峰？宫心慈之所以焦急，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栖霞峰是圣女峰，所以柳如烟没有直接带人进来，但眼下峰上只有他们三个，所以宫心慈怀疑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苏璇他们是不是犯事了？听到这话，苏璇顿时明白了，显然是因为杀了楚伟，所以招惹到了执法殿。师姐，有没有打探到师尊的信息？宫心慈摇头。这时任贤追了出来，师姐，这么着急找师弟是有什么事情啊？宫心慈没有理会任贤，因为苏璇此刻正给他传音，师姐，我之前杀了一名灵君境3重弟子，执法殿多半是因为这个而来。宫心慈脸色巨变，由于境界不够，他无法传音，不然肯定要追问缘由。苏璇仿佛看出他想问什么，继续传音道：那家伙不知道为什么冲上山来就对我出手，所以我把他宰了。看见宫心慈脸色剧烈变化，任贤再度问道：师姐，你怎么了？烦不烦啊？别跟着我。宫心慈因为苏璇这是心烦意乱，下意识地吼了任贤一句，随后迅速离去。任贤愣在原地，一脸懵逼。下一刻，任贤脸上闪过一抹阴鸷。宫心慈，高傲是吧？吼老子是吧？千万别让老子逮到机会。竹林中见任贤没跟上来，苏璇赶紧现身。你跟着任贤干什么？
宫心慈不解地问道。没什么，师姐，要不我们先离开玄道宗。苏璇没怎么感到害怕，有光幕在，脱身是轻而易举的事。林君敬三重已然是玄道宗内门弟子，凡是内门弟子都留有一枚命牌在执法殿，一旦遭遇身亡，命牌便会破碎，显露出死前的最后一幕。眼下只有逃亡这一条路了，只是我有点担心师尊。苏璇一把牵起宫心慈，师尊的事以后再说，现在先离开，你们走不掉了。突然一道婉转动听的声音响起，两人循声看去，只见不远处悬浮着一名身穿紫色霓裳的女人，此女容貌美艳，前凸后翘，简直熟透了。苏璇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暗暗咽了咽口水，因为这女人不光身材，脸蛋是极品，身高更是高的离谱。看见她的第一眼，苏璇脑海中顿时浮出一个名字：八尺夫人柳如烟长老。宫心慈朝女子躬身致礼，同时右手伸到后面戳了戳苏璇，暗示苏璇快点用光幕逃走。这点小动作被柳如烟尽收眼底，她盯着苏璇缓步走来，我想单独跟你聊聊。宫心慈愕然，赶忙说道：刘长老，他……然而话还未说完，便被柳如烟打断。心慈，没想到你是圣女首席弟子，看在她的面子上，我不会为难你们，但也请你们别为难我。苏璇一听这话，随时准备拽住宫心慈，利用光幕逃离。就在场面焦灼之际，一道柔情的声音传入苏璇脑海：小家伙，你放心，主要是看在罗魔神通的面子上，我不会伤害你。苏璇脸色一寒，对方怎么看出自己拥有魔罗神通的？柳如烟来到两人面前，目光一直盯着苏璇，那眼神就仿佛在放电似的，让苏璇觉得有些奇怪。师姐，你回避一下，就让我和柳长老单独聊聊。可是……好了，师姐，放心吧。苏璇给了宫心慈一个肯定的眼神，宫心慈这才点头避开，退到远处看着。柳如烟上下打量着苏璇，那眼神仿佛要吃人，时不时目光还向下瞟。苏璇站在柳如烟面前，直接矮了一头。用八尺夫人形容柳如烟，并非她真有8尺，但绝对有1米9几。8尺若是以现代刻度精确计算的话，得有2米6几。这样的身高已经脱离了审美，完全属于怪人。你是怎么知道我拥有魔罗神通？苏璇开口，打破了双方互相打量的气氛。猜的。柳如烟淡淡道，声音非常好听。为什么要这样猜？因为小家伙你身上的阳气非常重，世所罕见。苏璇怔了怔，没有继续多问。柳如烟又盯着苏璇看了一会儿，啧舌赞叹道：样貌也是如此的俊朗。这样吧，你随我去一趟执法殿，走个形式，我保你安然无恙。我若是不去呢，那你就是想连累宫心慈。听你们之间的称呼，怎么你也是林婉的徒儿？这件事若是闹大，一名内门弟子死在栖霞峰，还是圣女徒儿杀的，你觉得他会不会受到责罚？好吧，苏璇选择妥协。柳如烟说的没错，这样一来的确会给林婉惹来不小的麻烦。不知柳长老为什么帮我？柳如烟灿烂一笑，低头凑到苏璇耳边，吐气如兰道：因为我寂寞了。啥？苏璇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这情节怎么感觉似曾相识？见苏璇一脸懵，柳如烟也不打算跟小孩子打趣了，正色道：我是罕见的太阴之体，与我双修，能够助你增长修为。刘长老如此直白的吗？你这搞得我有点不敢相信了。信不信由你。走吧，去一趟执法殿。苏璇小跑2步来到宫心慈身旁。师姐，我和刘长老去一趟执法殿。宫心慈一听这话，顿时握住苏璇双手，摇了摇头。宫心慈非常清楚，以苏璇的手段，当前这局面是拦不住他的，为何要去执法殿？一旦被群敌环伺，再想逃走，只怕困难了。放心好了，师姐，我有分寸的，这样也能为你和师尊省去不少麻烦。苏璇有点懊悔，早知道会这样，之前就不该杀那楚伟。但转念一想，就那种追上门来送死的家伙，不杀确实难解心头之恨。若是随便给点线索，那还好说，可非是死鸭子嘴硬，还敢出言威胁，苏璇哪受得到那种鸟气？要是情况不对，你直接逃走，不必顾及我和师尊。好的，师姐。苏璇点了点头，随后又低声说道：师姐，你小心点认贤，我觉得这家伙有问题。宫心慈正重点头。随后苏璇随柳如烟下山，跟在柳如烟身后。苏璇当真觉得自己有点矮小，那丰腴的翘臀直接到她肚子，真不知道这女人是怎么发育的，长得当真高。半山腰处，任贤远远瞧见这一幕，心中已然有了猜测。能够出动执法殿长老亲自缉拿，很明显楚伟已经被苏璇干掉了。任贤欢喜的同时又有几分后怕，苏璇竟然连林君敬3重都能击杀，他不是才林君敬1重吗？难道这家伙饭桌上说自己只有林君敬1重是骗人的？楚伟啊楚伟，
怪不得兄弟，是这家伙太狡诈了。栖霞峰下，一众弟子看见苏璇被柳长老带下来，纷纷上前准备缉拿。柳如烟当即摆手，示意他们退下。就这样，苏璇一路跟着来到玄道宗执法殿。一间审讯室内，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刑具，阴暗中散发着些许血腥。柳如烟将苏璇带到这儿之后，遣散了周围弟子，随后也跟着进来，将石门关好。刘长老，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怕是不妥吧？况且你长这样，我又有那种神通，多少有点压制不住。压制不住就不必压制。柳如烟笑着说道，随后来到审讯桌前坐下。开玩笑的，你看刘长老你还当真了，我哪敢啊？你敢的。苏璇见说不过柳如烟，索性也不弯弯绕绕了，直接正色道，刘长老，你是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的？一命抵一命。这一句话让石室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柳如烟展颜笑道，但不是你，过会儿我找个死囚来个移花接木之法，他死你活，如此也不坏了规矩，你好我也好。柳如烟仿佛话里有话。苏璇微微皱眉，说真的，刘长老你为何要帮我？想听实话。苏璇总觉得柳如烟没跟自己开玩笑，但这一切仿佛有些荒诞，总不能说柳如烟看上自己了吧？之前说的就是实话。贺青州满足不了我，憋了好些年，一直没下定决心，直到今天遇见你。虽然这样做，苏璇突然打断柳如烟的话，等等，贺青州是谁？柳如烟顿了顿，如实说道，他是执法殿殿主，我男人。炸裂虽然苏璇心里已经有了猜测，可当柳如烟亲自说出口，还是免不了惊愕。咋了？这是想拿他当小三是吧？这情节怎么总感觉跟夫人的有点类似？刘长老，我觉得吧，还是不要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不然我会死得很惨。小家伙，你拥有罗魔神通，寻常女人满足不了你，难道姐姐我不够好吗？我是太阴之体，欲望强度与你类似，寻常男人也满足不了我。若是不能飘飘欲仙，我这体质就没有任何作用，修为困在灵君境8重很多年，我太想进步了。苏璇十分挣扎，若柳如烟没有男人，倒也不必纠结，送上门的女人哪有不收的道理？可偏偏柳如烟有男人，还是执法殿殿主，虽然丈夫无能，却也不至于明目张胆偷人吧？苏璇欲望确实强，但有2位夫人，倒也没有沦落至此。刘长老，可否与我详细说说这太阴之体？柳如烟点点头，说道，长话短说，这是一种非常适合双修的体质，修仙界一直都有流传，双修能够增长修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若真是这样，修仙界早乱套了，强者还不满地跑。只有我这种特殊的体质，才能真正达到双修源源不断增长修为。而且这不单单对我，一旦我们双修，效果是一样的，我增长多少修为，你就增长多少，你难道不想进步吗？姐姐，我带你寻求长生之道，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苏璇明了，柳如烟说的确实不错，寻常双修似乎只有再初次才能达到效果，就比如自己的2位夫人。可一旦过了初次，后面的效果就微乎其微。水乳交融确实能取长补短，但是随着境界升高，这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你家男人知道你这体质吗？苏璇问道。柳如烟摇摇头，他是个废物，告诉他没有任何作用。早年我就提醒过，让他留意一下罗摩遗体，这是能改变我们命运的东西，但他非是不肯，我没有任何办法。他太顽固了，不能怪我变心。好了，情况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柳长老给我一点时间。苏璇觉得不能再这样聊下去了。柳如烟不仅是举手投足间，就连说话也是诱人无比，再让他说下去，自己可能真的忍不住要扑上去。这可是8尺夫人啊，哪个男人不想尝试尝试姐姐对你这么好，你就不表示表示？柳如烟勾勾手指，抚摸着自己纤细修长的大腿，神情妩媚。那还请刘长老先替我解决眼下麻烦，表示容后。苏璇一下子来了反应，柳如烟这撩拨简直了，他也确实想见识一下这太阴之体有多强横，没问题。柳如烟神情一喜，直接站了起来。这一瞬间，苏璇有种错觉，仿佛下一刻柳如烟的头就要撞在天花板上。然而只是差了这么几寸。麻烦问一嘴，刘长老你多高啊？1.95米，怎么了？柳如烟说着，已经将石门打开。没什么。苏璇长吸口气，真是个恐怖的数字，足足比自己高了10多厘米。苏璇量过自己有多高，刚好1.8米，只能说人比人气死人吧。不过太高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很快，柳如烟安排了一个死囚，找来2个自己信得过的手下，迅速将移花接木之事办好。随后，柳如烟非常从容地带着苏璇离开执法殿，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苏璇，答应我的表示，该履行了。柳如烟已经知道了苏璇的名字以及修为，对苏璇能够越2重修为杀人，属实感到意外。那柳长老觉得咱们该去哪儿好呢？苏璇也不想食言，毕竟人家柳如烟办实事，
3两下就解决了楚伟的麻烦。栖霞峰或者浔阳城内的客栈，随你。刘长老也知道避着人，我还以为你胆子大到可以为所欲为。柳如烟笑笑没有说话，他知道苏璇是在调侃自己，只想着待会儿到了床上，好好收拾这个牙尖嘴利的家伙。栖霞峰我没地方，还是去城里吧。苏璇说道。两人就这样商量好，随后奔着山门方向而去。就在即将出山之际，一道空幽的声音传来：如烟，这是准备去哪儿？你来一下，有点事情。苏璇二人愣住，柳如烟脸上闪过慌乱，很快恢复如常。小家伙，明天我再来找你。留下这句传音，柳如烟高高掠起，很快消失不见。苏璇摇了摇头，莫名感到失望。也罢，先回栖霞峰解决任贤。刚来到栖霞峰山脚，一名中年突然出现在石阶上，拦住去路。前辈，请问有事吗？苏璇打量对方一眼，样貌还算俊朗，只是那眼神给他一种不好的预感。贺青州淡淡开口：你和如烟长老什么关系？一听这声音，苏璇顿时明白了，此人就是执法殿殿主柳如烟的男人。超了，这个时候找上门来，难道自己和柳如烟之间的秘密被他发现了？害自己吓自己，对方若是知道就不会这么问了。苏璇很快理清楚其中利害，抱拳道：回前辈的话，刘长老因为我和圣女的关系，所以照顾有加。虽然不了解对方是否知道移花接木之事，但毕竟是执法殿殿主，这样说总没有坏处。你是圣女什么人？圣女是我师尊。苏璇刚说完，贺青州身上散出一道气势，直接将苏璇震翻出去好几米远，速度之快简直难以想象，根本来不及召唤光幕抵挡。看在圣女的面子上，我不杀你，以后离柳如烟长老远一点。操！苏璇翻身起来，光幕已然照出，然而石阶处的人已经消失不见。柳如烟，你害惨我了，平白无故跟一位玄离境强者结仇。苏璇觉得和柳如烟之间的交易还得从长计议才行。无能的丈夫，这贺青州怎么看也不无能，猛的一批好吧，只怕光幕在他面前也跟纸片一样，轻易就能捏碎。苏璇明白，柳如烟看重并不是自己这个人，而是罗魔神通。若是将自己杀死，柳如烟一样能得偿所愿。所以在没有绝对的实力面前，轻易不能惹怒贺青州，自己可没有典韦护主。与此同时，峰顶洞府外，师姐，快出来吃饭了。任贤将饭菜一一摆好，朝洞府内喊着，然而半天也不见动静。任贤望着这座以前从来不敢踏足的洞府，理了理衣袖，缓步进入其中。龚兴慈此刻正在玉脊上盘坐修炼，他谨记苏璇临走时的交代，任贤有问题必须提防，所以这顿饭不吃也罢。突然脚步声响起，龚兴慈猛然睁眼：你怎么进来了？师尊说过，没有他的允许，你不能私自进入洞府。师姐，叫你半天了，为何不答应？任贤盯着龚兴慈，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不吃，没心情，你快出去。龚兴慈话还未说完，一道身影已经闪掠至自己面前，一掌拍来，轰！龚兴慈倒飞出去，砸在墙壁上，嘴角溢出鲜血。任贤整个人都懵了，他只是轻轻出掌，想要试探龚兴慈实力，就算比自己强，这一掌也没多大伤害，最多就是遭2句责罚，没曾想差点将龚兴慈拍死。师姐，你居然只有先天境，瞒的师弟好苦啊！任贤眼神狂热，一步一步朝龚兴慈逼近。你想干什么？龚兴慈怒目圆睁，单手撑地，勉强翻身起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任贤会突然发起攻击。师姐，之前在竹林吼我是吧？瞧不起我是吧？哈哈哈，今天就让我来尝尝这花魁清官人是什么滋味。任贤激动得无以复加，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龚兴慈作为圣女首徒，任贤一直以为她的天赋会很好，不然怎么会被林婉看中？即便年轻，估摸着也该有灵君境修为，所以任贤一直唯唯诺诺，不敢有逾矩之举。没曾想居然只有可怜的先天境，这样的实力配当师姐吗？整日颐指气使，根本就没拿她当师弟，就这样的花瓶，亏他还忌惮了这么久。你放肆！师尊回来定饶不了你。看着言语粗鄙，正一步步逼近的任贤，龚兴慈心寒不已，随时准备祭出魁一、魁二。师尊，他回不来了，乖乖成为我的女人吧。师姐，你是不是指望小师弟回来救你？放心好了，他也回不来。杀了玄道宗内门弟子，执法殿必将他处以极刑。我亲爱的师姐，看你们如此亲密，你是不是早就将身子给他了？说话啊！任贤疯狂地扑了上去，龚兴慈瞅准时机，将魁一、魁二击了出来。棒！任贤被魁二一巴掌扇飞出去，狠狠砸在墙壁上，一口老血喷涌而出。灵君境2重，这不可能！任贤满脸惊恐，不可置信。
龚星慈身上居然有2具灵君境傀儡，这是何种手笔？难怪方士结会失手，傀儡一定是师尊给的。师尊当真偏心，敢伤害女主人，杀了他！魁异将受伤的龚星慈搀扶起来，愤怒地朝魁二开口。当下，魁二如离弦之箭，嗖的一声射向任贤。任贤骇然失色，破体境15中的他，如何敌得过灵君境2重？灵君境是修仙界一大分水岭，破体境巅峰，哪怕面对刚踏入灵君境的修士，也只有引颈就戮的份，毫无反抗余地，因为二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棒！一道金属嗡鸣在洞府回响，只见魁二被一尊浮屠小塔挡住，强横的力量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玄沙浮屠，龚星慈身子一颤，目眦欲裂。师尊的玄沙浮屠为何会在你手上？你把师尊怎么了？就在这时，苏璇的声音传入龚星慈脑海：师姐，命令魁一、魁二全力攻杀任贤，没有还手之力，必然躲进那绝品灵气之中，届时我随他一同进去。龚星慈顿了顿，脸色一喜，苏璇真的没事，平安归来了。随后龚星慈指着任贤，朝魁二下令：你们2个一起，不必保留，杀了他。遵命，女主人。魁二身子一跃，冲杀过去，一掌轰出。任贤赶紧控制玄沙浮屠变大，抵御魁一的同时，将这一掌接下。本就不堪重负的任贤，在巨大力量的震战下，再度吐出一口鲜血。眼见2傀儡又要发动攻击，任贤身形一闪，进入玄沙浮屠之中。魁一、魁二分别轰出一拳一掌，打在玄沙浮屠之上，令玄沙浮屠剧烈震荡，摇晃不断。可以了，龚星慈赶忙叫他们停下。苏璇现在多半已经跟进去了，再攻击玄沙浮屠没有任何作用，好好守着他。遵命，女主人。龚星慈有点不放心，坐到玉脊上，一边疗伤一边观察着。玄沙浮屠内，任贤拖着受伤的身体来到一具牢笼外。林婉看见这逆徒，顿觉恶心，捂着身子往后缩了缩。师尊，你当真是偏心呢？居然给师姐2具灵君2重傀儡，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任贤歇斯底里的咆哮，将身上的痛楚全部归咎于林婉。这可真是一个好师尊。逆徒，你又想耍什么花招？见任贤受伤了，林婉脸上不由露出笑容，但依旧保持着警惕。以林婉对这逆徒的了解，手段奸诈恶毒，只怕是在做戏，骗自己上当。苏璇此刻已经来到了林婉身旁，透过那残破的蕾丝寝衣，隐约看见了师尊完美无瑕的身材，倾国倾城的容颜，加之高贵儒雅的气质，宛如仙子折尘，比当初第一次见时更多了几分柔美冷傲，简直就是极品纯欲御姐。我耍花招？师尊，还不都是因为你偏心？等着吧，等我突破到灵君境，就能彻底得到你了。到时候新账旧账，我要从师尊身上一点一滴的讨回来。任贤冷笑着盘坐下去调息恢复，同时捏碎灵石吸收灵气。林婉粉拳紧攥，恨不得将这逆徒千刀万剐。师尊，苏璇终于是看够了，传音喊道。林婉愣了愣，目光扫视，落到任贤身上，没有说话。刚刚这声音不是任贤发出来的，怎么听着有点熟悉呢？是我啊，师尊。苏璇再度出声，同时伸出手捏了捏林婉柔嫩的脸蛋。林婉吓了一跳，虚空之中竟突然伸出一只手捏自己的脸，林婉连连向后退缩。不认得我了吗？苏璇有些失望，但还是耐心说道：1年前明仙楼你收的徒儿。林婉表情不可思议，终于是想起来了。林婉想要传音交流，却没有力量，只能望着那只手干瞪眼。苏璇将手收回，欣然一笑，准备将师尊带进光幕空间，然而却发现光幕居然失效了，无法作用到林婉身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苏璇懵逼不已，按理说即便比自己强很多的人，光幕都能装进去，况且林婉也没反抗，二身上没有多大的能量，为什么还会失效呢？林婉看出苏璇此刻是躲在一件法宝内，也猜到苏璇为何疑惑，他按耐住心中喜悦，悄悄指了指远处盘坐的任贤。师尊，你的意思是说出不去是跟这畜生有关？林婉连连点头。那我去杀了他。林婉又赶紧摇头。苏璇无语了，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林婉非常焦急，害怕被任贤觉察，所以不能说话。他阴唇微起，没有发出声音，一直重复着一个词语。苏璇读了半天，瞧见林婉那着急的模样，觉得非常可爱，同时也读懂了林婉是想要灵石。苏璇赶紧来到林婉身后，捏碎几枚灵石，释放出灵气供林婉吸收。好一会儿，林婉终于是能够传音了，一道婉转急切的声音传入苏璇耳中：气灵。气灵在他手里，他控制了玄沙浮屠，我被封印在这里，出不去了。气灵，这家伙破体境的实力，怎么可能抓到绝品灵气的气灵？他有一个不简单的哥哥。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心慈还好吗？林婉说着，
语气变得愧疚起来。收徒已经1年多了，他居然连徒儿的名字都没记住。苏璇也有点无语，师尊，你这也太不称职了吧！我现在都已经灵君境了，你说我到破体境就可以来玄道宗找你，可是你居然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算了算了，师尊你自生自灭吧。苏璇表现得不开心。林婉一听这话，顿时急了，别呀，乖徒，此事之后，为师定好好嘉奖你。那好吧，谁让你是我师尊呢？还女扮男装骗我，你可把我骗惨了。事情结束之后，必须得好好补偿。没问题，师尊，你记好了，我叫苏璇，可不能再忘记。好的，苏璇乖徒儿。所以新慈呢，他怎么样了？师姐过得不好，他差点遭了方世杰毒手，多半是任贤这个畜生泄露了的信息，所以前段时间方世杰想强娶师姐当小妾，就是他泄露的。唉，新慈。林婉哀伤不已。不过师尊你放心，师姐已经被我救了，方世杰那畜生也被我阉割。怎么样，你徒儿厉害吧？林婉表情经过复杂变化，最后欣喜地点了点头。厉害，1年时间就晋升到了灵君境，你当初隐藏修为了吧？林婉隐约记得，当初在明仙楼收的那位弟子只有先天境的实力，而且还被奴役手镯控制着。这才过去1年，修为突然就晋升到了灵君境，没有这种修炼速度，所以苏璇当初必然隐瞒了修为。还有，阉割了方世杰，我咋不信呢？方世杰可是灵君境巅峰。别不信呀，师尊，我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面前，你觉得我就不能出现在那方世杰面前吗？若不是修为差了点，黄阶高级神通杀不了他，那方世杰早就被我宰了。林婉一整个不可置信，1年前无心收的徒儿居然这么争气。林婉此时透过那漆黑深邃的光幕，看到了苏璇的眼睛，循着视线，他扫到了自己白皙柔嫩的大腿上，顿时一激灵，伸手将光幕堵住。看什么呢？你这个小逆徒！林婉嗔怨道。不给看我可走了哈。苏璇说着，光幕彻底消失。林婉一看，顿时急了，别走，给你看还不行吗？林婉无奈将白皙的腿子露了出来，不就是看看腿吗？也没什么，总好过那个想要冲师的逆徒。苏璇喜笑颜开，光幕小洞重新出现，师尊可真懂事，眼下还是先想办法离开吧，困在这地方真是委屈了。不知道他把气灵怎么了。眼下我修为尽失，无法操控玄沙浮屠，除非能请来玄离境强者破除禁制，不然我出不去，你也出不去。我可以跟在他身上出去，只是无法带上师尊你。苏璇头疼起来，这绝品灵气当真难缠。突然苏璇脑中灵光乍现，师尊，要不我毁了这玄沙浮屠？林婉惊愕，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苏璇摇头，还有个屁的办法。任贤手持绝品灵气，见势不妙可以随时溜走，他暂时不能露面，不然被任贤抓住机会离开，届时他们困在玄沙浮屠内，任贤在外面有很多操纵空间，这纯就是任人宰割。不过若是他们都到了外面，一切就好办了，届时就算任贤再躲到玄沙浮屠内，大不了把这玄沙浮屠回收了。那好吧，玄沙浮屠毁了也就毁了，一尊绝品空间灵气而已。都到了这个时候，林婉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命最重要，好吧？那好，师尊，委屈你再待一段时间，我留下2具傀儡护你周全，顺便将任贤逼出去。好的，乖徒儿，麻烦你了。苏璇咧嘴一笑，伸出手又偷偷捏了捏林婉可爱的脸蛋，这才来到任贤身上。随后苏璇将魁四、魁五召了出来，暗中交代他们事宜。明白了命令，魁四率先出击，一掌袭向正在闭眼调息的任贤，顿时将任贤打得猛吐鲜血，伤势更加严重了。你们！任贤惊得呆傻，血贯瞳仁，浑身颤抖。为什么还有2具傀儡，而且都是灵君境？他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魁四继续出手，任贤赶紧调动玄沙浮屠的力量抵御，但终归不敌，再度被震飞出去。任贤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当下便身形一闪，消失不见。回到洞府，任贤一口鲜血喷洒而出，气息极度微弱。刚刚挨的那一掌，实打实伤了根基。一旁候着的魁一、魁二见任贤出来，顿时动手。龚星慈也从修炼中惊醒，慌忙寻找苏璇身影。就在魁一、魁二袭来之际，苏璇赶忙让他们停手，这可别把人给打死了，还要逼问气灵下落呢。然后苏璇瞅准时机，先用光幕将玄沙浮屠收掉，这才跳了出来，狠狠一脚踹在任贤背上。灵君境一众的全力一脚，任贤哀嚎一声，鲜血狂喷，砸在地上。你这个畜生，气灵呢？把气灵交出来！苏璇上前揪住任贤衣领，不信这样还能翻起浪花。光幕空间可是隔绝一切，哪怕是绝品灵气，到了里面若是没人操控，也就一块废铁，除非他能主动攻击破开光幕出来。你，师弟，你……此刻任贤心中有无数个问号。
苏璇不是被执法殿带走了吗？为何突然回来了？还有，他怎么知道玄沙浮屠？知道器灵在自己手上，交出器灵，不然马上杀了你。师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任贤狡辩着，看向刚刚玄沙浮屠飘着的位置，发现玄沙浮屠不见了，自己竟然一点感应都没有。顿时，任贤惊慌失措起来，目光在房中巡视，试图看到那尊熟悉的小塔，然而什么都没有，只有虎视眈眈的2具傀儡，以及苏璇那狠辣的2大巴掌。啪啪，任贤被扇掉几颗门牙，鲜血直流。师弟，是不是你拿了玄沙浮屠？快把它给我，给我！任贤摔在地上，紧抱苏璇大腿，不断哀求。那尊小塔仿佛比他的命还要重要。给你，做梦呢！关押师尊，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徒！苏璇一脚将任贤踹飞出去，砸在墙上，识相的就交出器灵，不然保证让你死得很惨很惨。关押师尊，任贤万分不解，为何苏璇连这个都知道？妈的，你别告诉我，你也是硬骨头，跟他楚伟一样软硬不吃。苏璇气恼着上前，将任贤身上仔细翻找了一遍，包括百宝袋，然而什么线索都没找着。器灵不在任贤身上，那还能去哪儿？苏璇突然想起来，师尊说过，任贤还有一个哥哥，他之所以能控制绝品灵气的器灵，跟这个哥哥脱不了干系，所以器灵多半是在任贤哥哥身上。小师弟，放了我，我可以带你去拿器灵。任贤此刻已然绝望，如何还能看不明白？这个小师弟太过诡异了，不仅什么都知道，玄沙浮屠多半也落入其手。他精心布置，确保万无一失的计划，为何会凌乱至此？若是让他成功，师尊、师姐，包括圣女的一切资源，不都是他任贤的吗？为何会演变成这样？苏璇冷哼一声，还算任贤怕死，这种角色对付起来，比那头铁的硬骨头容易太多。不然若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还真拿他没有办法。一条烂命，杀了也就杀了，起不到任何作用。宫心慈紧攥双拳，气恼不已，来到任贤面前，你竟然敢关押师尊！宫心慈一拳一拳打在任贤身上，跟打沙包一样发泄着，拳头力道不大，但任贤已然重伤力竭，这种攻击还是能带来疼痛的。打了片刻，宫心慈气喘吁吁，才想起来向苏璇问道：师尊呢？师尊怎么样了？苏璇将任贤丢给魁一、魁二，好好看着，千万不能让他逃了。遵命主人。2具傀儡异口同声。师尊眼下还被困在玄沙浮屠之中，必须要找到器灵，才能将师尊救出来。苏璇说着，将声音放低，凑在宫心慈耳边，等拿到器灵，师姐你亲自出手，替师尊清理门户。宫心慈点头，欣然接下这个任务。宫心慈之前本就对任贤心有不满，此刻又得知任贤大胆到关押师尊，就算苏璇不说，宫心慈也有替师尊清理门户的打算。师姐，你好好在洞府待着，我这边有点事情。苏璇按着宫心慈肩膀，眼神缱绻，随后又对魁一、魁二道：看好人，保护好师姐。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宫心慈问道。我去光幕里看看那玄沙浮屠。说完，苏璇消失不见，才不是去看什么玄沙浮屠，而是赵子金找自己有事。来到光幕内，苏璇直奔寝殿。此刻赵子金站在门口，望着漆黑无比的外面。突然赵子金身子一颤，苏璇扑进怀里。怎么了子金？急着叫我进来，是出什么事了吗？苏璇抚摸着那洁白软嫩的下颚，一脸宠溺。一位故友拿着传讯灵宝过来找我，应当是遇到麻烦了，我得出去看看。传讯灵宝，光幕内也能收到信息，可我就是收到了，对方此刻多半在玄道宗山门外。苏璇愣了愣，旋即反应过来，应当是自己释放光幕的时候，讯息传了进来，不然光幕隔绝一切，别说传讯灵宝的讯息了，就连灵气都进不来。那好，我陪你出去看看。赵子金点了点头。这时御脊上正端着碗吃饭的穆青瑶喊道：快点回来，哈苏璇，我饿了。苏璇看了一眼，夫人你不是正吃着？哦，吃饱了是吧？正好我也饿了，晚上满足你。苏璇明白，夫人一吃饱就想快乐，说起来他也想了。穆青瑶欣然一笑，注意安全哈你们。放心好了夫人，有我在没意外。苏璇独自一人来到玄道宗山门处，随便附在一位弟子身上通过了山门禁制。赵子金这才从光幕出来，循着传讯法宝的感应，两人来到玄道宗山脚。此刻一名身穿褐色大氅的中年男子坐在一截倒地的枯树上，看见赵子金走来，男子神色激动，疾步上前，直接就跪在赵子金身下。仙师，我金家遭逢大劫，还望仙师出手搭救。不必如此，起来说话。赵子金上前搀扶，男子这才缓缓起身，起来后眼眶已经红润，仿佛有说不完的苦楚。2年前你金家与我有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直说便可。2年前
赵子京在黄泉门一次抢夺地图残片的过程中，身受重伤，岌岌可危，幸得经家人相助，这才脱离生命危险。赵子京是一个有恩必报之人，所以当时就拿出了很多灵石、灵材感谢金家。但金家家主并没有收取馈赠，想跟赵子京结个善缘。赵子京爽快地答应下来，这才留了一枚传信法宝，金家以后若有需要，可凭借传讯灵宝来寻他帮助。仙师，我金家本是番海城一个小小的三流家族，一直兢兢业业，稳定发展。谁曾想就在今年，王、陈两家突然打压我们，他们有灵君境老祖坐镇，利用手段强取我金家方氏，更逼迫我金家女子为奴为妾。如今金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实在是逼不得已了，才来求仙师相助。金海老泪纵横地说着，他是金家大长老，破体境10重修士。来之前，家主交代过他，此行求助仙师务必尊重诚恳，若能请动仙师或者仙师背后的势力出手，金家就还有希望，否则只有家破人亡，在番海城除名。赵子京略微思索，没有说话，而是将自己的灵君境2重的修为展示出来。经过这段时间的刻苦修炼，赵子京已然晋升。苏璇看后欣慰不已，相比起夫人，子京要刻苦许多。感受到这恐怖的威压，金海为之一颤，惊喜不已，当即跪下去连连磕头。仙师，求仙师救我金家于水火。起来吧，我会出手的。赵子京说完，拉着苏璇来到一边，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苏璇点头，揉了揉赵子京的脑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傻丫头，救命的恩情怎能不报答，去吧。赵子京微笑，深深抱了抱苏璇，眼中满是不舍。但是苏璇转念说道，子京你一个人去我不太放心，这样吧，把夫人带上，她也是灵君境，不然一直待在寝殿，要给她憋坏了，怕是不妥。夫人肚子里的孩子万一出了差池，那就再带上2具傀儡。我处理完师姐的事情，马上赶去与你们会合。苏璇岂止不放心夫人，子京他一样不放心。那好吧，其实夫人也想出去转转，天天待在房间躺着没事做，她说挺无聊的。这个憨憨无聊还不修炼，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一想到夫人，苏璇嘴角就不自觉露出笑容。那好，子京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拿傀儡，顺便和夫人说一声。赵子京点点头，随后苏璇消失不见，回到栖霞峰洞府。龚兴慈将之前的打斗痕迹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使得客厅此刻非常整洁。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样，玄沙浮屠有问题吗？看见苏璇回来，龚兴慈放下扫帚，赶忙上前询问。没问题，就等那家伙带我们去拿器灵了。苏璇趁机捏了捏师姐白嫩的腿子。干什么呢？一天天的没点正形。龚兴慈嗔道，脸色一下子羞红起来。苏璇咧嘴一笑，师姐，那个傀儡我带走1具，去处理点事情。本来就是你的，还跟我客气什么？匆匆忙忙的，是什么事情啊？没什么，派傀儡去一趟番海城金家，帮金家解决一些危机。苏璇说着走进偏房，任贤被魁一、魁二逼在角落，他们威风凛凛地站在任贤面前，目不转睛，非常敬业。看见苏璇进来，任贤身子一颤，赶忙招手，然而苏璇根本没理会，直接将魁一叫了出去。原本苏璇想将2具傀儡都带走的，但龚兴慈修为实在太弱，让他一个人看守任贤，着实不怎么放心。况且魁三还在黄泉门看家，可以让赵子京去的时候将魁三带上。寝殿内，穆清瑶刚吃完饭，正收拾茶几，见苏璇回来，穆清瑶手头上的工作直接一丢，转头就扑进苏璇怀里。你也饿了是不是？这么快就回来了？子京呢？苏璇吻了这馋人的小猫一口，见夫人手脚不规矩，当即抓住。夫人，大白天的不合适，子京要去一趟番海城，我想让你陪他一块儿去。你不是觉得待在寝殿无聊吗？穆清瑶挂在苏璇脖子上，苏璇一瘸一拐来到御己坐下。那你呢？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吗？师姐的事还没处理完，眼下正是关键时刻，我暂时走不开。夫人，你先和子京去，我弄好这边的事情，马上过来。我不。穆清瑶撒着娇，不想跟苏璇分开。听话。苏璇凑在穆清瑶耳边，他知道该怎么拿捏夫人。紫金都灵君境2重了，夫人你要加油，不可以偷懒懈怠，知不知道？我饿了。好，知道了。但是去了之后，夫人你要多看着点子京，他为人比较率直冷漠，处事方面没有夫人稳重，所以你们要取长补短。我知道紫金在黄泉门的时候被称为疯批，这可不是白叫的。但是说好了，若是我们都看不惯的事情，我可不会拦着紫金。如果连夫人你都看不惯的事情，你们只管放手去做，天塌了我给你们兜着。1个小时后，苏璇带着穆清瑶来到玄岛宗山脚。赵子金不用猜也知道夫人得吃了，一时间身上痒痒的，不知道为什么。子金，夫人就交给你了，你修为高，可得给我照看好。苏璇上前给了赵子金一个拥抱，
交代完相关事宜，这才让几人带着魁意离开。回到栖霞峰洞府，苏璇好好休息了一天。原本昨天柳如烟说要来找他的，却迟迟没见到人，苏璇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现在当务之急还是从任贤嘴里撬出气灵的下落。可是，一番逼问下来，任贤东扯一点西扯一点，说气灵被他藏在某某处了。苏璇才不信这鬼话，狠狠殴打了任贤一顿。这家伙终于老实，交代气灵在他哥哥身上，他得疗养2天才能带他们去。苏璇欣然答应了。以任贤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若是长途奔袭，很可能死在路上。夜里，苏璇正坐在床上修炼，距离晋升灵君境2重已经差不了多少灵元。突然，龚新慈敲了敲房门：“师弟，你睡了吗？”“师姐。”苏璇睁眼过去将房门打开：“没睡，怎么了？”龚新慈穿着一袭超短的睡裤，单薄镂空的蕾丝寝衣，蕾子非常饱满圆润，此番穿搭就连苏璇看了也觉得非常潮流漂亮。师姐是懂得展示自己身材的，简直完美无瑕。别这样看着我了。龚新慈走进房间，避开苏璇火热的目光。苏璇将门带上，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师姐大晚上穿这么性感，难道是在暗示自己？师弟，我的修为卡在先天境14重很久了，有没有办法能让我快点突破呀？龚新慈是来请教苏璇修为上的事，他觉得苏璇这么厉害，定然有自己独到的秘诀。虽然身为师姐，向师弟请教问题有点说不过去，但这毕竟是为了进步，不耻下问总归是好的。就这，苏璇噙着笑，一把将龚新慈挽入怀中。师姐，你可是答应要做我道侣的，我这接二连三的救你，救师尊，你不表达，还想跟我请教问题，这怕是有点说不过去。师弟，你想要什么表达？龚新慈脸颊一下子红润，身子酥酥，想要挣开苏璇，又发现自己力气根本不够。师姐，你好漂亮呢。苏璇轻轻亲了龚新慈一口，这才将她松开。幸好今天给夫人交代了，不然真的抵挡不住这大半夜送来的诱惑。师姐，修炼的事呢？你问我等于白问。这样吧，这里有几株2阶灵材，我辅助你全部炼化了，这样应该能快速提升。苏璇拿出几株2阶灵材，他的修为基本都是靠光幕提升上来的，对于修为瓶颈的理解要差常人很多，因为这玩意对他而言根本没用。只要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有没有瓶颈都一个样，突破是迟早的事。而且苏璇也非常期待光幕下一次进化会有怎样的效果啊！这样的话岂不是浪费？我天资愚钝，对灵材的利用率很低。龚新慈连连摇头，苏璇对他已经够好的了，他不想一味的索取。这有什么？资源管够，利用率再低，照样能突破。苏璇对自己人是非常大方的，区几株2阶灵材，于现在的他而言算不得什么。师弟，你对我真的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对我而言，师姐你就是最好的回报。龚新慈被苏璇这直白暧昧的话搞得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好了师姐，开始修炼吧。龚新慈红着脸点了点头。随后苏璇辅助龚新慈吸收炼化这些2阶灵材，一晚上的时间，在雄厚资源的推波下，龚新慈顺利晋升先天境15重。若不是因为龚新慈太累了，苏璇还想乘胜追击，一举助他突破到破体境的。只要到了破体境，龚新慈的身体素质会有显著提升。师弟，龚新慈主动亲了苏璇额头一口，红着脸离开房间。你好好休息，我去做饭给你吃。不用了师姐，你太累了，回房间好好睡一觉吧。那好，后天我要跟你一块去拿回麒麟。龚新慈说完打了个哈欠，回到房间补觉。苏璇一点困意都没有，盘坐修炼了起来。昨晚在辅助龚新慈炼化灵材之时，那些没能利用上的灵气全部被他用光幕吸收了。如此一来，晋升到灵君境2重，只差最后10多点灵元了。苏璇打算趁着这2天有时间一举突破上去，同时从楚伟那儿得到的青木大法也是时候该炼化了。2天时间疏忽而逝，苏璇顺利晋升灵君境2重，同时青木大法也炼化了一半，能够施展出部分威能。苏璇来到偏房，将熟睡的任贤一脚踹醒。死不了了吧？今天若是再找借口，我不介意直接送你离开。任贤惊醒过来，愣了愣，颤巍巍说道：小师弟，等拿到气灵，你一定要放了我，我可没有伤害过你，我们之间没有仇怨。在这2天里，任贤已经得知这些傀儡都是苏璇的，他们称呼苏璇为主人，也就是说，当初莫名出现在玄沙浮屠中的那2具傀儡，多半也是苏璇的。那么当时苏璇一定在玄沙浮屠内，不然这一切根本解释不通。没伤害过我吗？苏璇托腮，假装思索，随后道：那楚伟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师兄你找来的吗？任贤矢口否认。苏璇见他这唯唯诺诺怕死的样子，也不想过多计较，浪费时间。在出发之前，苏璇去了一趟执法殿。
林婉曾说过，任贤的哥哥非常厉害，能够协助任贤控制玄沙浮屠，控制气灵，那么实力必然恐怖，所以此行必须得找个帮手。经过通禀后，2名弟子将苏璇带到了一间石室内，这里没有任何刑具，摆着一张床，干净整洁。没一会儿，柳如烟来了，身材高挑，非常惹眼，穿着一袭紫色纱衣，熟味十足。苏璇脑海中隐约有个印象，某歌手说过，穿紫色战袍的女人是最有韵味的。小家伙，这2天为何不来找姐姐啊？柳如烟眼神幽怨，进来后将石门带上，来到苏璇身旁，一屁股坐了下去。看着那傲人跳动的雷子，苏璇只觉心脏骤停了片刻，他赶紧别过头去，不敢与柳如烟对视。刘长老，不是你说要来找我的吗？那天我回去时，贺青州恐吓我了，你觉得我还敢来主动找你吗？他竟然来找过你。柳如烟身子一激灵，勾出纤细的手指，托住苏璇下巴，将苏璇转过来与自己正视。那你今天咋来了？忍不住诱惑，想清楚了是不是？想和姐姐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苏璇血液沸腾，快要压制不住摩罗神通。这次来找柳如烟，可不是为了这事，而是寻求柳如烟出手的。柳如烟凑得更近了些，吐气如兰道：“憋不住就别憋了，尽情释放出来。”柳如烟长老，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没问题，这个忙我帮了，我还没说什么忙呢。走出执法殿大门，苏璇一脸惊喜，修为足足晋升了1重，达到了灵君境3重。太阴之体果然强横，当时他们用法力屏蔽了石室内的声音，不然叫喊声整个执法殿都要听到。摩罗神通积攒的力量被柳如烟一次消耗得干干净净。大战之后，柳如烟晋升到了梦寐以求的灵君境9重，太阴之体的力量同样消耗一空，需要一段时间积攒凝聚，不然达不到完美的效果。苏璇莫名觉得有些兴奋愉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这种在执法殿在店主眼皮子底下的行为？不过苏璇现在与柳如烟还只是处于交易阶段，暂时不想将贺青州得罪死。柳如烟得到了想要的，那么请他出一次手也合情合理。洞府内，龚兴慈看苏璇如沐春风的回来，忙问道：“去哪儿了？这么高兴？”师姐，我又突破了。苏璇展示出自己灵君境3重的修为，这不是刚晋升的灵君境2重吗？这么快又晋升了？师弟，你真是个修炼天才，不是修炼变态。龚兴慈由衷的为苏璇突破感到高兴。好了，师姐，你这样夸奖我，不怕我飞天啊？走吧，该去拿回麒麟了。苏璇笑了笑，吩咐魁儿将任贤带出偏殿，随后一行人离开玄道宗。浔阳城外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龚兴慈远远看了有魁儿拎着的任贤一眼，拉着苏璇小声说道：“师弟，有把握对付他哥吗？万一很强怎么办？”没把握，但我有自保能力，师姐你放心吧。苏璇安抚着龚兴慈，随后来到任贤身旁，还有多远？任贤左顾右盼，看了一眼，见确实没人跟随，这才说到：“我的百宝袋里面有一枚令牌，将其捏碎，我哥自会找来。”苏璇找出那枚令牌，正欲捏碎之时，脑海中传来声音：“这可是求救的传送法宝，对方多半是灵君境巅峰，只要捏碎，片刻就能传送过来，不先准备一下吗？”苏璇笑了笑，直接将令牌捏碎。眼下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准备？没一会儿，天际之上，空间不断扭曲，一名男子自虚空中踏出，气势翻腾，席卷整片草原。竟然是他！看清男子的样貌，苏璇整个人都懵了。这不正是当初幽魂山内猎杀空魂兽的家伙吗？他竟然是任贤的哥哥！超了！场劫千叮咛万嘱咐，若是再遇到这家伙，断然不能交恶。但是眼下这情况，还有的选吗？幸好也是灵君境9重，我们联手还是能对付的。柳如烟的声音再度响起，语气轻松无比。灵君境8重、9重都可以称之为灵君境巅峰，有时候甚至10重也能化为巅峰之列。但灵君境真正的强者是灵君境10重圆满，这种半只脚入境玄离境的人，何人敢伤我弟？人要大吼一声，缓缓自空中降下：“哥，救我！救我啊哥！”任贤奋力挣扎，却被魁儿死死拽住。找死！人妖一脚跨出，刹那便来到魁儿面前。苏璇赶忙扼住任贤咽喉，威胁道：“再敢上前一步，当场要了他的狗命！小子，灵君境3重，你这是在自掘坟墓！”人妖怒不可遏，顾及弟弟性命，一时间不敢上前。以任贤破体境的修为，若是冲突爆发，只怕会是第一个死的。师姐，我送你去个地方。苏璇一挥手，将龚兴慈以及魁儿送到寝殿内，随后柳如烟踏空走出，遥遥站立，气势逼人。拿气灵来交换你弟性命。苏璇朝男子喊道：“哥，我不想死，快把气灵给他们。”任贤被扼住咽喉，声音沙哑，连连朝哥哥挣扎叫喊，
求生意志非常强烈。突然任贤的目光落到柳如烟身上，惊讶柳如烟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很快任贤眼神迫切起来，挣扎道：如烟长老，救我，我是玄道宗弟子。柳如烟一脸冷傲，置若罔闻，同时心中暗叹，这任贤死到临头了，还没明白当前处境，真是可悲。人耀看了弟弟一眼，眉头皱起，随后冷冷朝苏璇开口：把器灵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弟弟。对，一手交人，一手交货。人耀略作犹豫，手一摊，一只淡白色的幽灵状生物出现，人耀将其紧紧捏住，朝苏璇怒道：你若是敢耍什么花招，我保证让你们血洒当场。没问题，交换吧。苏璇郑重答应，将任贤拎出，电光火石之间，双方完成了交换。只是在将任贤交出的刹那，苏璇全力一掌拍在任贤的天灵盖上，夹杂着大崩灭指，随后迅速将那只淡白色幽灵收入光幕空间。任贤哀嚎一声，七窍流血而亡。人要抱着弟弟尸体，周身气势翻腾，彻底陷入癫狂。我必杀了你们！嘿嘿。苏璇远远退开，满脸得意。就任贤这样的畜生，死100次都不为过，岂能轻易放生？反正已经将人要彻底得罪，苏璇才不想管这么多，与其畏手畏脚，不如雷霆一击，斩草除根。柳如烟做出防御姿态，同时蹙眉说道：刚刚那好像不是玄沙浮屠的器灵吧？一听这话，苏璇懵了，不是器灵，那是什么玩意？苏璇没见过器灵长什么样子，但想着就刚刚那种交换的局面，对方也不敢耍花招，没想到对方居然跟自己一样狡诈，也是器灵，但应该不是玄沙浮屠的器灵。柳如烟话音刚落，人要已如离弦之箭爆射而来，柳如烟应声出手，猛烈的气浪炸开，苏璇当场被掀翻出去。刘长老，既然如此，只有杀了他了。苏璇站稳身形，朝柳如烟喊道。柳如烟点点头，须臾之间已经跟人要交手几个回合，他们速度极快，在草原上空鏖战，各自施展的神通非常炫目，令天地为之变色。苏璇催动青木大法，引导草木之灵加持自身，一团绿莹莹的气体将它包裹，形成强有力的防御。随后利用光幕配合着柳如烟战斗，人要的法宝远程神通全部被光幕吸收。一时间，天际之上的二人纷纷看向苏璇，满脸不可思议。人要疯了似的朝苏璇扑杀而来，却被柳如烟趁势挡下。原本刚晋升9重的柳如烟对战修为老道的人耀表现得有些吃力，但在人耀的武器以及神通都被苏璇收走之后，柳如烟逐渐找到状态。双方再度交手几个回合，人耀被柳如烟狠狠砸向地面，整片草原剧烈震颤。你们不是要那器灵吗？想不到吧，他一直在我弟体内。人耀来到任贤尸体旁，直接从任贤脑袋中抽出一具痛苦挣扎的赤色灵魂体，随后吞入腹中，顷刻炼化。苏璇神色骇然，仿佛一枚炸弹在脑海中爆炸开来。器灵居然一直在任贤身上，随着人耀将器灵炼化，他的实力猛然攀升。灵君境10重，灵君境10重圆满。原本这器灵就是人耀留给弟弟的机缘，只是碍于修为，任贤一直没能彻底炼化，只掌握了一部分能力。刚刚任贤说要他交出器灵的时候，人耀就已经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弟弟的计划，所以他就随便抽了一具灵气器灵交出。没曾想对方竟然如此狡诈，敢当面将弟弟灭杀。小子，别以为我没看见，收走我法宝以及攻击的是一道光幕，交出来吧，饶你不死。人耀身形闪烁，下一刻来到苏璇面前，一掌轰出，苏璇连忙照出光幕抵挡，没曾想柳如烟却是突然出现，硬生生将这一掌接下，喷出一口鲜血。真是个难缠的臭女人，为了这么一个小白脸，值得吗？你不如跟了我。滚！双方再度激烈交手，人耀虽然没了武器，但在境界上已经彻底压制柳如烟，仅凭借肉身强度就能打得柳如烟毫无还手之力。苏璇想将人耀直接收入光幕，到时候慢慢蚕食，却又想到人耀的武器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玄沙浮屠，所以到了光幕里面只会更加难缠，弄不好光幕都要被击碎。好好的计划全被任贤这畜生给毁了。苏璇连连咒骂，眼下情况于他们不利，还是先走为妙。他闪身来到柳如烟面前，将重伤的柳如烟收入光幕，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耀顿时傻眼，审视着这片天地，神识扫过每一片角落，都没有发现两人的身影，不由怒嚎起来。即便拥有空间灵气，也无法做到彻底隐藏，好歹灵气本体要留在原地。为什么又是这种情况？难道说当初在幽魂山带走空魂兽的也是这个家伙？光幕空间，苏璇搀扶着柳如烟缓步进入寝殿。你说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掌？我自己明明可以应付的，要是挡不下怎么办？那可是灵君境巅峰，你差太远了。
柳如烟理直气壮地说着，目光缱绻，躬身靠在苏璇身上。怎么了，刘长老你？龚新慈一脸茫然地从御脊上过来，帮助苏璇搀扶柳如烟。我没事，还死不了。柳如烟拭去嘴角血液，做事就要正起身子，下一秒直接软绵绵地摔在苏璇怀里。别故作坚强了，你这伤势非常严重。苏璇将柳如烟抱到御脊上躺下，转头朝奎二道：去厨房烧点热水，我去帮忙。龚新慈跟着奎二进入厨房，协助着烧水。你这家伙看不出来竟然拥有这么一个诡异的法宝，居然自成空间，还能吸收法宝与攻击。柳如烟眼光毒辣，打量着寝殿，清楚这就是一般的建筑而已，真正厉害的是外面漆黑深邃的空间。好了，现在别说这些没用的，要不我先送你回玄道宗吧。你这伤势太过严重，感觉里面骨头都断了。柳如烟重伤的根源就是之前替苏璇硬挡的那一掌。柳如烟一把抓住苏璇的手，绝对不行，现在回去我伤成这副样子，贺青州必然追问缘由，到时候根本解释不清楚。苏璇汗颜，姑奶奶你跟在我身边没用啊，而且到时候被发现才是真的解释不清楚，这算什么？我带着你私奔。柳如烟脸色惨白，微微笑道，也不是不可以。苏璇白了柳如烟一眼，没有说话。很快龚新慈端着盆出来，拧了一个热毛巾，擦拭柳如烟嘴角以及身上的血渍湿地，回避一下。我帮柳长老清理胸前的伤口。龚新慈指着柳如烟被鲜血浸红的胸前。柳如烟开着玩笑道，让他看也不是不可以。如烟长老快别说话了。龚新慈非常焦急，气息都不稳成这样了，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苏璇识趣地走开，来到寝殿外。此刻那只淡白色的气灵在漆黑的空间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苏璇将气灵一把拎了过来，差点没给他吓死。说，你是何种品阶的气灵？中品灵气。苏璇思索着，眼下玄沙浮屠的气灵被人妖炼化，已经没有希望再拿回来了，只能想办法看看能不能重新凝练一个气灵。随后苏璇来到玄沙浮屠旁，朝手中气灵问道，有没有办法能够破开这外面的禁制？我要进去。绝品灵气？没有办法，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气灵，只会掌控自身灵气的禁制和功能，对于别的灵气束手无策。你最好跟我说实话，不然等待你的只有灰飞烟灭。不敢大人，我是万万不敢欺骗您的。苏璇瞧着气灵害怕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继续问道，这尊绝品灵气的气灵已经被人炼化，有没有办法可以重新凝练气灵？大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没用的东西。苏璇一把将气灵甩飞出去，任其在黑暗中面对恐惧。还以为气灵有多厉害了，原来只是一个会说话、战斗力弱的可怜的废物。望着面前的玄沙浮屠，苏璇叹了口气，眼下不仅要想办法给柳如烟疗伤，还得抓紧破解玄沙浮屠上面的禁制。林婉修为禁师当初只给他吸收了一点点灵气，时间长了恐怕要饿死在里面。希望魁四、魁五这两个家伙身上有点资源吧。玄沙浮屠内，林婉虚弱的瘫软在地上。苏璇乖徒儿，你去哪儿了？你要是再不来，为师要被你活活饿死了。林婉真觉得憋屈，怎么说自己也是半步玄离，竟然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他身上是一点灵气都没了，苏璇那天给他吸收的灵石传音就消耗掉了一部分，现在又坚持了这么久，已经枯竭，若是再得不到补充，可能真就跟凡人一样，要活活饿死了。突然林婉将眸子投向外面站着的两具傀儡，他们一丝不苟，就这样生生站了几天。喂，你们身上有没有灵石？林婉开口问道。魁四和魁五相视一眼，苏璇给他们的命令是保护林婉，并没有让他们听从林婉行事，所以这开口索要灵石显然不在保护的范畴内。半天没有得到回应，林婉冷笑一声，自己居然试图跟两具傀儡索要灵石，当真是疯了。魁五扭头看了一眼，察觉到林婉非常虚弱，恐怕再这样下去真要命不久矣，赶紧跟魁四整理逻辑道，主人让我们保护他，可他若是死了，哪怕是自己死的，我们是不是也算失职？保护他等于不能让他死。魁四脑瓜子不太灵光的样子。两具傀儡争辩了片刻，最后得出结论，人不能死。林婉躺在地上欣慰地笑了笑，还算这傀儡有一点点灵智。你身上有灵石吗？没有，主人没有给过我灵石，主人也没有给过我。魁四、魁五看向林婉，试图得到新的指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唉，林婉叹了口气，闭眼准备等死了。片刻之后，林婉又突然睁眼看向魁四、魁五，你们把核心打开，我吸收一点点能量就行。林婉作为圣女，自然是知道这种傀儡运行的核心是依靠体内的魔核以及阵法，能够源源不断吸收天地灵气，达到累人的效果。虽然此刻玄沙浮屠被禁制封印，灵气进不来，
但魔盒里面是有灵气的。魁四、魁五相视一眼，没有犹豫，来到牢笼外。他们躬身下去，头顶缓缓开瓢，露出里面一颗闪烁着光芒的4阶魔盒。林婉大喜过望，将手伸出去，触碰在魔盒上，一股晶莹的能量自魔盒中缓缓流淌而出，进入林婉体内。苏璇回到寝殿，龚星慈已经将柳如烟身上的血渍清理干净，包扎好，并换了身干净的紫衣。柳如烟似乎很喜欢紫色，百宝袋里备存的衣裳几乎都是紫色的。怎么样，拿回器灵了吗？龚星慈见苏璇回来，赶紧上前问道。之前光顾着柳如烟的伤，没来得及提这件事。苏璇摇摇头，器灵一直都在任贤体内，这个畜生太狡诈了。我杀了他之后，器灵被他哥当场炼化，所以眼下想要破除禁制，只能依靠外力了。最不济的办法就是将玄沙浮屠给毁掉，这个我能做到，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光幕可以回收玄沙浮屠，但有回收的这个时间，只怕都已经找到外力破除禁制了。而且玄沙浮屠还是林婉的绝品空间灵气，就这么回收了，多少有点暴殄天物，这只能是最后走投无路时才选择的办法。一尊绝品空间灵气在灵君境算得上最有力的臂主，那怎么办？你不是说师尊修为尽失吗？被关在玄沙浮屠内，不会饿死吧？龚星慈满脸担忧。不会，我当时留了2具傀儡在里面，交代他们保护好师尊。现在我已经感应到傀儡的阵法被破坏，应该是师尊吸收了魔盒内的灵气，所以短时间内没多大问题。眼下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破除禁制，既可以救下师尊，又能保证玄沙浮屠不被破坏。苏璇说着，不禁托腮思索起来，玄沙浮屠表面的这层禁制非常诡异玄奥，明显不属于玄沙浮屠本身，应当是任贤这个混蛋请他哥布置的。禁制能够完全隔绝灵气进入，像封印一样，只有任贤能够自由进出。眼下任贤死了，想要破除禁制，只能找玄离境强者帮忙。玄离境强者，我们上哪儿去找？龚星慈神情愕然，这是他目前想都不敢想的境界。一直躺在玉脊上没有说话的柳如烟突然开口，这还不简单，我入玄离不就得了？苏璇顿了顿，来到柳如烟身旁，这女人看不出来说话还有几分霸气。你现在才灵君境9重，距离玄离还有2个境界，哪有这么容易的？我可是太阴之体。提到这个，柳如烟就来了兴趣，当即要翻身起来，不料直接疼得龇牙咧嘴。苏璇一脸无语，赶紧安抚柳如烟好好躺下。柳长老，你这情况有些严重，能自行恢复过来吗？还叫我柳长老？柳如烟幽怨地抛了个白眼。苏璇赶紧示警，在外面可别说这些。柳如烟这才闭嘴，良久后说道：自行恢复不了，这一掌非常霸道，震碎了好几根骨头，需要一枚雷属性魔盒才能炼化治愈。几阶的？柳如烟语气一沉，5阶。什么？苏璇一整个震惊了。5阶魔盒意味着至少拥有灵君境大成的实力，就像当初的空魂兽那样，若非受伤，再加上有场前辈在，空魂兽哪儿肯心甘情愿被猎杀？我这次出来没带多少灵石，所以柳如烟有点难以启齿。苏璇赶紧打住，所以你还不肯回玄道宗接受宗门内的治疗，总好比跟着我摆烂要好。回去干嘛？那贺青州烦死人了，必然刨根问底，追查伤势缘由，我们谁都别想好过。苏璇沉默了，柳如烟说的没错，况且这伤是因为他才挨的，苏璇定然不能放任不管。只是这5阶魔盒买的话怎么着也得800-900万灵石，手头上的资源本就捉襟见肘，若是将资源全部拿出，或许能凑够灵石买一枚，但短时间内修为就会停滞不前。苏璇不想这样，不选择买的话，可以去猎杀一头。若是弱一点的5阶妖兽，实力在灵君境大成左右，还是有把握对付的，比去买药划算很多。5阶魔盒的事我会想办法，安心恢复吧。听到苏璇这么说，柳如烟欣然一笑，鼻子假装嗅了嗅，这寝殿里怎么有2股女人的味道，还蛮香的。其实柳如烟一早就闻到了，只是一直憋到现在才说而已。龚星慈赶紧附和，对啊，我也闻到了，不是我和刘长老身上的。苏璇被二女瞪视着，直言不讳道，这有什么的，寝殿的主人本来就是女的。所以龚星慈继续追问，所以我们这只能算是借宿。翻海城金家议事厅内，穆清瑶和赵子金被金家众人奉在主位上，金家主金藤朝2女躬身抱拳，言语愤慨，先师，今晚王家要派人来强抢我的2位女儿，还望先师出手阻拦。强抢？穆清瑶对这个词极为敏感，家主你详细说说。王家早就想蚕食我们金家，1年前因为方氏被夺，无奈与王家定了一场婚约，由我大女儿嫁与王家纨绔王谦，以此换取方氏的份额。没曾想他们无耻至极，今年突然反悔，居然想要我的2位女儿一同嫁过去，如若不然，将全盘收走金家方氏。
穆青瑶眉头一皱，身旁的赵子京冷冷开口道：“这件事没人管吗？没人敢管啊！城主府全是王陈两家的人，他们沆瀣一气，我们根本斗不过。”大长老金海气愤地说道：“这一年来，金家可谓是受尽了王陈两家的打压，就因为两家在这一年内各自出了一名灵军境强者，原本都是三流家族，两家因此直接跻身二流，迅速抢占市场，手段狠毒残暴。看在你们曾经救了紫金的份上，我们可以全力帮助金家，但是有一个要求。”穆青瑶说道。一听这话，金家众人面面相觑起来，以为对方是要狮子大开口。实在是这一年金家被打怕了，实力相比以前只能说十不存一，若是再被宰割一笔，只怕要彻底走上灭亡。穆青瑶瞧见他们这副样子，当即补充道：“我所说的权力是指帮助你们金家重回巅峰，包括灭掉王陈两家。”灭掉王陈两家，重回巅峰。一众高层不知所措，这未免有些嚣张了吧？只有大长老金海和金腾二人知道，穆青瑶这不是空话，他们有这个实力。金腾示意众人安静，朝穆青瑶说道：“有什么要求，仙师但说无妨，只要我金家有的，定倾囊献出。我们的要求就是所有击杀的尸体，包括身上的百宝袋以及法宝，要给我们带走，其余的全部归你们金家。”穆青瑶和赵子京都知道苏玄光木的真正作用，能够回收一切有灵气的东西，最终反馈为修为。这就是一年来苏玄修为暴增的真相。苏玄再怎么瞒别人，也不会瞒两位夫人的。只要尸体以及尸体身上的法宝，这算哪门子的要求？金家众人都懵了，尸体他们拿来根本没用，还要费力自行处理。即便是法宝以及百宝袋中的资源，那也算不上什么，跟两家的底蕴以及市场比起来，简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仙师可是在开玩笑？拿尸体去干什么？就算加上尸体上的法宝以及资源，那也远远不够仙师出手的价值。要不等事成之后，我们拿出两家70%的底蕴交给仙师如何？穆青瑶连连摆手：“我家男人跟我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们与紫金有恩，那些都是你们应得的，尸体反正你们也没用，我们就顺手处理了。”这金家众人哑口无言。好了，啰里吧嗦的，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穆青瑶连连摆手，气势一下子就上来了。他看向家主金腾：“我肚子饿了，什么时候开饭呀？”“开饭，马上安排。”饭后很快到了晚上，穆青瑶靠在赵子京身上打着瞌睡，赵子京则与一旁家主金腾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气氛非常尴尬。赵子京看了眼怀中的夫人，对金腾道：“时间也不早了，把你的2位女儿请出来吧，待会儿王家来了，你们当面撕毁婚书，我再出手杀了来人。”“好。”金腾点头答应。没一会儿，他就将2位女儿带来了议事厅。赵子京一看，点了点头，长得蛮漂亮的，怪不得被王家惦记。他们是双胞胎吗？金腾摇摇头：“不是，年龄差了1岁。你们是不是都不想嫁？”赵子京朝2女开口：“回仙师的话，那王家王谦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纨绔，专门玷污女子清白，无恶不作，我们定然不肯遭他毒手。”金子轩上前跪拜叩头，朗声说道：“在他之后，妹妹金子晨也应声跪拜。我和姐姐一样，姐姐看不上的人，我也讨厌。都起来吧，只要你们不愿，没人敢强求你们。”赵子京暗自打量2女颜值，如此漂亮的女子，若是被恶人玷污，确实让人心疼。都是女人，赵子京与她们惺惺相惜，女人才能更理解女人。赵子京话后，2女迟迟没有动静，若不是怀中还靠着夫人，赵子京已经上前搀扶了。为何还不起来？快起来吧！金子晨看了姐姐一眼，姐姐不起，她也不起，一直跪着。这时金子轩开口说道：“还请仙师收我为徒，子轩想成长进步，为家族分担压力。”收徒？赵子京挑眉，一时有些异动。跟屁虫金子晨赶紧说道：“我和姐姐一样，想拜仙师为师。”赵子京没有说话，场面就这样僵住。金腾赶紧出来打圆场，其实拜师这事是他暗中交代金子轩的。仙师，这还望仙师收下2女。金腾躬身，深深做了一礼。这次能请到仙师相助，他们金家已经占了大便宜，再提拜师属于得寸进尺。但是金腾不甘如此，他就这2个宝贝女儿，若是不能自己成长起来，依靠父母和家族，以后的路必定困难重重。因为外貌出众，2女日后必然要遭人惦记。金腾看得很长远，所以不惜冒着得罪仙师的风险，也要尝试尝试。我看还是没这个必要了吧。一番心理斗争之后，赵子京不想收徒了，因为苏玄拥有摩罗神通，若是带2个漂亮徒儿在身边，他知道必然要出事，所以这不是为了2女好，而是害了他们。金腾见此情形，赶忙上前搀扶金子轩，既然仙师已经表明态度，就证明这件事成不了，没必要多做纠缠，惹仙尊不高兴。
然而金子轩却固执地跪在地上，甩开父亲的手，还望仙师怜悯。子轩日后定鞍前马后，孝敬仙师。跟屁虫金子晨自然不用多说，他跟姐姐必然站在一条线上。吵闹声将打瞌睡的穆青瑶给吵醒了，看了眼面前跪着的两女，穆青瑶不明所以。紫金，这是干嘛呢？他们非要拜我为师。穆青瑶一听这话，心里一琢磨，当即低声说道：这是可以啊，多2个使唤丫头，你还不高兴啊？以后可以让他们给我们带孩子，我们就可以和苏璇出去浪。这恐怕不是带孩子这么简单的吧？夫人，你看看他们的长相再做决定。穆青瑶一听这话，看向两女，你们抬起头来，让我看看。金子轩和金子晨听话的抬起头，让穆青瑶好好打量。出色的样貌以及别致的身材都能让人眼前一亮。穆青瑶看后顿时明白赵子金的担忧了，当即小声打趣道：收了吧，回去那家伙指定要把你当个宝供着。可是夫人，他们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我们这样会把他们带上歧途的。什么歧途？乱说！你觉得苏璇是那种强人所难的人吗？况且这么漂亮的2个姑娘留在金家，以后她们就能找到幸福。我们不必带入苏璇，你就当她们是你徒儿就行。有我们在，苏璇不敢放肆。穆青瑶主要就是舍不得这2个使唤丫头，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她得为以后考虑。难不成让傀儡带孩子？这自然是不行的，把孩子带傻了怎么办？苏璇忙着搞资源，带自然是愿意带的，可是又能有多少时间呢？赵子金权衡夫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自己的徒儿以后谁敢欺负？哪怕是苏璇也不行。而且这2块璞玉以后真的找男人，还能找到比苏璇优秀的吗？好了，你们2个起来吧，我以后可以教导你们修炼，拜师就不必了，没那种规矩。赵子金上前将2女搀扶了起来，多谢师尊。2女抱拳道谢。金子轩年方19，修为达到了破体境2重，赵子金非常满意。金子晨虽比姐姐小1岁，但是修为却弱了很多，只有先天境10重，只能说勉勉强强。金藤老泪纵横，以后2位小女全仰仗仙师了，若有不规矩、不听话的地方，仙师可任意责罚，不必顾虑。赵子金点点头。这时一名弟子跑了进来，因为太急，整个人摔在地上，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金藤大骂一声，弟子赶忙说道：禀家主，王家来人了，他们还未进家门，就杀了我们2名弟子。什么？金藤怒不可遏。赵子金蹙眉，一直听金家说这王家是如何的凶狠残暴，心里一直没有直观的印象，但是现在有了把人带来这里。穆青瑶冷声开口，随即目光落到金子轩和金子晨2姐妹身上，朝他们勾了勾手。仙师。金子轩来到穆青瑶面前躬身行礼，金子晨慢了半拍，仙师。看着2个俏皮可爱的女孩，穆青瑶点了点，以后不要叫我们仙师，多难听，叫姐姐，听到没？金子轩诧异地看了父亲一眼，见金藤没反对，当即朝穆青瑶喊了声姐姐。姐。穆青瑶看向这个总是慢慢拍的跟屁虫，你怎么老是学你姐啊？金子晨眼神求助地看了金子轩一眼，对方朝他打了个手势，他这才说道：姐姐说的做的都是对的，我喜欢向姐姐学习。穆青瑶一脸无语，将金子晨揽到身前，那你自己做的就不对吗？不要这么拘谨，以后在我们身边跟在自己家一样，知道没？金子晨又想去看姐姐，被穆青瑶一把按住，他这才怯怯说道：知道了。穆青瑶欣然一笑，摸了摸金子晨的脑袋。这时几位长老领着4人来到议事厅门口，4人中为首的那名男子神色戏谑，吊儿郎当，目光投了进来，看见金子轩姐妹以及主位上的穆青瑶、赵子金之后，顿时惊喜，飞奔过来。哇嘎嘎，金藤干得漂亮，这2位美女是从哪儿整来的？极品啊！王谦神色火热，目光贪婪地游走在穆青瑶和赵子金身上。原本今晚来金家，王谦只是想姐妹双飞，没曾想金家居然准备了如此厚礼，当真是失误啊！金藤神色阴沉，王谦，这2位是我金家贵客，不得无礼。什么贵客不贵客的，本少爷改主意了，你金家必须将他们4个一起嫁给我，不然一处方式都别想开。大胆，你们王家别太过分！金藤气恼着上前，破体境巅峰修为迸射而出，然而王谦却极度嚣张地甩来一巴掌，金藤被打得愣在原地。老子看上这些女人是金家的荣幸，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这样说话？王谦揉了揉手，刚刚那一巴掌把他手都打疼了。只有破体境2重的他，面对破体境巅峰丝毫不惧。金藤有实力，可是敢动手打自己吗？他背后站的可是王家，拥有足够嚣张的资本，小小金家根本没放在眼里，抬手可灭。父亲，眼看金藤被打，金子轩2女就欲上前，被穆青瑶一把拽住。与此同时，王家其余3人全部来到王谦身后，
几位金家长老怒不可遏，一时间剑拔弩张。金腾没有动手，因为王家这3人全部都是破体境巅峰。况且今晚不是金家主场，而是2位仙师。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子今晚亲自光临你金家，可不是听你们放屁来的。老子现在火气很大，2位老婆快给老子灭灭火！王谦狂笑着就要上前拉拽金子轩，揍他。穆青瑶冷冷开口，轻轻拍了拍金子轩肩膀，将他松开。金子轩一愣，顿时来了底气，奋力扇出一掌，将王谦整个人扇翻在地。臭娘们，你他妈敢打老子，今晚非叫你生不如死！王谦被打懵了，嘴角溢出鲜血。金子轩这一巴掌带着极大的情绪，大胆！王家3人见状冲了上来，金腾赶忙上前阻拦，却被赵子金挡下。只见赵子金轻轻一挥手，3人直接倒飞出去，砸在墙壁上。林君静，王谦震愕，身子一步步向后倒退。子金，让你的2位徒儿撕了婚书，这些人一个都不要放过。随着穆青瑶话落，金腾将一卷婚书丢向金子轩。金子轩接过，来到王谦面前，一脚踏在王谦身上，将婚书撕个粉碎。你们金家疯了，以为有一位林君静坐镇就可以嚣张不成？我王家一人从地上爬起，大声呵斥，没曾想下一秒就身手分离。赵子金的剑快准狠，飞剑停滞片刻，剑锋再起，另外2人也气绝身亡。整个议事厅一时间只剩下瑟瑟发抖的王谦以及震撼惊喜的金家众人。金家不可以杀我！金腾，你快说句话！我王家其实有2名林君静强者，杀了我，你们全都要玩完！王谦爬到金腾脚下，语气威胁。金腾一脚将他踹翻。2名林君静算个屁！金家现在可是有4名。王谦哀嚎连连，却被金腾上前一把揪住，这一巴掌还给你！棒！王谦半边脸直接被扇烂，血肉模糊，吓到蜷缩在地上，大小便失禁。杀了他吧，看得我犯恶心！穆青瑶一脸厌恶，连连摆手。就在金腾准备动手之际，赵子金先一步出手，一剑划破王谦双眼，而后剑归鞘，王谦亡。穆青瑶摇摇头，子金还是这般疯狂，不过干得漂亮。谁让那家伙眼睛乱瞟的金家几位长老将现场的尸体收集起来，装入百宝袋内，递给赵子金。穆青瑶打了个哈欠，今晚就先这样吧。子金，走，休息。赵子金点点头，跟上夫人路过金腾时，他将魁三召了出来。今晚王家若是有人敢来打扰，魁三会护着你们，我和夫人去休息了。金腾连连点头，保证不打搅2位仙师休息。在赵子金随穆青瑶走远之时，金腾这才反应过来，招呼金子轩道：还不快去伺候你家师尊！哦，金子轩赶忙带着妹妹追了上去。一时间，整个议事厅安静下来。金家诸位长老望着家主，面面相觑。良久，有人吐出一句话：我金家终于看到希望了。夜里，妖兽山脉天山北路，据说这里是整个大黎皇朝妖兽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妖兽聚集地。苏玄站在树梢上眺望着，心中生出一个疯狂的想法：妖兽体积巨大，同街内回收的灵源定然远超人类尸体，若能够大体量的收割一波，只怕要回收爽了。白天赶到妖兽山脉，苏玄已经物色好了一种5阶雷属性妖兽霹雳苍狼。这种妖兽成年体一般拥有灵君境6、7重的实力，比较容易对付。唯一值得担心的就是霹雳苍狼是群居妖兽，不能一次性招惹太多，万一惊动了狼王，没有好果子吃。远处的山崖上，几头霹雳苍狼仰天长啸，沐浴着月华。在霹雳苍狼领地周围，空气十分干燥，遍布着电弧。苏璇小心翼翼靠了过去，瞅准3头趴着睡觉的苍狼，光幕瞬间将他们收走。自从晋升灵君境3重之后，光幕的直径达到了100米，以苏璇为圆心，就是直径200米范围内可以做到瞬息收放自如。换作寻常人想要猎杀一头霹雳苍狼，只怕灵君境8、9重都不一定做得到，因为狼群的数量实在太多，招惹一头就是群起而攻之，想要猎杀实在太难。但是这对苏璇而言算不得什么，只要单体伤害不足以击碎光幕，他就是无敌的存在。光幕内，苏璇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慢慢耗死了一头霹雳苍狼。这种妖兽能够控制雷电攻击，稍有不慎被雷电击中，非得全身通透不可。另外2头没受多大伤，他们靠在一起，短时间内猎杀不了。苏璇也没想着将他们一口吃掉，毕竟是5阶妖兽。很快，苏璇从那头死了的霹雳苍狼脑袋中挖出魔盒，尸体丢去回收。来到寝殿，龚新慈已经回房间休息，柳如烟则坐在玉脊上闭眼修炼，一双纤细修长的大腿无处安放，雷子在衣服的包裹下显得非常丰满紧致，像2颗要爆炸的气球。诺，5阶雷属性魔盒。苏璇将魔盒放到茶几上，
倒了杯茶，一饮而尽。柳如烟睁眼看着魔盒，惊讶不已，居然是霹雳苍狼的魔盒。你小子当真恐怖，这种妖兽就算我没受伤，也不见得能猎来一头，你居然轻轻松松就搞到了。柳如烟知道苏玄是依靠光幕才得手的，对于这个诡异的法宝当真羡慕。好了，别说这些没用的，快点炼化恢复，我还等着你晋升玄离境，然后抹除玄沙浮屠上的禁制呢。苏玄仔细想过了，短时间内让柳如烟晋升到玄离境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想要我快点晋升，那你得卖点力才行。柳如烟扑到苏玄身上，做出一副要吃人的模样。苏玄耸耸肩，老实一点，师姐已经休息了，要是把人吵醒，我非收拾你不可。来啊来啊，来收拾我啊！苏玄无语，给柳如烟抛去一个好自为之的表情，然后走向宫心祠房间。你去干嘛？人家已经睡着了。要你管。苏玄进去后把门关紧。柳如烟咧嘴一笑，拿起那枚5阶魔盒开始炼化。房间中，宫心祠甜甜睡着，露了张精致的脸蛋在外面，以及一双标致的白嫩腿子。师姐居然有踹被子的习惯，苏玄不禁一笑，给宫心祠把被子盖好，然后钻进被窝安分睡觉。他的房间要留给柳如烟，所以只能委屈自己挨着师姐睡了。翌日，宫心祠自然醒来，精气十足。本想下床，突然看见苏玄正躺在旁边，吓得他赶紧掀开被子一看，见自己寝衣穿得好好的，不禁松了口气。只要没有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宫心祠并不介意这样，反正平常苏玄也没少占他便宜。出了房间，柳如烟还坐在玉脊上修炼，只不过相较昨晚，周围干燥了许多，能够隐约看见游离的电弧。昨晚师弟肯定给刘长老弄来了雷属性魔盒，辛苦他了，得好好做顿饭犒劳才行。如此想着，宫心祠走进厨房。中午，苏玄这才睡足醒来。出了房间，宫心祠已经做了好几道菜摆在桌上，本人则还在厨房忙碌。柳如烟炼化5阶魔盒接近尾声，伴随着全身噼里啪啦一阵作响，柳如烟彻底炼化完成，身体中被击碎的骨头也在魔盒的作用下重新长出，比以前更加结实有力量了。怎么样，是不是彻底恢复了？苏玄问着，走到门口扫了一眼霹雳苍狼，被回收了一整晚，2头狼的力量削弱了很多，但依旧不容小觑。多亏了你的魔盒，不然没这么容易恢复。柳如烟走下玉脊，来到苏玄身旁，不由自主地靠了上去。既然这样，麻烦出手把这2个家伙解决了呗。苏玄将2头霹雳苍狼所在的位置引导在了柳如烟眼中，竟然还有2头霹雳苍狼，怪不得昨晚我隐约听到了狼嚎。柳如烟精神一振，等等，为何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正在蚕食他们？柳如烟看着苏玄眼睛，不会是你这诡异空间造成的吧？目光还是这么的老辣。没错，是我在吸收他们的力量。吃饭了。宫心祠这时端着热气腾腾的饭锅从厨房走出，听到这话，苏玄身子一颤，赶忙将靠在身上的柳如烟推开。然而宫心祠早就已经看见，呆呆地望着2人。你们……哦，你说这柳长老也真是的，刚刚恢复，非要到处乱走，要不是我扶着，怕是直接摔出去了。苏玄机智的一批，很完美的化险为夷。宫心祠点点头，原来是这样，不由对柳如烟道：柳长老，外面非常黑，身体没完全恢复之前，还是不要随意走动的好。快来吃饭吧。柳如烟扑哧就笑出了声，白了苏玄一眼：你倒是机灵，少说废话，快点吃饭，然后给我灭了这2头霹雳苍狼。饭后，柳如烟很轻松就解决了2头气息微弱的霹雳苍狼，其实不用他出手，2头苍狼的力量已经被光幕回收了大半，苏玄想要击杀也是简简单单。随后的时间，苏玄自然不打算浪费这免费的劳动力，带着柳如烟在妖兽山脉内疯狂猎杀。只要被收到光幕里，妖兽们仿佛鱼游浅滩，虎落平阳，只能任他们宰割。翻海城金家，由于昨晚到现在王谦等人迟迟未归，王家终于觉察到了不对劲，派遣一众强者上门，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然而不管派去多少人，都仿佛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信。家主王川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赶忙叫上客卿长老，2人火急火燎带人赶往金家。此刻金家客厅，金腾正招待穆青瑶和赵子金吃饭，他们今早睡了懒觉，拖拖沓沓过了午饭时间才出来。不过昨晚留下的魁三却立了大功，让今早王家的几批人全部有来无回。子辰，你要勤加修炼我给你的2门法术，千万不能懈怠，知不知道？赵子金一边吃饭一边教导金子辰，跟姐姐相比，金子辰显得有点愚笨，境界上差了不是一星半点。知道了师尊。金子辰点头，没有去看姐姐。这时一名金家弟子来到客厅，金腾见状赶紧上前，害怕打搅几人吃饭。家主，据家族探子来报，王川带着他家的客卿长老杀过来了。金腾眉头一皱，终于是来了。
他挥挥手示意弟子先下去，而后他来到赵子金身旁，低声将情况说明。这两人实力怎么样？赵子金挑重点问道。王川是今年才晋升的灵君境，修为只有1重，但这客卿长老并非王家人，修为有灵君境2重，是不是只要灭了这两人，王家就土崩瓦解了？回仙师的话可以这么理解。赵子金起身决定亲自出手，他看向穆青瑶夫人，他们来了，你吃着饭，我去解决。穆青瑶点头，将魁翼甩出，带着魁翼去，速战速决。一直在吃饭的金子轩见此情形，顿时明白怎么回事了，连忙起身，我也去。跟屁虫金子晨还未来得及开口，穆青瑶就说道：你们不准去，坐下吃饭。金腾给了女儿一个眼神，随后跟着赵子金离开。金子轩这才悠悠地坐下。打打杀杀的有什么好看的？灵君境的战斗你们又插不上手，去了只会让你家师尊分心。安心吃饭。你看人家子晨多乖。穆青瑶说着忍不住夸奖金子晨。姐姐，我刚刚只是没来得及开口。金子晨赶紧道：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穆青瑶无语了，这小丫头是一根筋吗？就这种不太聪明的样子，带回去指定被苏璇第一个霍霍。金家门口，一群人簇拥着赵子金，身旁是魁翼和魁三。很快，王家众人出现在街头，为首的正是家主王川客卿长老。瞧见这架势，赶忙来到王川跟前，情况好像不太对，他们怎么不害怕，反而很是激动的样子。在来之前，各种小道消息已经传遍了，人们都说金家出了一位灵君境，昨晚以王谦为首的几人全部都被金家解决。真的又如何？我们2个灵君境还能怕他们不成？王川怒不可遏，很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毕竟王谦是他儿子，他不信一夜之间金家敢做出这样的事。来到金家门口，王川一马当先，威压震慑而出，他倒要试探试探金家是否真的出了灵君境。赵子金并未出手，威压拳被魁翼和魁三挡下。见此情形，王川歇斯底里的咆哮：你们当真杀了我儿？那是他该死！一柄飞剑自赵子金身前射出，魁一、魁三随剑而动。顷刻间，杀招袭来。王川惊骇，竟然是3名灵君境，修为只有灵君境1重的王川，仅一个照面便被3道强横的攻击击杀。家主死了！王家众人懵逼不已，纷纷看向客卿长老严金。然而严金哪还有胆子上前攻杀？他的目光停留在赵子金身上，呆愣了片刻，丢下王家众人，迅速向后逃离。魁一跟我来，魁三你协助他们杀了这些家伙。赵子金带着魁一掠出，朝严金追去。一时间，杀伐声响彻金家门口，街头巷尾血流成河。金腾留了一个活口，其余人全部被杀得干干净净，尸体被各位长老收好。说那客卿长老是什么人？他叫严金，是玄幽城严家长老。过了好一会儿，赵子金带着魁翼无功而返。对方不仅拥有灵君境2重修为，还有一门逃跑神通，不然无论如何也逃不掉。此刻金腾面前躺着一具尸体，看见赵子金回来，他赶忙上前问道：仙师怎么样了？赵子金摇摇头：仙师，此人名叫严金，是玄幽城严家长老，怕就怕他回严家找人复仇。玄幽城严家？赵子金顿了顿，发现事情好像比预想的还要严重。你们带着魁一、魁三抓紧收缴王家方式以及市场，让他们彻底消失。留下这句话，赵子金赶忙来到客厅，将事情仔细告知穆青瑶。夫人，之前的严金盯着我愣了片刻，多半已经将我认出来了。穆青瑶一脸凝重，这玄幽城严家是有名的大家族，当初贵三都对他们忌惮有加。这个严金一旦回去，严家势必要抽调一批人来找我们麻烦紫金，要不我们走吧？可是夫人，我们若是走了，金家可就遭殃了。赵子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饭桌旁，金子轩将事情原委全部理清楚了，朝赵子金抱拳道：师尊，你们走吧，不用管我们的，这没你说话的份，坐下。赵子金脾气一下子上来了，金子轩动也不敢动，只得缓缓坐下。穆青瑶轻轻安抚着金子轩：你家师尊就这个脾气，别往心里去。随后穆青瑶看向赵子金：既然这样，给苏璇这家伙传信吧，大不了把严家一并灭了就是。当初若不是严家那畜生先招惹的我们，何至于闹成这副田地？可是夫人，他不一定还在玄道宗，要来早就来了，应该被什么事给耽搁了。听到这话，穆青瑶手一摊，照出一枚奴役手镯。这个手镯与苏璇手上戴的是一对，只不过这个是控制端。看到手镯，赵子金无奈一笑，他还有更好的办法。夫人，番海城离平安京特别近，我们不如找公主帮忙。当初也是为了救公主才惹上严家的，也不失为一种办法。那好，即刻差人前往平安京。半日后，平安京皇宫，
无精打采的兰洛西趴在桌上，嘴里念叨着：“师尊，你说这家伙能去哪儿呢？叶城、黄泉门我都找遍了，连个人影也没有。叶城城主府不是通缉他吗？玄道宗你派人去找过没？”场杰的声音自戒指中发出：“整个浔阳城我都找了，若不是玄道宗进不去，我指定给他翻个底，朝天不可。”兰洛西抱怨着，好一会儿没听到师尊回复，这才悠悠地说道：“师尊，为何如此看重苏玄这家伙啊？你就不怕徒儿遭了他的毒手？这家伙平时看起来不正经，其实隐约中还潜藏着好色的本性啊。主要他那个光目非常诡异，跟着他，你可以随便惹事，身边会有很多机缘。这不，你虽然昏迷了1年，但修为却因祸得福，晋升到了破体境5重。换作平常，有谁能够在1年内从先天境8重修炼到破体境5重的？中间可是足足隔了12重境界。最大的功劳是那枚5阶魔核以及诸多3阶灵才，好吧？那家伙就是个没良心的，我昏迷了1年，人影都找不着。他之所以能晋升这么快，为师怀疑和那个光目有很大的关系。你去和他交好，一来可以保障资源，现在你的地位刚刚有了起色，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必须有人能够护着你。现在为师不能轻易附身助你，不然对你身体的伤害太严重了。二来可以借助他那光目，替为师拿回封印的肉身。说到封印的肉身，场杰语气都变得激动起来。兰洛西点了点头，确实的快点变强。师尊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肉身被2位逆徒惦记，最后遭到迫害，封印肉身来到他身边。虽然早期师尊为了苏醒吸收了他的力量，导致他修为倒退，跌落神坛，但师尊苏醒后也在尽力弥补，可谓是倾囊相授，这些兰洛西都看在眼里。有了师尊教导，兰洛西相信自己只会比以前走得更高更远。之前所遭受的那些冷嘲热讽，兰洛西都没放在心上，因为这只会让他更加强大。可是师尊这家伙居然有2位夫人，贵叔都跟我说了，跟在这家伙身边要遭受心灵以及身体上的折磨。想到这个，兰洛西鼓起腮帮子，气恼不已。此前他已经从贵三口中得知了苏玄一行人在玄幽城、幽魂山的所有遭遇，所以他对苏玄的这2位夫人可是好奇的很。为师虽然是女人，但为师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说，强者身边自来都是追随者无数，在苍蓝玉，这都属于稀疏平常的事。师尊，你居然为这家伙说话，我看师尊你才是着了他的魔。哎呀，兰洛西这话刚说完，脑瓜子就被场杰拍了一下，算是调侃师尊的惩罚。正当师徒俩打趣时，皇帝的贴身太监出现在门外。公主殿下，传陛下口谕，大将军之子丰毅已然回心转意，不日将送来新的婚书，望公主殿下悉知。洪公公？什么？兰洛西气恼地将房门打开，我不接受，这算什么？我落魄的时候他丰毅抗旨退婚，如今我有了起色，他又想要挽回，简直就是做梦。公主殿下，这些都是陛下的安排，老奴只是传话的。说完，太监火急火燎地离去，只留兰洛西一人站在门口凌乱。亏我以前还觉得这丰毅以前有几分豪迈，敢追求真爱，哪怕为此抗旨，今日看来依旧是粗鄙短浅之辈，恶心。兰洛西双拳紧攥，咬紧后槽牙，心中有滔天的恨意以及怒火。自己堂堂公主居然被封家想抛弃就抛弃，想要回就要回，为师也看不下去。洛西，抗旨吧。身为女人，场杰当真替徒儿感到愤慨，什么玩意嘛，这要是换他以前的脾气，这大黎皇朝抬手可灭。师尊，我要杀了丰毅这个道貌岸然的畜生。你现在杀不了他，封家有玄离境坐镇，这些还是等你强大起来再说吧。兰洛西回到房间，心情更加糟糕了，对这皇家也算是彻底死心。在父皇的眼里，他兰洛西算什么？真有拿他当女儿吗？简直一点颜面都不要了。缓和了好一会儿，贵三急匆匆出现在门口。殿下，有苏玄的消息了。贵叔，快进来说。兰洛西情绪好转，赶忙将贵三迎了进来，亲自倒了杯茶。是苏玄那2位夫人的消息，他们如今在不远的帆海城，恐遭玄幽城严加迫害，所以想寻求帮助。就是当初前往幽魂山时，我们不小心得罪的那个严家。贵三缓缓将事情原委道了出来。2位夫人？兰洛西语气一沉，刚刚才提到苏玄的2位夫人，没想到说什么就来什么。思忖片刻后，兰洛西点了点头。那就走一趟吧，当初也是为了救我，他们才惹上严家的，而且跟着他们应该能找到苏玄的踪迹。翌日一早，金家集结弟子，浩浩荡荡来到陈家方氏，他们要拿回属于他们的一切。昨天王家已经覆灭，资源以及市场尽数被缴收。穆清瑶不喜欢拖沓，反正早晚都要对陈家出手，干脆早点办完，早点休息。消息已经传出，陈家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有了王家前车之鉴，他们不敢死拼。在金家众人包围之际，
直接选择投降，这倒是让穆青瑶意外。既然这样，也省去了很多麻烦。金家很快占据陈家市场，曾经的仇怨该报的一并都给报了，其余无辜老幼，金家在穆青瑶的授意下进行了驱逐。如今已然脱离了黄泉门，行事作风什么的都得改改，不能动不动就灭人满门。饶是如此低调，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城主府。王、陈两家虽然在里面有人，一时间却也无可奈何，毕竟金家如今有4位林军境坐镇，这规模都抵得上藩海城很多二流家族了，所以只要闹得不是特别严重，城主府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同时，藩海城白家家族境地内，老祖，据您的要求，已经探查清楚了。不仅是金家这2位小姐国色天香，这突然出现的2名女子也都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修为分别是林君境1重和2重。至于另外2位林君境2重，只是2具傀儡罢了。知道了，你退下吧。一道沧桑的声音响起，白家家主白山点头离去。在白山离开后不久，空间震荡，一名男子自虚无中走出，来到一位盘坐着的老者面前。老者骨瘦如柴，皮肤干瘪褶皱，正是白家还活在世上的老祖白泽。老家伙，主人说了，这2个女人很关键，让你不要轻举妄动。老者冷哼一声，你之前不是还嚷嚷着要杀了他们吗？男子叹了口气，现在不行了，你得保护他们。2日后，妖兽山脉内，苏璇和柳如烟在树林中飞速奔逃，他们正被霹雳苍狼王追杀。这是一头6阶妖兽，除此之外，苍狼王身后还有密密麻麻的狼群。之所以会惹上狼王，完全是因为他们这2天猎杀的太狠了，差不多杀了300多头妖兽，其中霹雳苍狼就有50-60头，这才引起狼王愤怒。苏璇，快躲进光幕吧，这狼王拥有玄离境的修为，你可别再打狼群的主意了。刘长老，你说我为何热衷这霹雳苍狼？以光幕的速度，我们何至于会被狼王盯上？柳如烟听出了苏璇的言外之意，你个混蛋，别告诉我你是故意让狼王发现的吧？柳如烟之前就觉得奇怪，好端端的狼王为何会突然出现？以苏璇的手段，根本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猎杀了这么多妖兽，是时候该离开了，所以在离开之前，必须得干票大的。苏璇狂笑着，突然将光幕照出，竖在狼王与狼群之间，迅速扩张到最大，直径足足100米，狼群根本来不及反应，一个撞一个，一股脑全部撞进这宽大的圆形光幕之中。见此情形，柳如烟整个人都傻眼了，原来这混蛋打的是这个算盘。密密麻麻的狼群，怎么着也得有100多头，眨眼间被苏璇来了个团灭。只有10几头速度慢点的，及时刹住车，这才幸免于难。嗷呜！眼见同胞遭到埋伏，狼王野性爆发，大吼一声，一道恐怖雷霆急速射出。小心！柳如烟急忙大喊，然而为时已晚。雷霆的速度太快，当他闪现到苏璇身旁时，苏璇已经被雷霆击中，浑身焦黑。完蛋了！苏璇惨笑一声，感觉身体渐渐失去知觉。当下，他最后照出光幕，将自己以及柳如烟收了进去。光幕还未来得及合上，就被扑来的狼王生生撕碎。你这个疯子！柳如烟眼眶一红，抱着苏璇避开光幕中游离的妖兽群，回到寝殿内。回来后，柳如烟惊奇地发现，苏璇被接近玄离2重的一击轰中，居然只是陷入了昏迷，没有直接丧失生机。师弟他怎么了？攻心慈急的泪水在眼中打转。应该是摩罗神通。放心，他暂时死不了。苏璇仿佛沉睡了许久，迷迷糊糊间听到了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大难不死，回收光幕提前升级。升级！苏璇身子一颤，缓缓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床边是趴着熟睡过去的龚新慈。苏璇直起身子，靠着床头，感觉浑身酥麻无比。猛地苏璇发现修为居然晋升到了灵君境4重，这让他预感到不妙。难道自己沉睡了很久？还有，系统好像提前升级了，以前系统都是在突破大境界时才会升级，也就是说，原本升级应该要在晋升玄离境的时候，没曾想却因祸得福提前了。苏璇也是大意，当时光顾着高兴，以为隔得很远，狼王晋升起码还要一点时间，忽略了霹雳苍狼可以远程释放雷电。之所以没死，看来是摩罗神通发挥了效果。摩罗神通本身不具备攻击力，除了阳气凶猛之外，似乎还有断肢重生的功效，所以多半是因为这个保住了一条小命。现在想想，当真是后怕，这是苏璇穿越以来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暗自庆幸了片刻，苏璇照出光幕，想看看升级之后有什么特殊的效果。然而打量了半天，根本没发现光幕有什么特殊之处。直径依旧是100米，但是回收速度似乎比以前快了不少。难道就只是回收速度变快了？苏璇大失所望，
系统第一次升级后，光幕可以完全闭合，这也就意味着遇到危险，只要及时藏进光幕内，几乎可以说无敌。第二次升级，光幕打破了不能回收活物的规则，更是能够带人进来居住，简直就是完美的空间法宝。虽然没有第一次那么惊艳，至少也是有了质的飞跃，可这第三次多少就有点寒碜了。苏璇不死心，直接朝系统问道：“不是说光幕升级了吗？效果是什么？”本次升级之后，回收光幕的回收速率显著提升。其次，光幕开启了零元分配页面，请宿主自行打开使用。零元分配，苏璇赶紧在脑海中将这个页面打开，随后看到了详细的使用说明。宿主可以自由分配光幕回收所带来的零元，按照百分比进行分配，分配者拥有与宿主相同的效果，可以使修为晋升。只需要将分配者的一滴精血滴在零元分配页面，即可参与分配。我滴个乖乖，这难道是经验共享？苏璇激动起来，他就知道光幕升级不会这么简单的，没想到还真是。有了这个零元分配，以后夫人他们岂不是也能跟自己一样，不用修炼就能升级？得赶紧试一下效果。苏璇目光急切，最后落到面前趴着熟睡的龚星慈身上。这妮子似乎在自己昏迷之后就一直守着，如此体贴，苏璇心里还蛮感动的。很快，苏璇小心翼翼从龚星慈身上取出一滴精血，以他们之间的修为差，完全可以让龚星慈感受不到任何痛觉。苏璇将精血滴在零元分配页面上，伴随着一道金光，页面开始浮现文字：姓名龚星慈，修为先天境15重，晋升所需零元02，回收分配0%，我超2点零元就能升级。苏璇看向回收分配一栏，意念一动，加到10%。与此同时，苏璇感觉有一股力量从自己身上剥离，随后进入龚星慈身体之中。等了好一会儿，苏璇发现还是需要2点零元才能升级，索性一股脑将回收分配加到了100%。15分钟后，姓名龚星慈，修为先天境15重，晋升所需零元1、2，回收分配100%。苏璇惊喜不已，光幕的回收速度确实快了很多倍，100%速率15分钟就能加1点零元，这么说一天下来在100点左右。又过了15分钟，龚星慈终于晋升到了破体境。苏璇欣慰地笑了，修炼天赋一直是龚星慈迈不过去的坎，为此常常苦恼，哪怕再勤奋努力，终究要差别人很多。但是现在有光幕分配，这个坎终于是跨过去了。苏璇没有将分配收回来，继续让龚星慈一个人回收。时间一点一滴流逝，5个小时之后，龚星慈缓缓醒来，他伸了伸懒腰，凑到苏璇面前：“师弟，你要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啊？”龚星慈呢喃着，给苏璇盖好被子。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房间之际，顿时惊喜地打量自己的身体，他竟然突破了，而且修为直接来到了破体境3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昨晚还是先天境巅峰，怎么一晚上连续晋升了3重修为？这一定是在做梦。龚星慈觉得自己是魔怔了，太过重视修为，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他连忙掐了手臂一下，顿时疼得龇牙咧嘴。不是梦，怎么可能不是梦呢？一晚上连升3重修为，难道是老天爷眷顾我？后继中得爆发，我也是个修道天才。龚星慈陷入一阵遐想当中，突然他身子一软，整个人被揽上床。师姐，搁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啊，师弟，你醒了，你终于醒了。龚星慈先是惊吓，而后惊喜，翻身看着苏璇充满血色的脸庞，露出笑容。师姐，我一共昏迷了多久？2天，才2天。苏璇一整个不可置信，2天时间自己的修为是怎么晋升的？难道是得益于摩罗神通？苏璇决定待会儿找柳如烟问问，这女人是太阴之体，一直对摩罗神通有所研究。师弟，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龚星慈笑意盈盈，决定和师弟分享喜悦。哦，什么好消息啊？苏璇明知故问道。师姐，我成了，我也是修炼天才。苏璇莫名觉得好笑，龚星慈这副自信傲娇的样子可爱极了。笑什么？师弟你是不是羡慕师姐的天赋？龚星慈眸子幽怨。苏璇直接将他压在身下，师姐，你再仔细感觉一下。话音刚落，苏璇将分配比例调整，给龚星慈留了10%，其余全部回到自己身上。霎时间，龚星慈感觉一股能量从身上飘走，进入了苏璇体内。师弟，你做了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你夺走了我身上的某样东西？夺走某样东西，这个以后可以有。苏璇欣然一笑，摸了摸龚星慈脑袋，起身下床。师姐，其实昨晚我就醒了，还有你之所以能连升3级，是师弟我的功劳，我把光幕的力量全部传导给了你，我刚刚只是把它取走了，不过别担心，还留了一部分在你体内，
以后你的修为照样能突飞猛进。啊！龚星慈脸蛋一红，顿时羞愧不已。这时苏璇已经离开房间，龚星慈这才反应过来，苏璇前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要夺走他的什么？玉脊上，柳如烟正闭眼修炼着，觉察到有人走动，还以为是龚星慈，睁眼一看，顿时惊喜。哟，还以为你要再昏迷几天呢，没想到这么快就醒了。还不是柳长老你们照顾得好，不然哪有这么容易醒？苏璇伸了个懒腰，走到门口放眼看去，黑暗中密密麻麻的妖兽游离奔走，场面非常混乱。幸好柳如烟没事，不然寝殿这边没人看着，妖兽多半要冲进来。师弟你想吃什么？我来做。龚星慈这时已经从房间走出，进了厨房。随便做就好，我不怎么苏璇来到玉脊坐下，柳如烟趁机凑了过来，小声说道：这段时间我的太阴之体能量充盈了，什么时候我们再修炼一次？说正事，别插科打诨。为什么我被玄离境的攻击轰中还能活下来？是不是因为摩罗神通？提到摩罗神通时，苏璇下意识将声音放小了些。不然嘞，你以为是什么？柳如烟白了苏璇一眼，对于刚刚苏璇拒绝自己感到不满。那你仔细跟我说说，到底是因为什么？摩罗神通有这么厉害吗？可以硬抗致命攻击而不死？苏璇惊叹，如果真是这样，自己岂不是彻底无敌了？想什么呢你？哪有这么离谱？摩罗神通是某种强大的神通经过改造而成，它的涅槃效果有且只有一次，除非是换一个主人。涅槃，这么说来，突然晋升到灵君境4重，也是摩罗神通的功劳，所以效果是一次性的，可以这么理解。超！苏璇无语了，他一直不知道摩罗神通居然有这种能力，而且还意外使用掉了，当真是懊悔。不过因祸得福，让光幕提前进化，也不算太亏。顿了顿，苏璇朝柳如烟说道：给我一滴你的精血。精血？你拿来做什么？柳如烟蹙眉，修士的精血可是十分珍贵的，不像普通血液那样可以随便流。精血少一滴就意味着少1分成长空间，这会影响到以后的修炼瓶颈。而且精血若是落到居心叵测的人手里，对修士来说同样是致命的。放心，不是用来干坏事。你知道我这光幕的具体作用，用精血绑定之后，回收的尸体会反馈成修为，到时候你升级也能快一些。苏璇也不打算敷衍柳如烟，这女人见多识广，不是随便就能敷衍的。给她分配回收权限，能够让她快速晋升玄离境，这样一来就能解除玄沙浮屠上面的禁制了。你是说真的？柳如烟眼中闪烁异彩，她之前就知道苏璇的光幕能够回收有灵之物，从而吸收成为自身修为，对此她非常羡慕。没有想到这种神奇的能力还能分给别人。当然是真的。得到肯定答案，柳如烟点头，很快凝聚出一滴精血，交到苏璇手中。苏璇马上就将精血滴在分配页面，柳如烟的信息当即显示出来。姓名：柳如烟，修为：灵君境9重，晋升所需灵元0 2000，回收分配0%，超2000灵元。苏璇无语了，柳如烟这差的有点多啊，2000灵元就算100%分配，也需要大概20天，而且这只是突破9重所需的消耗，后面还有一个灵君境10重。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苏璇一股脑将分配给柳如烟点满，看似要这么多时间，其实这已经非常快了。要知道，寻常灵君境突破都是需要机缘以及漫长苦修的，有时候没个几年10几年，根本别想突破1重。修仙就是这样，越到后面路越难走。很多修士穷其一生，除了意外死亡，基本都是卡在某一境界上，寿元耗尽，活活老死。柳如烟神色一喜，明显感觉到一股力量进入自己的身体。苏璇说的都是真的。苏璇，我爱死你了。柳如烟一把抱住苏璇，直接将苏璇埋葬，差点活活憋死。别高兴太早了，这段时间你自己也得给我修炼，争取早日突破。还有，今晚洗干净等我。苏璇从柳如烟怀里挣脱，一脸正经地说道。原本苏璇是不想给柳如烟这个机会的，他们的关系现在说起来有点难以启齿，但是没有办法，既然没有玄离境，就只能让柳如烟踏入这个境界，快点突破才能解除禁制。正好太阴之体也充盈了，若是不这样，去哪儿找别的玄离境？苏璇不敢相信外人，若是让人知道绝品空间灵气中封印着玄道宗圣女，指不定要疯狂到什么地步，绝对不能冒险。真的吗？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柳如烟一激动，再次将苏璇搂在怀里，这庞大的窒息感。苏璇气恼，狠狠咬了柳如烟一口，差点爆炸。柳如烟这才老实，但看苏璇的目光依旧是春意盎然。饭后，苏璇带着柳如烟狠狠将光幕里乱窜的妖兽屠杀一通，不然实在是太吵了。此刻，翻海城金家上空，
5位灵君境强者踏空而立，他们全是玄幽城严家之人，其中就有当日从赵子金手中逃脱的严晶。这几人中，修为最高者是灵君境7重，其余皆为灵君境2到5重。如此阵仗，气势磅礴。金家众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何时见过这么多强者？金家听着，把当日那名女子交出来，不然顷刻之间踏平此地。严晶上前朗声叫阵，他没了当日的胆怯，威风凛凛，霸气十足。有本公主在这儿，你们严家敢？兰洛西在桂三的陪同下掠上天空，与5人对视。紧随其后的是穆青瑶和赵子金2女，以及魁一、魁三，最后则是拥有破体境巅峰修为的金藤。兰洛西2天前就赶到金家了，这2天里和穆青瑶他们相处的还算融洽。他想追问苏璇的下落，岂料他们也不是特别清楚。穆青瑶只能根据奴役手镯上显示的方位大概判断，苏璇这段时间应该在妖兽山脉内。你们！严晶指着穆青瑶以及桂三，脸色狂喜。原本以为出现在金家的仇人只有1个赵子金，没曾想竟然是足足3个。当初在玄幽城，严家已经将杀死严征的凶手通通画了出来，发布通缉令，同时昭告所有严家弟子长老，所以只要是严家人看见他们都能当场将其认出。严云长老他们3人全是杀害严征的凶手，严孝长老等人的死也必然与他们脱不了干系。严晶朝身后那名灵君境7重长老抱拳说道，这一次他严晶可谓是给严家立了大功。严云挥挥手示意严晶退下，而后上前一步看向兰洛西，公主殿下，此事与你无关，我们严家与他们是私仇。大黎皇朝的小公主近段时间颇受皇室器重，严家一些有地位的高层已然知晓，所以此刻断然是不能轻易交恶的。怎么就与我无关了？他们全是本公主的人，当初在玄幽城杀死严征也完全是本公主的授意。兰洛西毫不畏惧，开口就把话给说死。己方虽然处于劣势，但真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兰洛西只能再次借助师尊的力量了。严云脸色阴沉，这公主当真是给脸不要脸。他缓缓抬起手，朝身后4人说道，不要伤害公主，其余人全部缉拿，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是。4人应声而动，速度极快，刹那便临近穆青瑶等人身旁。师尊，没有办法了。兰洛西将手抬起，准备借助师尊的力量。不着急，有人来了。随着场结划落，2道身影闪烁至几人面前，轻松将袭来的4人逼退。这2道身影，一个穿着白衣，与兰洛西衣服颜色搭配很是相似，另外一个则披着黑袍，整个人藏得严严实实。你们是什么人？何故插手我严家之事？严云一怔，2人中黑袍人给他带来的压迫力非常大，断然不是寻常之辈。这时严晶来到严云身旁，长老，他们是番海城白家之人，那身着白衣的男子正是白家当代家主白山。白家？严云挑眉，严家与番海城白家并无瓜葛，八竿子打不着，如此看来必然是与公主那边有关系了。我白家与金家有渊源，你们这些外来家族怎敢在番海城闹事？白山轻轻一挥手，灵君境7重气势席卷而出。严家众人惊愕，严云更是脸色难看。长老，那白山在胡言乱语。严晶再度低声说道。严云不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金家与白家根本不可能有关系。此前金家一直遭亡，陈2家迫害，接近灭门，从没见白家有什么态度。身为2流大家族，他们只要随便放句话，这些3流家族就不敢对金家怎么样，何至于沦落至此？所以那白山在欺骗我等。严晶在番海城生活了有一段时间，更是作为王家客卿长老，所以对金家简直了如指掌。严云听了这话，略有所思，抬手道，先走，静观其变，看看这白家到底想干什么。眼下这局面，严云觉得没有出手的必要，有了白山插手，他们能不能顺利拿下都还是个问题，更何况还有那名实力未知的黑袍人。严云带人离去，如此兰洛西等人才松了口气。金藤一脸茫然，白家何时与金家有渊源了？他带着疑惑上前躬身抱拳，此番多谢白家主解围了。无妨。白山转身，目光绕开金藤，不着痕迹地扫了穆青瑶和赵子金一眼，最后落到兰洛西身上。我帮你们金家，完全是看在公主的面子。兰洛西皱眉，上前一步，我白家岂能眼睁睁看着公主在番海城出事？以后还请公主多多留意我们白家，如有需要，愿凭差遣。白山十分客气地说道。兰洛西嘿嘿一笑，点了点头。金藤心中疑惑消除，原来全仰仗了公主，当即说道，既然如此，我吩咐人摆下宴席，招待2位。不必了，家族还有事，不日我必亲自设下宴席，宴请公主以及诸位赏光一叙。白山话刚说完，便带着黑袍人离去。公主殿下，真是多谢你了。金藤又朝兰洛西躬身致谢。兰洛西摆摆手，来到穆青瑶和赵子金身旁，
我也是看在两位姐姐的份上才帮忙的，不必谢我。穆青瑶欣然一笑，问道：公主殿下，你不觉得这件事有蹊跷吗？你是说这白家？对，白家若真的想巴结公主，为何在你来的当天不出面，非要等到今天？难不成他们提前知道严家有行动？又或者没有今天这档子事，他们就一直不会将巴结摆到明面上来？之前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哎呀，管他呢。晚上，妖兽山脉，苏璇和柳如烟把太阴之体的能量消耗完了，修为都更进了一步。柳如烟得到了至少500点的灵元反馈。不得不说，这太阴之体当真强悍。苏璇让柳如烟在寝殿内全速修炼，光目与自身双管齐下，他则连夜离开妖兽山脉，赶往番海城金家。穆青瑶和赵子金已经离开这么多天，苏璇很是挂念。加上光目刚升级，他迫不及待想给2位夫人一个惊喜，一直赶路到第2天中午，终于抵达了番海城。随便一打听就得到了金家位置，同时还了解到一些消息。金家这2天非常出名，不仅在短短几天内连续拿下王、陈2家，整合了方氏，更是在昨天，金家上空出现10多名灵军境，场面异常壮观，一时间成了番海城修士茶余饭后的谈资。金家门口，苏璇表明来意之后，看门的弟子很快将事情通传了上去。没一会儿，大长老金海匆匆出来，认出苏璇正是当日在玄道宗山脚下与赵子金2人关系亲密的仙师。金海不敢怠慢，上前躬身抱拳：仙师，来，咱们里面说话。子金他们都还好吧？苏璇问道。几位仙师都很好。那好，快带我去见他们。仙师请随我来。金海很礼貌地将苏璇带到一处别院，这是金家给赵子金2人安排的住处。仙师，您与赵仙师他们相熟，我就不通报了，您可以自行进去。没事，你去忙吧。苏璇摆摆手，走进别院内，来到一处凉亭，瞧见2名长相非常俊秀的少女正盘坐修炼着。金子轩看见他，赶紧退出修炼状态，起身呵斥道：你是什么人？出去，此处不可随意乱闯。苏璇饶有兴致地走了过去，这2个女人多半是金家子嗣，还别说，长得真挺别致的。没听见我说话吗？你是哪房的人？为何如此没规矩？姐姐，她长得好好看啊，应该不是咱家弟子，我从来没见过她，那就更有问题了。子琛，我们把她赶出去，不能让她打搅到师尊休息。对哦。2姐妹商量着，剑拔弩张就要出手。苏璇赶紧制止：我是来找赵子金、穆青瑶的，金家大长老说他们在这里面，麻烦带我去见他们。听到这话，金子轩赶紧将妹妹拦下，态度一下子尊敬起来：你认识师尊他们？师尊？苏璇皱眉，这是什么鬼？难道面前这2人是夫人他们的徒儿？什么时候的事？这么说的话，自己岂不是他们的师长？认识，带我去见他们吧。你们金家还挺客气的，居然准备了这么大一座别院来招待他们。请随我来。既然认识，误会自然解除。金子轩非常客气的在前面领路。其实这里不光师尊他们住，还有公主，我们金家自然不敢怠慢。公主？你是说兰洛曦？对的。苏璇欣然一笑，更加迫不及待了。上次在皇宫，场杰说过，等兰洛曦苏醒后，要让她跟在自己身边历练。没想到师徒俩还是行动派，这么快人就来了。一处房间内，穆青瑶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手里端着一盘糕点，十分惬意地吃着。赵子金则坐在桌前煮茶品茶。夫人，早上金腾跟我说，白家把他们大小姐派了过来，说是要和金家年轻一辈切磋交流，你说这里面有没有阴谋？赵子金突然想到这茬，开口询问夫人意见。不用猜，肯定有阴谋。白家若只是想讨好公主，我就不明白这切磋是什么意思。穆青瑶慵懒地回答，打心底里觉得这白家有问题。我问过公主了，公主说随她去，让我们不要管，但是夫人，金家年轻一辈，实力堪忧啊。子轩，子辰必然是要出面的，我不希望他们输得太难看。理解，毕竟是你徒儿，只是他俩底子太差了，以前根本没受到好的培养，输给一个2流家族的大小姐，也算是情有可原。我觉得不必放在心上，让他们自由发挥就好。唉，搞不明白白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若真想切磋，派点实力正常的不好吗？破体境10重，纯粹就是来找存在感的。突然，房门推开，什么存在感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穆青瑶身子一颤，糕点随手一放，就从床上跃起，脚步轻盈，当着金子轩和金子辰2女的面，直接扑进苏璇怀里。这金子轩愣在原地，不明所以。夫人，低调一点。苏璇扶额一笑，搂着穆青瑶走进房间。金子轩2人想跟进来，不料被穆青瑶拦下。你们抓紧修炼去，马上就要和白家切磋了。若是输得太难看，小心我让紫金收拾你们。训斥完，
穆青瑶顺手将门带上，随后挂在苏璇身上，一步步被带到桌前坐下。赵子金脸上洋溢着笑容，默默牵起苏璇的手，揉搓着。他一直以来都不像夫人这般肆无忌惮地表达爱意，非常含蓄内敛。辛苦你们了，之前在街上问路的时候，我听人说昨天严家来找麻烦了，是不是当初在幽魂山招惹我们的那个严家？苏璇询问着，眸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怒火。赵子金点点头，严家和王家有勾结，交手的时候被认出来了。没关系的，子金，严家是吧？既然他们这么不怕死，我们就满足他。苏璇自来秉持的都是不惹事也不怕事的原则，系统给了他非常大的底气，憋屈是不可能的。现在谁要是敢招惹他们，必须100倍1000倍的偿还。你这家伙不是说处理完玄道宗的事情就来找我们吗？咋拖了这么久？穆青瑶眼神幽怨，气鼓鼓地说道。事情很复杂，搞来搞去还和公主他们扯上关系了，待会儿我得跟场前辈商量一下。关于人妖的背景以及来历，苏玄德好好跟场杰絮叨，看看是否真的非常可怕，是招惹不起的存在。嘻嘻，穆青瑶突然展颜一笑，抚摸着苏璇脸庞，手一招，几个百宝袋出现在桌上，这些都是这段时间缴获的尸体，拿去回收。我对你好吧？苏璇欣慰一笑，别看夫人大大咧咧的，其实为人特别持家，一心只为自己人好。好，夫人最好了。拿起百宝袋看了一眼，发现里面全是一些修为平平的尸体，少数有几具灵君境的，这些人生平的法宝以及资源都在。苏璇将百宝袋收入光目，量虽然是少了点，但毕竟是穆青瑶的心意。对了，这次我在妖兽山脉光目意外升级了，你们给我1滴精血。升级了？穆青瑶挑眉，凝聚出1滴精血交到苏璇手上。对，现在不仅我自己可以回收升级，你们也可以。苏璇给他们进行了简要的讲解，随后把2人精血滴在分配页面上。现在柳如烟需要全速突破，所以等以后再把比例给他们调上去。这么说来，以后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修炼了？穆青瑶眼中闪烁异彩，美的你，该修炼的还是得修炼。我饿了。穆青瑶撒娇道。知道你饿了，紫金是不是也饿了呀？别院，兰洛西房间内，正坐在床上休息的兰洛西突然睁眼，苏璇来了。戒指中，场杰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听这声音。兰洛西真是无语了，怪不得桂三受不了。要知道，他这间房与穆青瑶他们那边还是有点距离的，从这儿都能听到声音，可以想象这家伙到底有多畜生了。好好修炼你的，心无杂念。场杰悠悠地说道。苏璇拥有摩罗神通，这些太正常不过了，若是不发泄是会死人的。师尊，我咋感觉你越来越向着他呢？是不是我昏迷这段时间你们发生了什么？兰洛西这话刚说完，一道虚影直接从戒指中冒出，对着他的头就狠狠来了一下。哎呦，师尊你急了，被我猜中了是不是？猜中你的大头鬼。下午没等兰洛西主动去找苏璇，房间门就被敲响。是我呀，小公主。知道是你，但是本公主不见。兰洛西气恼的声音从屋里传了出来。苏璇一脸茫然，这是咋了？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还以为阔别1年他们再次相见会是那种热泪盈眶激情澎湃的场面，没曾想直接吃了闭门羹。我是来找场前辈的，有急事。没一会儿，房间门打开了，兰洛西用满是嫌弃的眼神看着苏璇。你咋这么色呢？大白天的也不知道轻重，扰民了懂不懂？苏璇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原来公主是因为这个生气。说吧，找我师尊什么事？进去说。苏璇说着就要进入房间，兰洛西却双手叉腰拦在前面。好了，洛西，让他进来。哼！兰洛西冷哼一声，气恼不已，这才放苏璇进来。场杰从戒指中飘出，问道：找本尊有什么事？苏璇来到桌前坐下，倒了杯水喝着。当初前辈不是让我轻易不要得罪幽魂山那男子吗？我想知道他到底什么来历，让您如此忌惮。什么意思？你和他交恶了？我杀了他弟弟。场杰久久没有回话。苏璇比想象的会惹麻烦，思索了片刻，他飘回戒指内。前辈，说句话啊。苏璇很焦急，这一句话也不说是什么意思。生气了？还是觉得很严重，没救了？你现在多半已经被他们盯上。当初幽魂山里那人我不认识，但他敢猎杀空魂兽，还知道我的存在，背后必然有苍蓝玉的人。以你目前的修为，若是落到他们手里，指定没有活路。以前我还觉得让洛西跟着你能好好历练，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会惹麻烦。场杰的声音悠悠地传了出来。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您对吗？跟我详细说说这其中的恩怨纠葛呗。对的，他们是为我而来，所以当初我才提醒你小心一点。苏璇叹了口气，这也没有办法，谁知道他哥会是那个家伙。这段时间你还是谨慎一点，有那光幕，只要局面不是特别复杂，
他们也拿你没办法。好的，我知道了。既然场杰都这样说了，苏璇不由得重视起来，任耀背后的存在，连场杰都十分忌惮，可见不俗。你这家伙真是的，看来我以后在你身边得更加小心才是，轻易不能使用师尊的力量。兰洛西嗔怪道：师尊的往事他多少知道一些，所以清楚其中厉害，知道师尊在担心什么。放心好了，不管对方是谁，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们伤害公主你的。苏璇保证道。算你还有点良心。对了，刚刚我遇到贵叔，他跟我说你和风翼的婚约又成了，到底怎么回事？起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苏璇也很懵逼。要知道当初兰洛西可是被风翼亲自休掉的，现在居然恬不知耻想要挽回。更离谱的是，皇室竟然还答应了，这是什么无底线的操作？这皇帝多少有点脑残在里面，一点皇家颜面都不要的吗？这是放在凡俗中都已经算是炸裂的存在，不知道这对一个女生的伤害有多大。你……兰洛西愣了愣，攥紧双拳，我一定会亲自杀了风翼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苏璇拍了拍兰洛西肩膀，安抚道：没事，我帮你记着，敢得罪公主就是跟我过不去，以后要是遇到，必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兰洛西撅撅嘴，朝苏璇露出笑容，我听贵叔说你那光幕现在可以带人进去了，带我进去逛一逛呗。没问题啊。苏璇手一挥，他和兰洛西便消失在原地，出现在光幕内。好黑啊，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兰洛西茫然无措地扫视着四周，发现离奇到一点光亮也没有。苏璇赶紧引导着兰洛西事物，让他能够暂时看清楚光幕内的大概样子。无边无际的黑，空间中没有一丝灵气，远处还能看见零零散散漂浮着的尸体。咦，这尊塔是什么法宝？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兰洛西的目光落到玄沙浮屠之上，当即游了过去。在光幕空间内会暂时失去重量，使人能够像在水中那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苏璇像是被突然醍醐灌顶，赶忙追了上去，朝戒指问道：前辈，这是一尊绝品灵器，上面有一种禁制，不知道您能不能破解？场杰惊疑出声，从戒指内飘了出来，在苏璇给了视野之后，围绕着玄沙浮屠上下打量。这是风和祭炼之法，你从哪儿弄来的这尊浮屠？场杰惊讶地问道。这是玄沙浮屠，我师尊的法宝。对了，我师尊是玄道宗圣女，那家伙的弟弟其实也是我师尊弟子。苏璇将任贤的种种恶行一一讲述了出来，包括现在林婉被困玄沙浮屠的事，这就是他必杀任贤的原因，并非无故惹事。两女听后十分共情，表示理解。突然苏璇发现兰洛西的表情好像不对劲，正一脸幽怨地看着自己，看着玄沙浮屠。咋了这是？愣了好一会儿，兰洛西这才气愤地说道：风翼那个混蛋，当初传出喜欢上的仙子正是你家师尊。这……苏璇无语，这未免有点凑巧了。看来师尊的魅力大得无法想象，不仅将玄道宗圣子迷得神魂颠倒，更是让人不惜休了公主。当然，对于风翼这个虚伪的畜生，苏璇深恶痛绝。好巧不巧，两个女人都跟自己有瓜葛，那么很好，她将是第二个方世姐。若有机会遇到，不管在何种场合，必须先把这事给办了。此刻场杰正伸手抚摸着玄沙浮屠，表情似是在回忆，有激动也有怨恨。前辈，您既然知道这禁制，不知道能不能破解？苏璇也是灵光一闪，既然禁制是人药设下的，场杰又与他们渊源匪浅，索性尝试一下，万一真的有希望呢？等着柳如烟晋升，估计还得10好几天。你可知这风和祭炼之法的真正作用？场杰脸色恢复如常，淡淡问道。苏璇摇了摇头，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多此一举了。一些强横已经认主的法宝，在自身实力无法驯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风和祭炼之法，由外施加一层祭炼封印，逐渐向内侵蚀，直至将法宝祭炼。这就是风和祭炼之法，看似是一层封印禁制，实则是一种祭炼法宝的巧妙办法。想要解除此法，且不破坏法宝的完整性，须得是玄离境才行，以空间之力逐渐剥离祭炼封印。这对我来说不是难事，3天时间即可。苏璇惊喜，那就多谢前辈了。原本只是试探的问一问，没抱太大希望，没曾想场杰居然真的能够破除。由此可见，场杰曾经的实力必然在玄离境甚至之上，怪不得当初人要称其为女帝。无妨，算是报答当初你救了洛西的恩情。前辈这话严重了，救公主完全是基于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就算没有任何报答，我也不会坐视不管的。客套的话不用多说了，这3天我就留在空间内替你破解祭炼封印。场杰说着手轻轻一招，兰洛西手上的戒指便飘了过来，悬浮在面前。师尊，要不我留下来陪你？不用，你好好修炼。不是想杀风翼吗？为师希望你能靠自己的力量杀了他。兰洛西点头，明白师尊的良苦用心。随后兰洛西又转悠了一会儿，
这才和苏璇离开光幕空间。出来后，兰洛西察觉到了苏璇的真正修为，惊叹道：“你到底怎么修炼的？贵叔跟我说你这一年晋升到了灵君境1重，距离幽魂山一行才过去多久？你怎么就灵君境4重了？”兰洛西1年时间晋升12重境界，已经称得上变态，可跟苏璇一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运气好而已，犯不着这么惊讶。以后跟在本帅哥身边，你也能够拥有这种修炼速度。苏璇决定跟兰洛西藏拙一次，不能把什么秘密都说出来。现在知道他修为秘密的人，只有夫人和紫金。柳如烟虽然也知道，可那并不是他主动告知的，完全是没有办法。柳如烟眼光太毒辣了，在空间内还没待多久，就自己发现了。当然苏璇也怀疑，场杰估计也知道了，或者用不了多久也会知道。因为在光幕空间内，只要拥有视野权限，稍稍一留意都能轻易的发现。切，你就臭屁吧，你这不要脸的！兰洛西翻了个白眼，苏璇还是跟1年前一样，说话没个正形。这时敲门声响起，苏璇离门近，直接将门打开。只见穆清瑶站在门口，一脸狐疑的朝房间里张望。你们在里面做什么？没什么，就唠唠嗑。苏璇无语，夫人也太多疑了吧。没事的话，咱们去看看紫萱和紫晨表现，待会儿他们要和白家小姐切磋。穆清瑶拽着苏璇的手，将她拉出房间。可以啊，反正无事。苏璇转头看向兰洛西，公主，我去了，你自个儿好好修炼。兰洛西关好房门，跟了出来，也不差这一时，我也去看看这白家到底想干什么。那好吧。一行3人来到金家演武场，赵子金已经提前带着金子轩和金子晨2姐妹过去了。比试的是，苏璇听夫人提过一嘴，这里面似乎有点不对劲，不知道金家是什么看法，反正以外人的角度来看，多少有些唐突。不过听说这白家小姐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苏璇倒想看看有多美，跟自己的2位夫人相比如何。演武场内，金家弟子簇拥着，热闹无比。幸好穆清瑶和兰洛西2人这段时间在金家比较出名，不然压根挤不进去，没人让路。来到演武场中心，只见一处高台上正在进行激烈的混战，电光石火间法术缭乱。自从晋升到灵君境，再看这些个法术，感觉弱爆了。看了片刻，苏璇这才发现，怪不得打得混乱，原来那白家小姐不知嚣张到了何种地步，居然以1敌多，一个人对战6名弟子，而且游刃有余，没有任何压力。破体境10重对战几名破体境1、2重，其中甚至还有1名先天境，这要是能有压力才怪了。这白家到底是来切磋还是来羞辱人的？破体境10重对战破体境1、2重，别说6人了，哪怕是10人也没有压力啊，更何况里面还有先天境，这还比个毛线？分不清重点是不是？你们怨气别这么大，带着欣赏的目光去看，那白碧蝉多漂亮，那腿，那身材，若不是这次切磋，你们能这么近距离欣赏到吗？周围满是金家弟子的议论声。苏璇觉得很有道理，台上这女人当真有几分姿色，身材发育的不是特别成熟，但是该有的都有。只是这破体境10重对战几名1、2重，确实有点降维打击了。不过也不是没有希望取胜，先天境和破体境之间差距只要不是特别悬殊，都还是有一战之力的。越阶战斗可以说是常有的事，可一旦到了灵君境，境界之间宛如鸿沟，想要越阶战斗，得有超乎常人的能力或者是天赋。很快，3人来到赵子金身旁。此刻，赵子金正在谆谆教导金子轩2姐妹。白碧蝉擅长使剑，有2门高级法术，你们需要格外留意，尤其是那门御风的，能够御使锋刃攻击，稍不留神被击中，非得重伤不可。明白了，师尊。金子轩听得非常认真，点了点头。妹妹金子晨依旧慢人一步，我也知道了。赵子金叹了口气，原本就没寄多大希望，尤其是金子晨这傻乎乎的模样，先天境10重，他都不忍心派上去挨打。青瑶姐，洛西姐。金子轩礼貌地朝2人问好，随后看向正目不转睛盯着战场的苏璇，师尊，您还没给我们介绍呢，这位仙师是？之前在别院房间外看见穆清瑶和苏璇举止亲密，金子轩心里已经有了猜测，只是后来他和金子晨离开别院修炼之后就没看见过苏璇，所以一直没机会问。听到这个问题，赵子金愣了一下，看了夫人一眼，随后目光落在苏璇身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家伙看吃了是吧？穆清瑶见苏璇跟个痴汉似的盯着台上，伸手轻轻掐了苏璇一爪。哦，我叫苏璇，以后你们随便怎么称呼我都行，只要别叫仙师。苏璇回过神来，朝金子轩打了个招呼。金子轩微微一笑表示回礼，师尊以及苏璇几位是他见过最朴素且没有架子的强者了，所以由衷的感到敬佩。很快台上的战斗结束，不出意料6人全部落败，只剩下威风凛凛的白碧蝉一人睥睨全场。金腾作为金家家主亲自主持比试，可见对白家的重视。金家主，
后面的比试我要打10个，还请安排。白碧蝉声音极其洪亮，这话仿佛不单单是说给金腾听的，更像是在挑衅台下的金家弟子。一时间群情激愤，纷纷踊跃，从台子四周攀爬而上。金腾脸色难看，将众弟子呵斥下去，随后吩咐事先安排好的弟子上台，另外多加了4位，算是满足白碧蝉的要求。子轩、子晨，你们加油！赵子金亲自将金子轩两女送上台去，可见重视。苏璇本想好好欣赏这场战斗的，没想到这时金家大长老随桂三一同走了过来。桂三来到兰洛西耳边窃窃私语，大长老则依次朝众人作礼打招呼。大长老，苏璇将金海拉近了些，说道：“你跟我说说，这白家小姐什么来历？为什么感觉性格非常偏激，还有些嚣张？”仙师，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一些流言蜚语，众所周知的事，我可以讲给您听。可以，你说。那好。外界传言白碧蝉自幼丧母，极其厌恶父亲白山，可白山却极其宠溺她，所以打小在白家就不服管教，却也不是那种骄横无理，只是像您说的霸道嚣张。据说，金海将声音放低了些，这白碧蝉之所以厌恶白山，是因为白山杀了自己的妻子，也就是白碧蝉的母亲。苏璇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得多看了台上的白碧蝉一眼。这时兰洛西在和桂三一通交流之后，脸色阴沉，挤开人群离去。苏璇看见，觉得是有什么事发生了，就跟穆清瑶两人打了个招呼，随后追了上去。你跟过来做什么？台上的白家小姐不好看吗？兰洛西气愤地说道。苏璇不明所以，看向桂三、桂叔，这是咋了？桂三凑了过来，小声说道：“那个赵琪追来金家了，嚷嚷着非要进来。”赵琪。苏璇沉思片刻，脑海中好像没有这号人物。好一会儿，他终于想起来了，1年前在九义山顶，那两帮打野架的家伙，除了丰毅之外，另一方就是赵琪。苏璇的记忆力还是好的，虽然兰洛西当时只是提了一嘴。这个赵琪好像是兰洛西的忠实舔狗，到了非常疯狂地步。公主多半是怕这个赵琪在金家乱来，所以才如此着急，步履如飞，仿佛开了疾跑。来到金家门口，只见一名穿着华贵的高胖男子站在门外，身后是几名随从。金家看门的2位弟子被他踩在脚下。看到兰洛西出来，赵琪将脚松开，屁颠屁颠迎了上去。洛西，你醒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跑来这番海城干什么？兰洛西一脸厌恶，看着2名躺在地上哀嚎连连的金家弟子，气不打一处来，朝苏璇说道：“苏璇，给我狠狠教训他。”没问题，你不说我都想干他的。苏璇揉搓着拳头，缓步上前。现在再怎么说，他们都还在金家，是名义上的金家保护神，居然敢这么嚣张，大庭广众之下欺负金家弟子。更何况这死胖子还是块狗皮膏药，粘着公主是吧？也不撒泡尿照照。苏璇，等一下！兰洛西叫了一声，苏璇还以为他是反悔了，要阻止自己动手，没曾想他凑了过来，低声道：“师尊说了，以后在人多的地方，能不暴露光幕就别暴露，小心为上。”没问题，对付这杂碎，有手就行。赵琪呆呆地愣在原地，不明所以。公主为何与这名男子如此亲密？他是谁？竟然敢骂自己是杂碎！赵琪怒了，看向苏璇的目光充满杀气。从来都是他赵琪骂别人，还没有人敢当着面指着自己鼻子骂的。给我弄死他！赵琪一招手，身后几人掠了上来，修为散开，气势磅礴。他们之中有2名灵君境2重，其余全是破体境大成光氏，几名随从都如此强横。由此可见，这赵琪背景当真不一般。但这对苏璇来说算不得什么，怎么着也是见过世面的人，3拳2脚直接将迎上来的2名灵君拿翻在地。强大的气势令其余几人不敢动弹。苏璇一个假动作上前，几人吓得趔趄摔倒，脸色苍白。你是谁？敢得罪平安京赵家？你！赵琪看着一步步逼近的苏璇，连连后退，脸上再没了刚刚的嚣张气焰。你什么你？苏璇一大巴掌扇在赵琪肥硕油腻的脸庞上。怪不得兰洛西只闻其名就感到厌恶，这家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且不说外表怎么样了，一上来就欺负金家弟子，为人显然不是什么好货色。赵琪捂着肿成猪头的脸庞，吐出一口夹杂血沫的碎牙，含糊道：“我爹乃是当朝宰相，权倾朝野，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臭！苏璇大骂一声，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威胁，直接一脚踹出，将赵琪踹翻。那2名灵君境随从见此情形，奋力起身反抗。苏璇杀机迸现，大崩灭指射出，当场击碎一人脑袋。另一人怂了，连忙扑向赵琪，准备带着主子跑路。苏璇哪会给他机会，再度凝聚大崩灭指，轻松将其射杀。你们2个上去揍他，狠狠出口恶气。苏璇看向刚刚被赵琪踩在脚下的2名金家弟子，2人相视一眼，没敢动手。
愣着干什么？有我给你们兜底，不要怕！苏璇吼了一声，两人这才动手，上去围着赵琦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赵琦虽有破体境7重修为，却不敢反抗，只得抱头挨打。在他报出身份的情况下，对方还敢杀了随从，可见是一个不怕死的疯子。赵琦明白，眼下只能先服软，等他回去，必然带人回来杀光这里所有人。桂三眼见再这样下去要将人打出事，赶紧上前准备拉架。虽然桂三站公主这边，可若是真把赵琦打伤或者打残，别说苏璇和金家了，就连公主也得跟着受到牵连。然而兰洛西却是将桂三拦下，两个先天境肉身殴打能把一个破体境打出多大事？他就是要让赵琦受点教训，别老是跟块狗皮膏药似的缠着自己，以为仗着有个百官之首的父亲就可以为所欲为。兰洛西早就不耐烦了，今天正好借苏璇的手出一口恶气。其余几名破体境随从大气不敢吭一声，只得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赵琦挨打。他们非常清楚对方不敢杀了赵琦，但若是他们敢冒头，顷刻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两个破体境就是很好的例子。打了好一会儿，苏璇看向兰洛西，怎么样公主，气消了没？兰洛西笑着点了点头，让他们停手吧，别真把人打残了。当朝宰相权倾朝也不是说说的，手底势力错综复杂，万一派出几名高手，咱们就麻烦了。明白。苏璇走向赵琦，准备让两人停手，然而却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两名金家弟子吓得倒退几步。苏璇赶紧上前，只见赵琦仰面朝天，浑身是血，额头有一处非常明显的伤口，已然没了气息。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干的。两名金家弟子连连摇头，吓得脸色惨白。苏璇一脸凝重，巡视四周，企图找到可疑人员，然而盯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只得看向兰洛西，如实道：人死了。兰洛西和桂三顿时傻眼，那几名破体境随从听到这话，惊慌失措，起身夺路而逃。苏璇自然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离开，急速掠出，施展雷霆手段。桂三怔了怔，也跟着杀人灭口，两人出手迅速，很轻松就将几人解决。苏璇将所有尸体收入光幕，提着赵琦来到金家府内，三人面面相觑，事情发展到了他们无法想象的程度。赵琦额头的致命伤，显然不是那两名先天境的金家弟子能够造成的，这明显就是有人栽赃嫁祸。兰洛西看了一眼赵琦的尸体，叹了口气，看向苏璇和桂三，你们就什么都没察觉到？能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的出手，对方至少拥有灵君境巅峰的实力，从伤口上来看，应该是一柄极其锋利的匕首。桂三俯身探查着说道：管他呢，反正这家伙也该死。苏璇不以为然，直接将尸体收入光幕内。兰洛西摇了摇头，身为公主，哪怕见多识广，一时间也没了主见。这死的可是当朝宰相的儿子。良久，他才嘱咐苏璇道：尸体先留着别动，我们得揪出背后的杀人凶手。关我们什么事？你若是不想金家因此受到牵连，最好按我说的做。赵家可不比严家。哎呀，真是烦死了。兰洛西越想越觉得头疼，说完便气愤地往房间走去。苏公子，姿势体大，我们还是商量着来。事已至此，只能选择去面对。桂三轻轻拍了拍苏璇的肩膀，跟上兰洛西。臭！苏璇咒骂一声，要是让他知道背后是哪个阴阳人烂杂种使坏，非得让他生不如死。这件事于苏璇而言确实算不得什么，宰相权势再大，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可这势必要牵扯上金家以及兰洛西，总不能带着所有人一块跑路吧。苏璇惆怅了好一会儿，不知不觉来到演武场，发现比试已经结束，人几乎快散完了。巡视了半天也没见夫人几个的踪迹，他默默转身准备回别院。突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小友。苏璇愣了愣，回头看去，只见一名身着白衣的男子朝自己走来。有什么事吗？苏璇疑惑，这人莫名给他一股强大的压迫力，显然不是金家之人。白山笑意盈盈，人畜无害，他打量了苏璇一番，而后竟然离奇的闪身上前，一拳朝苏璇轰来。恐怖的威势令苏璇心胆俱颤，几乎是下意识的光幕被照了出来，挡在身前。棒！苏璇倒飞出去，摔在地上，幸好光幕没碎。白山眼里有惊讶，也有惊喜，他再度提拳冲出，威势比刚刚还强。苏璇暗道不妙，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白山掠了过来，发现刚刚苏璇所在的位置空无一人。白山将神识放出，扫视整座演武场，一点踪迹都没寻到。然而他脸上不仅没有惊愕，反而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终于找到你了。光幕空间内，苏璇满脸不解，这男子到底发了什么疯？他们认识吗？上来就开打。此刻场劫正聚精会神地破解玄沙浮屠的禁制，苏璇没有打搅，而是回了寝殿，准备避避风头先。
与此同时，金家某处房间，白碧蝉刚刚回来，喝了口茶，准备躺床上休息一会儿。突然，房间中响起一道声音，白碧蝉看向一旁的桌前，只见一白衣男子突然出现，坐在那儿自顾取杯倒茶。白碧蝉银牙一咬，起身指着白山呵斥道：“谁让你来我房间的？出去！”小蝉，今天你表现得不错，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若是能戒骄戒躁，忘却仇恨，他日必然前途无量。我让你出去，没有听见吗？我是你爹，不可以跟爹这样说话。白山虽有不满，却还是满脸笑容，身子坐得笔直，一口将茶饮尽。我没有你这样的爹，从你杀了我娘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爹了。白碧蝉眼眶红润，心中有着滔天恨意，恨不得上前将这人撕个粉碎，但他做不到。这么多年以来，白碧蝉无数次幻想杀了白山，为母亲报仇，却始终下不去手，一直被仇恨所蒙蔽，压抑在心中，积久成疾。因为白山虽然十恶不赦，对他却从来没有过任何怠慢。作为父亲，白山无疑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丈夫，白山失败的彻彻底底。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导致白碧蝉屡屡下不去手。他清楚白山是为了弥补自己，所以一直以来宠溺有加，但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他永远也不会原谅白山。听到女儿如此大逆不道的话，白山眼中闪过一抹心寒，自责，脸上依旧露着笑。小蝉，我若是将家主之位传给你，可有把握当好，管理好白家？我不稀罕。白碧蝉态度决绝，她不会接受这虚伪险恶之人的馈赠。别以为这样就能弥补杀了母亲的过错，她永远也不会原谅白山。小蝉，若有一天爹死了，白家无人打理，你可愿意？死？你早该死了，给我母亲偿命。不对，你不能死，你没脸去见我的母亲。况且你这种惜命之人，岂会轻易舍弃自己的性命？在白碧蝉眼中，白山一直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为了保住家主的位置，可以杀了自己的妻子，为了权势，可以残杀同胞，不顾亲情。这些年来，白家很多弟子包括长老，全部都冤死在了白山手中。虽然他在位期间，白家蒸蒸日上，可这些都是族人用命换来的，跟他白山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位置若是换了别人，白家只会走得更高更远。砰！白山仿佛因为白碧蝉这话生气了，将茶杯狠狠掷在桌上，猛然起身。怎么，你忍不住想对我出手了是不是？你来啊，你这个虚伪人面兽心的。最后两个字白碧蝉没有说出口，她咬紧牙关，很想将这两个字说出，可话到嘴边却换成了别的。动手吧，我反正也不想活了，杀了我，让我去跟母亲团聚。白碧蝉甚至闭上了眼睛。然而让她意外的是，白山只是和蔼地说道：小蝉，切磋结束了，但是大长老让你再待几天，这是家族任务，不是我的命令。话音落下，白山消失不见。白碧蝉气得咬紧牙关，白山越是这样，他越憎恨。房间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不一会儿，他气冲冲地夺门而出。半刻钟前，光木寝殿内，龚星慈和柳如烟都在刻苦修炼。虽然场劫已经在破解玄沙浮屠的禁制，3天时间就能将师尊救出来，可看到柳如烟如此努力，苏璇不忍将回收比例调回，反正都已经迈出这一步，索性让柳如烟真的突破到玄离境。这样一来，日后他们的关系若是被贺青州知晓，有柳如烟护着，相对也要安全不少。感受到苏璇回来，龚星慈赶紧退出修炼，笑意盈盈的迎了上来。这一天你都去哪儿了？怎么也不回来吃饭？现在我们在帆海城。没事的师姐，我现在这修为吃不吃都一样，要不跟我出去玩2天？苏璇觉得让龚星慈这样的美人留在寝殿实在是可惜了，反正夫人他们也早就想见一见自己这位师姐。还是不了吧，自从有了光木的帮助，我感觉修炼顺畅了许多，修炼起来茅塞顿开，畅快无阻。我得好好把握机会，争取多突破几重境界。突破到了破体境，修炼速度自然要快许多，师姐你慢慢适应就好。现在回收比例全在柳如烟身上，龚星慈哪儿还有加持，定然是短时间内突破到破体境，没有适应修炼速度的提升。突然柳如烟睁眼说道：不关这个的事，应该是使用精血与你这光木产生联系之后，修为就畅通无阻了。就像我现在没有任何修炼瓶颈，只要有资源就能一直修炼一直突破。苏璇挑眉看了过去，没有修炼瓶颈。那若是我把光木的力量收回呢？这种感觉还存在吗？柳如烟点了点头，依旧存在。听到这话，苏璇陷入了思索，良久后他想明白了，与分配页面绑定联系之后，修为的晋升方式就变成了0元。虽然没有回收比例，可发生改变已经是事实。因为光木回收使修为晋升是没有修炼瓶颈的，这点苏璇自来都知道。柳如烟点醒了他，苏璇穿越过来就觉醒了系统，根本没来得及修炼，所以不知道自己以前的修炼速度如何，而且后来也是主要靠光木回收晋升。真是没有想到，
与分配页面绑定，不仅可以参与光幕回收，更是能够提升修炼速度，没了修炼瓶颈。那好，既然这样，你们好好修炼。刘长老，外面有个掉毛仗着修为高欺负我，你随我出去，咱们把他拿下。苏璇原本只是想避避风头就算了的，因为等他带人出去，对方早就已经离开。即便没有离开，仅凭目前的实力，想要将人留下还是有些困难。粗略估计，那白衣男子的有灵君境7重甚至以上的修为，柳如烟虽然有9重，但对方若是发现不对劲，一门心思想要逃，只怕也是留不住。即便利用光幕将其强行收进来，隐隐也有被对方全力击碎的风险。苏璇觉得不值当，但是眼下柳如烟既然停下修炼，索性就去外面看看。对方若是没走，即便留不下人，好歹也问个所以然，为什么要对自己出手？两人从光幕出来，演武场上果然如料想的那样，白衣男子已然离开。你这家伙不是说金家只是一个3流家族吗？为何会有灵君境大成的调？强者攻击你！柳如烟差点被苏璇带偏，幸好及时纠正过来。我哪知道，或许是嫉妒我的颜值。他妈的，下次最好别让老子再见到，不然非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苏璇咒骂着，随后对柳如烟震惊道：我已经找到人帮我破解玄沙浮屠禁制了，不过修炼你还是得继续努力，争取早日突破到玄离。前面宰相之子死在了金家门口，日后说不定有大麻烦，到时候全倚仗柳长老你了。柳如烟点了点头，不放心地问道：谁在帮你破解玄沙浮屠？人可靠吗？当然可靠，还是个美女，只不过她是灵魂状态。你这家伙不会是想玩点新花样吧？这么快同类就玩厌烦了？你比摩罗神通上一任主人更加变态。柳如烟打趣着说道。苏璇汗颜，这话是能说的吗？万一被场杰听到，指不定要怎么黑他。刘长老，对方是个前辈，咱还是不要拿他开玩笑的好。不知道记不记仇，若是有朝一日他恢复肉身报复你怎么办？而且我跟你说，她似乎还是一位女帝。女帝？柳如烟愣了愣，笑着说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可能知道？而且我就是开句玩笑。知道柳如烟怂了，苏璇也不再戏弄，挥手将她送回去继续修炼。回别院的路上，苏璇被一阵热闹的吆喝声吸引，临时竞猜祖传技艺单身200年终于练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单身200年，这苏璇忍不住走了过去，他倒要看看什么技艺要单身200年才能练成，挺有噱头啊。只见一群人围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从年龄来看，这人确实符合200岁高龄，手臂暗沉皱褶，鹤发鸡皮，眼神却十分有神。桌上摆着一块黑布，然后是2只特制的瓷碗以及3枚布球。奶奶的，这不就是戏法3仙归洞吗？还尼玛祖传的技艺，单身200年才能练成，糊弄鬼呢！苏璇忍不住在心中吐槽，这些道具看一眼就知道要干嘛了。这种要是搞临时竞猜，只怕要输的裤衩子都没了，纯就是靠手速，熟能生巧，快到肉眼根本察觉不到任何异常。就在苏璇转身准备离开之际，白胡子老头喊道：这位姑娘，不妨来玩玩。围观的子弟立即起哄道：是啊，白碧婵小姐，今天比试你可是出够了风头，来玩玩看看是否能够猜中。对啊，白小姐，你人美气质佳，是天才中的天才，定能把这老头裤衩子都赢了。你小子胡说什么呢？人家白大小姐要老头的裤衩子干嘛？白小姐，主要是我们输了好多灵石在这老头手里了，您可一定要给我们争口气，就像今天的比试一样。苏璇停下脚步，又转身回去，这帮人的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一唱一和，显然是今天比试不服气，所以想趁机找回场子。白碧婵心情不好，原本就是出来散散心的，没想到金家弟子间的风气这么好，竟然在家族中还有这种摆摊的竞猜活动。也罢，正好玩一玩，缓缓心情。白碧婵来到桌前，众人自觉地让开位置，保持着与白碧婵的距离。苏璇走近了些，打量着白碧婵的身材，一群大男人间竟然隐约闻到出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可见是这白碧婵身上散发出来。她身材不是特别丰满，但很苗条，给人一种十分清纯甜美的感觉。脸蛋近乎完美，尤其是眼睛，大大的非常完美。除开霸道嚣张不说，苏璇对这女人还是比较同情的，自幼母亲就被父亲杀害，这是何等的天崩开局。说实话，白碧婵能好好生活到现在，当真是不容易。她那个爹太禽兽了，这个怎么玩？你跟我讲一下规则呗。白碧婵礼貌地问道。白胡子老头拿起桌上的筷子，熟练地翻开2只瓷碗，摆弄3个布球。很简单，这里有3只特殊的瓷碗，可以防止神识窥视，还有3个特殊的布球。我把球扣在碗下，姑娘你只管竞猜，灵石至少1万打底，猜中我10倍返还，猜不中灵石归我。如何，明白了吗？白碧婵点了点头，规则还是非常简单的，只是听着这赔率
感觉很不正常。白碧蝉一直生活在白家，涉世不深，对于这些把戏觉得非常新鲜。很快，他取出1万灵石交给老头，准备先玩一次尝试一下。姑娘，你看好了，空碗盖上，手里没有。老头将左边的碗倒扣，随后双手张开展示给白碧蝉检查，什么也没有。我拿起这个球放在左边碗下，然后又拿起这个球放在右边碗下，还有最后一个球我握在手里。那么现在请姑娘猜这右边碗里有几个球。白胡子老头的过程简直不要太简单，只要是长了眼睛的正常人都知道右边碗里到底有几个球。白碧蝉郑重地道，肯定1个球啊。事先声明，哈姑娘，这些碗和球都是特制的，无法靠神识探查，而且全程没有法术和神通的影响，你完全感受得到那么好，猜了就不能反悔。开！老者拿着筷子将碗挑开，同时刚刚握着球的手掌摊开，里面球不见了，而碗下居然出现了2个球。白碧蝉一脸茫然，不信邪地拿起碗和球仔细打量，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神识根本无法作用在上面，周围也没有任何灵气波动。那么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姑娘，你猜错了，这些灵石可就归我了。我还要猜。白碧蝉性子倔强，她今天倒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原理。法术和神通没有施展，不然她绝对感应得出来，碗和球又没有任何问题，能够隔绝神识探查，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白碧蝉接下来一连猜了好几次，起初1万1万的试探，后来直接急眼了，灵石几十万几十万的下注。知道真相的苏璇于心不忍，尤其是看到白碧蝉那急切可怜的样子，联想到她的家庭，心里更加难受了，直接出言提醒道，白姑娘，我看要不就别玩了，这纯纯就是一种手法，骗人的把戏，你怎么猜都是输。白碧蝉回头看了苏璇一眼，撅着嘴没有理会，我还要玩，这明显已经上头了。年轻人莫要多管闲事，这可是老夫单身200年练就的技艺，你怎可说是骗人的把戏？老头当即就不满起来，周围弟子也是随声附和，你是哪房的弟子？不要胡言乱语好吧，这不关你的事，人家要不要玩自己会决定，要你瞎操什么心？是啊，你小子别逼我们揍你。由于苏璇才到的金家没怎么露面表现，所以极少有认出他来，一时间群情高涨。我说你们这帮家伙差不多得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苏璇气得直接出言回怼。眼看现场气氛不对，白碧蝉赶紧打住，来到苏璇身边，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谢谢你的好意。言罢，白碧蝉继续回到桌前开始竞猜。苏璇摆摆手，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那好，就看看你有多少灵石输不掉。苏璇倒要治治白碧蝉这倔脾气了，一点好赖话都听不进去是吧？姑娘，你又输了。姑娘，还是不对。一连又竞猜了好几轮，白碧蝉直接连法宝、百宝袋都赌上去了，无一例外全部猜错。白胡子老头可不管这些，只要白碧蝉愿意猜，他就乐意奉陪。周围的弟子已经自觉地退出去好远，这种局面白碧蝉已经输红了眼，脾气极不稳定，万一暴走发疯，当场杀了几个倒霉蛋，那也只能认栽我还要猜。姑娘，你还有什么可以做赌注的吗？没有了是不是？我看就这样吧。白胡子老头决定服软，万一这白碧蝉暴走朝自己杀来怎么？白碧蝉眼眶红润，摸了摸全身，最后一咬牙说道，最后赌一次，我外面这件衣裳价值不菲。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白胡子老头也是脸色巨变，最不想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原本只是想压压白碧蝉嚣张的气焰，没想到直接收不住局面，这要是把衣裳也输了，白家定然不会就此罢休，就算把之前所有赌注全部还回去，只怕也要遭殃。姑娘，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不行，最后一次，就一次。白碧蝉央求着道。白胡子老头点头，决定这次让白碧蝉赢。那好吧，够了。苏璇实再是看不下去了，修为释放而出，压制全场。白碧蝉简直比想象中还要倔，这要是再输下去，把衣服也给输了，在场这些人一个都别想活。收场，到时候根本就收不了场。一旦赌注压上衣服，不管输赢如何，事情传出去，白家肯善罢甘休才怪了。一个正常父亲都无法忍受女儿遭受这种羞辱，更何况白碧蝉的父亲一点也不正常，真无法想象到时候会演变成何种地步。这气势，林君静，众人骇然失色。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金家的林君静，无疑就是几位仙师旁边的人。他们刚刚竟然辱骂了仙师，一个个冷汗直冒，纷纷躬身道：仙师，刚刚不知是您多有得罪，还望见谅。白胡子老头也知道事情闹大了，刚刚苏璇可是在为白碧蝉说话的，这要是得罪了，金家承担不起，当即上前，仙师，是我糊涂了，马上把白小姐的灵石、法宝全部还回去。白碧蝉也是惊愕，苏璇看起来年纪轻轻，居然拥有林君静的修为，
而且看这气势，非比寻常，定然不是普通的林君静。都起来吧，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想找回场子，没想到遇到一头倔驴，是不是？愿赌服输，自古的规矩，不逼你们退还资源。苏玄此话一出，弟子们如释重负，纷纷起身。看来仙师还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你说谁是倔驴呢？白碧婵鼓着腮帮子，却见苏玄满脸笑容，迎上来说道：“白姑娘，你不就是想看看这其中原理吗？我来试验给你看。然后今天这装饰呢，就这样接过怎么样？我不仅要知道原理，还要把输掉的东西赢回来。这个自然没问题。”苏玄点头。白碧婵输掉的那些灵石，加上一系列法宝、武器、灵材，换算成灵石，怎么着也得有800-900万，甚至上千万。这帮人根本吃不下，也不敢吃。苏玄笑呵呵来到白胡子老头面前，郑重地说道：“我来给你竞猜，不要拘谨，更不要放水。你要是能赢我，算是你这200年的祖传技艺练到家了，我不仅不生气，反而有奖励。可你若是故意或者真的输给我，那就是你这技艺没到家，到时候可别怪我略施惩戒。”苏玄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怕这老头忌惮他的身份，然后故意输掉竞猜，这样就没有任何意思了。明白，我一定拿出全力，不会让仙师失望的。白胡子老头陪笑着道：“既然仙师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自当全力出手。”白碧婵凑了上来，他倒要看看苏玄到底有何种底气，敢如此嚣张。这些瓷碗、布球都是特制的，就算是林君静也无法进行窥探和干预。这是100万灵石，快开始吧。苏玄取出装有100万灵石的百宝袋，丢在桌上。众人一看这架势，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一赔十，这要是赢了，可是1000万。这种赔率，即便放眼一些赌场，也称得上豪华大气。我说你要不要这么夸张？有把握吗？白碧婵十分不解，苏玄到底有什么诀窍，如此信誓旦旦？你就看好吧。苏玄招呼老头开始，在一通非常简单的操作下，众人亲眼看见一只布球被老头放在了左边的碗下。仙师，您猜吧，这只碗里有几个布球？老头十分自信地问道。苏玄看了白碧婵一眼，你觉得呢？这里面有几只布球？经过之前这么多次的教训，白碧婵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语气带着犹豫。一只。苏玄看向老头，斩钉截铁地道：一只。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他们还以为苏玄有什么高招，这不是跟之前一模一样？眼睛看见确实只有一只布球被扣在碗下，可结果必然不是这样。仙师，您确认吗？确定，打开吧。白胡子老头颤巍巍用筷子将碗拨开，还未去看，直接脱口说道：仙师，您说了，是2只布球。真的吗？你自己看清楚再说话。只见碗下赫然只摆放着一只布球，众人双手捂头，表情惊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老头失误了？白胡子老头一脸茫然，将碗翻开，不可思议的查看，确实只有一只布球。而另一碗也被他掀开，里面同样只有一只布球。那还有一只布球去哪儿了？你在找他吗？苏玄手中捏着一只布球，朝老头展示出来。这……白胡子老头瞳孔地震，眼神迫切。仙师，您是如何做到的？苏玄摆摆手，笑道：我来玩一次，你猜猜看怎么样？可以。白胡子老头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2只碗，3个布球。只见苏玄将3个布球分开摆放，随后分别拿起2只碗，轻轻扣在一只布球上，动作非常缓慢。他拿起中间那只布球，询问老头：一边一个对吧？对。苏玄指着左边的碗问：里面有几个？1个。苏玄将碗揭开，里面赫然有2个布球。要看准啊。说着，苏玄拿起碗又重新扣在2个球上，左边2个，右边1个对吗？对。哎，过去。苏玄一个右边到左边的滑动动作，随后将右边的碗揭开，里面是空的，再揭开左边，赫然有3个布球。我跟你说过，要看准。说着，苏玄重新将碗扣了回去，指着左边的碗，猜猜哪边多？左边。苏玄将左边碗揭开，里面只有1个球，然后他又重新将碗扣上。老头赶紧指着右边，这边多，这边多。苏玄将右边揭开，里面1个球也没有，再打开左边，里面又重新变回3个球。你还玩不完了？不玩了，仙师，不玩了。老头眼花缭乱，认知都被颠覆了。苏玄的表演根本看不到任何手法的痕迹。苏玄拍了拍老头肩膀，戏中有法，江湖有道。刚刚我赢的灵石就算了，把他的资源全部还给他吧。苏玄看向一旁已经痴迷了的白碧婵，继续说道：另外，我知道你是有手法在身上的，待会儿悄悄演示一遍给他看，让他知晓原理。没问题，仙师。白胡子老头恭恭敬敬的抱拳，把苏玄的100万灵石还了回来，
随后又来到白碧蝉身边，乖乖将资源归还，顺带慢动作演示了一遍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完完全全靠手速。老头的手速已经快到肉眼觉察不到的地步，即便碗是扣着的，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里面的布球拿走。都散了吧！苏璇大喊一声，既然闹剧结束，他也该回去了。弟子们陆续散去，苏璇刚走出去没几步，白碧蝉便追了上来。前辈，刚刚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估计要被一直蒙在鼓里。前辈，我看起来很老吗？苏璇一脸无语，自己这么一个白嫩的小年轻，被一个接近同龄的女生称呼前辈，这还得了？你这么强，尊称一声前辈也是应该的。我并非金家弟子，所以就不跟他们一样称呼先师了。别叫我前辈，你简直比他们还离谱。我叫苏璇。这切磋都结束了，你为什么还不回白家？现在金家弟子对你的怨气很重。苏璇对白碧蝉的观感很好，不单单是外貌上，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家庭比较凄惨，所以生出一种同情。这是大长老交代的任务，我必须完成。他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就是让我这2天都留在金家，过段时间再回去。怎么，听这话的意思，你们白家这2天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白碧蝉摇了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要谢谢你，原本我心情不是很好，虽然他们用这种把戏来找回场子，但我见识到新奇事物，还是好受了很多。对了，你也单身了很多年吗？我看你的手法可要比他厉害太多。苏璇汗颜，白碧蝉这脑回路也是离谱，手法高超就非得是单身才行。其实苏璇一点手法也没有，完全是凭借了光幕，可以将布球任由取走放回。那特制的瓷碗确实能够抵御神识探查，但并非密封，所以光幕能够出现在里面将球变走，而且不会产生任何灵气波动。你觉得可能吗？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单身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苏璇一脸得意地说道。哈哈，你还很幽默。白碧蝉夸奖道。1天后，番海城同福客栈，严云正带着几位长老弟子吃饭，他们已经在番海城逗留了3天。吃了没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不请自来，直接到5人桌前坐下。你谁啊？没看见我们正在吃饭？一名脾气暴躁的严家弟子冷声开口。几位同伴闻听此话，一时间面面相觑，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可否多加一副碗筷？中年男子平淡地问道。这话可把几人搞不会了，逼脸这么厚的吗？赶都赶不走。这时严金认出男人，凑在严云身旁低声道，此人是白家2长老白云涛。白家2长老？严云挑眉看向刚刚脾气暴躁的那名弟子，去拿一副碗筷过来。弟子即便心有不满，却不敢说什么，只得起身去后厨亲自拿了一副碗筷交到男子手里。白云涛一副喧宾夺主的样子，夹起菜尝了一口，几位还挺会享受，大鱼大肉，味道也不错，快吃啊！不知此来所谓何事？严云强忍心中怒火，询问道。那天若不是白家出手干预，他们早就办完事回去了，何必耽搁到现在？今天又跑来强行找存在，当真没把严家放在眼里是不是？若不是因为这里是番海城，离玄幽城比较远，他定要好好杀几个白家弟子出口恶气不可。什么玩意嘛，一个2流家族也敢在严家面前嚣张？我是来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的。严云愣了愣，什么好消息？白云涛不慌不忙地吃着菜，咀嚼声非常大，吃了2口后，他取出一块帕子擦了擦嘴，这才说道，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随时对金家出手了，我们白家不做任何干预。几人相视一眼，对于这个消息由衷地感到惊讶。白家不是和金家有渊源吗？这是谈崩了，还是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可以代表白家吗？严云谨慎地问。这点自然放心，我的话就是白家的立场，诸位尽管放心去做。说完，白云涛起身离开了客栈。严云长老，您觉得他这话有几分可信？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就等着咱们往里面钻？一位长老开口问道。白家有这个胆子设计对付我们吗？严云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表情畅快。夜里，正在欺负赵子金的苏玄觉查到一道强横气息出现，赶忙停下欺负，身形一闪，消失不见。赵子金微微一愣，穆青瑶打趣道，他这是怎么了？临阵退缩。子金，看不出来你这么有本事。我也不知道啊，夫人。赵子金说着，脸色突然一变，不对，这气息。两女赶忙收拾一番，掠出房间。只见金家上空，几道身影正在急速飞驰。苏璇和桂三会合，并肩在一起，对手正是严云等人，双方实力差距悬殊。赵子金和穆青瑶这时也飞了上来，同时召出魁一、魁三，看似是6打5的局面，可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严云是灵君境7重，其余4人也在2到5重之间。
而己方这边只有苏璇和桂三在林君静4重，稍微有一战之力。没想到人一下子都到齐了。严云看着苏璇，神色狂喜，这不正是严征事件所通缉的最后一人吗？他正愁不知道去哪儿寻人呢，没想到全都聚在一块儿了。眼看局势危急，桂三低声说道：“怎么办？要不避风头先？”“避个屁的风头！今晚这些人一个也别想走。”苏璇话音落下，一旁空间扭曲，身材高挑的柳如烟缓缓出现。林君静9重气势如洪水猛兽席卷而出。他是谁？穆清瑶和赵子京眼前一亮，柳如烟的身高让他们自愧不如。苏璇这家伙什么时候勾搭上的这种美女？严云几人也傻眼了，柳如烟带来的压迫力直接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刚刚还是碾压的局势，瞬间就反转了。这帮人身边哪儿来的林君静9重强者？严云心生退意，这次被白家坑惨了。动手！苏璇下达命令，柳如烟急射而出，目标正是对方最强之人严云。随后众人各自选择目标，须臾之间大战爆发，整个金家都被惊醒过来，弟子们陆陆续续现身观战。金腾以及金海等一众金家长老姗姗来迟，不管实力如何也跟着动手。原本苏璇想将战场选在光幕空间内，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建筑以及低阶弟子受到战斗波及，可是想着场劫正在里面破解禁制，若真将战场选在里面，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苏璇没有留手，利用光幕配合柳如烟的雷霆手段，7、8个回合就将严云斩杀。严云死不瞑目，到死都没想明白他的武器以及神通是怎么消失的。严云一死，剩余4人自然不用多说，被围殴的毫无还手之力。赵子京非常记仇，亲自处决了严京。当初若不是这家伙，他们的行踪根本不会暴露。与此同时，黑暗中就是他，还有这女人也在。动手吧，我要杀了他们。不是说要一网打尽吗？现在老祖不在，仅凭我们只怕对付不了这么多人吧。也对，那小子非常诡异，有一件光幕法宝，不仅能够收取武器，连神通都能收取。既然如此，白家主，那就按照你的计划，快点准备吧。金家一处院子里，白碧蝉凝望着天空，瞧着苏璇身边那一个个不比自己逊色的女子，喃喃道：“其中难道有她的道侣？怎么，小蝉中意她不成？”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自身后响起，白碧蝉先是吓了一跳，而后脸上浮现愠怒：“你来干什么？既然出现在金家，为何不出手帮忙？你不是要巴结公主吗？”白碧蝉转身看着白山，好好的心情一下子又糟糕起来。不用我出手，事情不一样解决了。小蝉，那年轻人确实优秀，告诉爹，你对他是什么看法？白山身着一袭白衣，高贵儒雅，缓缓朝女儿走来。我们才认识1天，况且我的事情你没有资格管。深更半夜鬼鬼祟祟出现在金家，那些人是不是你搞来的？白碧蝉质问道。越是往这方面想，他觉得这一切是白山阴谋的可能性就越大。那天出手拦下严家5人，说是要巴结公主，可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行动。好端端的严家为何会夜袭？而白山又恰巧出现在这里，一切几乎已经不言而喻了。白碧蝉对这伪君子失望透顶，作为他的女儿，简直是一种耻辱。对于白碧蝉的质问，白山没有解释，沉默了许久，这才说道：“再过2天，白家举办宴席，会邀请公主以及金家这几位，到时候你跟着他们一块儿回来参加吧。”宴席？白碧蝉皱眉：“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阴谋？”白山根本没有回答，身形消失不见。白碧蝉双拳紧握，气得咬牙切齿。不一会儿，天上的众人慢慢散去，一道亮丽的白色身影出现在院子外。白碧蝉还以为是白山又回来了，直到对方推门进来，他才发现来人居然是公主兰洛西。公主殿下，您怎么来了？白碧蝉抱拳行礼。怎么，我不能来吗？兰洛西示意白碧蝉起身，走到身旁道：“我来问你一件事。”白碧蝉微微错愕：“公主请问，若是知道，我一定告知。”兰洛西与白碧蝉身高相近，颜值也不分伯仲，唯一差别较大的是2人的性格，一个豪放俏皮，一个偏激内敛。兰洛西目光直勾勾盯着白碧蝉，问道：“当天演武场切磋之时，你白家除了大长老之外，还有谁来过金家？”白碧蝉愣了愣，赶紧道：“公主何此疑问？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即可。当时除了大长老之外，还有白山来过，请问公主可是发生了什么？”白碧蝉知道一定是白山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引起公主怀疑了。兰洛西点了点头：“很好，我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吧。”说着，兰洛西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院子。院子外，桂三默默候在一旁。刚刚解决完来犯的严家之人，
他就赶紧来询问公主是否受到战斗波及。没曾想兰洛西居然带着他径直来找白碧蝉。怎么样，殿下，可有问出什么？他告诉我，当时除了白眉之外，还有他的父亲白山也来过。兰洛西一边走一边说道，他口中的白眉是白家大长老。白山，怕不是他吧？桂三疑惑了，白山不是要跟公主交好，怎么可能是他暗杀的赵琪？说不一定啊，这白山为人险恶，连结发妻子都能杀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陷害，我们也不是没可能。兰洛西当天第一次见到白山时，对这人印象不错，因为白山穿搭风格和自己相似，还以为遇到了知己。可是后来得知白山的一些事迹之后，兰洛西对他的看法改变了，简直不要太过恐怖。第一次，兰洛西对人面兽心有了直观的印象，确实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桂三叹了口气。回别院的路上，苏璇不知从哪儿拐了过来，凑到两人身后，咋了这是？微服私访啊？怎么愁眉苦脸的？你小子这次是赚大发了，5名灵君境，有1名还是灵君境7重。桂三羡慕地说着，他知道苏璇专门收集尸体，虽然苏璇从没有袒露真实作用，可只要好好一想就能明白，苏璇那诡异光幕多半就是靠尸体运转，要不然的话，怎么好几次去光幕内都能看到漂浮着的尸体？桂三不禁感慨，天底下的英豪当真如过江之鲫，只有他想不到，就没有见不到，竟然连尸体都有人如此热衷。桂叔，你这话说的，要不我分你2句？苏璇打趣道。算了吧。桂三连连摆手。这时兰洛西突然悠悠地说道，这次真是多亏了那高高的美女，你小子不知道从哪儿拐来的，原本我都准备跟着你跑路了，结果来这么一出反转。哦，她是我一朋友，关系比较好罢了。对于柳如烟，苏璇不敢提及太多，生怕事情透露出去。你朋友挺多啊，还都是长得漂亮的，志同道合罢了。对了，公主，大晚上的你带着桂叔去干嘛？苏璇前面和金藤聊了一会儿，所以回来晚了，去了一趟白碧蝉那儿。我怀疑赵琪的死可能跟白家家主白山有关。你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一个怀疑对象。当天我折返演武场的时候，遇到一个白衣男子，那家伙不由分说就对我出手，实力至少在灵君7重以上，十分可疑。那多半就是白山了。兰洛西郑重地说道。据说白山就是经常穿一身白衣。苏璇沉思片刻，那公主你也值得怀疑，喜欢穿白衣的可不止他一个。你滚啊，不想跟你扯。兰洛西狠狠给了苏璇一拳，随后气愤地回屋。你啊。桂三头来一个幽怨的眼神，摇摇头也回去休息了。苏璇乐在其中，回到房间，他发现夫人和紫金坐在床上，正瞪着自己。糟糕了，夫人他们也不知道柳如烟的存在。好好交代，那女人是谁？我看她看你那眼神，仿佛能拉出丝来。你们之间到底干了什么？穆清瑶气鼓鼓地说道。赵子金摆弄着自己的银发，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夫人，他是玄道宗一位长老，我们之间有一场交易。苏璇赶紧说道。什么交易？就是我助他提升修为，他保护我。你怎么给他提升修为的？靠光幕啊，用精血和光幕联系之后，他的修炼速度自然提升上去了。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寝殿里面。啊，是的吧？好啊，紫金，揍他！他居然带外人住我们房间。赵子金听到夫人这话，下意识起身，但想了想又坐了回去。既然这样是吧，数罪并罚，减20次不为过吧？穆清瑶说着，露出狡猾的笑容，手上多了一个小本本，13减20等于负7。接下来的7天，麻烦你安分守己，不能欺负我。夫人，哪有这样的？一次减20，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种记账方式是近段时间穆清瑶想出来的，实在是摩罗神通，太厉害了。1天1次，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记账上。原本苏璇以为不管记不记，该还的总归是要还，而且记账上还能更加分明，到时候赖都赖不掉。没想到夫人是憋的这个屁，居然找借口销账。赵子金这时也默默拿出账本，夫人减20，那我减10好了，反正都还欠着，免得你说我们欺负你。23减10等于13。子金，你居然和夫人同流合污！好，这样完事吧。那你们来金家这几天都没有记账，全部记上去，今晚就还了。穆清瑶摇摇头，灿烂笑着，最终解释全归我哦。奸商！苏璇气恼不已。那好，既然这样，我要预支。不行，可恶，你个混蛋！2个小时后，穆清瑶拿出小本本，在7后面2，然后见苏璇没留意，偷偷又负2等于负11，这才欣然地露出笑容。赵子金看着自己账本上大大的13，即便2依旧还有11，不由委屈巴巴起来。他偷偷看了眼夫人的账本，看见那个大大的11，又看了眼自己的11，顿时苦恼不已一日。白家送来了请柬，
大致内容是白家摆下宴席，邀请公主、金家2位小姐以及金家的诸位仙师前往。消息传到苏璇这里，众人让苏璇拿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去？这看起来太像一场鸿门宴了。苏璇让兰洛西自行决断，然后身形一闪，消失不见。因为此刻光幕空间内场劫传来消息，已经成功解除了玄沙浮屠上的禁制。苏璇迫不及待，想快点见到自己那受尽委屈的师尊。光幕空间，玄沙浮屠矗立在场劫面前，禁制解除之后，这尊小塔便自行变大到所能达到的最大体积。辛苦你了，前辈。苏璇闪身出现，礼貌地朝场劫抱拳，而后目光落到面前这尊高耸矗立的巨大浮屠之上。没想到禁制解除之后，玄沙浮屠能变这么大。无妨，照你之前说的，你师尊那儿还有一层封印，现在外层的禁制没了，里面那个你应该很轻松就能抹除。场劫说着飘回戒指内，落到苏璇手中。前辈，你不跟我进去看看吗？不了，你自己去吧。声音从戒指内飘了出来。苏璇点点头，没再过多强求。场劫这3天连续作业，应该是有些累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迈着轻盈欢快的步子，苏璇走进浮屠内。这种空间法宝非常类似一座建筑，若是没有主人带领，就需要自行通过门户进入。绕了好一会儿，苏璇终于来到了当初封印灵碗的地方。只见牢笼外，魁4、魁5跪在地上，面朝牢笼。苏璇慢慢走近，牢笼内的女人娇躯一颤，抬头看来，失落的眸子中出现神采，脸上露出喜悦。苏璇，乖徒儿，你终于来了。灵婉喜极而泣，身子颤抖，太久蜷曲在地上，导致双腿麻木。突然的起身使他踉跄往前，重重摔了下去。师尊，你别急，我马上救你出来。苏璇心疼不已，小跑上前，用蛮力将牢笼破开。当初封印还在的时候，牢笼非常坚韧，就算用光幕也回收不进去。可现在最外层的封印没了，简直形同虚设。师尊，苏璇跨过2具傀儡，来到灵婉面前，将这柔软委屈的女人抱起。镂空的蕾丝寝衣让苏璇大饱眼福，灵婉靠在怀里，此刻也顾不得太多，埋头慢慢就哽咽了起来。苏璇隐约能够闻到师尊身上沁人心脾的淡淡芳香，即便被困这么久，一直没有洗澡，身上的味道还能保持，可见以前是有多么的香。其实也很正常，到了灵婉这种层次，早已辟谷，身体不同凡人，只要有源源不断的灵气，即便盘坐修炼个几年，身上也能一直保持香味。好了，师尊，以后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苏璇轻拍灵婉后背，安抚着，随后将脑袋开瓢的魁4、魁5收走。2具傀儡重魔核的能量都被吸收了大半，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不过苏璇当初学会控制傀儡的时候，就一并学了改造之法，正好手头上多的是5阶魔核，稍稍把傀儡的身体材质以及内部阵法调整一下，傀儡就能更上一层楼。心思怎么样了？灵婉挽着苏璇脖子，眸中闪着泪光。师姐现在很好，修为都已经晋升破体境3重了。那就好。灵婉松了口气，重新将头埋进苏璇怀里，反正自己的窘态已经全部被这个徒儿看见，他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了。师尊，你这修为……苏璇从灵婉身上感受不到半点灵气波动，简直跟凡人没什么两样。原本他以为师尊的修为是被封印了，现在封印解除，应该能慢慢恢复才对，可是怎么看都有点不对劲。我晋升玄离境失败，遭到反噬，暂时失去了修为，不然也不会被那逆徒封印。那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很麻烦，这个以后再说吧。我饿了，乖徒儿，快带我去吃点东西。饿了，吸点灵气怎么样？苏璇摊手取出一堆零食。我不，我想吃东西，热乎的东西。好，咱们去见师姐，让师姐做一顿大餐。寝殿内，龚兴慈刚洗澡出来，坐在浴几上擦拭头发。柳如烟慵懒地靠在一旁，吃着果盘，十分惬意。师姐，你看谁回来了？苏璇的声音突然从外面传来。两女一怔，抬头看去，只见苏璇抱着一个白嫩娇软的女人走了进来。师尊，圣女。龚兴慈和柳如烟同时起身凑了过来。师姐，你先带师尊去换套衣服，他这个看得我太难受了。苏璇此刻难受的一批，林婉红着脸没有说话。哦，好的。龚兴慈将师尊抱过，随后去了房间。柳如烟看着苏璇这窘态，直接给了个眼神。随后两人来到外面的光幕空间之中。1个小时后，苏璇和柳如烟回来。林婉已经换了套干净衣裳穿着，刚刚洗完澡，此刻正坐在浴几上，一脸虔诚地享受热气腾腾的美食。忍饥挨饿了这么久，再次尝试这口腹之欲，当真别有一番风味。师弟，刘长老，你们干嘛去了？龚兴慈切了一份大大果盘，端到林婉面前，看向两人，饿了没？要不过来吃点？不饿，我们刚刚就是去处理点事情。苏璇敷衍着，随后看向柳如烟，我把光幕回收比例全用在你身上，
你可别跟我偷懒，再不快点突破，我可要收回了。经过刚刚的那一番大战，柳如烟的体质之力再度消散一空，距离突破已经不远了。苏璇也有这种感觉，隐隐有突破的迹象，仿佛只差临门一脚。知道了，今天一直在修炼，前面刚躺下吃了点水果，你这家伙光看见我休息，没看见我努力的时候。柳如烟撅着嘴不满地说道。苏璇没再理会，这时林婉一边吃着饭一边招了招手，苏璇赶忙过来。怎么了师尊？林婉咀嚼着食物含糊道。现在这是在哪儿？我要回一趟玄道宗。翻海城。是有什么急事吗？也不是特别急，徒儿你先忙着，等有时间了带我回去处理点事情。好的。苏璇点了点头，戳了块水果放进嘴里，看向宫心慈。那师姐，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师尊交给你照顾着，有我在，你放心吧。苏璇起身离开，不忘提醒柳如烟，好好修炼哈，再敢偷懒，要你好看。苏璇消失之后，柳如烟撅撅嘴，坐到御脊上，笑眯眯看向林婉。我亲爱的圣女，别来无恙啊，听说你修为尽失，还差点被逆徒欺了，怎么样，感觉不错吧？柳如烟你个混蛋，离开玄道宗，贺青州知道吗？你是不是想勾引我徒儿？瞧你这话说的多难听，那么优秀的男人谁不欣赏？你这便宜师尊有什么资格说我？柳如烟跟林婉是非常要好的闺蜜，也可以说是冤家，总喜欢互相嘲讽诋毁你会害了她的，跟在她身边，若是被贺青州知道。林婉没有继续说下去，给了柳如烟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而后继续吃自己的饭。柳如烟咧咧嘴，赶紧盘坐修炼起来，只要她迈入玄离境，根本不用怕贺青州，到时候大不了好聚好散。别院内，苏璇出来先把戒指还给兰洛西。此时众人似乎已经商量出了结果，白家这场宴席还是得去。兰洛西觉得不管白山想干什么，总得一探究竟。若赵琦的死真与白山有关，那么一切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到时候赵家的怒火就让白家慢慢承受吧。苏璇了然，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内，他也很想知道那天在演武场上白山为何突然朝自己出手。就算是阴谋那又怎样，有光幕在，没什么好怕的。况且不是还有一个白碧蝉跟着，就不信白家敢乱来。一天后，众人如约前往白家赴宴，以兰洛西为首，金家这边就只有金藤带着2个女儿。苏璇跟在白碧蝉身旁，想看看能否问出一些有用的信息。白小姐，在你们白家对你最好的人是谁？白碧蝉悠悠地看着苏璇，不要叫我白小姐，搞这么陌生干吗？叫我碧蝉或者小蝉都行。苏璇点了点头，在白家对我好的人很多，比如大长老和二长老。突然问这些干什么？白碧蝉一下子联想到了前天晚上兰洛西莫名其妙跑来，难不成还是跟白山有关？没什么，就是随口问问。对了，今天的宴席都有哪些人参加？苏璇继续问道。我也不知道，这2天我一直在金家，宴会的事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白家高层应该都会参加的吧？比如呢？展开说说。白碧蝉觉得苏璇很奇怪，仿佛是在调查什么，她思索着说道。诸位长老、家主，我白家的老祖，然后就是你们，至于还有没有其他人，我是真不知道。白家老祖？苏璇呢喃着，你白家老祖什么修为？据说是灵君境圆满。苏璇深吸口气，看来还是需要谨慎一点，灵君境圆满可不是闹着玩的。不一会儿，一行人到了白家。诺达的府邸金碧辉煌，档次上比金家高了不知道多少，这哪是什么府邸，说它是一座庄园倒还差不多。众人进府后，迎面走来2名中年男人，年长点的那人和蔼可亲的抱拳笑道，我是白家大长老，宴会马上开始，诸位贵客请随我来。白眉热情地领着大家前往宴会厅。苏璇不着痕迹地看了这2人一眼，只见另一名中年来到白碧蝉身旁，小蝉，你过来，我问你点事。这是要把白碧蝉引开。好的，二长老。白碧蝉点了点头，朝苏璇说道，你们先去宴会厅吧，我马上过来。苏璇应付着点了点头，跟着队伍走了一会儿，趁没人注意，直接消失不见。他倒要看看，一进门就把白碧蝉引开，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阴谋？苏璇来到白碧蝉身上，轻车熟路找了个风景好的老位置，这可不是为了占便宜，而是这地方好藏人。光幕贴在衣服上，可以开个小口听到外面的对话，不然藏在别处，暴露在外面容易被人发现。二长老白云涛将白碧蝉单独带到一处小院内，表情略带欣赏地打量了白碧蝉几眼，而后说道，小蝉，老夫以前一直没注意，没想到你出落得越发水灵了。白碧蝉一笑，多谢二长老夸奖。小蝉啊，你这个年龄正值青春年华，是身体发育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是时候找个男人好好疼疼你了。白碧蝉一脸错愕，二长老这是在说什么？他可是长辈，为何要突然对自己说这些不堪入耳的话？二长老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突然说这些啊？白碧蝉语气明显不满起来。小蝉啊，咱家老祖。白云涛继续说着，不料这时一袭白衣跨过门槛，缓缓走来。白云涛赶紧躬身作礼，家主。苏璇透过衣裳，只能隐约看见这白衣男子的样貌，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一时间无法判断是不是当日在演武场上遇到的人。小蝉，你回来了。白山一脸和蔼地说道，眼神中充满宠溺。要你管，这些都是大长老的安排，不然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话吗？白山点点头，看向二长老白云涛。云涛啊，你成为长老已经很多年了，眼光确实看得长远，这点上我身为家主自愧不如啊。家主盛赞了，我所做的这些岂能跟您相比？您不必妄自菲薄，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老了，有些力不从心。你觉得我把这家主之位传给小蝉如何？我都说了我不要。白碧蝉抢先说道。白云涛点了点头，这才说道，家主，小蝉还年轻，涉世不深，如此大任恐有压力啊。白山摇摇头，转身叹了口气，云涛，这条路你走错了。说着，白山眼中闪过决绝之意，缓缓闭上双眼。家主，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路走错了？白云涛一脸不解，然而迎接他的是白山迅猛雷霆的一掌，直接轰在天灵盖上。家主，白云涛眼睛瞪得溜圆，根本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重重倒在地上，死不瞑目。你这个疯子！白碧蝉脑瓜子嗡嗡作响，赶忙上前搀扶白云涛，二长老，二长老。然而白云涛七窍流血，已然没了生机。你简直不是人！白碧蝉歇斯底里的咆哮，二长老可是家族的中流砥柱，就这样被这个无情残暴之人给杀害了。光幕中，苏璇也是始料不及，即便二长老刚对白碧蝉说话有些放肆，可这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难道就因为这个直接把人打死了？这可是一位灵君境6重强者，白家有这么大气？苏璇想不明白，甚至觉得有些离谱。小蝉，宴会快开始了，去吧。你这个疯子，变态，杀人恶魔！我要告诉大长老，告诉老祖，让他们废了你！白碧蝉咬牙切齿，头也不回地跑出院子，他要去告状，揭露白山的真面目。苏璇留了下来，没跟着白碧蝉离开，目光落到了二长老尸体上。这可是一具灵君境6重强者的尸体，不管死得有多么惨烈，反正人已经死了。而后在白山没留意的刹那，苏璇直接将尸体收走，然后消失不见。白山反应过来，忙喊了一声等一下，然而久久也未得到回应。宴会厅，一张大圆桌摆着，下人们正在缓缓上菜。兰洛西、穆清瑶等人已经落座。不一会儿，白碧蝉哭丧着脸，火急火燎跑来，凑在白眉身旁，将白云涛的死讯说了出来。然而白眉只是轻轻摸了摸白碧蝉的脑袋，和蔼道，小蝉，先落座吧。可是今天的宴会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意外，快点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坐下吧。朋友们？白碧蝉有点没反应过来，被白眉牵到穆清瑶和兰洛西身旁坐了下来。苏璇这时从角落走出，路过白眉身旁时，白眉和蔼地点了点头。穆清瑶看了过来，眼神幽怨地问道，你去哪儿了？去了一趟厕所。苏璇随口说着，瞟了白碧蝉一眼，而后看向其余位置，发现还有4个位置空着。穆清瑶咧咧嘴，显然不信苏璇这话。师尊，这些菜品好丰盛啊，全是零食。金子晨眼睛冒光，舔了舔嘴唇，看向身旁的赵子京。没等赵子京说话，坐在赵子京另一侧的金子轩一个眼神瞪来。规矩点。金子晨顿时安分。大长老，白山呢？不会就我们几个人吃饭吧？兰洛西朝白眉问道。肯定不会，公主殿下放心。白眉说着，也缓缓入座。菜很快上计，下人们纷纷退去。没一会儿，一袭白衣缓步而来。白山家主，你这就不地道了，说是宴请我们吃饭，来这儿都半天了，光把我们撂这儿算，怎么回事？兰洛西的位置正对门口，所以是第一个看见白山的。苏璇回头一看，这不正是那天在演武场上看见白衣男子吗？没想到居然真的是白家家主，还有刚刚在小院内一掌轰杀二长老，事情当真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看不懂了。让诸位久等了。白山露出笑容，拿着一块帕子不断擦拭着双手，上面满是血迹。刚刚在处理点事情，马上等老祖过来就可以开饭了。说完，白山将帕子随手一丢，来到白眉身旁坐下，目光却是一直停在苏璇身上。看我干什么？难不成刚刚在小院里被发现了？苏璇不解，看着白山那红彤彤的双手，猜测这家伙离开小院后又杀了人，这手段当真是阴狠残暴。小友可是叫苏璇？白山突然冷不丁地问道。苏璇一怔，淡定无比。难不成白山家主认识我？
那天在演武场，我们有过一面之缘。那天的事，白家主还需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才对。那天我不过是在试探小友而已，并无伤害之意，还望见谅。当然也佩服小友的勇气，既然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竟还有胆子前来参加。此话一出，全场寂静。白碧蝉直接起身吼道：白山，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白山脸上依旧是笑容，朝苏璇介绍道：这位是小女白碧蝉，你们见过，不知小友对她观感如何？挺好的。苏璇心中莫名紧张起来，这白山到底想干什么？一上来就把话说死是什么意思？兰洛西眼见如此，既然都把话挑明了，他也不藏着掖着，直接问道：白家主，什么叫鸿门宴？还有，那天在金家是不是你杀了赵琪？白山微微抱拳，公主息怒。然而话还未说完，门外出现两道身影，一个全身躲在黑袍下，一个是骨瘦如柴、皮肤干瘪褶皱的老者。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压迫感十足。苏璇盯着那个黑袍人，从对方身上隐隐感觉到一股子杀气。白家除了白家老祖之外，竟然还有一位强者。两人缓缓落座，白眉起身朝大家介绍道：这位是我白家老祖，这位呢是我白家的朋友。既然人已经到齐，那么宴席开始，大家可以动筷了。金子晨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拿筷子准备开吃。一旁的金腾见状，急切地给女儿投来眼神，同时伸手就要去拍金子晨的手。然而还没等金腾拍到，白家老祖白泽突然抬手说道：云涛怎么还没来？哦，他刚刚有事出去了。白山一脸平淡地说道。听到这话，白碧蝉双拳紧攥，犹豫再三，猛地起身说道：老祖，你别听他胡说，二长老已经被他杀了。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二长老白云涛，他们前面入白家的时候才见过，怎么转眼间就被杀了？苏璇也没想到白碧蝉居然如此鲁莽，不过也正常，白山干的这事确实狠毒了点。杀了！白泽脸色一变，怔了怔，看向白山，到底怎么回事？云涛行事不检点，做出有害家族利益的事，罪无可恕，该杀。白山云淡风轻地说着。白碧蝉刚想反驳，直接被一旁的穆清瑶拽住，这是苏璇传音给穆清瑶的意思，不要让白碧蝉继续说下去，事情好像并不简单。现场沉默了一会儿，白泽突然起身，绕着圆桌转了一圈，目光不断打量着在场的6名女子，即便是白碧蝉，她也上下盯着看了半天。兰洛西实在受不了这种恶心的眼神，狠狠一拍桌子：够了！你们白家到底想干什么？公主殿下怎么生气了？长这么好看，让人看看又能怎样？白泽一脸猥琐地说着，目光扫视在场众女。啧，多么完美的姐妹花啊！还有银发美人，气血一定很美味，还有这位傲人的夫人，你可真是一位极品当然。还有我们家的小婵，全都是人间绝色啊！白泽一点评着，神色贪婪。如此一幕，看得白碧蝉大脑嗡嗡作响，一片空白。白家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何连老祖也如此怪异？之前二长老也是这样说一些不着边际、不分轻重的话，他还没来得及追问缘由，就被白山这个混蛋给杀了。白山，你做得非常好。白泽狞笑起来，白山则摇了摇头，没有接话。这时黑袍人终于坐不住了，起身随着白泽狂笑，同时脱下黑袍。今天你们插翅也难飞了。随着黑袍落下，一副令苏璇以及桂三惊愕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眼中。此人正是任贤的哥哥。桂三不禁双手紧按大腿，任耀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任耀。当初在幽魂山，桂三和苏璇一同目睹了任耀猎杀空魂兽，实力恐怖如斯。只是为何会出现在白家？莫非是为了他们而来？接来下任耀这话，直接印证了桂三心中所想。小子，好久不见呀！任耀主动朝苏璇打招呼，笑容中透露着诡异。苏璇还能说什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呗。今天这场宴会，当真是群魔乱舞。你以为有那诡异光幕，我就查不到你的踪迹了吗？多亏你这2位夫人，若不是为了等你现身，我早对他们动手了。当初在浔阳城外，苏璇从任耀眼皮子底下逃走，那时任耀就怀疑苏璇会不会是幽魂山救走空魂兽那人。没想到一查，还真有意外收获，苏璇等人全部被玄幽城严加通缉，时间正好对得上，那么一切已经非常明了了。所以任耀就顺藤摸瓜，从玄道宗展开调查，故而发现了穆清瑶和赵子金的踪迹，一路追查过来。苏璇听到这话，目光凛然，心念一动，将己方人员全部收入光幕，就连桂三也不例外。这种局面，桂三帮不上什么忙。一时间，整个宴会厅只剩下苏璇和白家之人。对此，任耀嗤之以鼻：你以为同样的错我能犯3次不成？这里早就布下禁制，任何法宝、传送阵都别想轻易离开。那又如何呢？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苏璇冷笑一声，准备进入光幕。
布下禁制，他大不了躲在光幕里，等待修为突破，到时再出来杀个天翻地覆。这次必须和人要正面硬刚，这畜生差点就让夫人和紫金遭遇了不测，真是该死。背景再大又如何？苏璇不怕，不想再受这鸟气了。上次在浔阳城外，如果不是人要关键时刻炼化了气灵，只怕已经落他手里，生死道消，哪儿还有现在的嚣张？白山，白碧婵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没想到白山居然联合外人对付苏璇，当真要把白家带上死路。我们白家不是和公主交好吗？为什么要这样？老祖，为什么？您不管吗？白泽舔了舔嘴唇，招招手，小婵你过来，老祖告诉你为什么。这猥琐贪婪的模样看得人心胆一颤。够了！白山大吼一声，猛然站了起来。白泽明显一愣，不满道：白山，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山并未回答，而是看着白碧婵，和蔼一笑，满脸慈祥。突然一道传音进入苏璇脑海：苏小友，把我女儿和白眉也收进你那法宝里吧，我邀你们是来看戏的。你放心，绝对没有任何阴谋，一切疑惑白眉都会告知。苏璇茫然，这是什么意思？正当他懵逼之际，令所有人惊愕的事发生了。只见白山的修为节节攀升，从灵君境7重一路飙升至灵君境10重圆满。苏璇，莫要再犹豫了，我为你铲除敌人，事后你还能得到几具灵君境巅峰尸体。你不是喜欢回收尸体吗？白山的声音再度冲击着苏璇，最后苏璇一咬牙，带着白碧婵、白眉消失不见。苏璇看了，白眉不过灵君境7重，进入光幕若真有歹意，只能是认他宰割的份。主要还是这白山太让人惊讶了。当初在演武场，白山出手袭击时，苏璇就隐隐感觉到这家伙修为看似只有灵君境7重，可给人的感觉却不止如此。所以苏璇当时猜测白山修为至少在灵君境7重以上，现在看来忌惮的果真没错。当时要是把这家伙带到光幕，指定要被轰碎不可。一时间现场只剩下白山以及面面相觑的白泽、人耀二人。白家主，你这是什么意思？人耀从白山的气势中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气。白山并未作答，而是看向白泽：老祖，你想过给白家未来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白泽吹胡子瞪眼，杀气翻腾，二人之间仿佛潜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肯定没想过，但是我白山想了，只有老祖你死，白家才能拥有未来。白泽冷哼一声：这些年我倒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居然一直隐藏修为，藏得够深，我一点也没发现。跟他废什么话，杀了就是。人耀丝毫不惧，2打1的局面并没有什么悬念。哈哈哈哈！白山放声大笑，很是从容。只见他手一招，现场出现了2具棺材。素琴的仇，白家的未来，小婵的未来。白泽，你一一奉上吧。光幕内，苏璇放出一个小孔，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白碧婵以及白眉此刻站在苏璇身旁，惊讶外面的对话。白碧婵脑子里乱成一团，十分不理解这白山到底想干什么，为何修为一下子飙升这么多？白眉是吧？我带你们进来完全是白山的意思，想必他也摸清楚我的底细。在这里面，我若是想杀你们，简直轻而易举，所以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苏璇朝白眉问道。此刻外面已经打起来了，白山有气魄，以1敌2，竟然还准备了2具棺材，看来有恃无恐。白碧婵的嚣张，只怕也是遗传的白山。这是自然，苏公子放心，一切家主都已交代于我。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宰相之子赵齐死因，当日家主正好在金家，所以在暗处目睹了一切。杀人凶手其实是人耀，他很疯狂，行事全凭好恶，没有任何主张，这么做想必就是要嫁祸给苏公子和公主。苏璇点了点头，人耀必然就是人嫌他哥了。继续说说你们白家是怎么和他勾搭上的，还有你们那老祖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白泽一脸猥琐打量夫人他们的时候，苏璇就想给这老家伙死了。老祖似乎和人耀素来就有渊源，这次合作完全是他大限将至，必须晋升玄离境，所以想依靠人耀背后的势力。他背后都有些什么势力？苏璇追问关于人耀的背景，场杰并没有告诉他，所以很烦。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白眉摇摇头。所以白山是幡然醒悟了。并非如此，其实家主酝酿了很久，即便这次没有人要插手，他也会对付老祖的。他是不是想要权势想疯了？家族已经被他杀得支离破碎，竟然还想对老祖动手。白碧婵说道。小婵，其实你一直误会他了。白眉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老祖旨不灵君境圆满已经很多岁月，原本早该逝去，没想到他竟然修炼了一门神通，专门吸食女子气血，进而延长寿命。小婵，你的母亲就是死于老祖之手，现在他又将矛头对准了你，
家主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白家的未来，老祖必须死。白眉这一番话宛如晴天霹雳，炸响在白碧蝉脑海之中，就连苏璇也是惊愕的说不出话来。你骗人，不可能是这样，不可能！白山为了保住家主之位，杀害妻子，为了权势残害同胞，种种一切在白家广为流传。白碧蝉不知恨了多少年，现在居然要强行给他洗白，白碧蝉不接受，也不允许白山再糟践自己的母亲。小蝉，家主杀妻这件事有谁真正看见了？全是老祖设计陷害。他这么疼爱你，怎么可能杀了夫人呢？那么他杀了这么多族人，杀了二长老呢？这些又该作何解释？全是我亲眼所见。白碧蝉歇斯底里地问道。因为他们全都走错了路，替老祖干坏事，伤天害理。云涛他奉了老祖的命令，通知严家夜袭金家，这些小蝉你都亲眼所见。云涛更是想将你抓住，亲手献给老祖吸食，这全是畜生行迹，光凭这些他就死不足惜。还有一些小蝉你所不知道的，云涛这些年一直给老祖物色好看的族人，干尽了坏事。你说他该不该死？够了，不要再说了。白碧蝉脑子乱成一团浆糊，种种过往浮现眼中，他眼眶红润，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所以这老家伙一直以来是靠吸食女子气血才得以存活到现在的。苏璇问道，眼中杀气腾腾。对，他现在至少活了700年了，远超出了林君静的寿命极限。如果不是他将目光转到了小蝉身上，家主也不会选择鱼死网破。家主这是想给白家一个干净崭新的未来。苏璇真忍不住想拍手称赞，如果白眉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这白山当真是一位有勇有谋、肯忍辱负重的枭雄人物，简直骗过了所有人，包括他的女儿。当初第一次听说白山杀妻，苏璇打心底里觉得白山是一个凶狠残暴之人，后面又亲眼目睹其不由分说一掌拍死二长老白云涛，更加奠定了苏璇的看法。可是现在可能要彻彻底底反转了，所以这家伙藏的是有多么的深。此刻光幕外，白山根本不是两人对手，他一脸决绝，心中想着白碧蝉可爱的模样，不由露出灿烂笑容。而后只见足足4颗神通种子自白山身上冒出，金光一闪，4颗种子纷纷爆开，化作能量涌入白山体内。而后白山的气势猛然攀升，直接突破壁障，来到了玄离境一重。与此同时，白山迅速苍老，皮肤干瘪下去。疯了，彻底疯了。白泽惊恐，知道白山这是引爆了神通种子，燃烧自身所有寿元，强行迈入玄离境，临死之前要拉几个垫背的。神通种子除了可以传承下去之外，还能在关键时刻进行引爆，短暂提升修为。人要骇然失色，疯狂捣毁设在宴会厅的禁制，准备逃离。然而白山哪会给他们机会？自打酝酿今天这个计划，他就没打算再活着。玄离境与林君境圆满，虽然只有1重之差，可到底是质的飞跃，就像破体境与林君境的差距那样，宛如鸿沟，难以逾越。仅是刹那，人要面前空间震荡，被白山摇握，狠狠摔飞出去。随后白山来到白泽面前，捏小鸡仔似的，一手将其扼住。老祖，为了白家，请你慷慨赴死吧。你个疯子，没了我，白家将万劫不复。白泽披头散发，咬牙切齿地说道。你错了，老祖，没了你才能还白家一片青天。你活得已经够久了，死又有何惧？当初你残忍杀害素琴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还妄想染指小蝉。呵呵。白泽怕了，赶忙求饶。白山，收手吧，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打小蝉的主意，一心只为白家，弥补素琴，弥补你。来不及了，老祖。白山说着非常开心，眼中浮现一个漂亮可爱、活泼灵动的女子。她一身白衣，白山一袭黑衫，两人遥遥凝望，相视一笑。女子渐渐消散，白山眼眶流出2行热泪，觉察到白泽也想引爆神通种子，白山手上力量猛然一握，不给机会，生生将白泽脖子折断。当初就该斩草除根。狰狞的目光闪烁着悔恨，渐渐没了神采。白山将尸体丢进棺材内，转身看向人药，缓缓走去。苏璇小友，日后烦请照料白家1、2，谢谢了。白山身形渐渐变得虚幻，周遭空间崩塌，仿佛要将其吞噬。苏璇静静望着，将光幕扩大，他算是明白了，怪不得白山只准备了2具棺材，这不是嚣张，而是根本没给自己留活路，哪怕是全尸也留不下。不。白碧蝉眼眶红润，连连摇头，他要冲出光幕，却被苏璇死死拦住。没用的，已经来不及了。外面任耀心如死灰，好不容易将禁制破开，然而白山已经来到跟前，只是一掌，他感觉一切恍惚了，随后重重倒了下去，满眼不甘。白山拂袖将尸体丢进棺材，2个棺盖齐齐盖上。他深情地看向白碧蝉，急速向前走来，只是还未靠近，身体便化作灰飞，
被周遭破碎的空间给生生吞噬。白碧蝉瘫跪在地上，声音颤抖，憋出2个字：父亲。过了一会儿，宴会厅平稳了，苏璇才从光幕内出来。玄离境当真恐怖，他来到2具棺材前，将其收入光幕。一条细小的游离小蛇还想趁机溜走，被苏璇觉察，一把将其握在手里。放我离开，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不然我主人不会放过你的。他可是玄离境巅峰强者。人妖的声音从小蛇中传了出来。苏璇淡淡一笑，我最喜欢别人威胁我了，毫不犹豫将小蛇捏得粉碎。白碧蝉在白眉的搀扶下走了出来，仿佛失魂一般，眼含热泪，怔怔地望着现场的一切。自己的父亲为了家主之位杀妻，为了权势残杀同胞，十恶不赦，虚伪，险恶，错了，一切都错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白家，哪怕被所有人误会，包括自己的女儿，他也忍辱，负重前行。原来一直以来大逆不道的都是他白碧蝉，仿佛从记事开始他就没有喊过父亲2个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喊，竟然成了最后一次。白山做了这么多，到死也没能听到女儿一声亲切的称呼，到底有没有得到原谅，他也不知。苏璇叹了口气，父爱到底还是伟大，这样的人值得敬重。苏璇公子，家主有些话让我单独转述给你。白眉语气沉重地说道。苏璇点点头，跟着白眉来到宴会厅外。出来后，白眉赶紧躬身道：苏璇公子，如今家主逝去，白家群龙无首，即便家主已经杀了一些包藏祸心之人，但仍有隐藏极深之徒，望小友替我们铲除，助小蝉登上这个位置。家主交代，若你愿意帮忙，可以拿出白家1/3的资源当做酬谢。他还真是考虑的周到，生前也不说邀我喝茶什么的，好歹认识一下，现在如此唐突，难道就不怕我吞并你们白家吗？家主说公子不会的，他一直在金家暗中观察，算是了解你的品性了。他道藏得深，算了，看在那2具尸体的份上，这个忙我肯定会帮。至于你们白家的资源，说实话我不是很看重，杀了多少人，尸体给我就行了。这一次白山出手灭了人妖，苏璇是打心底里感激的，光是那2具尸体上的资源，包括里面的神通，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再加上白山是一位枭雄，光是这番作为就值得他敬佩。怪不得宴会一开始这家伙就问自己对白碧蝉观感如何，原来是想扶持白碧蝉上位，然后借自己的力量稳定白家局面，当真是老谋深算。那就多谢苏璇公子了。白眉由衷的鞠躬，心里可算是松了口气。他对苏璇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家主交代这件事的时候有过顾虑，现在看来确实是他想多了，苏璇是值得信赖的。好了，你好好安抚那妮子吧，我去交代一些事情。说完，苏璇消失不见，进入光幕内，见到夫人以及兰洛西等人，将外面发生的所有事情详细交代了一遍。众人听后一个个表情惊愕，久久平复不过来。半晌后，苏璇看向金腾，金家主，以后你金家算是彻底抱上白家大腿了。虽然这次白家损失惨重，伤了根基，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终归还是2流家族，我们会留在白家一段时间，处理他们内部的矛盾。你金家的风波已然化解，日后若有需要，再来寻我们便是。金腾赶紧躬身，先师言重了，此次已然叨扰诸位，岂敢再寻麻烦？只是我这2位女儿有些顽劣，天资愚钝，若有不听话之处，还请送回我金家，我必施以家法，严加惩戒。苏璇一笑，如何听不出金腾这话的意思？不就是怕他们欺负他女儿吗？紫金既然收他们为徒，以后就是一家人，别说这些无用的话。那就多谢先师了。金腾明白苏璇是这帮人中的主心骨，说话有一定分量，有了这个托底，他也算是放心不少。随后他来到金子轩2女身旁，交代完一些事宜，而后离开光幕，回了金家。赵琦的死想必已经传到宰相耳中，现在人要死了，我们还是会受到牵连。兰洛西看着苏璇说道，这是他目前最担心的事，毕竟除了赵琦之外，当初他的那些护卫全部死于他们之手。宰相不是傻子，这件事只要一查，必然会查得清清楚楚。不要担心，对方若是不讲理，大不了来多少杀多少就是。苏璇一脸平淡，而后凑到兰洛西耳边，场前辈不是知道那人妖的背景，到时候直接把责任全部推出去不就得了？你这家伙坏死了。兰洛西欣然一笑，顿时明白了苏璇的想法。别说，虽然有点损，但还真是个好办法。公主，场前辈既然让你跟在我身边历练，你还是以修为为重，这种事情不必过多烦恼，我都有数。反正资源管够，你安心修炼就是了。苏璇打算晚点的时候要一滴兰洛西的精血，给他绑定分配页面，这样一来，就算没有分配比例，修炼也能快上很多，也不算辜负场界的期望。他还等着兰洛西亲自斩杀封印呢。兰洛西点了点头，心里暖洋洋的。苏璇竟然对自己这么好，他决定以后也和穆青瑶他们一样，替苏璇收集一些尸体。随后，苏璇将众人带了出来，
让白眉安排住处。他则凑到穆青瑶两女身旁，看着金子轩和金子晨，忍不住说道：“你们老爹说，你们俩算是卖给我们了，毕竟替你们金家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以后跟在我们身边，若是不听话，让我随便收拾，所以你们要乖一点，知道没？”金子轩嘟囔着嘴，刚刚父亲和苏璇之间的对话他又不是没听见，苏璇这明显是在打趣：“你要是敢欺负我徒儿，跟你没完。”赵子金偷偷掐了苏璇一爪，眼神幽怨。苏璇顿时不敢吱声了，可不敢把子金得罪，不然必定和夫人联合起来，晚上连睡觉的地方也没了。苏璇和夫人腻歪了两下，便任由他们跟着白眉去安排住处。现在翻海城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虽然还有宰相那边以及白家内部的矛盾，可在苏璇看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首要是将自己的修为提升上去，只要晋升到玄离境，光幕就能再次升级。说起来，当初在妖兽山脉被摩罗神通涅槃了一次，导致光幕提前升级，作用还是特别明显的，可以说始终让光幕领先了一级。简单来说，现在光幕等于是玄离境才能拥有的效果，这才灵君境中期就拥有了。而晋升到玄离境，光幕必然保持领先，效果可能是大关境的，当真有些期待。白碧蝉这时走出宴会厅，来到苏璇身后，他眼眶红润，语气有一点点呜咽，刚刚显然大哭了一场。苏璇，谢谢你肯帮我，我要达成父亲的心愿，成为白家家主，带领白家走得更高更远。苏璇点点头，还是你父亲牛逼。白碧蝉愣了愣，没想到苏璇会夸奖得如此直白，他鼓起勇气说道：“你若是帮我稳定了白家，我愿意以身相许。”苏璇听到这话也是无语了，他不都答应帮忙了吗？这怎么还上赶着白给？看见苏璇异常的表情，白碧蝉赶紧解释道：“我说的是你真心实意帮助我，现在白家伤了根基，拿不出好的报酬，我愿意为奴为婢伺候你。”白碧蝉此刻终于是理解了白山的深意，怪不得那天晚上会问他对苏璇有什么看法，原来一早就预料到了一切。其实白碧蝉里解错了白山的意思，白山只是想让白碧蝉与苏璇交好，并不是一上来就交代。要是白山还活着的话，只怕会对自己这个女儿由衷感到欣慰，这直接少走了多少弯路。你要我说什么好呢？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勉强答应你吧。苏璇内心狂喜，这可是白碧蝉自己攻略的，她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没想到这小妞自己提出了。白碧蝉见苏璇居然说勉强答应，只得尴尬的陪笑，点了点头。白山做了这么多，不惜牺牲性命，为的就是白家的未来。他的未来，白碧蝉清楚，如果能巴结上苏璇，自己以后定然也能顺利许多。刚刚在宴会厅里，大长老白眉已经跟他说了苏璇的底蕴，或者说应该是前途，这是白山亲口告诉白眉的，说苏璇前途不可限量，所以白碧蝉选择相信父亲的眼光。那今晚暖床有没有问题？苏璇笑着道。啊，白碧蝉错愕，脸色一红，缓缓点头道：可以。开玩笑的，你看看你。苏璇感受到了白碧蝉的诚意，正经起来，明天让大长老召开一场家族会议，所有高层务必参加，届时直接公布你为新的白家家主。白碧蝉顿了一下，从羞涩中回过神来，这会不会有点太突然了？我才有破体境10重的修为，他们不会服我的，谁敢不服，那就打到他服为止。苏璇霸气地说着，手一摊，一枚神通种子出现在手中，这是一门黄阶高级神通，你拿去炼化了。这门黄阶高级神通是苏璇从严云尸体中挖出来的，一共有3门高级，除开这一门，其余的2门苏璇分给夫人他们了，另外还拿了几门低级的，让紫金分给他那2位徒。神通在外面或许很珍贵，但是对苏璇而言简直多得要命，根本就炼化不过来。而且除非是一些特别的神通，不然苏璇都不想花时间去炼化，不如直接让系统回收转化为灵元。再加上这次又得到了2具灵君境圆满强者的尸体，里面定然有很多黄阶高级神通，苏璇打算挑一挑分点给兰洛西，资源多就得把身边人都顾好了。等柳如烟顺利晋升玄离之后，苏璇就要将回收比例全部收回来，只要他先把境界提升上去，以后再回过头来分给大家修炼，速度定然是最快也是效率最高的方法，拿着呀。见白碧蝉愣着半天没接，苏璇又喊了一声：这太贵重了，黄阶高级神通于你们灵君境而言都是宝贝，你不如自己留着炼化。废什么话，这东西我多的是。苏璇直接将神通种子丢到白碧蝉手里，而后径直离去。白碧蝉愣在原地，受宠若惊的同时有些许窃喜，不由将神通种子攥得更紧了些。白家一座别院内，兰洛西刚刚安排好房间坐下，不料苏璇就找了过来，恬不知耻地推门而入，坐在桌前自觉倒茶喝了起来。你倒真是自来熟。兰洛西一脸无语，从百宝袋内取出一套衣裳准备更换。你回避一下，我换套衣服。这么干净，有什么可换的？
对于兰洛西的这些穿着，苏璇都审美疲劳了。通体白色，最多就是样式和花纹不一样，这是有什么古怪的癖好吧？快点，女人真是麻烦。苏璇抱怨着，身形消失不见。兰洛西开始换衣服，潇洒地将头发一扬，褪下束缚。苏璇不敢呼吸，渐渐闻到一股芳香，这是厨子的气息。她咽了咽口水啊，我的眼睛！一只纤细的手指透过光幕戳了进来，幸好苏璇反应快，不然非得被戳瞎不可。兰洛西此刻已经换好了衣裳，什么都不用说。当看到那个圆乎乎的光幕时，他就已经明白，用手指戳都是手下留情了，恨不得拿刀捅。你个混蛋，有本事别出来，不然我非弄死你不可！兰洛西骂着，抱拳坐在床边。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儿苏璇就出来了，不仅不害怕，反而嬉皮笑脸。公主，你大人有大量，肯定不会跟我一般见识的吧？才怪！兰洛西咬牙切齿，随手将床上的枕头丢了出去。原本还想再丢些东西打死这个混蛋，但看着苏璇揉着眼睛，觉得自己刚刚那一下肯定已经狠狠教训这个色狼了，这才作罢，只是臭着脸依旧在生气。苏璇笑了笑，坐到桌前，公主，我是来帮你提升修为的，这么好的一个人，你怎么忍心下这么重的手？苏璇说着，拿了一门黄阶高级神通出来，这是白泽身上的。哼，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兰洛西幽怨地说着，心里生出一股暖意。虽然这家伙是讨嫌了点，但为人这方面确实没得说，尤其是对自己人。另外，我还有一个能让你快速提升修为的办法。什么办法？要一滴精血。苏璇说着，来到床边坐下，顺便把神通交给兰洛西。好了吗？别生气了，快点说，要精血做什么？这跟提升修炼速度有什么关联？苏璇长话短说，一提到是与光幕有关，兰洛西幸福了很多，又得知穆清瑶等人都已经用精血与光幕联系，这才彻底放心下来。很快凝练出一滴精血，交给苏璇。你这家伙有这种好事不早点跟我说，等到现在才讲，是何居心？兰洛西不满地说道。这种好事当然得我的两位夫人先来，公主你又不是我夫人，咋了？这是吃醋了？呸，鬼才吃醋！你这家伙敢这样跟本公主说话，还想让我做你的夫人，真是色胆包天。那公主，你揍我2拳，出出气。切，我才不上你当，怕给你打爽了。苏璇欣然一笑，兰洛西当真直爽，有什么话从来不憋着，想说就说。好了，不开玩笑了。苏璇正经起来，将兰洛西的精血滴在分配页面上。姓名：兰洛西，修为：破体境5重，晋升所需0元，1、5，回收分配0%。兰洛西顿时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作用在自己身上，他还沉浸在喜悦当中，场劫直接从戒指内飘了出来。好神奇的力量！场劫上下打量着兰洛西，发出惊叹。场前辈要不要也来一下？苏璇问道。反正只是滴血建立联系，又不参与分配，并没有什么损失。场劫摇摇头，我肉身都没有，哪来的精血？兰洛西白了苏璇一眼，哪壶不开提哪壶。苏璇笑了笑，恍然大悟，那公主你好好修炼，我还等着你修为有成，杀了那封印呢。说着，苏璇消失不见，进入光幕内。兰洛一脸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生怕苏璇又躲在那个旮旯偷窥。场劫飘到兰洛西身旁，这次他真的走了。没办法，这家伙有这种厉害的法宝，老是不用来干正事，不得不防。刚刚进入你身体的力量为师觉查到了，非常神奇，对你的修为大有裨益。没想到光幕竟然还是一件成长型的法宝。兰洛西微微一笑，师尊，这家伙人还是好的，要是不好色就更好了。场劫摇摇头，这恐怕是不可能。洛西，要不你跟他得了，我看他对你好像也有点意思，怕是碍于你公主的身份，一直没好下手。师尊，说什么呢？他都有2位夫人了，你这妮子，劝你还是早点下手的好。这小子对他那2位夫人有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到时候争取给他生个大胖小子，以后你就有着落了。啊，师尊，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兰洛西惊愕，万万没想到师尊竟然会说这样的话，又想挨打了是不是？场劫做出打人的样子，兰洛西轻轻一闪，场劫也并没有真的打，淡淡道：为师告诉你吧，当初就是这小子偷了摩罗遗体，所以他修炼了摩罗神通，不然你说我为什么一直撮合你们？什么？兰洛西惊愕，以前确实怀疑是苏璇偷的，可苏璇死不承认，而且后面苏璇并没有什么逆天反动的迹象，所以这件事兰洛西就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居然真是苏璇偷的，而且师尊还瞒了自己这么久，神通并无好坏之分，好坏都是人定的，只要使用它的人没有邪恶思想，这门神通就不是十恶不赦。洛西，你出身皇室，因为思想教育的缘故，为师不好跟你说太多，反正现在真相也告诉你了，
到底怎么选择？你自己选择。兰洛西还是一脸惊讶的表情。师尊，我听说拥有摩罗神通之人，那方面都很变态。懒得和你这妮子说。寝殿内，宫心慈和柳如烟都在勤奋修炼，林婉则躺在玉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边吃着水果，一边翻看。见苏璇回来，三女皆是一喜，尤其是柳如烟，整个人从玉脊上蹦了起来。这反应差点让苏璇以为是夫人，幸好身高摆在那儿，你们自己修炼自己的就行，我就回来看看。苏璇感觉快要突破了，就差临门一脚，所以想来修炼一会儿，争取在这几天内就突破上去。说你呢，这么激动干嘛？林婉看了柳如烟一眼，随后朝苏璇招招手。苏璇过来坐下，怎么了师尊？在这里还住的习惯吗？当然还习惯啊，就是水果快吃完了，下次你来带点新鲜的，不然我都准备让新慈出去买点了。林婉说着插了一块水果，喂到苏璇嘴里。没问题，想吃多少都有。柳如烟咧咧嘴，重新坐下修炼。乖徒，为师说了，出来要嘉奖你，不知你想要什么奖励？林婉凑在苏璇耳边小声说道。这个吗？苏璇倒是意外，没想到这件事林婉记得这么清楚，看来他没白疼这个师尊。他想要什么？那当然是师徒盖饭喽。这还用说？我听说你和新慈成了道侣，不如我做主，将新慈许给你怎么样？林婉坏笑着说道。这几天他已经从宫心慈口中听说了苏璇的事迹，发现这位徒儿确实非常优秀，而且这光幕法宝也十分奇特，居然能够自行炼化尸体，给主人反馈修为。更厉害的是，这反馈居然还能作用到别人身上。就比如现在柳如烟修为正在突飞猛进，不日就能突破，这些林婉全看在眼里，羡慕的不行。想当初他费尽心思突破，到头来不仅失败了，还遭到反噬，修为尽失，被逆徒囚禁。现在看到柳如烟如此顺利，心里总是酸酸的。而且经过他的旁敲侧击，发现新慈好像对苏璇有意思。既然两个徒儿心生爱意，他这个做师尊的不如成全了，到时候跟苏璇的关系还能更进一步，也算是弥补这一年未尽的师尊情分。这可不行，师尊你想得美，我跟师姐那是我们之间的事，你答应要嘉奖我，怎么可以拿这个充数？我不干。苏璇满脸反对。那徒儿你想要什么嘉奖？苏璇将声音放小，几乎贴在林婉耳朵上，说道。我想要师尊你。什么？林婉满脸不可思议，气得胸脯起伏不断。逆徒，没想到你居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你当真是逆徒？看到林婉如此反应，苏璇知道是玩笑开大了，当即说道。师尊，我话还没有说完，我的意思是，我想要师尊你助我修炼。林婉愣了愣，助你修炼？你拥有这么厉害的修炼法宝，怎么还要我助你修炼？况且我现在修为尽失，也没什么好帮你的呀，境界上的指导。苏璇再度将声音放小，低如蚊呐。师尊，其实你不知道，这法宝有一个弊端，修炼之时，若是有人能够在一旁伺候，疏通筋骨，比如捏捏肩、捶捶腿之类的，速度要翻好几倍。这……林婉无语了，真的有这么奇葩的弊端？乖徒儿，你没有骗我吧？师尊，这是真的，我怎么敢骗你呢？你想想看，我这法宝要是一点弊端都没有，真的这么完美的话，我早无敌了。主要是修炼的时候，身体某些部分会僵硬，若是能够得到按摩活通经络，修为自然就能快上不少。以前都傀儡帮我按摩的，虽然没个轻重，却也能够将就。可是现在傀儡不是被师尊你搞废了吗？苏璇脸部红气不喘，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林婉犹豫了一下，说的好像挺有道理。这么厉害的光幕法宝，有一点限制也确实正常，而且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林婉点了点头，答应下来。玉脊一侧，柳如烟咧嘴一笑，两人的对话被他偷偷听见，觉得苏璇真是个鬼才，这摩罗神通跟了他，这辈子也值了。还有这林婉遭到反噬，怕是智商都反噬没了，这么离谱的话居然也信。苏璇隐晦地给了柳如烟一个眼神，而后朝林婉说道。那师尊，我现在离突破只差临门一脚了，不如你现在就助我修炼呗。现在有点不方便啊，不如我让新慈先帮你一下，反正你们也是道侣，过两天我身体好点了再帮你怎么样？林婉一脸尴尬地说道。师尊你的身体？苏璇疑惑，只见林婉捂着肚子，那症状已经不言而喻。这未免有点离谱了吧？怎么都半只脚迈进玄离境的强者，也会被这点破事所困扰？但一想到林婉此刻修为尽失，只是个柔弱的女人，苏璇便想明白了，点了点头。那好吧，师姐也挺不错的。新慈，过来一下。林婉招了招手，打断正在修炼的宫心慈。师尊，什么事？林婉将宫心慈挽了过来，凑在耳边悄悄说了好多话。宫心慈听后脸蛋一红，低着头。师尊，这样真的好吗？林婉看了一侧的柳如烟一眼，朝苏璇笑了笑，
又凑到宫心慈耳边，有什么不好的？你这傻丫头，男人你不仅要得到他的心，还要学会将他留住，不然迟早被别人拐走。你就照为师说的去做，把这家伙拿下。可是师尊，哎呀，没什么可是的。林婉推了宫心慈一把，将他推到苏璇身旁，去修炼去吧。宫心慈红着脸，羞涩地看了苏璇一眼，而后低着头朝房间走去，心里反复思考师尊说的，觉得非常有道理，还是得适当拿点诚意出来，不能一直吊着师弟。苏璇窃喜地看了林婉和柳如烟一眼，跟着宫心慈进入房间。师姐，就只是按摩而已，你放心，我一定规规矩矩的。宫心慈没有理会苏璇这话，过去将衣柜打开，挑出几套性感的衣裳。你喜欢我穿哪一件？啊！苏璇微微一诧，上前看着宫心慈手中的衣裳，都非常的性感诱人，还以为只是简单的挑衣裳，他就秉着喜好，随便挑了件性感的紫色寝衣。等等，为什么全是寝衣？苏璇后知后觉，然而宫心慈已经拿着那件寝衣进入洗浴间。师弟，我去洗个澡。苏璇如何还能不明白，一定是林婉跟宫心慈说了些什么，所以这妮子才这样做的。这根本不是按摩这么简单。嘿嘿，既然师姐已经想开了，那还有什么顾忌的呢？当下，苏璇从百宝袋内随便找了件寝衣。师姐，我也洗个澡。宫心慈白嫩的脸蛋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飞快跑进洗浴间。过了一个半时辰，苏璇走出房间，宫心慈已经熟睡了过去。真是难为师姐了，不愧是明仙楼大名鼎鼎的清官人。此刻客厅里面只有柳如烟一人，林婉早就回房间休息了。苏璇没有忘记此行的修炼计划，朝柳如烟眉目传情，性感高挑的女人顿时心领神会，跟着她走出寝殿，来到外面黑暗的光幕之中，经历了一番励志，苏璇终于得偿所想。柳如烟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应该是沉淀时间太短的缘故，两人对此心知肚明。晚上，白碧蝉闺房，她早早就洗得干干净净，换了新的床单被褥，一直暖着床，睡过去又醒来，依旧没等到苏璇。这家伙太离谱了，这种事情也放我鸽子？难道真的只是开玩笑？怎么还不来？再不来我可就生气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白碧蝉再次睡了过去，这次直接一觉睡到天亮。白碧蝉醒来的第一件事，赶紧看向身侧，然而并没有看到期盼的人影，顿时心里空落落的。她狠狠拍了两下被子，起床气姗姗来迟，凭什么？竟然真的只是开玩笑。吃完饭见到苏璇，白碧蝉满脸幽怨，恨不得上去给她来上两拳。怎么了这是？还在为今天的家族会议担忧吗？苏璇今天的心情非常好，昨天真是快乐，不仅得到了师姐，还顺利晋升到灵军劲武虫。白碧蝉冷哼一声，看来昨天苏璇真的只是开了个玩笑，没想到自己居然当真了。不过一提到家族会议，白碧蝉的心情很快平复过来，被忧虑所替代。一来这次的家主之位继承定然麻烦不断，他和苏璇一定会受到白家很多长老的排挤；二来是担心苏璇手段过激，白家经历这件事本就伤了根基，若是再受到损伤，只怕就不单单是家族内部矛盾这么简单了，甚至要引起其他二流家族的觊觎。苏，你真的有把握吗？白碧蝉怯声问道。苏璇走近了些，轻轻摸着白碧蝉的脑袋，放心好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走吧，大家都在等你了。白碧蝉点了点头，随苏璇来到议事厅。只见宽敞的房间里黑压压站着许多人，显得房间有些狭窄。经过一天的发酵，白家老祖白泽以及家主白山的死讯彻底传开，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家主的人选关系到整个白家的存亡。白山在位期间或许手段很辣，但多少还是明辨是非，确实带领白家进步，走在正途上。老祖已死，他们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家主之位若是再落入外人或者无能之人手里，白家只怕要万劫不复。随着苏璇和白碧蝉进来，本就吵闹的议事厅顿时沸腾起来。白家的家主任选，一个外人跟着掺和什么？看到周围人指指点点，质疑声不断，苏璇当即释放修为，灵军劲武虫的威压顿时让现场绝大部分人闭上了嘴。小子，别以为家主和老祖没了，我白家就能让一个灵军劲武虫欺压？你这是做梦！人群中站出一名中年男子，同样是灵军劲武虫。白碧蝉赶紧低声朝苏璇说道：“这位是白家三长老白君，一心向着白家，但为人非常顽固，你不要。”白碧蝉想告诉苏璇不要与白君交恶，要以怀柔之法，没曾想苏璇直接手一挥，周围空间剧烈震荡，只见一名身穿紫衣的妖艳高挑女子走了出来。灵军劲九重的威压席卷全场，顿时压制的众人喘不过气。既然有一些老顽固，那么来软的只能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强势一点，看谁敢逼逼。苏璇带着白碧蝉走到最前方的主座旁，白眉此刻正站在这里，朝他们露出笑容。坐上去。苏璇示意白碧蝉直接坐到主位上，白碧蝉愣在原地，惶恐的不敢动作，直到看见白眉点了点头，他这才鼓起勇气
坐了上去。此番举动再度令现场哗然。白碧婵直接坐上家主之位，其中深意已经不言而喻。虽然白碧婵是白山之女，顺位在情理之中，可她破体境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这样的实力如何能领导白家？而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不是在开玩笑吗？诸位，白碧婵继任家主之位，完全是遵从白山家主生前的意志。我白眉身为大长老，将竭力辅佐白碧婵领导白家，带领白家进步。你们可有异议？白眉趁机发言道：作为大长老，他目前在白家可以说是最有信服力的人。大长老，既然您都发话了，我们自然要遵从一些。只是小婵修为太低了，只有破体境10重，将她推到这个位置上，无异于风口浪尖，恐有性命之忧啊！即便有我们的保护，只怕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人群中再度站出一名男子，同样是灵君境5重，他是白家6长老白冲。这话说的明显有几分威胁意味在里面。其实这也是白眉所头疼的地方。白碧婵虽是女流，可毕竟是白山之女，身份没人会多说什么，就是这修为太弱了。白冲其实说的不错，白碧婵若是当了家主，以后只怕要遭遇无数的刺杀和暗杀，只有千日做狼，哪有千日防狼的道理？是啊，大长老，小婵是白山家主最疼爱的女儿，我们也不希望她陷入这样危险的境地之中。家主的人还是再斟酌斟酌，再不济就由大长老您来担任，我们自然无话可说，拥举您坐这个位置。白家另一位长老说道，话很直白，可盼着白家好的心也同样直白。一时间现场陷入焦灼，白眉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辩驳，只得看向苏璇。若是不顾及大家的意见，强行将白碧婵推上这个位置，不仅难以服众，还会带来很多潜在麻烦。苏璇抬起手，同时让柳如烟再度释放出威压，这才令现场完全安静下来。其实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到了，当初在收回魁4、魁5之后，苏璇就一直在对这2具傀儡进行改造，昨晚后半夜不断赶工，终于是将他们改造完成了。随着苏璇手一招，魁4显现了出来，不再是当初的灵君境2重修为，而是灵君境6重。他给魁4配备了3枚5阶霹雳苍狼的魔核，同时完善了阵法，加强了一系列材料的强度，这才确保魁4能够发挥出灵君境6重的力量。虽然在肉身强度上有所欠缺，可这已经是苏璇所能改造的极限。灵君境6重的肉身强度确实没有，但是5重绝对是有的。只要别遇到同境界的敌人，魁4完全可以应对。傀儡，灵君境6重的傀儡，所有人都惊愕了，包括白眉和白碧婵在内。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苏璇竟然能拿出一具灵君境6重傀儡出来。有了这具傀儡，白碧婵的安危问题直接迎刃而解。我说，他当这家主，你们可还有异议？苏璇直接让魁4来到白碧婵身旁，修为迸发，威压滚滚而出。在场诸位，除了几个别的长老，基本上没人能够抵挡。谁还敢有异议？苏璇的手段太狠了，不仅本身拥有灵君境5重修为，更是有一位灵君境9重护身，现在又拿出一具灵君境6重傀儡保护白碧婵，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的顾虑。既然没有异议，那还不拜见家主？苏璇朗声大喝，顿时间白家众人纷纷躬身，朝白碧婵抱拳，我等拜见新任家主。白碧婵收敛自己的青涩，起身看向众人，振臂高呼，大家放心，以后我白碧婵必定刻苦努力，一心为了白家而奋斗，只为带领白家走向。等等，白碧婵这激昂的发言还未说完，便被一道雄浑的声音打断。只见人群中挤出一名男子，指着苏璇大声说道，若是让白碧婵做了家主，白家势必要落入此人之手。他一个外人，为何如此费心竭虑帮助白碧婵？想必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让白碧婵做家主跟让他做有何区别？这不就是傀儡吗？此话一出，全场脸色巨变，唯有苏璇一人脸上还噙着笑容。白眉说的反骨仔终于出现了。原本以为靠强横手段镇压这帮人会老实许多，没想到还是有不怕死的。没错，白碧婵担任家主这件事，目前最具攻击性的争议就是苏璇在里面充当的角色太大太重要了，完全有控制白碧婵继而控制整个白家的嫌疑，这是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却不敢直说的话。他叫白宝山，白家4长老，拥有灵君境6重修为。白眉在一旁轻声说道。苏璇点了点头，看向柳如烟，震杀他。柳如烟如离弦之箭，刹那便出现在白宝山面前，一掌拍在其天灵盖上，恐怖的力量让白宝山当场就没了生机。周遭诸位长老弟子心胆俱裂，一位灵君境6重长老就这么死了，这是戳到痛处，所以急眼杀人灭口吗？诸位，我帮白碧婵完全是看在白山的面子上，我和他之间有交易，要协助你们白家发展，若是再敢有人嚼舌根，此人便是下场。苏璇一脸人畜无害地说着，没人再敢反驳。与此同时，金家大长老金海急匆匆来到白家，原本想找苏璇，
但得知苏璇正在白家议事厅开会，就没有打扰，转而找到了公主的住处。兰洛西正在修炼，见金海神色匆忙，就赶紧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金海如实相告，将自称是宰相麾下来到金家的事说了出来。得知这一消息，兰洛西脸色巨变，知道事情严重，就赶紧叫上桂三，两人先一步赶去金家。兰洛西知道仅凭自己和桂叔是无法解决这件事的，就让金海留下来等苏璇。金家府邸外，兰洛西和桂三赶到时，只见至少20-30人围在门口，为首那人骑在马上，林军境7重威压不断翻腾，席卷着金家家主以及诸位长老。当初参与殴打赵琦的那2名金家弟子，此刻已经横死当场，另外还有1名连带的金家长老看见兰洛西出现，赵晨这才收敛威压，伸手掏了掏耳朵，一脸不屑地说道：“公主，你们杀害赵琦少爷，此事必须给个解释，跟我们回去交差吧。”兰洛西冷哼一声，看着地上那3具尸体，不禁怒火中烧。赵琦命牌破裂，死前最后一幕你们必然看见了，何必在这装疯卖傻呢？兰洛西此前还殚精竭虑了好久，也是后知后觉，像赵琦这种世家子弟，必然跟那些大宗门的弟子一样，会用精血制造命牌，所以真正的死因，宰相那边必然知晓。他们只是参与了殴打，并非真凶，所以最多就是被问责，根本没有大罪。况且她是公主，宰相也不能拿她怎么样。呵呵，我不知道公主你在说什么，赵琦少爷根本没有命牌，我们只知道你们那天围殴他，人就是被你们活生生打死的。现在我奉宰相之命前来迎回少爷尸身，同时所有杀人凶手必须赔命。赵晨冷冰冰说道：“你放肆！难道本公主也要给他赔命不成？”兰洛西怒不可遏，这赵晨明显在说谎。若是赵琦没有命牌，他们怎么可能如此精准找到当天殴打赵琦的那2名金家弟子？公主你自然是不用的，不过他，包括整个金家都要给公子赔命。赵晨指着桂三，然后是前方的金家众人。本公主现在告诉你们，杀人凶手是苍兰玉木王府之人。兰洛西将人妖的背景说了出来。听到苍兰玉木王府，赵晨脸色一变，难道这是杀害赵琦的真凶？还是说是公主随口一说敷衍他们的？苍兰玉木王府那可不是大黎皇朝能够轻易招惹的存在。赵晨觉得兰洛西敷衍的可能性极大，虽然他心里清楚杀害赵琦的真凶另有其人，可这也是奉了宰相之命，当初殴打赵琦之人务必全部诛杀。兰洛西把锅甩这么远，不就是知道他们不敢拿木王府怎么样吗？公主，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当初少爷来金家找你，然后被人殴打致死，即便你们将护卫全杀了，这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群众看见的，难道想抵赖不成？赵晨咄咄逼人，气势再度迸发，压得金家众人喘不过气来。桂三见状，赶忙将公主护在身后，修为爆发，全力抵挡。你这个狗奴才，当初杀人有你一份吧？还敢冒头，拿命来！赵晨暴喝一声，下马朝桂三掠来，须臾之间，2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恐怖的神通力量波及在场众人，兰洛西定然不能坐视不管，当下修为猛然飙升，来到了灵君境6重，这是场劫附身之后所能达到的极限。传闻公主短时间内能够大幅度提升修为，今日一见，看来传言非虚啊。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力量，你能维持多久？赵晨神情蔑视，桂三只有灵君境4重，与他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兰洛西虽然修为提升到灵君境6重，可终究还是差了点火候。哪怕2人联手，赵晨依旧游刃有余，几门黄阶高级神通连续施展，顿时将兰洛西逼退。趁着这个机会，赵晨闪身来到桂三面前，一门神通拳法爆发，眨眼间便释放出成百上千拳。桂三赶紧运转神通防御，接下几百拳之后，防御被生生击碎。桂三祭出法宝抵抗，还是被打得粉碎，最后身体硬接下赵晨这门神通的剩余拳击，浑身是血，狠狠砸进地面。桂叔，兰洛西赶紧掠来，挡下赵晨的致命杀招，将桂三从深坑中搀扶出来。公主，不要管我，你快点走，去找苏璇。快去！桂三声音微弱，身体内部器官被打得稀碎，他知道自己可能活不过今天了，凭着意志力硬扛，哪怕付出生命，他也要护着兰洛西，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不！兰洛西看着桂三血肉模糊的身体，眼眶湿润。桂叔，坚持住，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公主小心！桂三瞳孔猛睁，只见赵晨偷袭而来，他使劲将兰洛西推了出去，而后迎上赵晨这一爪。噗！锋利的爪子直接贯穿胸膛，赵晨抓住那颗血淋淋的心脏。不！兰洛西失声尖叫。然而赵晨却神色兴奋，猛地将手中心脏捏碎。桂三最后看了兰洛西一眼，神色和蔼安详。公主殿下，老奴不能再保护你了，若有来生，我还当你的桂叔。桂三拼着最后力量，身体爆炸开来，
但是心脏已经被捏碎，所以威力微乎其微，甚至比不上灵军境2重的自爆，根本对赵晨构不成任何威胁。贵叔，兰洛西双目充血，赤红飞剑迅速变大，朝赵晨急射而来。风极剑是黄阶高级神通，赵晨瞳孔一凝，不敢硬抗，只得迅速避让。金家众人此时也顾不得什么境界差距了，蜂拥上来，准备鱼死网破。而赵晨所带的20-30人一时间也是齐动，双方很快厮杀在一块儿。白家议事厅，白碧婵担任家主一事已经尘埃落定，众人退去之后，苏璇这才见到了火急火燎的金家大长老金海。从金海口中得知了事情原委，苏璇顿感不妙，身形消失，朝着金家疾驰而去。当来到金家之时，现场已经血流成河，金家弟子长老死伤无数。人群上空，兰洛西正在和赵晨苦苦交手，他的力量越来越弱，身体逐渐扛不住灵军境6重力量的负荷。若不是此刻场劫在操控身体，兰洛西只怕早已经倒下。师尊，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为贵叔报仇。兰洛西声音微弱，意识一沉。洛西，你怎么了？场劫猛然一震，将身前的赵晨逼退出去，自己也因为惯性急速倒退。苏璇现身将场劫接住。公主，你没事吧？洛西他应该是昏迷了。场前辈。苏璇一震，原来此刻是场劫在操控兰洛西的身体，一定要灭了这个家伙。他杀了贵三。什么？贵叔死了？苏璇整个人呆滞，将场劫护到身后，双拳紧握，目光喋血，看向赵晨。小子，当天你似乎是最嚣张的一个，杀了赵齐少爷，还以为你没胆子出来了呢。赵晨神色灭然，冷冷盯着苏璇。在赵齐的死亡画面中，苏璇似乎是手段最狠辣的一个，不仅亲自殴打了赵齐，还出手杀了2位灵军境随从。所以赵晨此次最想杀的人就是苏璇。金家全部停手，退下。苏璇大吼一声，金家弟子长老见状纷纷罢手，向后退去。他们知道苏璇是不想再徒增伤亡，而且苏璇身边拥有一位灵军境9重强者，此番局面必然轻松扭转，他们也根本没有再出手的必要。哟呵，灵军境5重，你很嚣张啊。赵晨冷笑一声，不明白苏璇的底气在哪儿。他吩咐手下继续动手，务必将金家屠个干干净净。杂碎，抹干净脖子吧，我要活剐了你。苏璇咬牙切齿，手一摊，魁梧出现在身旁，灵军境6重威压爆发。随后赵晨变剑，手下全部消失不见了。一时间空中只有他、苏璇以及那具灵军境6重傀儡。难道是幻术？赵晨揉了揉眼睛，依旧不见手下踪迹，当即瞪向苏璇：小子，你干了什么？我干了你妈！苏璇暴喝一声，身形急射而出，随着魁梧一起，我必蹂躏死你！赵晨挥动手中弯刀迎向苏璇，然而苏璇靠近一半就直接停了下来，只有魁梧闷头向前冲，抬起拳头轰向赵晨面门。赵晨冷笑，手中上品灵器弯刀挥出，想将这具不知死活的傀儡切成2半。突然弯刀消失不见，赵晨攻势落空，反倒是魁梧的拳头一个没落，全部轰在赵晨面门上。什么鬼？赵晨惊愕，还未反应过来，目光急剧恍惚，彻底失去了视野，一点光亮都看不见。苏璇将赵晨收入光幕的同时，将那柄上品灵器排斥了出去。他要靠自己的力量亲自虐杀赵晨，为贵叔报仇雪恨。这个畜生不仅杀了贵叔，还将公主打成那副样子，若是再来晚一点，只怕金家人就全死光了，公主也岌岌可危。小子，你到底干了什么？赵晨虽然看不见，却能够听到周围动静，明白这一切都是苏璇在搞鬼。大崩灭指悄然射出，赵晨神识灵敏，照出一件防御型上品灵气抵挡，虽然将攻击挡下，可下一刻灵气再度消失不见，与赵晨彻底切断了感应。啊！我要杀了你！赵晨尖叫，一股危机感油然而生，知道再这样下去，指定要被苏璇慢慢耗死。原本我不想鸟你们赵家，因为那赵齐死的确实冤枉，没想到你们居然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无情了。我不仅要杀了你，还要杀了宰相，杀光整个赵家人，为贵叔偿命。苏璇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语气森冷可怖。赵晨循声发动攻击，然而只能是像瞎子一样胡乱攻击一通，苏璇很轻松就避开了。这石魁五鬼魅般出现在赵晨身旁，手里拿着一柄大刀，拽住赵晨一只胳膊，手起刀落，将其斩断。痛苦的哀嚎响彻在光幕之中。苏璇没敢靠得太近，只能让魁梧代替出手，紧接着是赵晨的另一只手臂、双腿、双眼、双耳。赵晨生生沦为人质，毫无反抗的余地。苏璇这才上前，狠狠踩在赵晨身上。杂种，惹到老子，你算是踢到铁板了。饶了我，我知道错了，饶命啊！赵晨已然没了之前的嚣张，
他不明白苏璇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只是知道此刻若是再不服软，只怕要死无全尸。你放心，你这条狗命我要慢慢玩。苏璇咬牙切齿，回想着与桂叔的点点滴滴，就恨不得将赵晨碎尸万段。只是这样让赵晨死去，简直太便宜他了。告诉我，宰相那个狗贼，他派你来的真实目的。宰相看了赵琦的死亡画面，知道凶手不是你们，但他就是想让这个儿子发挥出最后的价值，趁机向皇室发难。还真是魏肚里能撑船的好宰相哈，人都死了，还要再利用一下。他为什么要向皇室发难？是不是有什么图谋？苏璇双手戳在赵晨眼部，顿时让赵晨疼得哇哇大叫，鲜血流得到处都是。这种程度的伤对普通林君静来说或许有点严重，可这对一位林君静大臣而言算不上致命。我若是告诉你了，能不能放过我？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快说，不然弄死你。宰相看了赵琦的死亡画面，知道凶手不是你们，但他就是想让这个儿子发挥出最后的价值，趁机向皇室发难。还真是魏肚里能撑船的好宰相哈，人都死了，还要再利用一下。他为什么要向皇室发难？是不是有什么图谋？苏璇双手戳在赵晨眼部，顿时让赵晨疼得哇哇大叫，鲜血流得到处都是。这种程度的伤对普通林君静来说或许有点严重，可这对一位林君静大臣而言算不上致命。我若是告诉你了，能不能放过我？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快说，不然弄死你。宰相，近段时间和平安京一个神秘人往来密切，我们知道他们定然有密谋，你带我去，我能找到这个神秘人。听到这话，苏璇松开手，赵晨顿时不哀嚎了。你最好别耍花招，不然一刀一刀剜你的肉喂狗。苏璇决定再留赵晨一时半刻苟延残喘，桂叔的仇他无论如何也要报。什么狗屁宰相，权倾朝野，必须让他给桂叔偿命。想到这儿，苏璇一脚将赵晨踹飞出去，任其在黑暗深渊中飘荡，然后解决完刚刚收进来的余孽，苏璇这才离开光幕，找到场杰。你终于出来了，我坚持不住了，要沉睡一会儿，记得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洛西，让她留在你身边。场杰说着飘回戒指内，兰洛西的身体也因此瘫软下去。苏璇赶紧接住，将兰洛西抱起。金腾这时迎了上来，朝苏璇深深鞠躬，仙师，是我们无能，请仙师责罚，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苏璇看了眼周围横七竖八的金家弟子长老，觉得非常愧疚，此次当真是疏忽大意。当即他就给所有人下了命令，以后有急事，不管他在干什么，在哪里，直接现身说话就行。若是再因为不敢禀报，害怕打扰他而延误大事，他定要好好责罚。苏璇抱着兰洛西进入金家别院，不一会儿，白家那边就得到了消息，穆清瑶和赵子京等人匆匆赶来。听到噩耗，他们一个个愁容满面，非常担心兰洛西的安危，害怕就像上次那样要昏睡1年。苏璇交代夫人他们好好照料公主，他则进入光幕内认真修炼，锻造傀儡。苏璇明白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无法一心多用，这个时候强大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单独再锻造新的傀儡太耗时间，苏璇只能将原有的傀儡进行改造升级，就像魁4、魁5那样，到时候留一具给金家，关键时刻才能发挥出作用。苏璇答应了师尊，要带他回一趟玄道宗，这把师妹都交给自己了，断然不能辜负师尊期望。还有就是贵叔的仇，苏璇无论如何也要报了。所以事情非常多，分心乏术，有几具强大的傀儡，多少也能分担一点压力。2日后，兰洛西苏醒过来，并没有像上次那样陷入沉睡，只不过醒来后的兰洛西整日郁郁寡欢，陷入桂三死亡的悲痛中无法走出来。不管穆清瑶和赵子京如何开导，兰洛西就是抱着腿坐在窗前，眼中一直噙着泪水。小时候，兰洛西不受父皇母后待见，是贵叔一直陪在他身边，呵护他成长。有开心或者不快乐，他都向贵叔分享倾诉，贵叔总是喜闻乐见。有危险，贵叔也第一时间挺出，就像这次一样。兰洛西早就把贵叔当成了亲人，非常非常亲的亲人，想着贵叔膝下没有子嗣，他以后就给贵叔养老。没曾想噩耗来得这么突然到他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那个小时候牵着自己走过泥泞，淋过大雨，沐浴阳光，看到彩虹的影子。又过了1天，苏璇将傀儡全部锻造完毕，包括一直留在宫心祠身边的魁2。现在傀儡每具都拥有3颗5阶魔核协助运转，修为能够达到灵君境6重，身体素质有灵君境5重，跟魁4、魁5差不多。苏璇将魁3留在夫人身边，魁5则驻守金家，另外魁2还是跟着宫心祠。可是宫心祠死活不肯要，说一直待在寝殿内修炼，根本用不上傀儡。苏璇索性把魁2交给了紫金。现在紫金要带2位弟子，所以有时候可能不在夫人身边，那么有一具傀儡护着
总归是好的。至于魁一，苏璇打算把他交给兰洛西，现在贵叔走了，场杰也陷入沉睡，这妮子身边总归需要人保护。苏璇来找到兰洛西，他正躺在床上，呈大字形，一整个无精打采。公主爱，人死不能复生，往前看吧。苏璇说着也躺上床去，耍起了无赖。兰洛西往里面缩了缩，苏璇又不要脸的凑了上来，这可把兰洛西整无语了。你想干什么？别以为贵叔和师尊都不在了，你就可以欺负我。兰洛西声音沙哑，说话有气无力。苏璇听得那叫一个心疼，起身靠了上去。我就是想欺负你了，你个混蛋！兰洛西将苏璇推开，正坐起来。苏璇甩出魁一，以后带上魁一，让他跟在你身边保护你。虽然没有贵叔那么无微不至，但应该能够凑合着照顾你。收回去，给别人。我不要。兰洛西说着，翻身靠在被子上，撅着屁股。苏璇忍不住抓了一把臀儿。你有病啊！兰洛西眼神幽怨。傀儡夫人他们也有，怎么能少了公主你的还有？我准备去一趟平安京，杀了宰相那个狗贼，替贵叔报仇。你得跟我一块儿去，场前辈沉睡之前交代过，要我好好保护你，去哪儿都得把你带在身边。杀宰相！兰洛西眉头一皱，目光扫向床边的魁一，整个人一颤，好强啊！灵君境6重的傀儡。苏璇跳下床，知道兰洛西心情已经缓和许多。公主，好好休整一番，精神起来。你要是再这样，今晚我可要再来收拾你了。说完，苏璇就消失不见，只留魁一站在原地。切！兰洛西不以为然，可是很快他一机灵，想到了苏璇拥有摩罗神通的事。万一晚上真的来了，自己定然要遭殃。苏璇在金家弄了点新鲜水果，而后进入光幕。柳如烟这臭女人不知道急着找他干什么。刚走到寝殿门口，还未进入，就见柳如烟一抖一晃的迎了上来。这是怎么了？发癫是不是？我突破了。柳如烟灿烂笑着，想去拥抱苏璇，不料却被苏璇避开。苏璇这是在顾忌师尊和宫心慈的目光，他和柳如烟的关系，两人都还不知道，所以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太过亲密。那继续努力，争取快点晋升玄离境。你个混蛋！柳如烟气得咬牙切齿。经过这2天不懈的努力，他终于突破到了灵君境10重，迫不及待叫苏璇进来，就是想分享这份喜悦。没想到苏璇如此漫不经心，这让他十分生气。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公开，可也用不着如此小心翼翼吧。柳如烟决定，公开关系这件事必须得提上日程了。师尊，我给你带了水果。苏璇笑意盈盈地走向林婉，手一招，一堆水果出现在桌上。真是乖徒儿。林婉得意地看了柳如烟一眼，从玉几上起身，迎着苏璇坐下。师弟，我也突破了。宫心慈露出笑容，他在昨天晋升到了破体境4重。师姐真是天赋异禀，来，让我看看都有哪些提升。苏璇挨到宫心慈身边，手不由自主地抚上那白嫩的腿子。宫心慈脸一下子娇红，埋下头去。走，师姐，进屋让我好好看看。苏璇拉着宫心慈去了房间。林婉翻着白眼，这时柳如烟过来坐下，伸手拿着桌上的水果吃了起来。怎么，圣女这是嫉妒了？要你管，人家才是正经的道侣，不像你。我突破了，会鸟你才怪呢。看不出来啊，圣女这阴阳怪气的水准是越来越高了。我跟你说个秘密怎么样？呵呵，你不会想说我徒儿对你有意思吧？虽然你长得确实出众，但我徒儿已经有道侣了，他是不会要你的，更何况还有一个贺青州。你这个臭女人！柳如烟忍不住骂了一句。林婉说话确实太难听了，不过她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凑到林婉耳边，其实她拥有摩罗神通。听到这话，林婉脸色巨变，怔怔地看着柳如烟。哈哈，傻眼了吧？亲爱的圣女，你说她在不在意我啊？柳如烟大笑着起身，回到房间修炼，只留林婉一人坐在玉几上凌乱。摩罗神通意味着什么？林婉再清楚不过了。很快，宫心祠房中传来声音，林婉似是想到了什么，赶紧跑回房间，关上门不敢去听。怪不得那晚之后，宫心祠2天下不来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2个小时之后，由于没有修为，林婉不能阻隔房间外传来的声音，所以硬生生被折磨了2个小时。现在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了，柳如烟说的多半是实话。苏璇确实修炼了摩罗神通，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间渐渐安静，林婉缓缓睡了过去。突然，一道敲门声响起。谁啊？师尊，是我。苏璇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林婉惊慌失措。怎么，这是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来找自己了吗？这个逆徒，你想要干嘛？苏璇羞愧一笑，知道是刚刚太猛，吓到师尊了，赶紧说道：师尊，你不是要回玄道宗吗？我是来找你商量的，还有修为的事。听到这话，
林婉顿时松了口气。自己现在没有任何修为，苏璇若是想吃干抹净，简直不要太容易。仔细一想，拥有摩罗神通的苏璇，仿佛比任贤那个逆徒都还要恐怖。很快，房间门打开，林婉裹着被子，包得严丝合缝，出现在苏璇眼中。咋了，师尊？很冷吗？苏璇不解，之前林婉不还穿着性感的花边寝衣吗？这是怎么了？不冷，我就是想这样。林婉说着走出房门，来到御几上坐下，丝毫没有迎苏璇进房间的意思。这要是同处一室，苏璇若是想干点什么，他只怕连抵抗都抵抗不了。师尊，现在你修为尽失，回玄道宗必然危险重重，所以我会好好保护你的。还有修为这件事，你得告诉我该怎样恢复，再复杂我们也要去尝试。对于自己这位师尊，苏璇还是很上心的，一直想要替他恢复修为。上次苏璇就问过林婉该如何恢复，只是当时林婉说特别复杂，肚子就一笔带过了。林婉点了点头，欣慰地看了苏璇一眼。其实吧，我回玄道宗就是为了恢复修为，马上10年一度的太虚秘境就要开启了，里面有我恢复的关键灵宝，不仅可以将修为恢复，还有望晋升到玄离境。太虚秘境，那师尊，这个太虚秘境什么时候开启？应该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1个月？那还早，要不我先去平安京处理点事情，等忙活完了再去玄道宗。1个月还长着，苏璇决定在这之前先去平安京，一举废了宰相这个狗贼，替贵叔报仇再说。就算杀不了，也要搅个天翻地覆，让这狗东西刻骨铭心。林婉连连摇头，不行，我想过了，虽然还早，但我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必须先回宗门报备，不然那群老家伙可能以为我不参加，就把名额给别人了。苏璇想了想，点头，确实，那就听师尊的，先回玄道宗报备。说着起身就要离开。林婉见苏璇要走，赶忙叫住，等一下。怎么了师尊？是不是不舍得我走？苏璇嘿嘿一笑，既然不舍得我走，还裹这么严实，怎么着也让徒儿看看腿呗。呸，你个色胚，为师只是想说，以后要是没事，你少回来欺负新慈。林婉以前觉得，既然宫心慈和苏璇互相中意，索性就生米煮成熟饭得了，免得被柳如烟这个坏女人惦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是把徒儿推进火坑了。苏璇拥有摩罗神通，若是不节制，2天下不来床，可能只是个开始。宫心慈本就身子柔弱，若是长此以往，指定要被玩坏。师尊哪有你这样的？现在身体应该好了吧？该协助我修炼了。听到这话，林婉身子一颤，不，你休想，我身子还没好。说着赶紧捂着肚子装委屈起来。苏璇哪看不出林婉这是装的，只是腿长在自己身上，自己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林婉根本管不着。还有，竟然敢一直装肚子疼欺骗自己。苏璇决定要好好整治一下师尊才行。没好事吧？师尊你这是老毛病犯了，又想骗我。说着，苏璇一把将林婉扛起，那裹得严严实实的被子当即滑落在地。你要干嘛？你个逆徒，快放开我！林婉奋力挣扎，然而他这点力气，苏璇根本没用力，只是轻轻扛着，他就动弹不得。师尊，你不是肚子疼吗？我来给你揉揉，待会儿再给你煮点糖水喝。苏璇将林婉扛回房间，丢到床上。逆徒，我肚子不疼，不疼了。林婉退到床角，抱着双腿蜷缩起来，还敢叫我逆徒？师尊，你这是要逼我干点什么呀？苏璇得意一笑，上床凑到林婉身前，来，我来给师尊揉揉，揉揉就不疼了。乖徒儿，我肚子真的不疼了，是为师骗了你，为师的错，你不要乱来。按摩是不是？为师帮你按还不成吗？那好，给我捏捏肩，捶捶腿吧。苏璇木的得逞，欣然一笑，躺在床上大爷似的享受起来。林婉在一旁心不甘情不愿的捏肩捶腿。乖师尊，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骗我？不敢了。苏璇从光幕出来，已经是晚上。他先去了一趟兰洛西那儿。兰洛西还以为苏璇真是来收拾自己的，顿觉不妙，神经紧绷起来，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注意，苏璇就把自己吃了。这么害怕干什么？我只是来告诉公主，暂时不去平安京了，我得先回一趟玄道宗，你就好好待在帆海城休整，到时候我去了再来带上你。回玄道宗？可是师尊不是让你做什么都带着我吗？要不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得了。兰洛西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虽然很害怕，却总想跟在苏璇身边。跟我去也不是不可以，那你要听话，乖一点。苏璇感觉这段时间兰洛西看自己有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眼神中仿佛透露着害怕，难道还没有从贵叔的噩耗中走出来？既然这样，那就带他出去转转，缓缓心情，免得在金家郁郁寡欢。兰洛西点了点头，我听你的话，但是你不能欺负我。我嫡公主我怎么会欺负你呢？
苏璇摸了摸兰洛西的脑袋，好了，快点休息吧，可以的话，明天我们就出发。苏璇用1晚上的时间跟穆青瑶和赵子金告别，他们也乐意留在帆海城，因为若是跟着苏璇去了玄道宗，就要整日待在寝殿里，特别无聊，还不如在金家好好快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临行前，苏璇交代2人，他不在的日子里要好好记账，回来了可是要一笔笔清算的。穆青瑶不以为然，赵子金则是听话的点了点头，而后苏璇就带着兰洛西启程前往玄道宗。大概用了1天时间，2人终于是抵达了浔阳城。公主，要不我先带你在城里逛逛，我看你这2天郁闷得很。苏璇看着兰洛西打趣地说道。哪有，我现在心情很好，你还是先忙正事吧，而且我也不喜欢逛街。兰洛西穿着一袭白衣，非常飒爽，心态也渐渐恢复到了往常的样子，这让苏璇十分放心，只要兰洛西的心态是健康的，那就好了。而后苏璇利用光幕附身，轻车熟路进入玄道宗，来到栖霞峰山脚下。原本想直接登顶，然后叫出林婉，没曾想在山峰竹林的一些隐蔽角落，他发现有人潜藏，当即意识到了不妙。栖霞峰是圣女峰，一般弟子是不允许随意进入的，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很快苏璇就有了猜测，这些家伙多半是执法殿弟子。柳如烟跟自己离开了这么久，贺青州多半已经疯了，所以安排了弟子守在这儿。苏璇赶紧叫柳如烟出来一看，然而柳如烟却认出来，这些根本不是执法殿弟子，这可让苏璇摸不着头脑了，不是执法殿弟子，还能是谁敢藏身栖霞峰？我看他们有点像天都峰的弟子。柳如烟目光犀利地分析着，而后不着痕迹地落到一旁的兰洛西身上，紧接着朝苏璇发了一道传音：你这家伙，既然回来，为什么要带上公主？嫌身边女人还不够多是吧？要不我再给你物色2名漂亮的女弟子。苏璇没工夫听柳如烟瞎扯，问道：天都峰是谁的山峰？玄道宗圣子呀，你连这都不知道？臭！苏璇脸上怒意明显。怎么了？柳如烟不解。我知道这些弟子为何会出现在这儿了，原来是方世杰这个畜生回来了。你和圣子有仇？苏璇点了点头，当初这家伙强娶师姐，被我一道神通轰碎了命根子，只怕是来寻仇的。你……柳如烟无语了。一旁的兰洛西掩嘴一笑，这确实像是苏璇的作风，既然知道这帮家伙的来历和目的，全部杀了吧。你疯了，还想让执法殿请你去喝茶是不是？而且你杀了这些弟子，必然打草惊蛇，让天都峰知道这边出事了。苏璇摊摊手，放心，我不杀这些人，我现在不杀，等出了玄道宗那就不一定了。随便你，只要别在玄道宗里面杀人就行。柳如烟身为执法殿长老，非常清楚其中厉害，除非苏玄庸有能够对抗整个玄道宗的力量，不然在这里屠杀弟子完全就是作死的行为。放心好了，我有分寸。有了上次除尾的教训，苏璇自然不会2次犯错。当即将光幕扩散而出，直径足足200米，晋升灵君境5重之后，光幕直径翻了1倍。眨眼间，竹林中潜藏的弟子消失不见，被苏璇吸进了光膜内。3人缓步登山，有光幕在前方开路，就算这些弟子发现他们在直径范围内，仅是一个呼吸，人就被吸了进去。苏璇扫荡了整座栖霞峰，很轻松就抓到了7名弟子，其中有2名灵君境，其余全是破体境大成。苏璇将他们关在光幕深处，收缴了他们身上的所有东西，确保他们无法往外传递消息。然而挨个逼问了一番，说辞基本上一致，就是方世杰派他们来监督栖霞峰，留意圣女以及峰上的所有动静。山顶洞府外，苏璇第一时间将林婉和宫心辞带了出来，而柳如烟非常识趣的回光幕修炼去了。柳如烟知道苏璇急着用光幕晋升修为，他自然不能耽搁太久，好好修炼，晋升玄离境了有奖励。在柳如烟进入光幕的瞬间，苏璇传音过去，听到这话，柳如烟高兴得不得了，屁颠屁颠就去修炼了，非常期待苏璇所说的奖励。有时候女人就是这样，给一点好处就会听话许多。苏璇非常懂得拿捏他们的心思。我终于回来了。林婉站在洞府外，敞开双手，猛地吸了口新鲜空气。对于他来说，这栖霞峰就是家。此刻的心情就好比离家多年的浪子，经历了艰难险阻，终于得以归来。师尊，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若是让外人知道你修为尽失，先不说以前的敌人会不会来寻仇，只怕玄道宗第一时间就要让你交出这圣女的位置，所以咱们还是保持神秘，只需让大家知道你回来了就好。任何人都别见，若是有不懂规矩的，我们充当你的打手，把人统统赶走。苏璇泼了盆冷水，将林婉激动热烈的心强行浇灭。虽然此次回来是放出风声，让大家知道圣女还在，准备参加这届的太虚秘境，但是现在林婉这情况根本不能直接露面，不然修为尽失的事若是暴露，
那就麻烦了。林婉咧咧嘴，知道了。别看林婉现在是师尊，说话还没有苏璇管用，也不敢忤逆苏璇，倒真有几分到反天罡的意味，生怕惹毛了这个混蛋徒儿，再让他捏肩捶腿。这么拘谨干什么？跟我还客气？苏璇上前搂了林婉一下，然后进入洞府。林婉愣在原地，逆徒真是越来越大胆了。龚星慈赶紧追上苏璇，小声的说道：“对师尊要尊重一点，你刚刚干嘛那样？”知道了，下次注意。苏璇点点头，知道龚星慈是吃醋了。这妮子别看在明仙楼当了这么多年的清官人，其实性格是比较保守的，还没白碧蝉开放，他这攻略了这么久才得吃。要知道，白碧蝉可是认识了没几天，就已经提出要为奴为婢，晚上暖床了。身后，兰洛西礼貌地看了林婉一眼，而后进入洞府。在兰洛西看来，被苏璇搂搂抱抱再正常不过了，这家伙动手动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他都习惯了。林婉气鼓鼓地跟了进来，准备先休息一天，等明天再让龚星慈去和那些熟悉的长老交涉，此事尽量低调。苏璇虽然说的直白，却是实话，他修为尽失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晓。晚上，栖霞峰下来了2名弟子，他们张望了许久，而后悄然登上，跟做贼一样。苏璇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将他们擒了下来。2人修为都是灵君境一众，是玄道宗内门弟子，在一番严刑逼问下，他们才交代是来找人的。由此，苏璇也明白了，定然是来找下午抓的那7名弟子。看来这件事的快点解决，拖久了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越来越多的弟子找来栖霞峰。翌日，龚星慈按照林婉的交代，走访宗门内一些与林婉交好的长老和内门弟子，将他回来的消息公布出去，然后就是参加这届太虚秘境的事。苏璇这一天都陪着兰洛西和师尊待在洞府玩闹，看似清闲，实则重心全部放在栖霞峰山脚，只要有人胆敢登山，他会毫不犹豫地收入光幕。一直到下午，龚星慈才回来，因为很多长老和林婉关系不错，热情招待他，然后旁敲侧击地询问圣女状况，为了不露出破绽，所以用的时间久了些。经过这一天的发酵，圣女归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玄道宗。天都峰圣子方世杰寝殿，其貌不扬的方世杰盘坐在玉脊上，神色阴鸷，隐隐又有一丝阴柔。在他面前有2名弟子端坐着。明天你们去栖霞峰看看，都说他回来了，我有点不信，你们务必见到本人。若真的回来了，那些弟子多半在他手上，顺便带回来吧。放心吧，方师兄，我们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2人抱拳答应，而后启开了寝殿。良久，方世杰冷冰冰道：“林婉啊，林婉，你何时有这么一位徒儿？千万别落到我手里。”说着目光下移，落到尊严处，不由攥紧双拳，眼中杀机迸现。他方世杰的尊严已经没有了栖霞峰主卧。这个时间点，林婉已经睡着了。房间外，苏璇没有敲门，直接利用光幕传送进来。房间飘着一股淡淡的芳香，这还是苏璇第一次来主卧。只见一张大大的圆床被帷帐围着，玫瑰红的被子下，一只白皙粉嫩的脚丫子裸露在外。苏璇暗暗一笑，看不出来师尊晚上睡觉还有踹被子的习惯。情不自禁的，他走上前抓住那只粉嫩可爱的小脚丫，准备放进被子里。没曾想林婉一激灵，惊醒过来。逆徒，你想要干什么？苏璇毫无防备，被林婉突然一脚踹中胸口，踉跄向后倒退了几步。嗨，师尊，是我啊，我知道是你，你大晚上的想要干嘛？林婉坐了起来，紧紧抓着被子退到床头。苏璇深夜潜入房间，一声招呼不打，上来就抓他的脚，这目的已经不言而喻，逆徒绝对不行，不可以。啥？苏璇一脸懵逼，意识到师尊想歪了，赶紧解释道：“师尊，刚刚我看你的脚露在外面，想帮你放到被子里，你这力气真大，差点没给我踹翻了。你，谁让你抓我脚的？你这个色胚，分明就是借口，你就是想对我图谋不轨，我可是你的师尊啊，你这个逆徒。”林婉才不信苏璇这话，若是换做以前，他或许不会多想，可现在知道了苏璇拥有摩罗神通，不多想才怪。林婉虽然不怎么了解这门神通，却也听过他的威名。他的上一届主人，那可是令所有女性闻风丧胆的人物，只要是雌性，路过他身边，若是敢背对着，非得让你见识什么叫做畜生变态不可。虽然这里面有夸大的成分，可多少也有真实事件，不然也不至于人人喊打。师尊，又不长记性是吧？再喊逆徒，我可真要行大逆不道之事了。苏璇真是无语，看来林婉多半是知道自己修炼了摩罗神通这件事，不然反应不会这么大。怪不得这2天林婉怪怪的，一定是柳如烟这个蠢女人和林婉说了什么。不要嘛，徒儿，我什么都答应你，就是这件事不行。林婉坚硬的不行，索性委屈撒娇起来。好了，我都不知道你想哪儿去了。师尊，我大晚上来是突发灵感，想尝试看看
能不能替你恢复修为？苏璇突然想到，若是让灵婉与分配页面绑定，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若是能直接恢复修为，那就再好不过了。恢复修为？你这不会是借口吧？灵婉显然不信这话，苏璇太会哄人了，说是恢复修为，只怕恢复着，就怕自己床上来了真的是恢复修为啊！师尊，你想想看，师姐，她就是因为我的帮助，修为才突飞猛进的。还有柳如烟，你不是嫉妒她吗？灵婉和柳如烟的恩怨，两人虽然没有明说，苏璇却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典型的死龟，平常喜欢争风吃醋，互相诋毁。你是指光木法宝？对啊，不然你以为呢？看到苏璇神色如此震惊，灵婉决定相信苏璇一回，毕竟光木有这效果是事实。要一滴师尊你的精血。精血？灵婉略作沉思，还是将精血给了苏璇。因为苏璇若是想对他做什么，根本不用怎么麻烦，利用精血纯粹就是多此一举。伴随着精血滴在分配页面上，灵婉的信息显现了出来。姓名：灵婉，修为：灵君境10重，晋升所需灵元1000、5000，回收分配灵君境10重。苏璇傻眼了，师尊现在可是一点修为都没有，为什么系统会显示拥有修为？看到苏璇神色一变，灵婉赶紧问道：怎么了？苏璇没有回答，而是调节分配比例，把光木回收的灵元全部用到灵婉身上。与此同时，正在房间中修炼的柳如烟猛然睁眼，他不明白苏璇在搞什么，好端端为什么将光木力量收了回去？自己这也没得罪他啊！柳如烟气愤地撅起嘴，越想越生气，准备找苏璇问问原因，说让他好好修炼，晋升了有奖励，怎么这是反悔了？柳如烟在房间生了好一会儿闷气，始终没有鼓起勇气找苏璇讨个说法，因为这光木毕竟是苏璇的法宝，他凭什么要给自己用？又过了一会儿，柳如烟惊奇地发现光木力量又重新回来了，顿时喜笑颜开。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柳如烟明白苏璇还是在乎他的主卧内。苏璇眉头紧皱，因为灵婉的修为增加了。姓名：灵婉，修为：灵君境10重，晋升所需灵元1001、5000，回收分配灵。苏璇思索了一会儿，心里有了猜测，系统之所以这样，多半是因为灵婉突破失败遭到反噬的缘故，而回收灵元能够增长修为，也就意味着能够让灵婉突破灵君境10重，进入玄离境。就是不知道那时灵婉能不能恢复，而且就算可以，也需要至少1个多月的时间。更何况现在柳如烟还在用着光木，苏璇决定先保留这个办法，等进入太虚秘境看看，若是不成再尝试也不迟。灵婉此刻躺在床上，警惕地盯着苏璇。师尊，我的这个办法可以尝试，但是需要的时间有点长，不如先等太虚幻境看看，不行再试我这个办法。真能够突破？灵婉不可思议地问道。前面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进入身体，但是刚刚这股力量又消失了。我能看到师尊你现在的修为是灵君境10重，而且光木确实能够令你的修为增加，突破玄离境大概要40天，有这时间我们都进入太虚秘境了。嘿嘿，灵婉露出笑容，如何不明白苏璇这话的意思？很显然就是他修为恢复多了一份保障，顿时为之前误解苏璇感到羞愧。这个徒儿是真正在为他考虑的。你要随我一起去太虚秘境？师尊瞧你这话说的，我要是不去，你又没有修为，在里面能行吗？乖徒儿，你真好。切，现在知道我的好了，刚刚踹我误解我的时候呢？苏璇装出生气的模样。好了吗？是为师不对，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徒儿对待，这不是把心思都给你了？苏璇摇摇头，不够，远远不够。师尊，你是不是知道我修炼了摩罗神通？啊，我不知道啊。摩罗神通是什么东西？灵婉怔了怔，决定装昏，只要装作不知道，苏璇就会忌惮，一时间不会拿他怎么样。装？你接着给我装，不知道是不是？那我可得好好给师尊你看看了。苏璇说着就要上前，顿时吓得灵婉缩进被子里。苏璇哈哈一笑，目的已经达到，下一刻身形消失不见，去了柳如烟房间。翌日，柳如烟下不来床，苏璇也没计较，允许他先休息，等恢复好了再修炼，毕竟也是他惹的祸。吃了早饭之后，两名不速之客来到栖霞峰，他们速度很快，片刻就到了山顶，朝洞府躬身道：内门弟子前来拜见圣女，还望圣女出来一见。洞府御脊上，灵婉挑眉看向苏璇，就算是内门弟子，没有特殊情况，也不能随意进入栖霞峰。明白了。苏璇点点头，知道该怎么办了，朝兰洛西道：公主，魁一呢？兰洛西手一招，魁一便出现在客厅内。苏璇吩咐道：我不方便现身，你出去揍他们一顿，让他们尝尝记性，可不能再把人抓进光幕里了，不然只会捅了马蜂窝，一伙接一伙的来。
魁异领命来到洞府外，二人看到他出来，很是诧异。圣女呢？我们要拜见。然而话还未说完，魁异的拳头就迎了上来。林君敬6中，两人如临大敌，急忙避开。他们之中，一人修为在林君敬5重，一人林君敬6中。若是真的开打，那是丝毫不怕的。可这里是栖霞峰，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里闹事。圣女师姐，我等有要事相商，还望出来一见。修为高点的胡俊朗声喊道。不见，滚吧！林婉的声音从洞府内传了出来。听到这声音，二人顿时明白，圣女是真的回来了。此刻魁异依旧在疯狂攻击，他只能对修为只有林君敬5重的林天起到作用，面对6重的胡俊根本连追都追不上。这些都被苏璇看在眼里，他忍不住出手帮助魁异。顿时林天只觉突然撞到铁板上，脑袋嗡嗡作响，浑身疼痛，然而看向前方却是什么也没有。正当他懵逼之际，身后的魁异追了上来，狠狠一掌拍下。噗！林天猛吐一口鲜血，摔在地上。魁异准备乘胜追击，不料被胡俊挡下，将林天救起。既然圣女不想见我们，那多有打扰。胡俊想要带着林天离开，突然想起方世杰交代的事，赶忙说道：圣女，我们有几位师弟可能是误入了栖霞峰，若是被您抓了，还望手下留情。做梦！破坏我栖霞峰的规矩，还想让我手下留情？林婉冷声说道。胡俊脸色铁青，圣女不给面子，仅凭他们二人今天想要带走那些弟子，显然是不可能了，当即就要搀扶着林天离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这栖霞峰是你们家吗？魁异受了苏璇的命令，出声拦住二人，同时一根铁棍出现在手上。圣女，我们是奉了圣子之命，真的不要为难我们，我们马上就走，此番真是叨扰了。胡俊面露难色，非常不想得罪圣女，一旦事情闹大，受到责罚的只能是他们魁异才不管这些，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将面前二人干废。圣女师姐，胡俊呼喊着，然而洞府内根本没有回应。电光火石之间，三人再度交手。魁异虽然落入下风，可有苏璇暗中交手，还是有一战之力。胡俊二人以为那鬼打墙的屏障是面前这具傀儡的手段，不由神经高度紧绷。一番打斗下来，胡俊二人身上都挂了彩，魁异也不好受，苏璇便让魁异摆手，放两人回去。洞府内，林婉笑意盈盈地看着苏璇，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光幕的威力，当真吓了一跳。这种隔空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手段，别说胡俊他们了，就算他遇到也得当场懵逼，摸不着头脑。师尊，别这样看着我，会骄傲的。你就臭屁吧，你这家伙。龚新慈看着二人，一脸担忧地插话道：如此不给他们面子，万一方世杰亲自过来怎么办？没等苏璇回答，兰洛西接话道：来了估计也要吃这家伙的亏，毕竟之前就已经把人家阉了。苏璇连连摆手：公主你别捧杀我啊，方世杰真过来，我反倒不敢太高调。苏璇说的这是实话，方世杰本身修为在林君敬巅峰，估计和林婉差不了多少，更何况还是玄道宗圣子，背后还有一个玄离境老爹。就这种背景，苏璇敢把人阉了，这简直在太岁头上动土，若是暴露，怕只有躲在光幕里面的份了。切，这世上我看就没有你苏璇不敢干的。兰洛西冷哼一声，意有所指。苏璇很无奈，当然若是真有人将他逼急了，兰洛西说的倒是真话。天都峰，胡俊二人一脸狼狈的回来，方世杰看得一愣一愣。怎么，他出手了？胡俊摇头，这倒没有，是一具林君敬6重的诡异傀儡。但是圣女开口说话了，我可以确定他回来了。方世杰脸色一沉，意思没看到他出手吗？他要是出手，我们只怕是命都没了。林天苦笑一声，一屁股坐到玉脊上。然而方世杰却是摇摇头，目光变得深邃起来，这倒不一定。怎么，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胡俊问道。当初那人贤敢把龚新慈的身份透露出来，这里面显然有猫腻，那任贤是个聪明人，不会干这种不要命的事，所以我断定他一定是出事了，强取龚新慈就是想逼他出手。可他到底没有出现，反倒是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弟子。说到这，方世杰语气变得冷漠起来。当初那一幕直到现在他还历历在目，从始至终他都没见过对方长什么样，还是后面从丫鬟和礼仪婆子口中才知道对方很帅，而且称呼龚新慈师姐，称呼林婉师尊。所以方世杰怀疑林婉或许是真的出事了，只是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弟子从而得救，所以你想怎么办？必须逼他出手。我怀疑他修为都没了。修为都没了？不可能吧？胡俊一脸诧异，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夸张了。玄道宗圣女修为尽失，意味着什么他心里非常清楚。方世杰说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那任贤不是那门弟子，不然我真想看看他现在是否还活着。下午点的时候，几位长老跟我验证过了，
传出圣女归来的就是宫心词，而且圣女还要参加本届的太虚秘境。当初就走宫心词的是一个拥有诡异空间法宝的家伙，对方称呼宫心词师姐，不仅可以悄无声息的出现，还能在里面发动攻击，这就很离谱。方世杰难以想象，在修仙界有什么法宝能够做到这样。既然宫心词出现在玄道宗，意味这个家伙多半也在。想到这儿，方世杰心中的仇恨被彻底激发出来。现在只是怀疑圣女失去修为，没有实证，想要验证很困难啊。胡俊叹了口气，将林婉拥有一具诡异傀儡的事详细说了一遍。听后，方世杰眉头一皱，陷入了思索。林君境6重的傀儡还能够召唤一道诡异屏障，这就有点麻烦了也罢。既然如此，只能我亲自出马。夜里，苏璇猛然睁眼，紧接着山脚下传来一道声音：“林婉师妹，歇息了吗？”方世杰踏空，缓步来到山顶，正欲再次开口，但看到眼前的景象，整个人都傻了。只见印象中洞府的位置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方世杰赶忙上前，掠至空中，仔细打量，洞府仿佛被连根拔起一样，完全失去了踪迹。愣了片刻，方世杰仿佛想明白了什么，邪魅一笑，消失不见。翌日清晨，洞府再度出现，苏璇自光幕中走出，伸了个懒腰。眼下这局面，对方世杰避而不见是最好的办法。哪怕怀疑他出现在了这里，没有确凿的证据，方世杰也不敢做什么。这毕竟是在玄道宗，外边的势力是无法插手的。原本苏璇打算离开去平安京的，但是中午的时候，玄道宗突然传出消息，本届的太虚秘境名额必须通过选拔得出，哪怕是圣子、圣女，也没有保送的权利，一定是方世杰这个畜生干的。得知这个消息，林婉气得破口大骂，坐在玉脊上，胸脯不断起伏。玉鼎真人是方世杰三老爷，突然更改规则，若是没有这畜生在暗中捣鬼，我死都不信。好了，师尊，生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苏璇表现出罕见的冷静，可见昨晚方世杰吃了闭门羹，所以才想出这么个损招，准备利用太虚秘境逼迫林婉现身。看来以前对方世杰的误解太深了，这家伙不是蠢蛋，有点聪明成分在里面。这怎么能不生气？我堂堂圣女，还要去跟弟子们争名额，若是以前也就罢了，什么破选拔，不过是我抬手间的事，但是现在随便一个外门弟子我都对付不了，如何去跟这些内门精英争？林婉整个人都无语了。太虚秘境每10年一次，而且不仅是玄道宗参加，囊括了很多仙道大派，所以名额有限。玄道宗以前都是从各峰、各真人门下挑选弟子参加，这些人无疑都是各中翘楚，内门弟子中的精英。以林婉圣女的身份，拥有一个名额，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等等，听到林婉这番抱怨，苏璇仿佛抓住了什么，沉思起来。现如今林婉归来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玄道宗，而且昨天已经有2名弟子前来试探过了，林婉也开口说话，确保回来的消息真实。按理说方世杰没必要在太虚秘境上动手脚，就算想见林婉，也有很多办法，除非这个家伙想试探林婉的修为。超了！想到这儿，苏璇整个人一颤，脸色复杂起来。怎么了？觉察到苏璇脸色变化，兰洛西赶紧问道。我觉得方世杰多半是猜到师尊修为的事了，不然不会在太虚秘境上动手脚，因为这个选拔对圣女而言根本毫无压力，他没理由会这么做。听到苏璇这么一说，众人也是反应过来了，觉得非常有道理。这家伙素来都非常难缠，不然也不会当上圣子了。林婉虽然憎恨方世杰，但是在实力这方面对方世杰给予了肯定。那现在怎么办？难道要放弃这太虚秘境？宫心慈一脸担忧地问道。太虚秘境肯定是要去的，10年一次的机缘，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放弃了，不就是想逼师尊你出手吗？大不了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苏璇说道。露几手？林婉一脸无语，抬起双手，你看这够不够？上了台，我拿头去和他们打，这不还有我吗？苏璇拍着胸膛说道。选拔倒是不怕，唯一怕的就是用了光幕会在方世杰面前暴露，到时候事情可能就难办了。林婉早就猜到苏璇会这么说，莞尔一笑，顺便凑了过来，乖徒儿，你真好。我也这么觉得。苏璇刮了刮林婉的穷鼻，而后挽着弓心辞回了房间，途中不忘说道，选拔1天后开始，你们好好休息，我会准备的。如此体贴的话让林婉一时安心不少。兰洛西幽怨地看了苏璇一眼，暗暗摸了摸手上戒指，也不知道师尊什么时候能够醒来。公主，你对这小子不会有意思吧？过来，我告诉你个秘密。林婉见客厅只有自己和兰洛西，就将声音放低了些，朝兰洛西招了招手。兰洛西坐了过来，眼神期待。秘密？什么秘密？公主，我跟你说啊。林婉故作神秘，说话的同时还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其实苏璇这家伙修炼了摩罗神通，你以后离他远点。兰洛西眼神一怔，还以为是什么秘密，原来就这。我知道啊。什么？你竟然知道？林婉瞠目结舌，
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对于兰洛西的心态由衷感到钦佩。说到心态，当然柳如烟肯定是不算的。虽然这女人一早就知道苏璇拥有摩罗神通，但林婉只觉得这骚女人是基于苏璇，跟兰洛西不是一路人。突然林婉似是想起什么，又开口说道：对了，我这儿还有一个秘密，是关于你的。关于我的秘密？兰洛西将信将疑，自己能有什么秘密被林婉知道？他跟这位玄道宗圣女都没什么瓜葛好吧，要不是因为苏璇，他们都不一定会有交集。你别不信呀。风翼，风翼你认识吧？听到这个名字，兰洛西的脸色逐渐冰冷。什么秘密？你说。林婉也不卖关子，说道：风翼作为玄道宗内门弟子，多少也算得上翘楚。我听说你们有婚约在身，但是这家伙曾多次找机会向我表达心意，都被我无情拒绝了。这些你应该都知道，我这么说不是为了伤害你，而是真的有一个关于你的秘密。林婉观察了一眼兰洛西的表情，这才继续说道：在一次玄道宗组织的试炼中，我隐约记得这家伙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他跟你是断然不可能的，说的有些隐晦，但我大概能猜到一点，他的血脉似乎和你们皇室有关，而且对于皇位野心勃勃。由于我并不在意他的事，所以没有放在心上。当然这些也都是我的猜测，你可以当个乐子听听。我知道因为他毁了婚约你很生气，但这跟我没多大关系。公主，其实我们可以做朋友的。你恨那家伙，我对他也没啥感觉。林婉一直觉得因为风翼的事，兰洛西或许会对自己有微词，若是以前修为还在，他倒不会放在心上，可现在修为没了，而且兰洛西又和苏璇走得这么近，他不想和兰洛西交恶，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表露心声。前辈你可能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事疏远你过，我们现在就是朋友啊。兰洛西算是听出林婉的言外之意了。风翼算个什么东西？兰洛西觉得并不是自己配不上他，而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配不上自己。显然林婉的眼光是对的，拒绝这个家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只是对于林婉刚刚说的风翼血脉之事，兰洛西生出疑惑，赶紧追问道：前辈，当时风翼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他的血脉跟我们皇室有关，而且还在乎皇位？这话可不兴乱说啊。哎呀，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谁会在意一个无关角色随意乱说的话呢？我当时根本没将这家伙放在眼里，这些话也只听到过一遍，没怎么思索，所以印象非常模糊。兰洛西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林婉，但心里已经将这件事暗暗记住，决定找个时间好好查查这风翼。而后两人又聊了会儿天，就各自回房间睡觉去了。一天时间疏忽而逝，由玉鼎真人所主持的太虚秘境名额选拔正式拉开帷幕。只要是内门弟子都可以报名参加，但是名额只有10人，也就是说选拔的前10名才能进入太虚秘境。宫心慈帮林婉报了名，而后就得到了玉鼎真人传来的回应，大概意思就是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名额能者居之，虽然圣子圣女也要通过笔试选拔，但应有的权限还是有的。前期的普通筛选，圣子圣女可以略过，只需参加最后的决赛即可。如此一番客套的话，看似是给林婉面子，实则他们知道这个大费周章的选拔就是为了试探林婉的修为。带着这点去分析整件事，其中的猫腻简直一目了然。苏璇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届时就用柳如烟的威压给林婉打掩护。这2天柳如烟一直待在房间修炼，为了苏璇所说的奖励，他已经疯了。看他如此勤奋，苏璇提前给了一次奖励，把太阴之力消耗一空，让他的修为更进了一步。不得不说，柳如烟这体质真的变态，简直就是为了修炼而生的。以前苏璇以为随着修为的提升，体质的效果会逐渐减弱，没曾想不仅不减弱，威力反而还在持续上升。这么好的体质，若是夫人也能拥有，只怕做梦都要笑醒。柳如烟跟夫人不一样，她是肯花精力在修炼上的，所做的一切主旨是为了修炼长生，而夫人则比较懒，只想着玩。修炼若是没人逼，这辈子都不可能主动花精力修炼的，就是这么佛系。又过了1天，选拔决赛终于是出来了。原本苏璇以为林婉的对手会是方世杰，然而并不是，对方名叫叶青，是内门精英，更是长老穆长风的弟子。林婉与叶青没有多少交集，但是与他的师尊穆长风可就关系匪浅了。据林婉所言，早些年他刚进入玄道宗就拜在了羽化真人门下，也就是如今的玄道宗宗主风白羽。当时他们一共师兄妹4人，这穆长风就是其中之一，排行老3。按照辈分，林婉还得尊称他一声3师兄，因为他是4人中最小，所以这叶青看到林婉须得尊称一声师叔。排在前面的还有大师兄和2师兄，其中大师兄早年外出历练，不知所踪，而2师兄就是如今的圣子方世杰。林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手居然是叶青，这还打个毛，传出去一点面子都不要了。他堂堂师叔居然跟师侄争夺名额，传出去简直贻笑大方。这个玉鼎呆毛绝对是脑子糊涂了，这样安排
我真想抽他2大巴掌。林婉一边赶往演武广场，一边咒骂着，简直怒不可遏。这老家伙可是玄离境强者，你骂人家呆毛，还想抽大嘴巴，是认真的吗？苏璇此刻藏在林婉身上，当然还是老地方，苏璇肯定是不会暴露位置的。林婉只知道苏璇在身上，并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不然非得杀人不可。对于这个圆滚滚的钟雷，苏璇真想上手抚摸一把，但是怕师尊就此翻脸，想想就行了，可不敢付诸实践。这个老家伙贼恶心，倚老卖老，如果有机会，我才不管什么玄离境不玄离境的，是真要扇死他，让我跟叶青比试，以后在玄道宗还怎么立足？我有什么脸面面见三师兄？既然这样，那么干脆退出得了，这修为不要也罢。苏璇打趣着说道：你想得到没？修为不恢复，想一辈子欺负我是吧？林婉还能看不出苏璇这小心思，简直就是逆徒。他林婉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收的徒儿全是色胚，一个比一个好色。那就好好比试，别说这些丧气话，说不定叶青会给你这师叔面子，不战而胜呢。倒反天罡是吧？那我干脆找个地缝钻进去得了。林婉撅着嘴悠悠地道：乖徒儿，待会儿你可得手下留情，千万不能伤了叶青，随便应付一下就得了。苏璇保证道：师尊你放心，按照辈分来说，这叶青也算是我的师兄，我怎么可能下重手？事后得找个机会跟三师兄解释一下。很快，林婉来到玄道宗演武广场，龚星慈和兰洛曦跟在身后入场落座。随着林婉现身，周围弟子群情高涨，欢呼呐喊起来。他们的目光不仅仅是落在林婉身上，还有龚星慈以及兰洛曦。美，简直太美了！圣女不愧是圣女，身边跟着的都是美若天仙、倾国倾城的美人。演武场某处，方世杰双手环抱，神情冷傲，远远盯着林婉，望眼欲穿。在他身后，胡俊和林天站着，目光同样投向那吸引全场目光的位置。胡俊问道：我怎么感觉到一股威压，是怎么回事？一旁的林天附和道：好像是林君敬识众。方世杰目光深邃，摇了摇头，这气息有些奇怪。虽然感觉到奇怪，可方世杰却说不出问题出在哪儿。看不出奇怪，反倒是跟叶青对上，我感觉叶青会直接认输，比都不比，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林天疑惑道。一旁的胡俊翻了个白眼：你是不是傻？又不只有一场比试，就算叶青认输了，其他人总不可能认输。我们想看到的效果是林婉是否会认输，毕竟他们是师侄，看看圣女对太虚秘境的态度如何，从而也能判断她是否真的没了修为。啊，这也能判断出来？林天一脸懵逼，不懂你就别说话。这时演武场中心，一名老者闪身出现在那儿，嘹亮的声音席卷全场，有请叶青以及圣女上台。林婉在全场人的注视下缓缓登场，与此同时，他的对面走来一位青衣少年。看着林婉婀娜多姿的背影，兰洛曦不禁向一旁的龚星慈问道：你说苏璇这家伙会藏在哪儿呢？听到这话，龚星慈后知后觉，脸色大变，心中生出一个猜测，因为苏璇若是藏在他身上，最喜欢的位置就是那个地方，应该就是衣服上，苏璇不敢对师尊无礼的。龚星慈自我安慰道。与此同时，苏璇打了个喷嚏，搓了搓鼻子。林婉传音呵斥道：安静点，别被叶青发现端倪了。知道了。苏璇慵懒地回了一句。随着林婉和叶青走近，玉鼎真人大手一挥：规矩你们都不知道，就不多赘述了。比试开始。而后玉鼎真人身形消失不见。叶青看向林婉，躬身抱拳：见过师叔。叶青啊，带我跟你家师尊问好。这次真是没有办法，放心，我待会儿随便意思一下，不会真揍你的。那就多谢师叔了，要不我退出。这林婉一怔，没想到还真被苏璇猜对了。可恶的玉鼎呆毛，真想弄死你！林婉脚趾扣紧，尴尬无比，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就当他要答应之时，周围突然弥漫起一股黑雾，你干什么？林婉赶紧朝苏璇传音，然而一点回复也没有。黑雾完全遮蔽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完全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约摸着过了大概4-5个呼吸，黑雾消散。演武场上的景象完完全全吓了众人一跳。只见叶青浑身是伤，脸肿得像个猪头，很明显遭了一番毒打。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圣女当真下得去手啊！师叔，我都答应要认输了，为什么还要揍我啊？叶青委屈至极，师叔就算不待见自己，也用不着这样狠吧？自己难道真的很差，丢了师尊的脸？以前的时候，林婉就曾多次告诫叶青，让他努力修炼，千万不能辜负了师尊的期望。所以叶青一直以为师叔对自己心存不满，认为自己没给师尊长脸。从这次的比试中，他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师叔就是这样想的。林婉一脸懵逼，怒火中烧，传音朝苏璇破口大骂道：逆徒！
这就是你跟我保证的，叶青都答应认输了，为什么还要揍他，还下这么重的手？你这个混蛋！师尊，这样效果才逼真吗？把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走了，谁会在乎过程是怎样的？苏璇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转移众人的注意力。现在谁会在乎刚刚黑屋里面发生了什么？想的都是林婉欺负小贝，如此也是做给方世杰他们看，制造出林婉拥有修为的假象。不然若是让叶青就此认输，只怕那玉鼎真人还会找理由刁难，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很快，玉鼎真人出现在演武场中央，目光扫了伤痕累累的叶青一眼，而后冷声说道：本场比试圣女获胜。还有，经过老夫的深思熟虑，圣女实力出众，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比试中出现类似情况，破例让圣女直接获得名额，不必再参与接下来的比试。说着，玉鼎真人看向叶青，另外叶青还有2场比试，若没有参战的余力，将直接淘汰。听到这话，叶青脸色凄惨，林婉心中也不由得咒骂起来，这个玉鼎呆毛就是想把他们的师侄关系搞破脸。师尊，你看吧，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你还说你个逆徒！林婉强忍心中怒火，看向玉鼎真人，叶青他受了伤，可否容他休息一会儿？规矩就是规矩，圣女，你可以下台了。玉鼎真人冷声开口，同时做出下台的手势。林婉咬紧牙关，看向叶青，师侄，要不我带你下去？你这伤得有点严重，已经不适合参加后面的比试了。叶青摇摇头，没有回话，看向玉鼎真人，我还有余力，我要继续参战。把他打成这副样子，现在又来说这话，不觉得有些可笑吗？如果不是看在师尊的面子上，叶青肯定不会给林婉好脸色。他们虽是师侄，可这也确确实实是比试，没有谁必须要让谁的说法挨打了也就打了。唯一让叶青气愤的是，自己明明都说了要弃权认输，可林婉还是要动手暴打一番。要说这其中没带点情绪，他是一点都不信的。林婉叹了口气，这下是被苏璇给害惨了。虽说直接得到了名额，却因此将师侄甚至3师兄给狠狠得罪了。师尊，怎么着？他也是我师兄，放心好了，事情不会做绝的。苏璇的声音传入脑海中，林婉咧咧嘴，看了叶青一眼，而后缓缓下台。你最好帮他一把，不然我要你好看。放心好了。苏璇说着，从林婉身上脱离，来到了叶青身上。观战人群中，方世杰黑着脸，目光落在林婉身上。刚刚黑雾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林婉真的还有修为？方世杰摇头，很快否决了这个猜测。若林婉修为还在，为何要暴揍叶青一顿？这太不正常了。难道想得罪3师兄？不对，得罪3师兄更不可能。师兄弟4人中，就属他们2人关系最好。那么，这绝对就是故意打出来做给大家看的，想以此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以方世杰对林婉的了解，如此狠辣的打人手段，林婉确实干得出来，只是这用在叶青身上太不正常了。看来圣女确实在意太虚秘境的名额，身为师叔竟然狠狠殴打师侄，而且还下这么重的手，也不怕把穆长风长老得罪了。胡俊出声说道：这很明显已经把人得罪了好吧？林天附和着。胡俊点头继续道：这么看来，圣女的修为应该没有消失，几个呼吸就将叶青打成这样，怕也只有林君境巅峰才能做到了。听到这话，方世杰摇了摇头，这也不一定。胡俊一脸茫然，若是没有修为，他是如何将人打成这样的？方世杰的语气阴沉起来，我知道，他身边还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手段。另一边，林婉下台，带着龚心慈2女离去。为了避免修为暴露，苏璇不在身边，他们不能在如此公众的场合久待。师尊，为什么要打叶青师兄一顿啊？我看下手还有点狠。龚心慈弱弱地问道。林婉回答道：苏璇这家伙太谨慎了，虽然我不认同这种做法，但效果确实没得说，不仅展现了实力，还直接免去了后续的麻烦。方世杰既然请玉鼎真人安排了这场选拔，必然就是为了逼他出手。若是叶青直接认输，后续多半还会有别的比试刁难，这些林婉心里都清楚。那他人呢？龚心慈盯着林婉胸前，眼神一凝。林婉望了望自己的，又看向龚心慈那越发丰满圆润的，顿时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自己这个徒儿还真是长大了，连这个也要跟他攀比。他在台上准备帮叶青一把，就看这家伙懂不懂事了。林婉觉得，若是苏璇能够帮叶青顺利通过选拔，也算是弥补了刚刚的过失，以后跟3师兄好好说明情况，还是能够得到原谅的。那我们快点回去吧，免得麻烦。龚心慈松了口气，挽着林婉胳膊，加快步伐。而这时，一旁紧紧跟着的兰洛西突然脸色一冷，麻烦已经来了。循着兰洛西的目光，只见演武广场的外围，他们这个方向迎面走来一名黑衣青年，对方挺拔俊秀，神采奕奕，帅气程度只比苏璇差了一点点。看到他，林婉和龚心慈同时变了脸。兰洛西甚至直接爆发修为，周身衣袖猎猎作响，飒爽的脸蛋冷若寒霜，
那想要刀人的眼神藏都藏不住。迎面走来的这名青年正是玄道宗内门翘楚，有着天才之称的丰毅，也是大将军之子，退婚然后又选择连婚，反复折辱兰若曦，将皇室颜面按在地上摩擦的家伙。随着丰毅现身，广场上顿时沸腾。在玄道宗，谁人不知道丰毅和圣子都中意圣女林婉，只是林婉眼光颇高，二人都未得到芳心，所以众人猜测丰毅此番现身是不是还想纠缠公主。圣女师姐。丰毅脸上噙着笑容，先后朝兰若曦和林婉打了招呼。对于兰若曦突然出现在玄道宗，丰毅也是刚得到消息，而称呼林婉师姐，在玄道宗只要是修为低的弟子，没有辈分约束，见到林婉都需尊称一声师姐。你来干什么？林婉脸色冰冷，没给丰毅好脸色，同时将一旁的兰若曦拉近了些。演武广场我不能来吗？那你滚远一点，别挡我们的道。林婉已经从兰若曦口中得知了丰毅的一系列恶行，简直怒不可遏。以前他对丰毅没有好感，可是自从得知丰毅退婚兰若曦，从而讨好自己，然后在兰若曦天赋开始回归，丰毅又恬不知耻的联姻，他就对丰毅产生了厌恶，从没有想到世上竟然会有如此道貌岸然的禽兽。圣女师姐，丰毅想要解释什么，但看到兰若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什么我？以后再敢欺负若曦，小心我弄死你！林婉威胁一声，随后霸气地带着两女离去。虽然修为没了，但他说话的风格可没有改变，看不惯的人或者是直接会端起圣女的架子，不过这对苏璇显然没用。丰毅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脸上笑容消失。演武场上，叶青拖着受伤的身体，正在面对他的下一个对手。对方是一位灵君境7重弟子，修为和他一样。太虚秘境对叶青而言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一场机缘，还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已经在林婉手上输了一场，所以不管伤势如何，接下来的比试他都不会放弃。叶青师兄，我这算是胜之不武了，多有得罪。叶青的对手抱拳说道，而后猛然发起攻击。这个家伙显然是一个狡诈之徒，说着客套的话，可是动起手来却非常的凌厉。这是准备一击结束掉比试。叶青祭出一柄飞剑，迅速运转神通，准备抵御对方的攻击。突然周围泛起一阵熟悉的黑雾，叶青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师叔又出手了。他闭上眼睛，绝望地准备接受洗礼。然而让叶青意想不到的是，黑雾一点攻势都没有，弥漫了一会儿，迅速消散。待到叶青看清时，只见对手瘫倒在面前，浑身是伤，已然丧失了战斗力。怎么回事？师叔这是在帮自己？叶青非常清楚，这道黑雾跟刚刚林婉所释放的一模一样，他懵逼了，师叔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帮自己。不仅是他，整个演武场都陷入了沉默，因为他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出来，那黑雾就是从叶青身上释放出来的。虽然跟林婉刚刚所释放的一模一样，可是人家已经离开了，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所以就是叶青释放的无疑。只是让他们疑惑的是，不仅是黑雾，就连这攻击手段似乎也跟刚刚一模一样。叶青不就是这么败下阵来的吗？这难不成是他们这一脉师承的攻击秘术？可是以前也没见人施展过啊！如此离奇的战斗方式，就连主持比试的玉鼎真人也看不出任何破绽。无奈玉鼎真人只能宣布叶青获胜，接下来将要进行第3场比试。若是叶青再胜了，就能获得一个太虚秘境的名额。观战人群中，方世杰已经彻底确认同为师门，他还能不清楚有没有这种手段？若是只有林婉一人会也就罢了，可是连叶青也会，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当下他攥紧双拳，神情冷漠起来。如此法宝，若是能为我所用，日后将再无敌手。很快，叶青的第3场比试开始。这轮的对手比上轮还厉害，拥有灵君境8重修为，绝对可以说是内门弟子中数1数2的存在。对方名叫藏青山，在内门高手榜中排行第9，而叶青只能排在15名开外，这根本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若是换在从前，人们或许已经知道战斗的结果了，可是看了叶青的上一轮表现，一时间没人敢下决断。能够几个呼吸内解决同阶对手，而且是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这种诡异的能力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到底花落谁家还真不好说。藏青山神情紧绷，看了叶青上轮的表现，心中非常忌惮。突然叶青身上冒出熟悉的黑雾，藏青山眼看情况不妙，赶紧向后倒退躲避，直到黑雾覆盖整座演武场，最后实在是避无可避了。眼前黑暗深邃，看不到一丁点光亮。藏青山只感觉到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轰在身上，只交手了一下，他当即丧失了战斗力，紧接着被好一顿暴揍。待到黑雾消散，熟悉且令人震撼的一幕再次出现了。只见藏青山浑身是伤，脸肿得像个猪头，似乎比上一轮的对手还要惨烈。之所以下这么重的手，柳如烟给出的解释是他和藏青山有仇，早就看这人不顺眼了。对此苏璇无语，也没过多计较。
既然叶青的比试结束，他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只希望以后叶青知道真相，能够原谅他。毕竟若是真的比试，没有他们插手，叶青也只能是以惨败收局，根本不可能取得名额。叶青的这些对手，哪一个修为不比他高？所以这也算是阴差阳错帮了叶青一把。之后，玉鼎真人苦恼地公布叶青获得名额，其余人的比试则继续进行。师叔，看来是我误会你了，多谢。叶青一边下台，一边默念着，脸上洋溢着喜悦。然而他刚走出演武场没多远，前方便出现3人拦住去路。师伯，你们这是？叶青纳闷，眼前这3人为首的正是玄道宗圣子方世杰，他的师伯。叶青师侄，既然你都让你师叔打了一顿，那让师伯也打一顿，没有问题吧？叶青一脸懵逼，这是什么要求？师叔殴打他是事出有因，而且还帮他拿下了名额，可师伯这是什么意思？就算要打他，好歹有个合理的理由吧。师叔打了，师伯也想打，这算哪门子的理由？苏璇此刻还在叶青身上，听到这话也是无语了。没想到方世杰反应如此迅速，看来是发现自己藏在叶青身上了，当下就要闪身离开。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若是叶青被这3人杀了怎么办？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师兄，可不能做事不管师伯。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没得罪您吧？叶青满脸委屈。然而方世杰根本没有理会，只是手一挥，动手。顿时胡俊和林天2人齐动，朝叶青猛然袭来。就当苏璇要出手将叶青收入光幕的刹那，一道极强的威压震慑而来。身为师伯，以大欺小有失风度。方师兄，你若是想打，我乐意奉陪。人还未止，一道极其雄浑的声音已经响彻而来。方世杰赶忙抬手拦下胡俊2人，看向远处天边。3师弟，1年未见，你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啊，现在只怕已经迈入玄离境3重了吧？咱们师兄妹中就属你天赋最高，师兄惭愧啊。方世杰的语气尊敬。只见天边的位置，一名素衣中年男子从虚空中走出，目光落在叶青身上。苏璇一震，看了男子一眼，只觉浑身气血翻腾不止，赶紧收了光幕，消失不见。师尊！叶青朝穆长风躬身抱拳，身形有些不稳，差点摔倒。还是一旁的胡俊及时搀扶住，不然可能真的摔了。胡俊也是没有办法，眼下穆长风都出面了，他们还能怎么样？这可是一位玄离境的大佬，更何况他们刚刚还想对叶青动手。方师兄，不知何故对我徒儿出手？他可是你的师侄，有什么恩怨不能解决？穆长风虽然称呼方世杰师兄，可言语中并没有尊敬的意思。因为和林婉关系要好的缘故，他和方世杰的关系有点僵硬。其次就是对方世杰成为玄道宗圣子感到不服气。若不是因为辈分，方世杰断然做不到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大师兄的，只不过大师兄早年外出历练，不知所踪，所以才轮到了方世杰。师弟你是不知道，刚刚在演武场上，叶青师侄施展了一种诡异手段，重伤的情况下还能越级战胜对手。我只是想试探试探，就怕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师侄身上，想将其逼出来。不干净的东西？穆长风若有所思，想着刚刚在穆青身上觉察到的异常。对方的手段似乎非常高明，竟然能够在他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遁走。对啊，师弟，你可得好好问问师侄到底怎么回事。方世杰说完，就带着胡俊2人离开了。眼下既然穆长风现身，他们就没有机会再对叶青出手了，而且对方多半也已经离开，纠缠下去完全没有意义。方世杰清楚自己和穆长风的关系，说再多对方也不见得会相信，他不想浪费口水。与此同时，林婉3人在回七霞峰的路上，只见面前空间剧烈晃荡，虚空撕开，一名男子走了出来。看到来人，林婉脸色一变，上前抱拳道：贺店主。来人正是执法殿殿主贺青州。林婉不解，难道贺青州是为了柳如烟而来？可是不对啊，柳如烟在光幕空间，为什么会找上自己？林婉见贺青州半天没说话，索性直接问道：可是有什么事？圣女，你不要明知故问，叫柳如烟出来吧，她已经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了。果然林婉就知道是因为柳如烟，可是这女人又不在自己身上，贺青州为什么想着想着，林婉突然明白了，一定是之前在演武场上，苏璇利用柳如烟的威压给她打掩护，所以被贺青州觉察到了。到底还是夫妻啊，那气势，林婉若是在不事先知道的情况下，根本看不出是柳如烟的气息。贺店主，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柳如烟长老丢了，你找我干什么？林婉无奈，柳如烟是真不在她身上。圣女不教人，别怪我不客气了。言罢，贺青州一步踏出，来到林婉面前，强横的气势差点将3人掀翻。兰洛西赶紧将魁夷祭了出来，抵挡威压。贺青州这时也发现了林婉好像不对劲，为什么给人一种弱弱的感觉，仿佛一点修为也没有。
当下，贺青州就要出手试探。林婉见状脸色巨变，若真让贺青州发现自己修为尽失，事情就麻烦了。就当贺青州的手要触碰到林婉的刹那，三人已经诡异消失不见。紧接着，一名高挑美艳的女子突然现身，双手环抱胸前，气势翻腾。你疯了，出去干什么？苏璇忍不住大喊，传音到了柳如烟耳中。真是搞不明白，眼下这情况，柳如烟为什么还要出去添乱？直接走人不就行了？现在太虚秘境已经落下帷幕，他们可以直接离开玄道宗，等1个月以后回来参加就可以。如烟，你的修为竟然连升了2重。贺青州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1个月不到的时间，林君境巅峰连升2重境界，简直不要太离谱。贺青州，我们和离吧。柳如烟掷地有声，这番话不仅在贺青州脑海中炸响，就连苏璇等人也是懵逼不已。柳如烟人才啊！你说什么？贺青州万万没有想到，半个多月没见，柳如烟竟然一上来就提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柳如烟很漂亮，所以一直以来贺青州都是将其当作宝贝宠着。虽然因为职务的缘故，他们的关系日渐疏远，但那都是为了长生而奋斗，这不是柳如烟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吗？贺青州不理解，只觉得信念崩塌了，他心如刀绞，盯着柳如烟。如烟，发生了什么？这不是真的对不对？贺青州，你我有缘无分，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可你从来不信我说的，你刚愎自用，我已经受够了，我想要自由，不想再当被困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柳如烟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一直以来贺青州对他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恨不得将他时时刻刻留在身边，一旦什么时候找不到他了，恨不得把整个宗门都翻过来，而且总是要刨根问底，追问他去哪儿了，见了哪些人，所以柳如烟是真的受不了。就像上次苏璇杀了楚伟，柳如烟帮苏璇移花接木，回去后贺青州好一番追问，事后他还得知贺青州居然去见了苏璇，甚至动了手。柳如烟实在无语，而且他想要的贺青州根本给不了。如烟，这些我都可以改的，你改不了的，再见了。柳如烟说完，身形直接消失不见，一点踪迹也没了。贺青州呆愣了片刻，神识释放而出，顿时仰天咆哮。栖霞峰山顶，苏璇出现，第一时间将整座洞府收入光幕。眼下也是时候去平安京了。柳如烟当真莽撞，直接跟贺青州挑明，这不明摆着给他惹祸吗？现在贺青州盯上林婉，玄道宗只怕是待不下去了。苏璇身形刚消失，贺青州便出现在山顶，看着那空荡荡的洞府位置，顿时血贯瞳仁。贺青州修为迸发，衣袖猎猎作响，整座栖霞峰被一股庞大的能量冲击洗礼。光幕洞府内，柳如烟如释重负，坐在玉脊上惬意地吃着水果，一旁林婉三女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你是真的吗？林婉忍不住朝柳如烟竖起大拇指。虽然他们平日互相诋毁，可真到了患难的时刻，多多少少还是会统一战线的。我的姑奶奶，一尊玄离境的强者，你说得罪就得罪了，这是准备让谁背锅？苏璇抱怨着，虽然柳如烟这么做他心里很高兴，可若是等拥有能够对抗贺青州的实力后再挑明，岂不是更好？到时候就算贺青州发难也能够应对，总不至于像现在只有逃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事当然是我背锅了。林婉说着，凑到柳如烟身旁坐下。师尊，你别捣乱。苏璇看了林婉一眼，而后目光再度落到柳如烟身上，准备再批评2句，然后此事就此结果。反正干都已经干了，他对柳如烟还是很满意的。没想到柳如烟对贺青州的怨气这么大，看来是彻彻底底被自己征服了，不由心里美滋滋的。柳如烟突然起身说道：好吧，我摊牌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苏璇，我怀孕了，你的，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做。听到这话，在场3女纷纷抓着头，震惊地看向苏璇。你他妈的真的假的？苏璇也是脑瓜子嗡嗡作响。柳如烟不仅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了，还抛出一枚重磅炸弹。怀孕了，要不要这么离谱？苏璇不信有这么容易上垒，简直逆天了。哪怕是神枪手，第一次就命中，可这才过去多久？1个月不到，柳如烟是怎么知道的？很明显，这就是个谎言。柳如烟若无其事地坐了下去，继续吃着水果，表情非常得意。宫心慈眼睛瞪得溜圆，看向苏璇，那眼神明显要吃人，怎么回事？苏璇知道要完了，柳如烟这个疯女人，这种玩笑都敢开当即。苏璇来到宫心慈身旁，低声道：师姐，你听她胡说，不想想看，我们才认识多久，这女人纯粹胡言乱语。宫心慈一愣，对啊，苏璇这才和柳如烟认识多久，这么快就能怀孕的吗？宫心慈松了口气，可是很快她反应过来，就算没怀孕，你们是不是？原本已经缓和的脸上再度浮现怒意。林婉对此摆摆手，表示无奈，同时再度朝柳如烟竖起大拇指。
虽然一直清楚这个臭女人可能会勾搭自己的徒儿，可是没想到居然真的这么快就得手了，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这对拥有摩罗神通的苏璇来说或许十分正常，可就是委屈了自己的徒儿师姐。你听我解释，我们回房间说。苏璇挽着宫心辞回了房间。一旁兰洛西露出嫌弃的眼神，瘫坐在玉脊上，实在是太符合摩罗神通拥有者的人设了。柳如烟可是有夫之妇，苏璇这个畜生，怪不得师尊要一直撮合他和苏璇，这神通当真变态，只怕所有跟在苏璇身边的女人都要遭殃。想到这儿，兰洛西隐隐有些不安，自己以后会不会也凌婉四世看出了兰洛西的害怕，凑过来拉住他的手，说道：洛西，以后我们就是难姐难妹了，要团结在一起，可不能让这个混蛋欺负了。兰洛西奋力点头。一旁的柳如烟听到两人这话，忍不住露出笑容。你笑什么？林婉质问。没什么。苏璇跟宫心辞好一通解释，这才忽悠过去。他没有选择欺骗，基本上是实话居多，主要扯了一点上刺杀了楚伟，然后被柳如烟带去执法殿喝茶，因此发生了交集，久而久之就那样了。宫心辞将信将疑，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还能怎么办？而且说起来，苏璇和柳如烟发生关系似乎还在他和苏璇之前，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才是后来者，根本没有资格生气。像苏璇这样优秀的人，身边有点女人其实是十分正常的事。宫心辞当了这么久的清官人，自然了然于胸，只不过是心里有些拧巴罢了。同时他也是感慨，幸好听了师尊的话，早点把自己交给苏璇，不然只怕到后面连个名分也没有。安抚好了宫心辞，苏璇这才离开房间，准备动身前往平安京。客厅里，柳如烟看见他出来，顿时露出得意的笑容。还好意思笑？快点去修炼，净给我惹麻烦。苏璇白了柳如烟一眼，语气非常随和，而后离开了光幕。柳如烟吐吐小粉舌，笑得更加灿烂了。玄道宗内，贺钦州将执法殿弟子散了出去，所有进出关卡戒严，想要将柳如烟找出来。然而这些对苏璇根本没用，他仿佛融于空间之中，时不时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微小的黑点显现出来，而后快速消失。除非贺钦州锁定苏璇所在的区域，神识高度集中，否则根本发现不了。而且就算发现了，苏璇只要彻底进入光幕，也能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出现在极远之外。一天后，玉渊城，此地是番海城与平安京之间的一座城市。苏璇本想一口气赶到平安京，中途路过番海城都没回去看看，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没想到这才出来没多久，林婉就嚷嚷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顺便吃点好吃的。苏璇还能说什么？自家师尊只能宠着呗。主要林婉现在不能修炼，整日待在洞府，宫心辞和兰洛西他们又都在修炼或者有自己的事情做，只有他无所事事，快要闲出病了。玉渊城比番海城要繁华，毕竟紧挨着平安京。此刻正是中午，街上人流很大。苏璇跟着林婉非常吸睛，路过的青年靓女几乎都要回头看上一眼。林婉并不在意人们的目光，她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周围琳琅满目的摊子以及诱人的美食上了。以前拥有修为的时候，林婉根本不会将注意力放在这些世俗上面，甚至辟谷，有时候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可自从修为尽失之后，她仿佛返璞归真了，对这些世俗玩意无比好奇。逛着逛着，两人途径一家名为鬼府的店铺，侧边挂着一张幡，上面写着法宝锻造维修几个大字，顿时吸引了苏璇的注意力。师尊，我们进去看看。林婉回过头来，循着苏璇的目光落到了那张幡上，立刻明白了苏璇的意图。能修吗？那可是绝品灵器。林婉保持怀疑，玄沙浮屠没了气灵，再加上经过解除封印这一番折腾，损伤非常严重，可不是随便一个炼器师就能维修的。能不能修，问一问不就知道了。苏璇走进店铺，里面非常杂乱，随意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法宝以及零件，首先就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有点像回收站。林婉跟在苏璇身后，双手环抱胸前，打量着周围，顿时露出鄙夷的神色。有人吗？苏璇没看到人，就喊了一声。很快，一个堆满零件的架子后面传来了声音：维修还是取法宝？维修？什么品阶的法宝？绝品灵器，能修吗？听到这话，架子后没了声音，随后走出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胖子，乍一看还以为是个乞丐。他的眼睛非常犀利有神，头上裹着一个满是油污的头巾，目光在苏璇和林婉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走进售货柜台，一边鼓捣法宝，一边问道：东西呢？拿出来我看看。不能拿出来，太大了，会把你这个店铺给撑破的。沈明挑眉看向苏璇，空间灵气，应该不是你的法宝吧？苏璇愣了一下，看来这个胖子是个行家，仅凭一句话就判断出了玄沙浮屠的这么多信息。确实是空间灵气，只是气灵被人吞噬了，能不能修？修倒是可以修，但是你得确保东西是你的，其次还需要一只气灵。
苏璇有点惊喜，那多久能够修好？如果条件满足的话，3个时辰就能修好。但是现在我手头上有法宝要维修，你得排队，时间大概1天左右，而且你要先支付灵石500万，1天时间。苏璇愣了一下，价格以及提前支付都没有问题，就是这要等1天太麻烦了。身后的林婉见苏璇犹豫，赶紧小声说道：价格是合理的，不妨让他试试。苏璇点头，看向沈明，时间能不能赶一赶？苏璇根本不在意什么价格，500万只有绝品灵气的1/10左右，确实不算贵。随着修为的增长，灵石已经很少被修士用作货币流通了，因为随便一件法宝就需要惊人的灵石，很麻烦。苏璇大概了解过，到了玄离境之后，主要流通的货币是灵晶、灵脉，当然灵材以及魔核这些硬通货，不管在哪儿都是非常受欢迎的。1枚灵晶大概抵100枚灵石，而灵石以及灵晶都是从灵脉中采集出来的，由于修真盛行，所以灵石在世俗都有流通，就导致它特别不值钱，而且里面的灵气非常稀少。可以，但是要600万灵石。沈明回道：没有问题。苏璇直接答应。那好，你把东西和材料都拿出来吧。苏璇将玄沙符涂装入百宝袋内，然后取了出来，顺带从光幕里找到当初和人要交换的器灵。这只器灵是中品灵气的器灵，苏璇一直没有让光幕吸收，就想着有一天能够用上，毕竟玄沙符涂的器灵已经没了。而且现在苏璇也不缺器灵，杀了这么多灵君境，收缴的灵气数都数不过来。沈明接过百宝袋以及器灵，问道：你就不怕我吞了你这绝品灵气吗？苏璇嘴角噙着笑，怕。随即手一挥，诡异显现出来。所以我留一具傀儡在你店里面看着，没有问题吧？沈明微微一惊，上下打量着诡异。不错，利用3枚5阶魔核运转，很巧妙。只是你这阵法以及骨骼躯体的一些材料都太粗糙了，若是能够更换一个好一点的阵法，再用更加坚韧的材料打造骨骼以及躯体，能够使它再上一层楼。听到沈明这么说，苏璇很是惊讶。傀儡的炼制方法是他从老阉人留下的资料中自学的，阵法有限，所以几具傀儡的上限也摆在那里。虽然更换了高阶魔核，使傀儡勉强拥有灵君境6重的实力，可终究是大材小用。我看你这么懂行，不知道傀儡的阵法有吗？苏璇问道。若是能找到好的阵法，就能使傀儡更进一步。沈明摇了摇头，好的阵法没这么容易得到，我这里有的应该和你现在的差不多。苏璇有点失望，既然如此，也不好强求什么。他交了灵石，吩咐诡异留在店里看着，然后就带着林婉离开了。师尊这家伙肚子好像真的饿了，都已经听到咕咕咕的叫声了。离修理店最近的一家酒楼内，苏璇点了满满一大桌子菜，准备让林婉好好吃一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林婉还表现出对美食的虔诚，可吃了没几口就开始哼饱了。苏璇简直无语，要不是他吃了几口，这些个好菜只怕都要浪费掉。乖徒儿，为师累了，想回去休息。林婉撅着嘴，脸红红的，刚刚喝了一口酒。苏璇赶紧上前挽着他，生怕摔倒了。叫你别喝酒，还半不玄离境，从来没喝过酒的嘴都跟你一样硬，小趴菜。嘻嘻，乖徒儿，你可不准趁机占为师的便宜，我现在可是清醒得很，要是让我知道，非收拾你不可。快别说话了，满嘴酒味。苏璇扶着林婉，若他真想干点什么，此刻就凭师尊这副样子，那还不是予取予夺。苏璇可是正人君子，不屑干这种恶俗的事情，日久生情。他相信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师尊芳心的，而不是趁人之危。就在出门的时候，苏璇察觉到旁边几桌的客人身上穿的服饰非常眼熟，而且他们还以一种玩味的目光打量着林婉。小兄弟，手段可以啊，这种极品都让你灌醉，看来今天有福了。这几人都喝了点酒，眼神恍惚，一脸的醉相。苏璇一机灵，认出这帮家伙是玄幽城严家弟子，赶紧把头别了过去。严家为何会出现在玉渊城？这里离玄幽城可有点远，苏璇心中生出一个不好的猜测，没有理会这些家伙言语上的调戏，带着林婉出了酒楼，然后在无人处消失不见。苏璇先将师尊送回洞府房间，这才折返回来。严家是吧？就没一个好东西，大老远从玄幽城跑到玉渊城来，估计还想对金家不测。上次严云等人被团灭，严家损失了这么多灵君境的高手，没想到居然还有余力对付他们。看来是时候让严家消失了。苏璇此刻才明白斩草除根的重要性，不然这群家伙只会像狗皮膏药一样源源不断的冒头。嘿嘿，哥们，你怎么又回来了？刚刚那几品呢？你是不是想要我们一起享受啊？几人看到苏璇回来，脸上再度浮现笑意，指指点点的说着。苏璇走近了些，一名严家弟子这才晃了晃脑袋，将他认了出来。你
你是通缉令上的人。这名严家弟子朝众人大喊：他是杀害严正的凶手。听到这话，几人下意识地晃了晃脑袋，眼前之人逐渐清晰，他们脸上也没了笑意，露出凶光。